师娘，你也不想看到师傅失去掌门继承人的身份吧？闺房里，一位丰腴美艳的女子伸手捂住胸口，成熟美艳的俏脸有些发白，带着一丝慌张和羞愤。她身材高挑婀娜，一双大白腿盘在床上，清凉的内衬完全遮不住美好的身材，雪白的肌肤有些晃眼。畜生，我可是你师娘啊，快住手，不然我死都不会放过你的。林雪月死抓着衣领，一双美眸都泛起水雾，恶狠狠地瞪着眼前的高大青年，美艳的脸蛋带着羞愤的红润，反倒是更添几分韵味。我也不想这样做的，都怪师傅逼太紧。姬太常耸了耸肩，眼底深处尽是无奈。不得不说，这女人确实诱人，比前世见过的明星好看100倍，但他必须忍住，这女人一旦碰了，可是会要命的。被大卡车送到异世界转生后，独自摸爬打滚12年，好不容易拜入青云宗，成为内门弟子。虽然拜入大长老杨伟乐门下，却因为资质平平，得不到重视，成为小透明。若只是如此，那也还好。可就在不久前，麻烦找上了门。青云宗掌门老了，预感到大限将至，便把大长老杨伟乐立为掌门继承人，但条件是要杨伟乐诞下后代才能传位给他。因为杨伟乐是老掌门唯一的儿子，却不近女色，修行1甲子之久，始终无后，老掌门只能以此相胁。可是老掌门浑然不知，杨伟乐年轻时偷偷修炼魔功，虽然修为蹭蹭暴涨，但代价就是不能人道。杨伟乐注定不可能有后代，且因为修炼魔功，杨伟乐心智有些偏激邪魅，对女人根本没有半点兴趣，甚至有种生理上的厌恶。为了尽早登上掌门宝座，杨伟乐便找上了姬太常，打算让姬太常与他的道侣林雪月苟合，诞下后代。一来是姬太常资质平平，在内门弟子里是小透明，没有靠山，很容易拿捏，死了也没有人在意；二来是姬太常长得和杨伟乐有些许相似，诞下后代也更容易瞒天过海。当杨伟乐把秘密告诉姬太常的时候，姬太常就已经没得选择了。同意的话，等林雪月怀上孩子的时候，就是他的死期；不同意的话，今天就是姬太常的死期。杨伟乐就没打算让姬太常活下去。此事原本林雪月已经同意了，但真到这一步的时候，他还是动摇了，十分抗拒。然后他就被杨伟乐强行封锁一身修为，变成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任由姬太常拿捏。不要，林雪月刚想说些什么，但是嘴唇已经被堵住了。丰腴的娇躯被姬太常压倒，姬太常把脑袋埋在他柔软怀里，深吸一口香气，使尸即过肺。就在林雪月想要反抗的时候，姬太常在他耳边以极低的声音说道：“师娘别动，隔墙有耳。对不住了师娘，我也不想冒犯你，我也是被师傅逼的。他说我不干就要杀了我，我没得选。师傅从小就不近女色，对男女之事毫无兴趣，不会偷窥我们。只要我们演一场戏，应该能暂时糊弄过去，如何？”成熟男子的气息扑面而来，林雪月只觉得浑身都软了，面色潮红，下意识收拢。听闻姬太常没打算霸王硬上弓，他顿时松了一口气。好，我可以配合你，但你一定要控制，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林雪月嘴唇紧咬，幽怨地看着姬太常。放心，我有分寸。姬太常微微点头，按捺住心中的欲念，而后他整个身子盖了上来。林雪月娇艳的脸蛋瞬间红透，内心无限羞涩。精致华丽的床铺开始摇晃起来，嘎吱作响。2刻钟后，姬太常缓缓呼出一口浊气，松开怀里的熟叶美妇人。林雪月衣着凌乱，脖子上带着痕迹，身上满是香汗，无力地瘫倒在床上。姬太常的肩膀和脖子上也有指甲、抓痕和牙印，虽然只是演戏，但两人也是亲密接触，该碰不该碰的都碰了。就在这时，姬太常脑海中忽然响起一道美妙的声音：叮！曹贼系统激活。姬太常虎躯一震，狗日的系统，你怎么不等我死了再来？18年，你知道我这18年是怎么过的吗？姬太常心中又惊又喜，有种喜极而泣的感觉。18年了，他终于等到了金手指。叮！本系统致力于让宿主继承魏武遗风，发挥曹贼精神。只要寡妇每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点，宿主即可获得其亡夫10%修为能力。林雪月好感度2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好感度20，姬太常脸色一黑。不过他转念一想，林雪月可是青云宗3大美人之一，如今被自己一个内门小透明玷污，心中肯定有不甘和恨意，好感度是负的也正常。不对啊，系统，杨伟乐才70多岁，修为高达金丹期6种，少说还有几百年寿命，我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等林雪月变成寡妇？过段时间，说不定我坟头草都长出来了。叮，那就请宿主努力让林雪月变成寡妇。系统相当贴心的给出解决方法，说得很好，下次别说了。姬太常心中叹了一口气，他倒是想杀杨伟乐，因为他只有杀了杨伟乐才能活下去。可姬太常不过是炼气期7重修为，杨伟乐已经是金丹期6重了，双方修为差距大到令人绝望。当务之急还是先活过今晚再说。姬太常穿上衣裳，推开房门走了出去。杨伟乐盘坐在院子大树下，面容虽然俊朗，却带着一股阴冷的气息。师傅，我已经按你的吩咐做了，但怀孕这种事情不可能一发入魂，至少也要1-2个月时间才有把握。姬太常沉声开口，
尽量为自己拖延时间。杨伟乐不置与否，抬手就扔了一个丹药瓶过来，这是你的酬劳，好好干。杨伟乐脚踏剑气，冲天而起，直奔青云宗的修炼宝地而去。姬太常看着杨伟乐离去的背影，掂了掂手中丹药瓶，脸上露出一丝冷笑，哼，上了你的道侣，居然还给我酬劳，你还挺自律的。凝元丹，这最多只能让我提升一个小境界，根本不够。姬太常将丹药塞进怀里，脸色阴晴不定。想要活下去，就必须要杀掉杨伟乐，必须要找到另一个寡妇来攻略才行。青云宗里的寡妇，姬太常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另一个美艳丰腴的身影，青云宗宗主另一个亲传弟子，同为3大美人之一的杨瑶。2年半之前，杨瑶本被青云宗宗主许配给烈火宗宗主当小妾，青云宗宗主想以此来拉拢烈火宗为盟友，双方聘礼、婚书都下了，只可惜还未来得及过门，烈火宗宗主就陨落在一处秘境里，杨瑶便成了寡妇，至今都没能嫁出去。杨瑶不只是青云宗丹殿长老，还是宗主的女儿，也就是杨伟乐的妹妹。要是能攻略杨瑶，获得她的好感度，就能得到烈火宗宗主的修为或者能力。一念至此，姬太常的目光瞬间火热了起来。不过想要快速获得杨瑶的好感度，单凭他自己还不行。姬太常转身回到房间里，此时的林雪月美艳的脸蛋上还有红晕，穿上了一袭紫色纱裙，丰腴多汁的身材若隐若现，气质也与先前完全不同，多了一分冷清，宛若仙子般。一想到这般成熟美艳的夫人被自己轻柔过，姬太常心中不由得生出别样的情绪，真润啊！姬太常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心中不免升起几分火热。杨伟乐已经走了，你还想干嘛？林雪月面无表情地盯着姬太常，面露冷色。此前虽是演戏，但他终究是被姬太常占了大便宜，自然是没有好脸色。想，姬太常直视着林雪月的眼睛，沉声说道：“师娘，师父的想法你也明白，你不还下我的种，他便不会放过我们，甚至他还有可能找其他男人来上你。如此荒唐龌龊之举，如此屈辱的生活，师娘难道还要一直忍受下去吗？真等杨伟乐当上掌门，执掌全宗资源，你我便永无翻身之日。我们必须联手干掉师父。”林雪月银牙紧咬，丰满的胸襟一阵起伏，但她很快就泄了气，面色惨白。我才经丹期1重修为，你更是只有炼气期7重，如何能对付杨伟乐？修行一道，境界分为炼气期、筑基期、金丹期、元婴期、化神期，每一个大境界都有9重小境界。更何况杨伟乐还有个宠溺他的宗主父亲，此事他还不能揭露出去，否则必定会被宗主灭口。我自有办法，但需要师娘配合。姬太常眼中闪过一丝惊芒，我没记错的话，师娘和杨瑶师姑关系非常不错吧？林雪月点了点头，杨瑶是她的小姑子，2人年龄相近，相处非常融洽，早已经处成了闺蜜，关系自是不错。很好，师娘，你体内的封印正在消散，很快就能恢复修为，我需要师娘配合我，快速获得师姑的好感。姬太常快速开口，将他的计划告诉林雪月。林雪月柳眉微蹙，我可以帮你，但你就算取得杨瑶的好感又如何？他的修为只是筑基期9重巅峰，拉上他也杀不了杨伟乐，我自有妙计，师娘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的。姬太常沉声开口，没有解释太多，毕竟身怀系统的事情，他也没法向林雪月解释。行吧。稍加思索，林雪月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事到如今，林雪月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相信姬太常，放手一搏。入夜，距离青云宗不远的黑水山脉里，杨瑶身材高挑丰盈，身穿淡蓝色的襦裙，沉甸甸的胸襟几乎包裹不住，仿佛呼之欲出，后腰之下更是勾出一抹水蜜桃般的丰腴弧度。论身姿，她完全不逊色于美妇人林雪月，但她的容貌更显清纯，看起来好似20出头的姑娘，不施粉黛，淡雅中带着一丝媚媚。杨瑶在黑水山脉挖到了几株不错的灵药，心情很是不错，哼着小曲儿，走路都有些蹦蹦跳跳，连带着那沉甸甸的大雷都在摇晃，令人担心襦裙会不堪重负而崩开。就在这时，一变突生，一个黑衣人突兀出现在杨瑶面前，二话不说就是一剑斩下，森然剑气袭来，那种可怕的威压令杨瑶面色陡然巨变。金丹期强者，杨瑶毛骨悚然，根本不敢正面硬扛，立刻施展出身法，转身就跑。黑衣人紧追不舍，时不时抬手斩出几道剑气，割裂了杨瑶的裙子，留下剑痕的同时，也令她那雪白如同凝脂般的肌肤展露出来。我乃青云宗丹殿长老杨瑶，阁下是何人？为什么要杀我？住手！我青云宗离这里不远，你要是还敢追就死定了。杨瑶又惊又怒，试图以青云宗的名号来震慑对方，但黑衣人充耳不闻，依旧冷酷地追杀而来。随着时间流逝，还未回到青云宗，在拼命奔跑之下，杨瑶一身灵力已经几近枯竭，身上伤势也不轻，眼中不由得露出绝望的神色。身为丹殿长老，3品炼丹师，他这辈子行善积德，不知道救治了多少人，可到头来却好人没好报，苦也。往前奔跑一段距离之后，杨瑶体内灵力彻底耗尽，扑通一声栽倒在地，美艳的脸蛋上满是绝望与凄苦。师姑！就在这时，一道惊讶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一双强而有力的手臂将他从地上拉起，一把抱在怀里。由于杨瑶浑身力气耗尽，酸软无力的娇躯依靠在姬太长身上，那种惊人的触感让他忍不住暗自倒吸一口凉气。滋润，以前怎么没发现师姑的胸襟比师娘还要宽广几分，而且更软？杨瑶愣了一下，抬起头看向那刀削般硬朗而英俊的面容，他忍不住发出惊呼：姬太长，你怎么在这儿？我正在附近抓白衣蝙蝠来炼药，他们只在晚上活动，有杀气。师姑，后面是不是有人在追杀你？姬太长一边解释，一边将杨瑶以公主抱的姿势搂着，双腿微微一屈，猛地爆发出一股巨力，往青云宗的山门狂奔。姬太长，谢谢你。感受到姬太长强健有力的胸膛和气息，杨瑶俏脸瞬间多了几抹红润，心跳加速。不克嘶，一道剑气远远袭来，虽然姬太长竭力闪避，但肩膀上还是多了一道血痕，滚热的鲜血染红衣裳，溅在杨瑶的脸上。姬太长，你没事吧？杨瑶惊呼一声，只觉得一颗芳心都提了起来。没事，我扛得住。姬太长咧嘴一笑，故作镇定，脚下速度不减，继续狂奔，但他心中却是暗自龇牙，师娘下手可真够狠的。杨瑶对此并不知情，他看到姬太长为了救他一路狂奔，很快又挨了几剑，鲜血飞溅，面色一下子苍白了下来。杨瑶既是感动，心中又满是愧疚，感受到后面敌人的杀气越来越近，杨瑶咬了咬牙：姬太长，你别管我了，把我放下吧，带着我的话我们两个都要死，杀手的目标是我，你快跑吧，我不能连累你，把消息带回去给宗主，让宗门给我报仇。杨瑶脸上带着决然的神色，闭上了眼睛，眼角流下两行绝望的清泪。师姑，你别说了，我不可能抛下你的。姬太长呲了呲牙，脸上却强装出笑容，低头看向杨瑶：我姬太长在青云宗里不过是无人在意的小透明，师父不管我，师兄弟打压我，唯有师姑对我最好，从来没有看不起我，还给我送丹药，鼓励我努力修行，这份恩情我永远记在心里，我不可能抛下师姑不管，要死我们一起死吧。姬太长的话铿锵有力，令杨瑶娇躯一震，心头涌起一股暖流。其实杨瑶平时和姬太长也没什么交集，唯有6年前姬太长刚拜入杨伟乐门下的时候，作为师姑长辈，杨瑶习惯性的给杨伟乐每一位弟子一份见面礼，也就是几颗最普通的凝元丹，顺带随口鼓励了姬太长一句，仅此而已。可他的无心之举，一点小恩小惠，姬太长却一直记在心里，时刻想着回报，哪怕是豁出命也不愿意丢弃自己。杨瑶耐纤细的睫毛轻颤，下意识抬头看向姬太长，少年衣裳破碎染血，俊朗的面容因负伤失血而苍白，却无比坚毅，带着视死如归的决心。这一刻的姬太长在杨瑶眼中仿佛变得无限挺拔伟岸，杨瑶只觉得自己柔软的内心仿佛被什么东西狠狠冲撞了一下，许久未曾颤动的芳心此刻砰砰直跳，生出一种别样的情绪。定，检测到杨瑶好感度提升15点，宿主可获得齐王夫10%修为能力，请宿主选择杨瑶好感度15，好感度达到110会有惊喜发生。当系统提示音响起的时候，姬太长心头狂跳，大喜过望，成功了，那可是烈火宗宗主10%的修为能力啊，哪怕不足以杀掉杨伟乐，也能让姬太长有了初步的自保实力，可以做出更多的谋划准备。这把果然赌对了，情况危急，且若是实力突然暴涨会暴露，引起杨瑶和林雪月的怀疑。姬太长没有立刻领取。姬太长，你把我放下来吧，我曾经对你的那点小恩小惠不足以让你舍命报答，你是个好人，我不能让你陪我一起去死，否则我良心难安。就在这时，杨瑶开始激烈挣扎起来，语气中带着哀求。闭嘴！姬太长大口喘气，却是十分霸道的抬手在杨瑶身后一巴掌拍下，顿时丰盈之处颤颤巍巍，弹性惊人。我说过不会抛下你的，要死一起死。姬太长那无比坚定的话语以及身后传来的异样触感，让杨瑶情不自禁发出一声娇呼，美艳的脸蛋愈发羞红，既是羞涩又是感动。定，检测到杨瑶好感度提升10点，宿主可获得齐王夫10%修为能力，请宿主选择杨瑶好感度25，好感度达到110会有惊喜发生。系统美妙的提示音再次响起，是，又是一道剑气斩来，在姬太长后背上再次留下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令他一个趔趄。师娘该不会是公报私仇，借机撒气吧？姬太长暗自吸了一口凉气，脸色有些发黑。姬太长，这样下去你会死的，放我下来吧，我真的不能让你陪我一起去死啊！杨瑶看到姬太长跌跌撞撞的模样，以及自始至终都无比坚定的神色，只觉得一颗芳心都为之刺痛。他既是感动又是羞愧，他何德何能让这样优秀的后辈为他舍命相救啊？师姑，我有办法了。姬太长大口喘气，在杨瑶耳边低声说道：前面是一大片密林，我知道密林里有一个隐蔽的悬崖，下面有水潭和山洞，我们一直往前跑，杀手肯定以为我们会穿过密林返回宗门，到时候我们往山洞里躲藏起来，应该能蒙混过关。杨瑶只觉得耳边有一股热气涌来，令他耳朵痒痒的，清纯美艳的面容也羞红了几分。
说话间，姬太常已经抱着他冲进了茂密的树林之中。几个腾挪辗转间，姬太常来到了一处灌木丛生的隐蔽断崖处，果断往下一跳。啊！强烈的失重感令杨瑶惊呼一声，下意识抱紧了姬太常，一双白嫩的纤纤玉手紧紧搂着他的脖子，婀娜的娇躯紧贴，仿佛整个人都要揉进他身体里。那种惊人的丰盈与柔软感传来，令姬太常身躯一颤，喉咙滚动了一下，只觉得口干舌燥。扑通！下一刻，两人掉落在一处幽深的潭水里，掀起一片浪花。潭水非常幽深清寒，令两人都下意识打了个哆嗦。杨瑶更是将姬太常抱得更紧了，那惊人的柔软将他闷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痛并快乐着。姬太常深吸一口气，强行压枪，抱着杨瑶从潭水里游上来，掀开附近的杂草，进入一个幽深漆黑的山洞里。呼！姬太常倚靠着石壁，缓缓坐下，只觉得浑身都酸软无力，同时却又浑身燥热。杨瑶忽然被坚硬的石头割了一下，瞬间整张俏脸都红透了。她慌忙从姬太常怀里挣扎着爬起来。师姑，你受伤了，灵力耗尽，可不能着凉了。姬太常强忍着伤痛爬起来，在山洞口捡来一些枯草和树枝，从怀里摸出一个火折子，点燃了一堆篝火。朦胧的火光照耀下，只见杨瑶衣上全部都被浸湿了，勾勒出完美无瑕的弧度，肌肤雪白的刺眼，让姬太常眼睛都睁大了几分。他立刻转过身，低声说道：“师姑，你换件衣服吧，放心，我不会偷看的。”言毕，姬太常一瘸一拐地走出山洞。杨瑶看着姬太常湿漉漉的身体，鲜血淋漓的后背，那温和的声音虽然虚弱，却无比坚毅沉稳。这是怎样一个少年，为了当年一点小恩小惠，拼死把他救下，时刻关心自己，哪怕到了这个时候，也坚决不愿意占他的便宜。这是何等光明磊落、知恩图报的好孩子！杨瑶只觉得有些失神，看向姬太常的目光也愈发温柔，心中某种情愫也在悄然滋生。定，检测到杨瑶好感度提升5点，宿主可获得齐王夫10%修为能力，请宿主选择。杨瑶好感度3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山洞外，姬太常耳边再次传来系统提示音，令他心中大喜，计划生效了，果然没白挨这顿打。姬太常心中喜滋滋的，只觉得身上血淋淋的剑痕都没那么痛了。山洞里，杨瑶盘膝坐下，艰难地运转功法。半炷香之后，他恢复了些许灵力，立刻打开储物戒指，取出一套干净的襦裙换下。姬太常，我换好衣服了，你进来吧。杨瑶柔声开口，说着说着脸颊就愈发红润。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像是在闺房里等夫君进来的美娇娘一样。姬太常倒是没想这么多，进来之后靠在火堆旁坐下。他还没有储物戒指，没带衣服，只能靠火光来烤干衣服。你别动，我帮你包扎一下伤口。杨瑶满脸心疼的神色，帮姬太常解下衣裳后，从储物戒指里取出纱布和止血膏，小心翼翼地为他处理伤势。当然，姬太常的伤势看着吓人，但林雪月下手还是有分寸的，只是皮外伤罢了，并没有伤筋动骨，并不严重。我感觉好多了，多谢师姑。姬太常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对了，师姑，你身上的伤也不轻，要不要我帮你处理一下啊？杨瑶眼睛睁大了几分，红润的嘴唇轻咬，犹豫片刻之后，还是摇了摇头。他的伤主要在后背上，他可不好意思让姬太常帮他处理。杨瑶虽然是寡妇，但从未和烈火宗宗主见过面，从小到大更是没有和男性有过亲密接触，冰清玉洁，性格保守，对于这方面还是很羞涩的。好吧，姬太常心中有些遗憾。杨瑶服下几枚丹药，盘膝坐下，开始运转功法，恢复灵力。但他脑海中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刚才两人亲密接触的画面，一颗沉寂多年的芳心乱跳，下意识夹紧双腿，根本静不下心来。1个时辰后，杨瑶睁开眼睛，我已经恢复一些灵力了，这里离宗门不远，那个杀手也应该已经走了，我们回去吧。好，姬太常点了点头。两人走出山洞，扒拉着石壁上的草木和石头，一点一点爬了上去，悄然返回青云宗。终于安全了。踏入青云宗领地之后，杨瑶这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心有余悸地拍了拍巍峨的胸襟。这次多亏了你相救，否则我必死无疑。说罢，小常，这份救命之恩，你想要师姑怎么报答你？杨瑶转头看向姬太常，双手别在身后，笑盈盈地朝着他眨了眨眼睛。她美艳的脸庞上还残留着些许红润，更添几分妩媚妖娆，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魅惑。姬太常摇了摇头，师姑对我有恩，我自然不会见死不救，这是我应该做的，不需要报答。这可不行。杨瑶闻言却是有些急眼了，一把抓住姬太常的手，一码归一码。当年那点小恩小惠怎么可能抵消救命之恩？你若是不要报答，那我就不放你走了。杨瑶那柔软而温暖的小手拉着他，令姬太常好不容易压下的火气又开始升起。那我想要去藏经阁挑选一部功法。姬太常稍加思索后，顺势提出了一个要求。没问题，这是我的身份令牌，你且拿着，去藏经阁里随便挑功法，功勋值都算在我账上。明天你再去丹殿把令牌还给我，顺便以后就在我手下干活吧，我帮你在丹殿里谋一份好差事。杨瑶把他的身份令牌塞到姬太常手里。青云宗内门弟子，
每个月只能领到一份勉强够修炼的临时资源而已。想要获得更多修炼资源，想要获得功法，必须要完成宗门任务，积攒功勋值，以功勋值兑换。姬太常自身缺乏功勋值，但杨瑶可不缺。多谢师姑。姬太常满脸感动，与杨瑶告别后，立刻前往藏经阁。杨瑶则是飞速回到自己的闺房里，这才开始解下衣裳，处理后背的伤势。青云宗领地很大，藏经阁距离也很远。四下无人的时候，姬太常舔了舔嘴唇，心中默念道：系统，我要领取奖励，全都要修为。定，恭喜宿主获得烈火宗宗主30%修为。轰！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姬太常丹田之中凭空涌现出一股磅礴到难以想象的灵力，在他周身经脉窍穴之中奔涌，融入每一寸血肉之中，令他修为暴涨。此前，姬太常已经服用了杨伟乐给的凝元丹，修为突破到了炼气7、8重。此刻他浑身灵力无比磅礴，仿佛丹田之中有一座火山在爆发，身躯都膨胀了几分，像是气球一样。姬太常面容扭曲，只觉得浑身经脉窍穴像是要爆炸了似的，脑袋更像是有万千钢针猛扎，这个过程相当痛苦，只因这股力量太过庞大。一眨眼的功夫，他的修为瞬间冲破到炼气7、9重，而后冲破桎梏，踏入筑基期。但这远远没有结束，他的修为还在暴涨。筑基期1重，筑基期2重，筑基期6重。姬太常膨胀的身躯恢复正常，满头黑发无风自动，体内灵力如同大河奔腾，生生不息。唰，他重新睁开眼睛，双眸之中有一缕凌厉的光芒一闪而逝，多了一股破人的威压。不愧是烈火宗宗主，30%的修为就有筑基期6重了，要是70%、80%，那不得起飞喽！到时候应该就能干掉杨伟乐了。姬太常狠狠握拳，内心无比激动振奋。姬太常拥有的不只是烈火宗宗主的30%修为，还有他弟功法造诣。此刻姬太常脑海中已经多了一部烈火诀，多了大量关于烈火诀的感悟和造诣，仿佛他已经苦修这部功法10几年时间，修炼到了小成。片刻之后，姬太常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收敛全身力量和气息，朝着藏经阁走去。师伯晚上好，我奉杨瑶长老的命令，来藏经阁选一部功法。姬太常取出杨瑶的身份令牌，朝着藏经阁的守门大爷行礼，语气恭敬。守门大爷虽然一副邋里邋遢的模样，也看不出有什么修为和能耐，但姬太常却是丝毫不敢轻视。毕竟藏经阁是青云宗的重地，有资格守护这个地方，这大爷必定不是什么弱者。守门大爷靠在门口打着呼噜，仿佛已经睡着了，根本没有理会姬太常。姬太常见怪不怪，直接走进藏经阁里。唰，守门大爷蓦然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姬太常的背影，苍老的眼眸之中闪过一丝异色。这么年轻的筑基期6重，青云宗内门什么时候出现这么个妖孽了？很快，姬太常就选好了功法，他心中早有目标。金丹7功法归西诀，虽是金丹7功法，但是所需功勋值却是最低的，兑换这部功法的人很少。只因归西诀没有任何战斗力，最大作用是收敛全身气息，可以瞒过其他人的感知，对于他人用处不大，但这可太适合姬太常了。有系统之后，他注定会短时间内实力暴涨，若是没有归西诀，很容易被人察觉，要是被杨伟乐发现，那可就危险了。换取归西诀后，姬太常回到自己房间里，迫不及待地开始修炼。一夜无话。次日清晨，姬太常呼出一口浊气，心念一动，运转归西诀。他一身筑基期6重的强大修为逐渐消散，重新恢复了炼气7、8重。姬太常满意的点了点头，开始前往丹殿。丹殿是青云宗最重要的地方之一，负责炼制全宗修炼所需的丹药。杨瑶身为丹殿长老，虽然只是筑基期9重巅峰修为，却已经能炼制金丹7丹药，为3品炼丹师，能炼制炼气7丹药为1品炼丹师，能炼制筑基期丹药为2品，以此类推。再加上宗主之女的身份，杨瑶在丹殿里身份地位很高。金碧辉煌的丹殿之中，众多弟子在忙碌着炼丹。杨瑶身穿淡紫色的襦裙，沉甸甸的胸襟依旧十分晃眼，身材高挑丰盈，容貌美艳，仿佛成熟的水蜜桃，待人采摘。丹殿里众多男弟子时不时抬头看向杨瑶，眼中藏着火热与渴望。杨瑶可是青云宗3大美人之一，身材又如此火辣，令人很难不心动。可惜了，这般诱人的尤物，最后也不知道要便宜哪个王八蛋。不少男弟子心中暗自叹息：师姑，我来了。就在这时，一道沉稳且温和的声音响起。杨瑶眼睛猛地一亮，她那平静的脸蛋瞬间多了一抹欣喜，嘴角下意识勾起笑容，朝着姬太常大步走去。那巍峨之处也跟着蹦蹦跳跳，令周围男弟子眼睛都看直了，响起一片咽口水的声音：师姑，这是你的令牌，我选了一部。好了，你选什么功法都行，不用向我汇报。杨瑶笑盈盈地打断了姬太常的话，她随手收起身份令牌，拉着姬太常的手，两人一起进入丹殿之中，开始为姬太常介绍丹殿的情况，如丹殿人员构成、区域划分、炼丹流程等等。这人是谁啊？居然和杨长老关系这么好，他凭什么能拉着杨长老的手？他真该死啊！放开杨长老的手，让我来！丹殿里不少男弟子眼睛都睁大了几分，盯着姬太常和杨瑶紧握的双手，眼中满
是羡慕和妒忌。杨瑶可谓是他们的梦中情人，多少人做梦都想摸一摸她那白嫩的小手，如今却被姬太常抢先一步。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丹殿见习执事，负责记录和处理炼丹过程中产生的废丹。等你突破筑基期以后，就能转为正式执事，如何？随着杨瑶声音落下，整个丹殿顿时为之一静。紧接着，众多丹殿弟子瞪大了眼珠子，齐刷刷看向姬太常，眼中带着震惊和浓浓的妒忌。废丹处理，这可是丹殿里油水最大的肥差之一。废丹虽然带着个废字，但总有一些丹药只是成色稍差或者形态不对，药力尚存，价值不低。但废丹处理执事却有权利将其鉴定为废丹，假装拿去报废处理，私自将其留下，或者暗地里拿出去卖掉，好处多多。尤其是一些高品丹药，哪怕是只剩几分药力的废丹，价值也极高。而且这个差事还十分轻松，根本不需要出什么力。丹殿里不知道多少人都在盯着这个肥差，此刻看到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拿走了这个肥差，众多丹殿弟子顿时坐不住了。长老，不可啊，他都不是我丹殿弟子，更不是炼丹师，凭什么能当废丹处理执事？他凭什么啊？不错，于情于理这都不合适，还请长老收回成命。足有数十上百位丹殿弟子起身抗议，眼中满是愤怒和不满，恶狠狠地盯着姬太常。杨瑶俏脸上的笑容收敛，拿出属于丹殿长老的威严，冷冷地说道：难道我身为丹殿长老，三品炼丹师，还没资格任命一个见习执事吗？若是在平时，这些丹殿弟子肯定不敢和杨瑶作对，但废丹处理执事这个肥差太过诱人，他们早就盯上了，甚至不少弟子花费大代价上下打点关系，已经提名上去了，早已经把这个肥差视为囊中之物。更何况有些弟子身后也站着宗门长老，也是有身份背景的，因此他们寸步不退，根本不愿意让姬太常抢走这个肥差。他只是炼气期修为，按照宗门规定，连见习执事都没资格担任。杨长老，如果你执意要这样做的话，休怪我们举报到执法堂。不错，就算杨长老您是三品炼丹师，也不能公然违反宗门规定。不少丹殿弟子群情激愤，铁了心要把事情闹大。你们！杨瑶顿时心中一怒，气得胸膛一阵起伏，颤颤巍巍，掀起一股惊人的弧度。不得不说，她是真的漂亮美艳，哪怕是生气也别有一番韵味。这富气呼呼的模样，让众多男弟子都悄悄咽口水。你们的意思是需要筑基期修为才能当这个执事吗？就在这时，姬太常忽然开口了。不错，根据青云宗规定，无论是见习执事还是正式执事，最低都要筑基期修为，这是硬性规矩。纵然是丹殿长老，也不能违反宗门规定，否则以后谁还会遵守？不少弟子纷纷开口。杨瑶脸色愈发难看，眉目间多了一丝为难。姬太常则是嘴角一歪，很简单，我筑基不就是了？说罢，他身上的气息不再掩饰，显露而出。筑基期一重，一股强横的气息波动扩散，瞬间令整个丹殿为之一静，四方震惊。杨瑶更是惊得捂住嘴巴，一双美眸异彩连连。小常，你是什么时候突破的？昨晚姬太常分明还只是炼气期修为啊！姬太常微微一笑，轻描淡写的说道：托师姑的福，昨晚从藏经阁兑换了一部功法，参悟功法时忽然顿悟了，再加上这些年的积累，这才厚积薄发，一举踏入筑基期。在丹殿当差，既能捞油水，又能和杨瑶拉近距离，增加接触机会，姬太常可不会放过。而且女人都是慕强的，姬太常适当展现出强大的资质和实力，才能更快俘获杨瑶的芳心。果不其然，听闻姬太常居然能进入传说中的顿悟状态，杨瑶心中一震，看向姬太常的目光愈发柔情，满是欣赏之意。好，不愧是小常，我就知道你有本事。呵呵，现在小常是筑基期修为了，我正式任命他为丹殿执事，你们谁还有意见？杨瑶双手叉腰，俏脸上带着激动和骄傲。姬太常的表现让他脸上有光，相当欣慰。定，检测到杨瑶好感度提升5点，杨瑶好感度35，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系统提示音响起，令姬太常嘴角微微上扬。他，这不符合规矩。没错，丹殿执事的任命需要走流程，这不是杨长老你一句话的事情，规矩不能变。那些反对的弟子面色涨红，又急又气，依旧不愿意让姬太常抢走肥差。呵，那我这就去为他办理流程。总之事情就这么定了。杨瑶冷笑一声，当即转身离开丹殿，亲自为姬太常跑流程。以他的身份地位，办这点事情并不难。待杨瑶走后，唰的一下，整个丹殿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姬太常身上。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子更是直接走到姬太常面前，伸出手指指着他的鼻子，尖声说道：我警告你，识相的话你就老实点滚蛋，我背后可是丹殿副殿主，处理废丹执事是我的位置，你要是敢抢我的位置，有你好果子吃，我就抢了，怎么样？你能奈我何？姬太常咧嘴一笑，肆意地打量着对方那艳丽的脸蛋和凹凸有致的身材，目光轻佻而挑衅。你找死！白衣女子勃然大怒，气得当场就朝着姬太常一巴掌扇去。姬太常嘴角一歪，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啪！姬太常身体后退一步，令白衣女子的巴掌打在肩膀上，
根本没有半点伤害。然后姬太长反手就是一个大逼兜扇了过去，精准命中白衣女子的脸蛋，巨大的力量让她面容变形，整个人都被扇得连退5、6步，一口鲜血混杂着牙齿喷出。她那艳丽的脸蛋瞬间红肿起来，变成了半个猪头。大家看到了，是他先动手打我的，我只是正当防卫。姬太长朝着众人耸了耸肩，整个丹殿再次为之一静。众人眼睛都睁大了几分，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要知道，白衣女子可是丹殿副殿主的女儿，这家伙居然敢打她！啊呀呀呀！你敢打我，我要杀了你！白衣女子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眼睛瞬间就红了。她从就娇生惯养，养成了蛮横无理的性格，向来只有她欺负别人的份。什么时候有人敢这样欺负她？更何况女人最在意自己的容貌。她当众被姬太长一巴掌扇破相了，这是对她身体和尊严的双重暴击，令她彻底疯狂。铿锵！白衣女子居然直接拔出一口宝剑，寒光闪烁，灵力流转，全力朝着姬太长的心脏一剑刺去。她全力出手，直奔要害，分明是想置人于死地。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姬太长眸光一寒，根本不惯着他。当白衣女子一剑刺出的时候，姬太长身形一闪，强大的修为让他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十分轻松避开他这一剑，而后狠狠一脚踢在白衣女子腹部。砰！白衣女子瞬间身体弯成了熟虾，如同炮弹一般倒飞出去，狠狠砸在丹殿墙壁上，发出一道沉闷的声响。她喷出一大口鲜血，身体无力地栽倒在地，奄奄一息。白衣女子手里握着的宝剑也掉落在地上，被姬太长反手拿起，一步步朝着他走去。他怎么会这么强？这家伙昨晚才突破筑基期，可是张山已经筑基2年半了，居然被他一脚就踢成重伤。丹殿里众多弟子都倒吸一口凉气，露出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神色。你不要过来啊！我爹是丹殿副殿主张三，你要是敢杀我的话，我爹不会放过你的。张山艰难地抬起头，看到姬太长提剑一步步走来，面色冷漠肃杀，他顿时被吓得一个哆嗦，身下一热，屁滚尿流。死！快住手！这位师兄，你冷静一下，不能杀人啊！算了，都不容易。丹殿里众多弟子这才反应过来，顿时就有10几位弟子冲了上来，拦在姬太长面前，苦口婆心地劝说。白衣女子张山也被几位女弟子抬起来，趁机跑出丹殿，生怕姬太长上头了，真把他给杀了。姬太长冷哼一声，随手收起这把价值不菲的宝剑，他那凌厉的眸光扫视了一遍众多弟子，冷声说道：以后我就当这个执事了，谁赞同谁反对？我反对！一位身穿青衣的男弟子怒道：宗门的正式任命还没下来，你真把自己当执事了？还有，张山只是说了你一句而已，你为什么要痛下杀手？你就不能让女孩子吗？再说了，抛开事实不谈，你难道就没有错吗？噗！青衣弟子的话还未说完，姬太长眸光一寒，抬手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啪！清脆响亮的巴掌声打断了青衣弟子的话，将他整个人都扇得凌空飞起，在半空中转了3圈，这才一头栽倒在地上，喷出一大口鲜血。现在还有谁反对？姬太长冷冷开口：我反！有弟子刚想反对，就看到姬太长拔出腰间宝剑，他果断从心：我反正没意见。哈哈，师兄别激动，适才向细耳。众人虽然不满不甘心，但也没有说话，敢怒不敢言。在他们看来，姬太长就是个恃宠而骄的疯子，狠人。这家伙狠起来连张山都敢打，再加上姬太长有杨瑶的支持，他们也不想出这个眉头。当然，这倒不是他们都怕了姬太长，有不少弟子修为都比姬太长高深，只是不想和这个疯子当众厮打起来罢了。就算能打赢姬太长，也会得罪了杨瑶，打输了更是丢脸至极，怎么想都不划算。众多弟子一哄而散，继续忙活自己的事情。只不过他们看向姬太长的目光依旧十分不善，缺乏好感。姬太长还没有宗门正式任命，倒也不好直接收废丹，便若无其事的在丹殿里闲逛起来。半个时辰后，杨瑶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乌黑的秀发随风飘扬，清纯俏丽的面容因为快速跑步而微微发红，更添几分魅惑。随着她小步奔跑，那沉甸甸的胸襟也一阵摇摆，让人很担忧裙子会不会承受不住而崩开。姬太长都想伸手帮她扶一下，减轻她的压力。搞定了，这是你新的身份令牌，以后你就是我丹殿的执事了。杨瑶将一枚刻着姬太长名字和宗门徽章的令牌塞到他手里，同时示威一般环视了一遍丹殿众人。哎呀呀，这个家伙凭什么能值得杨长老这般重视和照顾？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是我？该死的家伙，这个执事位置我一定会抢回来的。众多弟子神色不善，眼中带着不甘和恶意，狠狠地瞪了姬太长一眼，心中腹诽：多谢师姑。姬太长也是心中一喜，朝着杨瑶行礼：我也没比你大很多岁，以后你可以叫我杨瑶姐姐。杨瑶忽然抿了抿嘴唇，伸手捋了一下耳边的秀发，眼睛左右瞟。虽然她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其实心跳得很快。她心中对姬太长有了某种情愫，使得她下意识抗拒师姑这个称呼，因而鬼使神差般想让姬太长换个更亲近的称呼。好的，杨瑶姐姐。姬太长点了点头，朝着杨瑶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那俊朗的面容让杨瑶忍不住心跳加速了几分。叮，检测到杨瑶好感度提升3点，杨瑶好感度38，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系统提示音响起，让姬太长心中一愣，他倒是没想到换了个称呼，居然能让杨瑶的好感度提升。对了，杨瑶姐姐，我刚刚打了张山和一个不知名的弟子。姬太长再次开口，将刚才发生的事情来龙去脉解释清楚。得知姬太长居然能把突破筑基期2年半的张山给击败了，展现出强大的实力，杨瑶顿时心中一喜。既然是他先动手，而且有那么多人都看到了，咱有理怕啥？小常你放心吧，你救我一命，以后我罩着你。副店主那边我帮你搞定，绝对不会让那个糟老头来找你的麻烦。杨瑶拍了拍胸膛，颤颤巍巍，信誓旦旦地说道：多谢杨瑶姐姐。嗨，咱俩之间客气啥？接下来时间里，杨瑶亲自带着姬太长查看各位炼丹师的丹炉，手把手教他如何辨别废丹、处理流程等。这一天过得十分充实，两人之间的关系也亲密了不少。直至夜幕降临，姬太长才告别杨瑶，回到自己住所。走吧。杨伟乐的身影宛若鬼魅般出现在他身后，声音沙哑低沉。是。姬太长眸光微微一闪，但还是老老实实的点头。杨伟乐虽然名义上是他的师傅，但从来不叫姬太长任何东西。入门6年不管不顾，甚至青云宗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杨伟乐的弟子。当然，很多弟子也不知道姬太长的存在，妥妥的小透明。姬太长随着杨伟乐来到了他的院子里，闺房里亮起一盏明灯，能隐约间看到一个婀娜妙曼的身影若隐若现。姬太长深吸一口气，换上了一副邪魅的笑容，轻轻敲了敲门：师娘，我进来了哦。说罢，不等林雪月说话，姬太长便一把推开房门走了进去，反手把房门锁死。今天的林雪月身着淡紫色的睡裙，大片雪白的肌肤展露在外，乌黑的秀发垂落在腰间，丰盈的满月将领口撑开，内侧能看到一抹诱人的雪白弧度。她那美艳的面容十分冷清，面无表情，妥妥的冰山美人。尽管不是第一次见，但姬太长眼中仍然闪过惊艳的神色，心跳都加速了几分，有些口干舌燥。结，师娘今晚当真是格外诱人啊！姬太长怪笑一声，解开衣裳扔在地上，直接扑了上去。林雪月那丰腴多汁的娇躯一颤，嘴唇也被堵住，她顿时眼中闪过杀气，手掌下意识放在姬太长后心处，有强大的灵力若隐若现。师娘冷静，演戏。姬太长只觉得后心一凉，连忙在林雪月耳边低语：老规矩，不能进去，不然我跟你拼了。林雪月冷哼一声，深吸一口气，强忍着娇躯颤抖和羞意，认命一般闭上了眼睛。放心，我有分寸。姬太长舔了舔嘴唇，将脑袋埋在他温暖的怀抱里。随着床板嘎吱的声音有节奏响起，透过模糊的窗户纸，能隐约间看到2道身影合二为一，开始对抗运动。院子里，杨伟乐抬头瞥了一眼，便收回目光，静静地盘吸运功，双眸之中有诡异可怖的黑气闪烁。约莫2刻钟后，伴随着一道喘息声响起，那2道模糊的人影分开。师娘，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呀！姬太长揉了揉肩膀上通红的牙印，疼得龇牙咧嘴。林雪月衣裙凌乱，成熟美艳的面容更是无比红润，魅惑至极。她轻哼一声，自顾自地整理衣裙。姬太长无奈，只能穿好衣裳离开房间。干得不错，继续努力。杨伟乐看都没看姬太长一眼，随手扔了一瓶凝元丹给他，而后脚踏剑气转身离开。真是严于律己。姬太长嗤笑一声，随手将凝元丹揣进怀里。早上好，杨瑶姐姐，这是醉香楼的招牌早点，你看看合不合口味？丹殿。次日清晨，姬太长身穿一袭墨青色长袍，面容俊朗，身形挺拔高大，嘴角噙着一丝微笑，将一个精致的餐盒递给杨瑶。那丰神俊朗的模样以及关切的眼神，令杨瑶心跳莫名加快了几分。他嗔道：我早已经辟谷了，你给我买早餐做甚？丹殿里已经有不少弟子和执事开始忙碌，此刻不少人的目光都看向这边，这种被注视的感觉让杨瑶感觉有些羞涩和难为情，尤其是一些男弟子更是眼睛都要喷火了，毫不掩饰对姬太长的痛恶以及对杨瑶的爱慕之情。除此之外，更是有2道杀气若隐若现，赫然是昨天被姬太长毒打的张山和不知名男弟子。姬太长直接无视了众人的目光，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目光柔情地看着杨瑶。辟谷归辟谷，偶尔也可以尝尝人间美食，更何况杨瑶姐姐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差事，我无以为报。好啦，我收下了，以后不许买了。姬太长那含情脉脉的模样让杨瑶心跳得很快，有点受不了了。她连忙接过餐盒，朝着姬太长微微翻了个白眼，反倒是有种风情万种的感觉，让姬太长看得有些吃了。真漂亮啊！虽然杨瑶比她年长不少，但修仙者寿元漫长，杨瑶看起来不过是20出头的模样，既有几分清纯俏丽，又有着成熟风韵，格外诱人。叮，检测到杨瑶好感度提升2点，宿主可获得齐王夫10%修为能力，请宿主选择。杨瑶好感度4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系统提示音忽然响起，姬太长嘴角的笑容浓郁了几分。杨瑶察觉到姬太长的目光有些火热，她俏脸多了几分红润，强装镇定，
拿着餐盒离开了丹殿大厅，来到独属于他自己的炼丹室，连忙将大门关上，双手捧着有些发烫的脸蛋。啊呀呀！小常他给我送早餐，还以这种眼神看我，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可我是他的师姑啊，我还是个寡妇，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呀。他还只是个孩子，情窦初开，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杨瑶啊杨瑶，你要克制住自己，不能犯下大错，不然的话以后世人会怎么看待我们？你让小常以后还怎么生活？杨瑶喃喃自语，忍不住使劲搓了搓自己的脸蛋。片刻之后，他深吸一口气，眼中露出坚定的神色。虽然昨晚姬太常舍命相救，让他心中滋生某种情愫，但两人的关系摆在这里，他实在无法摆脱世俗的眼光，做出大逆不道的事情。这盒早点算了，来都来了。杨瑶看向手中精致的餐盒，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面而来，他伸出白嫩的小手，拿起一块糕点尝了一口，舔了舔红润的嘴唇，还挺好吃的。丹殿大厅地面上有一道道正纹闪烁，地脉之火被分为数百个出口，架起一座座炼丹炉，众多弟子忙忙碌碌，或是研究药理，或是处理药材，或是学习炼丹，十分热闹。一位青衣弟子小心翼翼揭开炼丹炉的盖子，灼热的气浪冲起，露出10几颗黄白色的鸽子蛋。终于炼制成功了，尽管品相不佳，但青衣弟子脸上还是露出喜色，十分激动。废丹！但就在这时，伴随着一道淡漠的声音响起，姬太常的身影鬼魅般出现，大手一抓，以强大的灵力射起这10几颗丹药，揣进怀里。拿来吧，你。然后他掏出个小本本，在青衣弟子名字后面记下废丹2字。你欺人太甚！这些丹药虽然品相不佳，但并不是废丹，是好丹。青衣弟子气得红温了，恶狠狠地瞪着姬太常。姬太常淡淡的说道：“真正的凝元丹是通体浑圆洁白，甚至有一道丹纹，你这炼得跟煤球一样，颜色、气味、品相全都不对，不是废丹是什么？可它有药效，它没废，废不废你说了不算，我说了才算。”姬太常转身离开，根本不跟他废话。刚才姬太常可是清晰感应到这小子对他露出杀意，所以姬太常可就不客气了。而这也正是废丹处理之事的权力和油水所在。姬太常双手附在身后，开始逐个检查炼丹炉，时不时收走一些废丹，相当轻松惬意。不但有油水可捞，身为执事，每个月的零食俸禄也比普通内门弟子多不少。姬师兄，过来一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一位面容姣好可爱的女弟子忽然朝着姬太常抛了个媚眼，拉着他的手，悄咪咪的来到了丹殿大厅角落里。有事吗？姬太常捏了捏他那柔软细腻的小手。张菜花心中一阵恶心，只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但他还是强忍着甩开手的冲动，脸上带着妩媚的笑容，朝着姬太常眨了眨眼睛，并没有抽出手掌。他左右张望了一下，压低了声音，对姬太常说道：“姬师兄，我是炼丹师，咱们一起合作一下。我可以把一些好丹药炼制成很难看，但药效没有半点问题。你把丹药定为废丹，到时候咱们一起出手把丹药卖掉，利润5-5分成，怎么样？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张菜花取出一瓶丹药，塞到姬太常手里。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丹殿大厅里的张山忽然转头看向这个方向，嘴角上扬，勾起一抹阴冷的笑容。就在姬太常和张菜花所在地方，墙壁上有一枚看似装饰品的玉石，正闪烁着些许微不可察的光芒。这是一颗流影石，姬太常的模样以及他和张菜花的谈话内容都被记录了下来。只要姬太常同意了，张山就可以拿着流影石举报到执法堂，不仅能把姬太常的执事位置撸下来，还能把他送进牢里吃大碗牢饭。啪！正当张山美滋滋地想着的时候，姬太常忽然一巴掌扇了过去。张菜花猝不及防之下，被姬太常一巴掌扇得原地旋转3圈，栽倒在地。原本圆润可爱的脸蛋瞬间肿成了半个猪头。清脆的巴掌声响彻丹殿大厅，令四周安静了一瞬。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看了过去。把好丹药故意炼制难看，然后让我鉴定为废丹拿去卖，你我共同瓜分利润，你就拿这个考验干部？哪个干部经不起这样的考验？姬太常满脸正义与严厉，仿佛整个人都在散发正义的光芒，怒斥道：“你竟然敢公然贿赂本执事，好大的胆子！道德在哪里？底线在哪里？走，老实点，跟我去执法堂。”姬太常将张菜花一把拽起，当场就要把他扭送到执法堂。这一刻，张菜花只觉得脑瓜子嗡嗡作响，整个人都懵了。不只是他，张山和其他丹殿弟子也傻眼了，看得目瞪口呆。要知道，炼丹师和废丹处理之事暗中勾结，故意把好丹炼难看，然后鉴定为废丹拿去卖，一起瓜分利润，这是众所周知的潜规则。即便执事不愿意，也只会暗中拒绝。还从未有人把这件事情给公然捅出来过，这等于是断了自己的财路啊！这人怕不是个傻子吧？当张菜花被姬太常拖着走的时候，他终于回过神来，一下子慌了：“姬师兄饶命，求求你不要去执法堂，我知道错了。若是此事被捅去执法堂，后果很严重，说不定他的炼丹师资格都会被取消，后半生的财路都断了。叽里咕噜些什么呢？跟执法堂的人说去吧。”姬太常冷笑一声，根本不为所动，没有半点怜香惜玉的想法。姬太常直接硬拉着张菜花要前往执法堂。“不要，不，求求你饶了我吧！
张菜花惊恐无比，眼泪都要流下来了，苦苦哀求，奈何姬太常心硬如铁，根本不理他。不得已，张菜花只能以哀求的目光看向张珊：“师姐救我！”张珊深吸一口气，脸色有些阴沉难看，但最终还是硬着头皮站了出来，挡在姬太常面前。姬师弟且慢，此事慢什么慢？姬太常直接打断了他的话，嘴角噙着冷笑。张菜花当众贿赂本执事，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你居然还想拦我？难道说他是受你指使来贿赂本执事的？张珊心头狂跳，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面无表情地说道：“姬师弟莫要血口喷人，我只是觉得你们两人在角落里窃窃私语，谁知道你们说了些什么？你说是贿赂就是贿赂，张师妹只是好心送给你一瓶丹药而已。”经过张珊这么一提醒，张菜花终于回过神来，瞬间面色狂喜，连连点头：“对，就是这样的。我刚才是给姬师兄表白送礼而已，不是贿赂他。姬师兄，你说我贿赂，证据呢？”刚才张菜花猝不及防之下挨了姬太常一巴掌，又被当众训斥，人都懵了，脑瓜子嗡嗡的。当他听到姬太常要把他扭送执法堂的时候，彻底慌了，这才手足无措。现在经过张珊的提醒，他这才清醒过来，瞬间知道该怎么做了。反正刚才的谈话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只要他死不承认，姬太常也没有证据。姬太常忽然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他将腰间一枚玉佩摘下，上面闪烁着点点微光，赫然是一颗流影石。什么？张珊和张菜花见状，瞬间面色巨变，踉跄着后退了一步，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这家伙怎么会随身带着流影石？难道风声走漏了？他提前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但实际上，姬太常根本不知道这是张珊的阴谋。他之所以会随身带着流影石，是因为他从一个诬陷成风的世界穿越而来，对于这种事情天然有种警惕，尤其是单独和陌生女子相处，所以姬太常身上随时都带着几颗流影石。当张菜花带着他单独来到一个角落的时候，姬太常心中警兆大生，悄然激活了流影石。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你们有权保持沉默，但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证据。姬太常晃了晃手中流影石，脸上带着玩味的冷笑。不，张菜花面如死灰，这件事情与我无关。张珊则是脸色阴沉，狠狠地瞪了姬太常一眼，同时沉声开口，他这是在提醒张菜花，这件事情让张菜花自己扛下，不要把他供出去。最终张菜花被姬太常无情地扭送到执法堂。张珊看着姬太常离去的背影，眼中满是怨恨和杀意。姬太常，这是你逼我的。张珊深吸一口气，从另一个门离开了丹殿大厅，直奔长老居住地。这娘们果然没安好心，还好我技高一筹。姬太常拍了拍手，转身离开了执法堂。走到四下无人之处时，姬太常舔了舔嘴唇，心中默念道：“系统，我要领取奖励，选择修为。”定，恭喜宿主获得烈火宗宗主10%修为。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一股磅礴的灵力凭空出现在姬太常丹田之中，如同山洪爆发，涌向他周身经脉窍穴，融入每一寸血肉之中，使得他修为暴涨。姬太常满头黑发乱舞，墨青色长袍无风自动，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强横而凌厉的气息。他双眸之中似有电芒闪过，无形中就给人以可怕的压迫感。姬太常仔细感应了一番体内磅礴浩瀚的灵力，嘴角止不住一歪，露出了龙王式笑容。筑基期9重巅峰，甚至不止于此。那股强横的灵力推动着姬太常的修为暴涨，试图冲击金丹期，虽然没成功，但姬太常的修为也比一般的筑基期9重巅峰强不少，勉强可以称之为半步金丹期。他脑海中对于烈火诀的造诣和感悟也随之提升，仅仅是40%的修为就已经接近金丹期了。看来烈火宗宗主的修为应该是金丹期9重左右，杨伟乐只是金丹期6重而已。只要我能获得烈火宗宗主80%左右的修为，应该就能杀掉杨伟乐了。姬太常心中盘算了一下，嘴角的笑容愈发浓郁了。片刻之后，姬太常按捺住喜悦的心情，运转归息诀，将自身修为气息压下，对外只显露出筑基期1重。正当他哼着小曲儿，即将回到丹殿的时候，一位身穿黑衣的青年突然出现，拦在他面前。我乃功勋堂执事李条，经长老商议，现在有一个任务指派给你。李条抬手就扔了一个任务文书给姬太常。功勋堂正是管理和发布宗门任务的部门，上到宗门长老，下到杂役弟子，都可以去功勋堂接任务，赚取功勋值，以功勋值兑换宗门的资源和功法。大部分任务都会挂在功勋堂，任由宗门弟子、长老挑选，但也有一些特殊任务有特殊要求，或者情况紧急，会指派给某些弟子、长老去完成。我才刚筑基，实力低微，为什么会安排任务给我？姬太常眉头一挑，隐隐察觉到有点不对劲，10分甚至有9分不对劲。这种指派任务往往会安排给实力强大的弟子、长老，怎么会挑他这个内门小透明呢？每位筑基期弟子都是宗门的精英，你不要妄自菲薄，加油干！李条拍了拍姬太常的肩膀，面色如常，看不出什么情绪。当他转身离开的那一瞬间，嘴角却是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冷笑。姬太常打开任务文书，
任务内容很简单，距离青云宗100里地远的牛栏村近期遭到野生妖魔侵扰，妖魔修为最高为炼气期9重，命姬太常去斩妖除魔，奖励250功勋值，若是任务失败，则扣除500功勋值。青云宗身为这片地带有头有脸的正道宗门，发布一些斩妖除魔的任务再正常不过了。姬太常看不出什么问题，随手就把任务文书揣兜里了。100里地看似很远，实则一点也不近，金丹期才能长时间御空飞行，而筑基期只能依靠飞剑、飞舟等外物短暂飞行一小段距离，且灵力消耗很大。姬太常离开青云宗领地后，并没有动用全力，而是施展出筑基期一众的速度，慢悠悠地前往牛栏村。1个多时辰后，位于崇山峻岭里的一个小山村出现在他面前。这个村子异常的安静，没有一丝一毫的声音，连鸡叫虫鸣声都听不到，安静的有些吓人。姬太常鼻子嗅了嗅，眉头蓦然间皱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姬太常扭头就走，这个鬼地方明显有问题。至于任务失败的惩罚，不过是区500点功勋值罢了，姬太常才懒得冒险。结，你小子倒是谨慎。就在这时，前方山林里忽然传出一道冷悠悠的狞笑，飘忽不定，在四面八方回荡。紧接着，四周草木摇晃，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10几头狼妖窜出，将姬太常团团包围。这些狼妖每一头都有5、6尺高，壮得跟头牛似的，双眸猩红，散发出令人心惊胆战的凶煞气息。最前方更是有一头狼妖人立而起，身躯和四肢看起来像是人类，却有着狼头和尾巴，浑身长着黑毛，手持一把斧头，筑基期3重的强大气息散发。姬太常脸色猛地一沉，任务文书上不是说妖魔修为最高是炼气期9重吗？操，被人做局了！他奶奶滴，是谁要陷害我？姬太常脑海中瞬间浮现出李条的模样，紧接着就是张山。张山的父亲张三是丹殿副殿主，金丹期宗门长老，炼丹技术炉火纯青，宗门长老强者都得求着他帮忙炼丹，人脉极广。如果是张三出面的话，请动功勋堂长老出手，给他分配这个任务，顺手隐瞒任务真实难度，完全合情合理。如此一来，姬太常就能顺理成章地牺牲在妖魔手里，神不知鬼不觉。瞬息之间，姬太常就已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猜出大概，脸色愈发阴沉。为了一个废丹处理执事的位置，这父女俩居然要置他于死地，好生歹毒！怎么被吓傻了吗？狼妖首领舔了舔嘴唇，以贪婪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姬太常。我看你细皮嫩肉的，直接杀掉未免太可惜，不如你陪我睡几天，把我伺候高兴了，说不定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结，看着狼妖首领浑身黑毛、肌肉发达的模样，姬太常只觉得浑身一阵恶寒。我伺候你星号，给爷死！姬太常直接拔出腰间长剑，朝着狼妖首领狠狠劈去。哦，非但不逃跑，反而主动向我出手吗？狼妖首领咧嘴一笑，眼神相当轻蔑。区筑基期一众，真不知道谁给你的勇气对我出。狼妖首领随手扬起手中战斧，但话还未说完，高大魁梧的身躯瞬间就被姬太常一剑劈飞出去。扑通2声，当狼妖首领身体落地的时候，已经被竖着劈成了2半，倒头就睡，不愿醒来。嗷呜！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周围10几头狼妖都吓傻了，他们眼珠子瞪得滚圆，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被惊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这个人族不是才筑基期1重修为吗？怎么可能一剑秒了狼妖首领？可恶，情报是假的！一众狼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也是最后一个念头。只见姬太常手中长剑燃起丝丝缕缕火光，迸发出一束长达10丈的火焰剑气，以他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横扫而过。轰！只一瞬间，这10几头狼妖身躯炸开，化作漫天烟火，东一块西一块，遍地都是。这就是半步金丹期的实力吗？真强啊！姬太常舔了舔嘴唇，感受着体内澎湃汹涌的力量，一下子兴奋了起来。啪！姬太常打了个响指，烈火诀运转，一缕缕火光绽放，落在这些狼妖尸体碎片上，将它们彻底焚烧成灰烬，毁尸灭迹。姬太常想了想，这才大步踏入村庄之中。偌大的山村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非但看不到人影，就连鸡鸭牛羊等动物都不见了，仿佛人间蒸发，变成鬼村。直至村庄的尽头，才有一阵喧哗的声音响起。只见10几位村民被绑在一棵老槐树下，嘴巴被破布塞住，只能发出无助和恐惧的呜咽声。共有6头狼妖围在这个地方看守这些村民。姬太常看到这一幕之后，眸光瞬间冷了下来。他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好人，但亲眼看到无辜的人族同胞被妖魔残害，他心中还是不可遏制地生出一股怒火。这个人族怎么会来到这里？大王他们不是去伏击了吗？那6头狼妖看到姬太常出现之后，皆是吃了一惊。原本已经绝望而恐惧的村民，则是身躯一震，一下子激动了起来，不停地挣扎，发出一阵呜咽声。放下武器，举起手来，我们手里有人质。那些狼妖反应速度很快，立刻抬起锋利的爪子抵在村民的脑袋上，以此威胁姬太常。人质？姬太常咧嘴一笑，我把人质一起杀了，不就没人质了？狼妖？没等他们想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姬太常蓦然间出手了。只听得嘘的一声，一抹火焰剑气骤然绽放，瞬间出现在狼妖面前。这一剑
很快，这6头狼妖还未反应过来，脑袋就咕噜噜地掉落在地上，眼睛瞪得滚圆，至死都没有反应过来。他们的修为只有炼气期，对于姬太常来说太弱了。姬太常手中长剑随意一挥，斩断了那10几位村民身上的绳索。多谢仙长出手相救，多谢仙长大人。呜呜，爹娘亲，这些该死的妖魔！啊呀呀，还我爷爷！这时几位村民情绪激动，或是对姬太常跪地叩谢，或是抱着亲人尸体嚎啕大哭，或是对狼妖尸体拳打脚踢，边骂边哭。姬太常神色不变，只是微微叹息一声。他捡起地上的绳索，将这6个狼妖的脑袋串起来，拖在地上带回去交差。1个多时辰后，青云宗功勋堂，李条看到姬太常平安归来，手里还拖着6个狼妖的脑袋，顿时面色微变，多了一丝惊疑不定。我的任务完成了。姬太常将任务文书和狼妖脑袋一起扔给李条。姬师弟等一下。李条连忙拦住姬太常，牛栏村里的狼妖只有这6头吗？对啊。姬太常点了点头，我在牛栏山里只遇到了这6头狼妖，和任务文书上记载的差不多。难道李师兄的意思是牛栏山还有其他妖魔？没有。李条干笑一声，连忙摇了摇头，让姬太常离开。等姬太常走出功勋堂之后，李条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这个蠢货居然运气这么好，没有遇到那头筑基期3重的狼妖首领。难道那些狼妖去别的地方觅食了？该死，本地的妖魔太没有礼貌了，明明说好守在村庄伏击姬太常的。不行，此事得上报给师尊。姬太常回到了丹殿大厅，张山看到姬太常出现的时候，顿时面色一变，带着震惊和一丝难以置信。张师姐，你看到我回来似乎很惊讶。姬太常眉头一挑，朝着他咧嘴一笑。没有。张山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有些心虚地低下了头。姬太常心中冷哼一声，眼中有一丝杀意一闪而过。这父女俩既然敢暗算自己，已有取死之道，得想个办法送他们全家富贵才行。废丹。姬太常一边思索着，一边自动拾取张山面前炼丹炉里刚出锅的丹药。这是好丹，哪里废了？张山一下子抬起头，气呼呼地盯着他。本职是说废丹就是废丹。姬太常冷笑一声，一点也不跟他客气，拿起丹药就走。你这是徇私枉法，滥用权力，我会把此事上报执法堂的。张山气的脸都有点绿了。随你。姬太常耸了耸肩，懒得理他，反正他也没打算在这个执事位置上一直干下去，当务之急是攻略杨瑶，提高好感度。他悠哉悠哉地在丹殿大厅里巡查起来，只要遇到成色不太好的丹药，一律鉴定为废丹，毫不客气地揣进自己兜里。虽然他不需要资源来提升修为，但也需要临时买装备，有水还是要捞的。片刻之后，一身黑衣的李条再次出现，笑眯眯地对姬太常说道：姬师弟，经长老们商议，现在又有一份任务要交给你，不接。没等李条的话说完，姬太常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李条脸上笑容消失了，沉声说道：这是长老们指派的任务，身为青云宗内门弟子，就应当要为宗门做贡献，这可由不得你拒绝。李条将任务文书映射到姬太常手里，转身就走。姬太常微眯起眼睛，这任务肯定是不能去的，谁知道到时候会有什么东西在等自己。虽然他有半步金丹期修为，但明知是敌人的陷阱，他可不会傻乎乎的上当。姬太常回头看了一眼，果然发现张山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得想办法推掉功勋堂的任务才行。找杨伟乐不行，那家伙只是名义上的师傅，入门6年对我不管不顾，不可能为我出头。师娘，那娘们现在对我的好感度还是负的，能帮我才有鬼。姬太常脑海中念头闪烁，很快就有了主意。他径直走向杨瑶的炼丹室，敲开大门，嘎吱一声，沉重的石门打开，人未至，巍峨高耸的大山就出现在姬太常面前，轻微晃动了一下，惹人注目。小常，杨瑶伸出银白的手指捋了一下耳边的秀发，容貌清纯而艳丽。他虽然下定决心要和姬太常保持正常关系，但再次见到姬太常的时候，还是莫名的心跳有点快，脑海中不受控制的回想起当初2人亲密接触的时光。杨瑶姐姐，今天功勋堂的长老2次强行指派任务给我，不让我拒绝，我怀疑被针对了。姬太常晃了晃手中任务文书，长老指派任务。杨瑶那好看的柳眉顿时皱了起来。需要长老亲自指派的任务，往往都是比较特殊或者紧急的，会挑选门内精英高手出动。可姬太常昨天才刚筑基，平平无奇，一直都是内门小透明，按理来说轮不到他头上，而且还是2次。你应该是被针对了。杨瑶心思聪慧，瞬间猜到了真相。你昨天打了张山，虽然此时他不占理，张三也没有明着来找你的麻烦，但他们父女都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必定是张三动用人脉关系，故意整你。原来如此，杨瑶姐姐你真聪明。姬太常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而后一把抓住杨瑶那柔软细腻的小手，目光中带着希意和恳请，还请杨瑶姐姐帮我拒绝任务。师父一直都不管我，我是个孤儿，无亲无故，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依靠的只有杨瑶姐姐你了。姬太常那温暖有力的大手拉着自己，令杨瑶心跳加速了几分。他的话更是令杨瑶心中一颤，我竟然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吗？多么正直善良的一个孩子啊，居然是个孤儿，无亲无故，没有人能帮他，何其不公，何其可怜。
杨瑶心中的母爱被激发了，看向姬太长的目光带着柔情，轻声说道：“小长，你放心，我说过会罩着你的，就绝不会食言。”定检测到杨瑶好感度提升2点，杨瑶好感度42，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功勋堂内阁，一位身穿白衣的中年男子悠闲的喝茶，忽然间看到一个高挑丰腴的身影快步走来，他顿时眼睛一亮：“杨师妹，难得你来我这里一趟，快请坐。”“不必了。”杨瑶打断了他的话，面无表情地盯着他：“我今天来找你，是关于姬太长的事情。他现在在我丹殿任职，日常需要处理丹殿事务，没空接功勋堂的任务。还有，以后若是功勋堂有任务指派给他，也需要我同意才行，否则就算你强行下令，我也会向长老会提出复议和重审。”杨瑶将任务文书扔在桌子上，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说，直接转身离开。李四脸上笑容一点一点消失了，阴沉如水：“呵呵，李师弟，我说的没错吧？”就在这时，一道阴恻恻的声音响起，一个留着山羊胡的中年男子从后门走出，脸上带着玩味的笑容。业绩太长不过是一个普通内门弟子而已，杨瑶却对他百般维护。依我看，肯定是那个臭娘们耐不住寂寞，老牛吃嫩草，他们2个之间肯定有一腿。我让你做掉他，可不只是为了我女儿。张三，你给我住口！李四面容扭曲，低吼道：“杨瑶师妹冰清玉洁，从未和任何男子有过亲密接触，为人保守，怎么可能勾搭小辈弟子？知人知面不知心。”张三冷笑一声：“那杨瑶死了丈夫，独守闺房，正是最为空虚寂寞的时候。那姬太长虽然资质一般，却有一副好皮囊，干柴烈火。不，这不可能，我不允许你这样污蔑他！”李四怒吼一声，直接打断了张三的话。张三继续冷笑：“不管是也不是，你这些年苦苦追求杨瑶，百般是好，他却一直对你爱搭不理，如今反倒是和一个小辈勾搭搭，这你能忍？昨天丹殿大厅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杨瑶可是热情地拉着姬太长的手，公共场合都这般亲密，私底下不知道玩得有多花腻。姬太长资质平平，这么多年毫无长处，却突然筑基，必定是杨瑶不惜代价私自资助他大量丹药资源，把他硬生生堆到筑基器，可见他有多么溺爱姬太长。你不把姬太长做掉，这辈子都不可能追到杨瑶，只能看着他在别人身下承欢。”张三的话如同一把尖刀刺入李四心中，强烈的妒忌和愤怒让他面容都有些狰狞。“姬太长，我要你死！”阿嚏！丹殿大厅里，姬太长忽然冷不丁打了个喷嚏。怪了，这地方到处都是炼丹炉，热得冒烟了，怎么会打喷嚏？是谁在咒我？废丹！姬太长摇了摇头，顺手自动拾取了几颗成色稍差的丹药。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夕阳西下，姬太长怀揣着一兜的废丹，与杨瑶打声招呼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丹殿。得找个时间把这些丹药卖掉，买个储物戒指，再买几把趁手的兵器。姬太长一边思索，一边回到自己的住所，将丹药放好之后，一个魁梧挺拔的身影鬼魅般出现在他身后。“师傅！”姬太长一回头，差点撞到杨伟乐，顿时心头狂跳。“跟我走吧。”杨伟乐声音有些沙哑低沉，眼底深处有黑气闪烁，时不时有猩红色光芒一闪而逝，甚至他看向姬太长的目光都闪过一丝贪婪，仿佛要把他生吞活剥。那种阴冷可怖的目光令姬太长汗毛倒竖，不由自主地生出恐惧的情绪，仿佛在面对大凶之物一样。他真的从杨伟乐身上感应到了一丝杀意，好在那一缕杀意只是一闪而逝，杨伟乐并没有动手。“好的，师傅。”姬太长点了点头，恭恭敬敬地跟在杨伟乐身后，实则心情沉重了几分。看来杨伟乐的魔功又增长了不少，这样下去终有一日他的理智会被彻底侵蚀，沦为疯魔。若是让他当上宗主，执掌全宗资源，青云宗就完犊子了。可惜此事我还不能泄密，不能揭露出去，否则老宗主必杀我。那个老东西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百般宠溺，且大限将至，绝对不会允许别人伤害杨伟乐。不行，得加大力度攻略杨瑶姐姐了。思索间，他来到了独属于杨伟乐的小院子。杨伟乐依旧盘坐在大树下，静静的打坐，对于男女之事毫无兴趣。姬太长进入闺房，今天的林雪月穿搭非常诱人，似乎刚刚洗漱过，乌黑的秀发残留着些许水渍和清香，随意披散在肩上。身穿浅紫色的短裙，雪白的肌肤细腻的如同羊脂玉般，那凹凸有致的身姿若隐若现，足以令人血脉奋张。她的容貌非常美艳，看起来不过是27、8岁的模样，极具成熟风韵。看到姬太长出现的时候，林雪月嘴唇半咬，神色有几分幽怨，反倒是更添几分风情。但姬太长现在也没心情欣赏了，解开衣裳后就扑了上去。“你这冤家！”林雪月闷哼一声，看到姬太长这副猴急的模样，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身躯微微颤抖。但一想到杨伟乐还在外面守着，他也只能强忍着羞意，闭上了眼睛。约莫2刻钟后，姬太长大汗淋漓，打开了房门。杨伟乐一言不发，只是随手扔了一瓶凝元丹给他，然后御剑飞走。一品凝元丹对姬太长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他随手揣进兜里，快步回到自己的住所，把所有的丹药都打包起来，离开了青云宗。他准备去距离青云宗最近的一座城池黑风城，那里有黑市可以出售废丹，还能以低价淘一些兵器法宝。
姬太常前脚刚离开青云宗山门，忽然间心中一动，强大的感知力敏锐察觉到异常，但他不动声色，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进。半个时辰后，姬太常进入了一片连绵不绝的山林，方圆数十里都没有人烟，夜幕中只有点点星光，十分昏暗和死寂。突然，一道黑影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挡住去路。对方身穿一袭黑衣，手持长剑，身上的杀意毫不掩饰，一步步朝着姬太常走来。李条师兄，好巧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姬太常眼睛一亮，神色有些意外和惊喜，似乎没有察觉到李条手中宝剑，和对方打了声招呼。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李条脸上却是露出一个诡异阴冷的笑容，当然是杀你来了，我的好师弟。随着他声音落下，筑基期4重的强大气息威压朝着姬太常席卷而去，伴随着一股凛凛剑气爆发。李师兄，你这是什么意思？姬太常脸色一僵，露出一丝惊疑不定和愤怒的神色。青云宗不允许同门自相残杀，你若是敢杀我，按照宗门规矩，你也得死。你就不怕被人发现吗？李条狞笑道，呵呵，这个地方方圆数十里不见人烟，且宗门那边我有不在场证明，没有人知道我来这里。姬太常闻言，脸上的惊怒情绪瞬间消失，嘴角微微上扬。是吗？那我就放心了。李条怔了一下，但旋即恢复狞笑，没有多想，直接抬手就朝着姬太常一剑斩下。以他筑基期4重的强大修为，击杀一个刚筑基2天半的姬太常，和踩死一只蚂蚁没什么区别。啪！下一刻，李条脸上的狞笑僵住了，一点一点消失。他全力一剑斩出，却见姬太常双掌猛地一拍，直接夹住了他的宝剑，百分百空手接白刃。给我死！李条低吼一声，浑身灵力毫无保留爆发，手臂肌肉隆起，使劲把手中宝剑往姬太常身上捅去。但姬太常双掌宛若金铁铸造，坚硬的令人发指，力大无穷。无论李条如何使劲，手中宝剑纹丝不动，仿佛被焊死了一样。没等李条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姬太常猛地一扯，一股狂暴的力量袭来，令李条身躯一个趔趄，不受控制地朝着姬太常飞过去。砰！姬太常抬脚就是一个飞踢，狠狠踹在李条胸膛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当场把李条踹飞出去上百丈远，胸膛凹陷，肋骨都不知道折断了多少根，喷出一大口鲜血。李条的身体硬生生砸断了几棵水桶粗的大树，栽倒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遭受重创。你怎么会这么强？你不是刚筑基2天半吗？李条声音颤抖，眼中满是震惊和恐惧，死死盯着姬太常，如见鬼魅。姬太常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咧嘴一笑，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好师兄，告诉我是谁让你来杀我的，我可以饶你一命。此言当真？李条原本已经绝望的心情瞬间激动了起来，仿佛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从来不骗人。姬太常点了点头，好，我都告诉你，是我师父李斯让我来杀你的，他非要逼着我动手，都是他指使的，我也是被逼无奈。李条说着说着就擦了擦眼角不存在的眼泪，露出一副委屈和恐惧的神色。姬太常眉头皱起，李四长老，我和他无冤无仇，甚至都没有见过一次，他为什么要杀我？莫不是受到张山和张三的指使？这我就不知道了。师父只是命令我盯着你，找机会把你做掉。在死亡威胁下，李条也不敢隐瞒，将他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说出。说完之后，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姬太常，姬师弟，我已经把我知道的信息都说完了，你说过会饶我一命的，放心，我说话算话，你滚吧。姬太常冷哼一声，下次相见我必杀你。说罢，姬太常转身就走。李条心头狂喜，颤抖着身体刚想爬起来，却见姬太常忽然停下脚步，转身朝着他咧嘴一笑，我的好师兄，我们又见面了。李条身躯一僵，如坠冰窟。姬太常，你不能这样，你不讲武德，你不能言而无信，你说过会饶我一命的，你噗！李条的话还未说完，脑袋就飞了出去，咕噜噜地掉在地上打转，眼睛之中仍然残留着惊恐和悔恨。啪！姬太常收起李条的储物戒指和宝剑后，打了个直响，烈火诀发动，一缕火焰落下，将李条的尸体彻底焚烧殆尽，连灰烬都没有剩下。姬太常又仔细处理了一下现场，彻底抹去所有的痕迹。李四，看来就是张三指使的了，他也有取死之道，得想个办法送他下去和他徒弟团圆才行。姬太常眼中闪过一丝杀机，他不是个嗜杀之人，但既然有人想杀他，那就休怪他反杀了。堂堂功勋堂执事，居然这么穷。姬太常打开李条的储物戒指，扫了一眼，顿时露出了嫌弃的神色。里面只有区1000多颗灵石，还有零零散散几瓶丹药、功法等物品，价值不算太高。倒是李条的兵器不错，是一把中品法器，价值不菲。想来李条的家底都拿来买这把剑了。修仙界的兵器宝物分为4大品阶，由低到高为下品法器、中品法器、上品法器、极品法器。法器往上是法宝，不过那就不是姬太常能够接触的层次了。一般的筑基期修士也只用得起下品法器，唯有家底丰厚的人才买得起中品法器。可惜这是李条的兵器，姬太常若是拿来用的话，容易暴露。姬太常换上一身黑衣，头戴斗笠，脸上蒙着面巾，只露出一双深邃平静的眼眸。他施展出半步金丹期该有的速度，
几乎是贴的飞行，前往黑风城。半炷香后，姬太常放慢速度，一座庞大的古城出现在前方。这座古城非常繁华热闹，灯火通明，街道上人来人往，各种商铺琳琅满目。姬太常非常轻车熟路地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古城边缘一片僻静而荒芜的老旧土房前。入场费20颗灵石。门前有2个气息阴冷强大的黑衣人把守，朝着姬太常伸出手。姬太常随手递出20颗灵石，黑衣人满意的点了点头，进去吧，不得闹事，否则后果自负。这一片破旧土房从外面看过去平平无奇，实则别有洞天。内部尽是灯火通明，众多修士出没，许多人铺开一块破布在路边摆摊，也有一些陈旧的商铺开设，其热闹繁华程度不比外界差。只不过来黑市的人几乎都是身穿黑衣和面具，遮住了真容，这也是一种潜规则。姬太常走向一间破烂陈旧的木屋，门楣上挂着一个生锈的铁牌匾，潦草地写着黑店2字。姬太常大步走了进去，将一个包袱丢在柜台上，声音沙哑低沉：收丹药吗？黑店掌柜是一个留着山羊胡的小老头，模样精明。他打开包袱，看到里面那一堆奇形怪状、颜色和气味各不相同的丹药，顿时眉头一挑，忍不住多打量了姬太常一眼。黑店掌柜熟练地捻起一颗颗丹药，逐一检查，大概判断出这些丹药的药力。他沉吟了一下，这些丹药大多都药力很差，品相不佳，甚至有不小的毒副作用，正常来说没有人会收的。这样吧，你来都来了，我给你个最高的友情价，这些丹药加起来1000颗灵石，如何？姬太常一言不发，只是卷起包袱转身就要离开。哎，你看又急。黑店掌柜连忙拉住姬太常的衣角，道友请留步，价格都好商量嘛，既然道友不满意这个价格，你开个价吧。姬太常沉吟了一下，他也不了解废丹的行情，稍加思索后说道：2000颗灵石，成交。黑店掌柜没有半点犹豫，瞬间答应，伸手就要拿丹药包袱。操，要价低了。姬太常瞬间反应过来，抬手就把包袱揣怀里。哎，道友你这是？黑店掌柜睁大了眼睛，我只是还价而已，可没说成交。姬太常淡淡的说道：我要卖5000颗灵石。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些丹药根本不值这个价。黑店掌柜还未说完，姬太常转身离开了。这次他是真的走了，转而去其他店铺地摊问价。经过一番对比和询问后，最终他以2800颗灵石的价格卖掉了这些丹药。然后他如法炮制，将李条的储物戒指和里面的丹药、功法等东西都出手，总计卖了1300多颗灵石。至于那把中品法器宝剑，姬太常并没有直接卖掉，而是兜兜转转之后，在另一个黑店里进行交换，换成了另一把中品法器宝剑。这把宝剑上面没有任何标识，并且样式普通，并不引人注目。姬太常又花了2000颗灵石买了个空间更大的储物戒指，然后在黑市里随意闲逛，选购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道友，你要灵药？不要，我有一个关于3阶灵药的消息，只要50颗灵石，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姬太常正逛着，忽然有一人拉住他衣角，压低了声音说道：3阶灵药。姬太常心中一动，他这几天一直在暗中打听杨瑶的各种情况，以便于制定策略去提高好感度。据他所知，杨瑶这段时间在尝试研制新的3阶丹药，需要不少灵药。若是他能找到一株3阶灵药送给杨瑶，必定能提高不少好感度。说来听听，若是有假，后果自负。姬太常声音沙哑低沉，带着一股杀气，取出50颗灵石扔给他。道友放心，我若是说谎，必将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那人信誓旦旦的起誓，而后低声在姬太常耳边道出一个地点，位于黑水山脉，言称他亲眼看到有3阶灵药生长，只不过有强大的妖兽盘踞，他不敢靠近。姬太常若有所思，转身离开。那人喜滋滋地收起灵石，待姬太常走远之后，他立刻拉住另一位修士，低声说道：道友，我有一个关于3阶灵药的消息，放心，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深夜，一轮纤细的弯月高悬，数不清的朦胧星光洒落，映照出一条连绵不绝的山脉。姬太常身穿黑衣，宽大的衣袖随风乱舞，身躯修长挺拔，背着一把长剑，大步踏入黑水山脉。他根据所得的消息，前往黑水山脉深处。临近目的地时，姬太常的脸色有些发黑，因为这里乌泱泱的聚集了数十位修士，远处还有更多修士正在赶来。比其娘之，那家伙显然把消息不知道卖给了多少人，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这是一片瘴气弥漫的山谷，同时也是妖兽栖息地，足足有100多头火棕狼发出咆哮，与侵入此地的修士爆发战斗，厮杀呐喊声不绝于耳，十分热闹。姬太常眸光凌厉四电，扫视了一遍山谷，却根本没发现3阶灵药的踪迹。难道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还是说那个混账东西敢骗我？姬太常的脸色有些不好看，思索着要不要回黑市找那个家伙算账。这位道友，你去那个山洞探探路吧。就在这时，一道阴恻恻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伴随着一股杀意弥漫，一把黑色弯刀抵在他后心位置。那是一个身材矮小、模样猥琐的老头，他指了指山谷里一个往外酷酷冒着黑气的山洞。他是毒手老人。这等狠人居然也来了，这下麻烦了。有修士认出了猥琐老头的身份，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面带忌惮的神色。毒手老人乃是这片地带的恶霸之一，修为不低，且极为擅长用毒，手段诡异狠辣，据说曾毒翻过金丹期强者，称得上是凶名赫赫。老登，你在跟我说话？姬太常眉头一挑，转身看向毒手老人。毒手老人有些惊讶，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姬太常，有意思，既知老夫名号，竟然还敢这样和老夫说话，真是初生牛犊不怕。你装你马呢？姬太常抬手就是一个大逼兜扇了过去。毒手老人下意识想要横起黑色弯刀抵挡，但姬太常的速度太快了，他根本挡不住。只听得啪的一声清脆声响，毒手老人瘦小的身躯当场横飞出去，在半空中转了3圈，这才一头栽倒在地，本就所剩无几的牙齿全部飞了出来，喷出一大口鲜血，一张老脸都红肿变形。刹那间，整座山谷都为之一静。不少修士齐刷刷看向姬太常和毒手老人，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了，倒吸一口凉气，那可是凶名赫赫的毒手老人啊！死在他手里的筑基期强者不知凡几，连金丹真人都被毒翻过，一身毒功深不可测。可就是这样一个狠人，居然被人扇了一个大逼兜，牙齿都被扇掉光了，何其惊人！小杂碎，你敢扇老夫？毒手老人颤颤巍巍地爬起来，面容扭曲变形，苍老的双眼之中满是怒火与杀意，死死盯着姬太常。他堂堂毒手老人，居然被一个小辈扇大逼兜，这简直就是倒反天罡！老壁灯，再敢避避，我让你飞起来！姬太常根本不给他面子，直接开口警告。区一个筑基期6重的老登，姬太常没一巴掌扇死他，已经算是他这把老骨头够硬了。好，已经很久没有人敢这样和老夫说话了，上一个辱骂老夫的已经死了。毒手老人怒极反笑，双眸之中开始亮起丝丝缕缕幽绿色光芒，他朝着姬太常大袖一甩，刹那间有惊人的毒雾绽放，所过之处草木枯萎，就连泥土和石头都被腐蚀得滋滋作响，冒出黑烟，朝着姬太常席卷而去。没等毒气蔓延到姬太常身上，他背后的长剑蓦然间出鞘，发出清冽的剑吟声，雪亮的剑气缭绕着一缕缕火光，宛若火龙咆哮，展出一道长达10丈的剑气，照亮了昏暗的山谷，横扫而过。狂暴的剑气掀起惊人气浪，将这片毒雾一扫而空，狠狠劈在毒手老人身上。伴随着砰的一声沉闷声响，毒手老人真的飞起来了，并且陆陆续续掉落在地上，东一块西一块，走得很不安详。一剑秒了！这堪称惊悚的一幕，把山谷里众多修士都惊得头皮发麻，心中惊惧万分。他们内心掀起惊涛骇浪，看向姬太常的目光带着震撼和敬畏。能够如此轻松随意地秒杀毒手老人，此人至少也是筑基期9重修为，甚至有可能是金丹真人。毒手老人也是有眼无珠，既然招惹到这等强者，倒是死得不冤。这是哪个宗门的强者，竟如此勇猛？众多修士脑海中浮现出种种念头，就连那些妖兽都被吓了一跳，发出阵阵低吼，看向姬太常的目光满是警惕和惊惧。这片地带的金丹真人并不多，筑基期9重已经称得上是大高手了，足以称霸一方，开宗立派。姬太常随手捡起毒手老人的兵器和储物戒指，一缕缕灵力流转，很快就炼化了储物戒指。看到里面的物品，除了一大堆5颜6色的瓶瓶罐罐外，有几本毒功，一些乱七八糟的暗器，以及5000多枚灵石。还什么毒手老人，我以为多狠呢，就这点家产，一把年纪混到狗身上去了，我呸！姬太常骂骂咧咧地收起储物戒指和弯刀。远处的一众修士见状，顿时嘴角一扯，有些哭笑不得。可怜的毒手老人被一剑劈成碎片不说，死后还要被人嫌弃爆的金币不够多，着实有点惨。姬太常的目光看向山谷里那个往外酷冒黑气的山洞，来都来了，说不定里面真的有3阶灵药呢。他屏住呼吸，封闭气孔，皮肤都泛起若有若无的火光，浑身灵力运转，防止有毒气侵蚀入体，大步走向那个山洞。看到姬太常走向那个山洞，山谷里的火宗狼顿时急了，发出一阵阵咆哮，前仆后继地冲向姬太常，试图阻拦。姬太常后背上的宝剑再次出鞘，锋芒毕露，杀机森然，凌厉的剑气伴随着一缕缕火焰绽放，横扫而过，当场就劈死了20多头跑得最快的火宗狼。霎时间，其余的火宗狼眼神都清澈了起来，发出惊恐的呜咽，纷纷后退。妖兽与妖魔不太一样，没有太多灵智，但也不傻。姬太常大步走进山洞之中，这个山洞非常幽深曲折，有一股腥臭味若隐若现。山洞尽头豁然开朗，是一个天然的溶洞空间，一片漆黑，唯有一双灯笼似的大眼睛亮起幽绿色光芒，直勾勾地盯着姬太常。那是一头足足有1丈高的火宗狼王。打扰了，告辞。姬太常干笑一声，转身就跑。吼！火宗狼王发出雷鸣般的咆哮，蹭的一下就从地上飞扑过来，一身鬃毛都散发出点点火光，相当凶猛，朝着姬太常张开血盆大口。姬太常难以躲避，只能选择出手。他拔出背后长剑，半步金丹期的修为不再掩饰，全面爆发，赤亮的剑气伴随着火光绽放，锋芒毕露，杀机森然。火宗狼王长着狭长的獠牙，锋锐而坚硬，好似神兵利器似的，
一口咬住姬太长的长剑，但下一刻见身上缭绕的火光轰然爆发，将火宗狼王的嘴巴烧得焦黑一片，令他发出凄厉的惨叫。他那蒲扇般的大爪子狠狠拍向姬太长，爪子十分锋锐有力。姬太长拔出长剑，脚步在地面上轻点，迅速后退，避开这一击。火宗狼王的爪子狠狠拍在地面上，发出沉闷的巨响，将坚固的岩石地面上都拍出一道道裂痕，尘土飞扬。可想而知，他这一击的力道有多大。姬太长身形一晃，宛若鬼魅般出现在火宗狼王面前，双腿一屈，举起手中长剑，猛地一个滑铲，锋锐的剑芒划破火宗狼王的腹部，令他剧痛不已，发出惊怒的咆哮，开始激烈反扑。一人一狼于此地爆发激烈大战。火宗狼王实力不差，足足有筑基期8重修为，在黑水山脉里也称得上是一方霸主了。只可惜他遇到的是姬太长。经过一番浴血搏杀之后，火宗狼王发出不甘的嘶吼，被姬太长一剑消手。呼，真难杀啊！姬太长呼出一口浊气，忍不住骂骂咧咧。他虽然修为不低，但终究是缺乏实战，打起来有些生疏。和火宗狼王这一战，倒是能够锻炼姬太长，让他对于自己这一身力量的掌控程度更上一层楼，也能发挥出更强的战斗力。咦，这是？姬太长掌心中浮现出一团火光，照亮漆黑一片的地下溶洞。火光亮起，他却在这个地下溶洞的角落里看到了一个意外惊喜。在空旷的地下溶洞角落里，有一棵漆黑如墨的藤蔓生长，它只有1丈长，叶片有一道道紫色纹路，看起来有些妖异而神秘。3阶灵药，紫玉藤，那个家伙没骗我，这里真的有3阶灵药。姬太长心中惊喜不已，妙啊！杨瑶姐姐一定会喜欢这个礼物的。姬太长脸上露出了喜滋滋的笑容，心中自语，刚准备弯腰将紫玉藤连根拔起。就在这时，一道黑影无声无息出现在姬太长身后，手持一把黑色短刀，瞬间捅进姬太长后心处。剧烈的疼痛和危机感涌上心头，人和人的体质不能一概而论。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姬太长爆发出惊人潜能，反手一掌拍向身后的敌人，狂暴的火光凝聚成一道火龙的模样，汹涌澎湃。砰！对方与姬太长对拼一掌，最终被震得连退5、6步，身上的衣服都被烧焦大半，负伤不轻，露出一张美艳而狠辣的脸蛋。他看起来约莫30岁左右，长相虽然不差，但眉宇间散发出阴狠的气质，嘴唇尽是黑色的，额头上还有一道道黑色纹路若隐若现。可，他乃哪滴老女人，不讲武德，竟然偷袭我！姬太长一手握住长剑，一手捂着流血的心口，咳出几口鲜血。他以浑厚的灵力强行压制伤势，眼神阴冷地盯着黑衣女子，杀意弥漫。嘻嘻，道友别生气嘛，这颗紫玉藤对我有大用，不如道友就把它让给我，顺便再借一身血肉给我用用。黑衣女子舔了舔嘴唇，发出银铃般的笑声，一步步走来。我让你星号！姬太长暴喝一声，手中长剑爆发出凶猛的火焰与剑气，令这个地方温度暴涨，朝着黑衣女子狠狠劈去。黑衣女子丝毫不惧，扬起黑色短刀就杀了过来，与姬太长正面交锋。仅仅是数次对拼，两股同样强横的灵力不断碰撞，震得地下溶洞都在轰隆隆作响，不断摇颤。姬太长却是落入下风，身上很快又多了几道伤痕，只因黑衣女子也是半步金丹期，而且比姬太长的修为更加深厚。如果说姬太长只是勉强算是半步金丹期，刚刚触及这个层次，对方则是在这个境界摸爬打滚10几年，距离金丹期已经很近了，并且黑衣女子战斗经验十分丰富，出手狠辣，招招致命。相比之下，姬太长获得强大修为的时间太短，战斗经验有些不足，再加上被黑衣女子偷袭，身上伤势严重，自然不是他的对手。眼看着打不过，姬太长心中有了退意，假装被黑衣女子一刀劈得踉跄后退，实则退到了紫玉藤旁边，朝着紫玉藤一把抓去。黑衣女子瞳孔一缩，立刻将手中黑色短刀朝着姬太长的手猛力掷去，划出一道森然乌光。姬太长抓住紫玉藤，猛地一扯，却被黑色短刀从中间斩断，最终只拿到半颗。姬太长也不贪心，抓着半颗紫玉藤迅速后退。黑衣女子脸色有些阴沉，身形一闪，来到地下溶洞角落里，将另外半截紫玉藤和黑色短刀拿起，而后朝着姬太长追杀而去。两人一追一逃间冲出了这个山洞，回到山谷里。她不是飞云城林家家主夫人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有修士认出了黑衣女子的身份，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飞云城距离黑水山脉相当遥远，对于黑衣女子的出现，令他们相当惊讶。飞云城林家家主夫人，好，这个仇我记下了。姬太长脸色阴沉，回身朝着黑衣女子一剑斩出，汹涌的火焰轰然爆发，同时也点燃了四周的草木，令此地浓烟滚滚，遮蔽了视线。当黑衣女子挡下姬太长这一剑的时候，她已经施展出火遁跑路了。黑衣女子试图追击，但两人修为差距不大，姬太长拼了老命狂奔，他根本追不上，双方的距离越拉越大，直至跟丢。姬太长一路跑到黑风城附近，这才在一处无人的树林里停下脚步，吞下几枚疗伤丹药，骂骂咧咧的运功疗伤。本地帮派太没有礼貌了。好在姬太长如今修为高深，体魄强大，身上的伤势并不致命。
一番休整后，他压制住伤势，换了一套黑衣之后，进入黑风城。他将黑手老人掉落的装备都卖掉，买了一瓶2品疗伤丹药，彻底稳固伤势，这才返回青云宗。一夜无话，李条的突然失踪，暂时还没有引起波澜，甚至就连李四都没有发现。虽然这迟早会暴露，不过姬太常并不担心。他站在镜子面前，开始精心整理自己的仪容仪表。平心而论，姬太常长得绝对称得上是一表人才，身高1.8米，身材修长挺拔，肌肉轮廓明显，面容更是俊朗而坚毅，一脸正派。他换上从黑风城买来的白色锦衣，将他的气质和容貌衬托得更上一层楼。姬太常先是去醉香楼买了一份精致的早点，这才前往丹殿，敲开了杨瑶的炼丹室大门。杨瑶似乎一整晚都在炼丹，清纯俏丽的面容带着一丝疲惫，衣裳也没有换。小常看到姬太常之后，杨瑶心跳莫名加快了几分，连忙伸手揉了揉脸蛋，颤巍巍的身材也随之晃动，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哎，我不是说了不要给我买早餐吗？你这孩子！当杨瑶看到姬太常手中的早点盒子时，顿时露出嗔怒的神色，嘴唇半咬，朝着他翻了个白眼。这不像是发火，更像是撒娇。那娇艳的模样看得姬太常都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这是醉香楼推出的新品，我想着杨瑶姐姐应该没吃过，想让你尝尝鲜。姬太常露出温和的笑容，随手把早点放在桌子上。对了，杨瑶姐姐，我昨晚出去抓白衣蝙蝠的时候，无意间在他们山洞老巢里发现了这个。杨瑶姐姐，你是炼丹师，应该用得上，送给你了。姬太常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个盒子，这是3阶灵药紫玉藤。当杨瑶打开盒子的时候，顿时心头巨震，露出惊喜的神色。这个级别的灵药太珍贵了，即便是青云宗也没多少，而且紫玉藤往往都是一小节一小节的卖，价格极其昂贵。可姬太常却是送出半颗紫玉藤，足足有5尺长。饶是杨瑶见多识广，此刻也不由得心跳加速，呼吸都急促了几分，巍峨的胸膛一阵起伏，弧度惊人，就连面色都红润了几分。震惊过后，杨瑶深吸一口气，面色郑重而温柔地看着姬太常。小常，这颗紫玉藤确实是我需要的，不过它的价值太高了，我不会白拿你的，我会按照市场价给你算零食，谈钱可就太见外了。我说了，这是送给杨瑶姐姐你的。姬太常温和一笑，将紫玉藤拿起来塞到杨瑶手里。不行，我不能收，这太珍贵了。杨瑶却是连连摇头，不愿意占姬太常的便宜。杨瑶姐姐，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就在这时，姬太常忽然一把抓住他柔软细腻的小手，深情款款地看着他的眼睛。我喜欢你，别说紫玉藤了，我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送给你。其实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起，我就已经一见钟情地爱上了你，只不过那时候我只是个小屁孩，只能把这份情愫深埋心底。但有些事情是骗不了人的，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想你，思念你，爱慕你。轰！姬太常突如其来的告白不亚于5雷轰顶，令杨瑶心头巨震，脑瓜子都嗡嗡作响。刹那间，他心脏剧烈跳动，只觉得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愫和暖流涌遍全身，令他那娇媚的脸蛋瞬间羞红一片。小常他居然暗恋了我6年，难怪当初他拼死救我，哪怕是死也不愿意放弃。可我是他师姑啊！杨瑶只觉得脑袋嗡嗡的，既是惊喜激动，又带着强烈的羞涩和抗拒，内心五味杂陈，一时间竟是有些懵了，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叮，检测到杨瑶好感度提升15点，宿主可获得烈火宗宗主10%修为能力，请选择。杨瑶好感度57，好感度达到110，会有惊喜发生。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姬太常知道时机到了，他一把搂住杨瑶那丰腴的娇躯，低下脑袋，深情地覆盖住杨瑶那红润的嘴唇。杨瑶娇躯猛地一颤，只觉得浑身瞬间软了，心脏剧烈跳动，一团莫名的躁动涌向全身，下意识摩擦了一下双腿。不行，我们不能这样！杨瑶慌忙推开姬太常，一张清纯俏丽的脸蛋早已经红得跟苹果似的，丰盈的胸膛剧烈起伏，既是羞涩又是抗拒。我不只是你的长辈，我还是个寡妇，这成何体统？小常，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你死了这条心吧！杨瑶嘴唇紧咬，本想低下头，却又忍不住抬起眼皮，悄悄观察姬太常的脸色。他的内心十分挣扎和矛盾，既不想和姬太常打破那层关系，又害怕这份拒绝会彻底伤了姬太常的心。却见姬太常含情脉脉地看着他的眼睛，杨瑶姐姐，我不怕世俗的眼光，我不怕别人非议，我只害怕失去你。杨瑶姐姐，我可以为你付出生命，可以把紫玉藤送给你，难道这还不足以表明我的心意吗？咚！姬太常的话语宛若一记重锤，让杨瑶的芳心再次剧烈跳动，面容愈发红润。不能这样，我们若是在一起，只会害了你，我不想让你被连累，你以后不许再说这样的话了，不然我生气了。杨瑶慌忙摇头，嘴唇半咬，一脸幽怨地盯着姬太常。他虽然拒绝了，但是好感度并没有下降。姬太常对此心知肚明，脸上始终带着温和的笑容。他也知道过犹不及，杨瑶自小就冰清玉洁，为人传统且恪守妇道，短时间内肯定没法直接拿下，需要给他一些时间去接受。好的，杨瑶姐姐，我以后不说了，
你别生气。杨瑶深吸一口气，拍了拍颤颤巍巍的心口，平复了一下心情。这颗紫玉藤你拿回去。不，姬太常摇了摇头，我不是炼丹师，拿着也没有用，而且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还有可能招来祸端。那我按照市场价折算零食给你。不用。姬太常想了想，说道，这样吧，这颗紫玉藤我不收零食，但也不白送。杨瑶姐姐，你就欠我一个人情吧，毕竟你可是3品炼丹师，宗门长老，以后我肯定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杨瑶微微一怔，刚想点头，忽然想到了什么，脸蛋再次泛红。可以，但你不能拿这个人情逼我就范。好。姬太常温和地笑了笑，那俊朗的面容，含情脉脉的眸光，让杨瑶的心跳不争气的再次加速。他连忙将姬太常撵出去，关上修炼室的大门，生怕再待一会儿就忍不住答应了姬太常的追求。啊呀！怎么办？小常他果然对我表白了，羞死人了，这是不行的。杨瑶双手捧着羞红的脸蛋，连连摇头，但他心中却有另一个念头不受控制的升起。我只不过是年长他10几岁而已，修仙者寿元漫长，这10几岁的差距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虽然与烈火宗宗主有过婚约，但人死婚约解除，我现在和小常都是未婚，你情我愿，难道要为了世俗的眼光单身一辈子吗？这样岂不是伤害了小常一辈子？不，这样想是不对的。杨瑶被自己心中另一个念头吓了一大跳，慌忙摇头，将这个大胆而疯狂的想法压下。但这个念头却像是种子一样扎根在他脑海中，不断滋生，终有一日会压制不住。姬太常离开了杨瑶的炼丹室，忍不住舔了舔嘴唇，真润啊，回味无穷。他心情大好，脸上噙着一丝微笑，在丹殿里巡视了起来，履行自己身为废丹处理执事的职责。一天时间一晃而过，夕阳西下，姬太常回到了自己的院子里，杨伟乐就如同一个幽灵般准时出现，而且他眼中的黑气愈发浓郁，直勾勾地盯着姬太常，令姬太常汗毛倒竖。没办法，姬太常只能跟着杨伟乐前往他所属的小院子里，与林雪月进行日常表演。待杨伟乐离开之后，姬太常回到自己屋子里，关上了灯，反锁了房门，假装入睡。实际上他悄然换上了黑衣，悄咪咪地离开了青云宗，直奔黑水山脉。夜幕下的黑水山脉还算是宁静，只是偶尔会有凶兽嘶吼声若隐若现。姬太常来到一处偏僻无人的山林里，心中迫不及待地默念道：董子，领取修为。定，恭喜宿主获得烈火宗宗主10%修为。轰！下一刻，一股磅礴浩瀚的力量凭空出现在姬太常丹田之中，令他身躯巨震。那股力量太过惊人，如同山崩海啸般涌向他周身经脉窍穴，融入每一寸血肉，令他一身灵力飞速暴涨，急速膨胀。他的丹田气海不断膨胀暴涨，达到一个临界点后瞬间坍缩。姬太常浑身磅礴浩瀚的灵力源源不断涌入坍缩的漩涡之中，甚至他感觉到自身无形的灵魂也被分裂一部分落入漩涡之中。紧接着，有无尽金光从漩涡之中绽放，伴随着嗡的一声炸响，仿佛开天辟地的那一声创世雷鸣，令姬太常浑身巨震，体表都泛起丝丝缕缕金光。漩涡凝聚成一枚龙眼大小的金丹，浑圆无瑕，上面铭刻着一道赤红的火纹，缓缓旋转，绽放出夺目的金光和一缕缕火光，似乎蕴含着天地奥秘。金丹稳固的刹那，姬太常一身修为气势陡然暴涨，原本就强大磅礴的灵力经过金丹的转化，更加凝实可怕，在经脉之中流转，隐隐有大河奔腾的声势。他浑身筋骨血肉噼啪作响，肉身体魄强度大幅提升，就连识海里原本虚无的灵魂也初具雏形，凝聚成一道模糊的灵魂虚影，诞生了神识。刹那间，姬太常只觉得自己的视线不断拔高，神识外放，哪怕闭上眼睛也能清晰感应到方圆3里范围内的所有景象，黑夜也如同白天一样清晰。至此，金丹已成，姬太常正式成为了一名实打实的金丹真人，放在外界也绝对是一尊强者。这个级别的存在，强如青云宗里也没有多少个，不超10指之数。但这还没有结束，姬太常丹田里那股磅礴的力量还剩不少，依旧在源源不断融入他丹田之中，推动着姬太常的修为暴涨。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姬太常一身气息节节暴涨，从金丹期1重初期不断提升，直至1重巅峰，往金丹期2重迈进。只可惜冲击金丹期2重失败，最终停留在金丹期1重巅峰。似乎是因为我的资质不足，所以才冲击失败的。姬太常心中隐隐产生一丝明悟，他的资质很普通，乃是土木火3色杂灵根，勉强够上了进入青云宗内门的标准而已，否则也不会入门6年都只是练气7重修为了。不过这也问题不大，资质差就差点吧，反正他也不需要自己修炼。轰！随着姬太常突破金丹期，一股浩然气息从他身上扩散出去，震动山林。即便他时刻运转归西诀，也难以隐藏这股气息。一来是他修炼归西诀时间太短，造诣不够高；二来是突破金丹期的声势实在是太大了。这也是姬太常选择偷偷摸摸跑来黑水山脉的原因。这股浩然威压从山林里扩散，震动四方，惊起一大片夜鸦。附近栖息的妖兽全都两股战战，感应到了那种可怕的金丹气息，顿时匍匐在地，两股战战。
黑水山脉最深处，更是有数道可怖的眸光亮起，有金丹期妖兽被惊动，远远看向姬太长所在的方向，发出阵阵低吼。此时的姬太长对此一无所知，他缓缓睁开眼睛，双眸之中有炽盛的金光与火光缭绕，满头黑发无风自动，整个人都有着一种无形的威严。姬太长的身躯得到强化，容貌隐隐更俊朗了，身材也更加健壮完美，整个人都多了一种出尘飘逸的气质。这就是金丹期的感觉吗？姬太长缓缓握手，体内灵力极其浑厚磅礴，心念一动便如同山河奔涌，相较于半步金丹期时，力量何止暴增了10倍，而且他脑海中对于烈火诀的掌握程度也大幅提升。嗡！随着姬太长运转烈火诀，他掌心之中有一缕赤红色的火焰跃出，散发出惊人的高温，令天地间温度急剧上升。他体内虽然蕴含着磅礴的力量，但身躯却是前所未有的轻盈与灵动。姬太长脚步在地面上轻轻一点，原地只剩下一道残影，本体鬼魅般出现在100丈之外。他心念一动，身躯仿佛挣脱了天地枷锁，缓缓漂浮起来，并且他的神识强度进一步提升，覆盖范围将近4里。这片地方任何风吹草动都在他的感知之中。结，真是美妙的力量！我的好师傅，很快徒儿就能送你上路了。还有张三、李四，你们的末日也快到了。姬太长嘴角一歪，脸上满是陶醉与狰狞的神色。不过另一笔账也该算一算了。姬太长遥望着飞云城的方向，神色冰冷。他不是一个记仇的人，所以有仇就要早点报回去，这样就不用记着了。孔子有言，朝闻道，夕死可矣，意思是早上打听到去你家的道路，晚上就过去打死你。而姬太长昨晚就打听了去飞云城的道路。我他妈来了！姬太长踏空而起，朝着飞云城的方向急速飞去。途中他调动灵力，强行改变脸上的肌肉线条，达到短暂改变容貌的目的。而后他戴上面具，又蒙上面巾，做足了准备。金丹真人飞行速度很快，仅仅是2个半时辰，姬太长便横跨了漫长路程，抵达了飞云城。这是一个比黑风城还要辽阔和繁华的古城，屹立在崇山峻岭之间，一眼望不到头，阁楼宫阙遍地都是。即便是深夜，飞云城也依旧灯火通明，众多商铺林立，街道上人流如织，十分热闹。林家乃是飞云城最强大的家族势力，族内有一位金丹老祖坐镇。林家大院占地面积极广，内部不仅有数座园林，甚至还有几座小山和溪流，装潢也十分奢华。林家大院内外都有不少家丁护卫巡逻，防守严密。只不过这些防守在姬太长恐怖的金丹期修为面前形同虚设，他轻而易举就潜入林家，并且随手打晕了一个护卫队长，从他嘴里逼问出林家的各种信息，包括林家各个区域的居住情况、人员分布以及黑衣女子的基本情况等。黑衣女子名为李金莲，原本只是林家家主的小妾，但她手段了得，在极短时间内干掉原配，成功上位，并且修为一路暴涨，甚至超越了林家家主。姬太长悄然潜伏到李金莲居住的地方，神识无声无息扩散，却找不到她的踪迹。姬太长眉头微皱，又找了一遍她有可能出现的地方，结果都一无所获。姬太长如同幽灵般在林家大院里穿梭，不知不觉间来到了林家大院深处，一座古老的小院子出现在前方。姬太长心中一凛，立刻收敛了神识，那是林家老祖闭关的地方。据传林家老祖在50年前就突破金丹期了，一身修为实力深不可测，不是姬太长现在能够对付的。咦，这是？姬太长忽然心中一动，他隐约间看到了林家老祖的卧室窗口有2道人影在晃动，并且有声音传出：老祖，我突破金丹期的事情，继续吃，别说话。姬太长眼睛都睁大了几分，因为那个女子的声音竟然是李金莲。我勒个豆，城里人玩这么花。姬太长总算是间明白了，为何李金莲修为速度提升这么快。他忽然有点同情林家家主了。姬太长悄然蹲在一旁的草丛里，准备等李金莲出来。这娘们已经是半步金丹期了，要是林家老祖真帮他突破金丹期，那就没那么容易杀了，所以得趁早。这一等就是足足3分钟都不到啊！李金莲似乎早就习以为常，反倒是满脸红润的夸奖道：“老祖您真是威风不减当年，老当益壮，勇猛无匹。”滚！林家老祖哪里不知道他是违心夸奖，顿时脸色一黑，提起裤子就把他扔了出去。李金莲也不羞恼，脸上依旧带着妩媚的笑容，穿好衣服后，扭着大胯就走出了老祖的院子。只见他满脸红润与妖娆，并没有回自己的住所，而是来到了另一个院子。姬太长悄然跟上，准备远离林家老祖住所后再动手。岂料前方院子里很快就传来异常的声音：“还请主母自重，我是你的儿子。西西，别装正人君子了，你又不是我亲生的，有何不可？你好烧啊！”只见院子里那浓眉大眼的青年嘴角一歪，直接把李金莲拦腰抱起，一脚踹开卧室大门。“不是，哥们！”姬太长眼睛再次睁大，只觉得一阵无语。这娘们比他预料中狠多了，居然老少通吃。这林家家主头上已经有一片青青草原了，不过这样也好，这种时候他们警惕性最低，更方便我下手。姬太长悄然拔出长剑，无声无息地潜伏到卧室门口。正在激情双排的2人根本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也根本不会想到有人能潜伏进守卫森严的林家大院。轰！
就在两人激情双排到不知天地为何物的时候，一道凌厉无匹的剑气骤然爆发，杀意冲天，太过突然与凶猛，直接一剑就把房子都劈成两半。屋里的那对狗男女没有半点抵抗之力，两颗头颅咕噜噜地掉落下来，眼中仍然残留着浓浓的欲念与刺激，至死都没能反应过来。大胆！这座院子与林家老祖的院子距离不是很远，对方瞬间感应到了金丹期级别的强横剑气，他顿时面色巨变。林家老祖踏空而起，以惊人速度冲向姬太长所在的位置。姬太长咧嘴一笑，扭头就跑。送！林家老祖手捏印诀，一把黑色飞剑闪电般冲出，速度快到了极点，发出刺耳的破空之音，斩向姬太长。姬太长横起手中长剑，精准挡住这一剑。两件兵器碰撞，发出震耳的金属颤音。姬太长只觉得有一股可怕的巨力袭来，将他整个人都震飞出去数10丈远。林家老祖的实力远在他之上，姬太长当机立断，借助这股巨力的轰击，趁机远遁，朝着林家之外冲去。鼠辈哪里跑！林家老祖气得不行，立刻御剑升空，紧追不舍。岂料姬太长冲出林家大院之后，直接一头扎进飞云城的闹市之中，施展归西诀，迅速收敛全身气息，混入人群里，消失不见。强如林家老祖，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排查整座飞云城的人。与此同时，随着姬太长一剑斩出，巨大的动静瞬间惊动了整个林家的人，一大群林家长老、子弟、家丁、护卫等全都冲了过来。当他们看到残破的屋子里那赤条且紧紧相拥的男女时，众人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了。主母和大少爷，他们死！众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脑瓜子嗡嗡作响，着实是被惊得不轻。他们不由得看向一位身材有些矮小的灰发中年男子，也就是林家家主林大郎。林大郎双手死死捏紧，眼睛都有血丝弥漫，只觉得头上绿油油的，但他还是咬牙说道：“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栽赃陷害，必定是有贼人把他们杀害，再摆出这副景象，想以此来败坏我林家的名声。”有林家族人迟疑道：“可是家主大人，人死后是立不起来的，他们都合体了，应该是生前就进去的。”住口！就你他星号的最懂是不是？林大郎勃然大怒，整个人都红温了，气得他跳起来就是几个大逼都扇了过去。家主息怒，息怒！其余林家族人急忙劝阻，顿时整个林家乱成了一锅粥。姬太长混入飞云城人群里，迅速收起黑衣和面具，施展归西诀，收敛全身气息，以易容后的模样大摇大摆地逛街。姬太长在暗，而林家老祖在明，他那强横的金丹气威压在半空中晃来晃去，姬太长轻而易举就掌握了他的动向，不动声色地从相反方向跑了出去。拜拜您嘞！离开飞云城后，姬太长穿上黑衣，踏空而起。天刚蒙蒙亮，姬太长终于赶回了青云宗。以他恐怖的金丹期一重修为，根本不需要睡觉休息，体内金丹缓缓旋转，每时每刻都在吸收天地精华，体内灵力生生不息，不会感到困倦与疲惫。姬太长哼着开心的小曲儿，照例去醉香楼买早点，然后找他的杨瑶姐姐。只可惜那丫头不在丹殿，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姬太长只能在丹殿大厅里巡查了起来，同时也在脑海里默默参悟归西诀。修为突破到金丹期后，灵魂从虚无的状态凝聚出灵魂虚影，精神力大幅提升，使得他感悟功法速度变快，修炼归西诀的进度也得到不小的提升。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好几天，姬太长一直待在宗门和丹殿里，哪儿也没去。张三和李四虽然心怀杀意，但也不敢在宗门里光明正大的对姬太长出手。道士李条的失踪引来执法堂的调查，引起不小的风波，也曾有执法堂执事来调查姬太长，但终究没找到什么证据。让姬太长感到有些苦恼的是，这几天杨瑶姐姐的好感度都没有继续提升上去，看来世俗观念对她影响还是太大了，一时半会儿她也克服不了心中这道坎。姬太长摸了摸下巴，陷入沉思。时间不多了，他不能被动的等杨瑶自己想开，而是要主动出击。这几天以来，姬太长敏锐察觉到杨伟乐眼中的凶光愈发吓人，有时候看向自己的目光都满是贪婪，仿佛在看什么美食一样。姬太长清楚的知道，这是因为杨伟乐的魔功在不断增长，理智不断被侵蚀，距离失控也不远了，这让姬太长心中涌起紧迫感。当天夜里，杨伟乐照例来找姬太长，但是当他跟着杨伟乐到院子的时候，却发现院子里居然有另一位弟子。厉红云师兄，你怎么会在这里？姬太长眉头一皱，心中涌起一股不妙的预感。怎么，大长老没跟你说吗？厉红云嘿嘿一笑，你干了这么多天都没能让她怀上，太慢了，我打算让你们两个一起上，加快速度。杨伟乐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语气平静淡漠，仿佛谈论的对象不是他的妻子，而是路边的蝼蚁。这已经不是性格冷漠那么简单了，分明是魔功对神智侵蚀太严重，完全就是魔头心态和做法。不行，我不同意！卧室里的林雪月冲了出来，娇艳的脸蛋上满是愤怒，气得颤巍巍的心口一阵起伏。杨伟乐，让姬太长来，已经是我最大的忍让限度了，结果你居然又找了别人一起来，你究竟把我当成什么了？你要是敢这样逼我，信不信我死给你看？林雪月拔出一口宝剑，直接抵在自己脖子上，情绪激动，宁死不屈。你在威胁我？杨伟乐眉头一皱，
双眸之中有诡异的血光交织。不错，我就是在威胁你。林雪月咬紧牙关，你若是逼我，大不了就是一死，到时候我看你怎么继承宗主之位。杨伟乐微微眯起眼睛，看到林雪月眼中有求死之志，一副要鱼死网破的样子，他最终还是退让了。我最多再给你们5天时间，若是还怀不上，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说罢，他一把抓住厉红云的肩膀，踏空而起，离开了这座院子。看到杨伟乐离开之后，林雪月才收起宝剑，眼中满是担忧的神色。他看向一旁的姬太长，心中忽然涌起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这孩子也只是一个被牵连的无辜之人罢了，都到这时候了，我还何必计较他以前的冒犯。叮，检测到林雪月对宿主好感度提升20点，林雪月好感度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听到系统提示音，姬太长嘴角微微一抽。好消息是好感度终于提升了，坏消息是提升到0了。不过姬太长还是深谙趁热打铁的道理，道：师娘，我们。林雪月咬了咬红唇，也不确定杨伟乐是否走远了，最终还是和姬太长一起进入屋里，还是和以前一样不能进。那里也不行。次日清晨，一个意外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青云宗。正午时刻，青云宗将举行年轻一代弟子大比，角逐出最强的10位内门弟子，立为真传弟子，倾尽全力栽培。这太过突然，此前没有任何风声传出。从宗门宣布消息到大比开始，也仅仅只有数个时辰的时间准备，一下子掀起轩然大波。众多弟子议论纷纷，满心困惑。姬太长则是前往丹殿，杨瑶正是在丹殿大厅指点几位弟子炼丹。他看到姬太长出现的时候，眼神瞬间有些慌乱，心跳加速，清纯俏丽的脸蛋上也浮现出一抹红霞。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你们自己练习一下。他快速讲完炼丹要点，转身就要溜回自己的炼丹室里，然后他那柔软细腻的小手就被姬太长一把拉住。放手了，这么多人看着呢，你要死啊！杨瑶只觉得心跳的厉害，慌忙抽出小手，对姬太长嗔怒道，那副娇媚的模样反而更显得风情万种，令姬太长心跳也跟着加快了几分。杨瑶姐姐，我想问一下关于这次宗门大比的事情，为何会这般突然？得知姬太长是为了此事而来，而不是继续表白，杨瑶顿时松了一口气，但她心中却是莫名有一种失落和忐忑的感觉。小常表现得如此平静，他该不会是真的放弃了吧？那我岂不是伤了他的心？杨瑶连忙将这些杂念压下，低声解释道，宗门突然召开大比，是因为苍山秘境即将开启，兰州有经丹期强者坐镇的正道，宗门都可以派一部分弟子进去。我们青云宗分到了10个名额，经过宗门长老们紧急商议后，决定召开大比，选拔出最强10位弟子，全力栽培，快速提升实力，以便在苍山秘境里抢到更多的机缘。大武王朝乃是修仙界一个古老而强盛的王朝，坐拥12州之地，每一州都浩瀚无垠。青云宗正是位于兰州之中的一个普通宗门，苍山秘境是兰州独有的秘境，里面蕴含着不少机缘造化，只不过开启的时间并不固定。近期苍山秘境入口突然出现，预计半个月左右就会开启。青云宗也是刚刚收到的消息，这才紧急召开宗门大比。原来如此，姬太长心中恍然，他又问了一些宗门大比的内容，和杨瑶聊了一会儿之后，杨瑶这才躲到自己炼丹室里。宗门大比，这倒是个机会。姬太长眼中闪过一丝精芒，若是自己能成为真传弟子，受到整个宗门的关注和培养，展现出非凡资质和战力，必定能让杨瑶和林雪月对他的好感度进一步提升。女人都是慕强的，相比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弟子，天才无疑是更受他们喜爱。不过还是要小心些，不能让那些长老们发现我的真实修为。姬太长转身离开丹殿，抓紧时间继续修炼归西诀。数个时辰一晃而过，青云宗大比正式开始。宽敞的宗门广场上聚集了上千位内门弟子，大部分人都带着忐忑和激动的神色，眼中满是对真传弟子身份的渴望。若是能位列真传，不仅身份地位暴涨，还能享受宗门全力栽培。青云宗宗主杨步秋带着10几位宗门长老出现，其中就包括了林雪月和杨瑶，但是杨伟乐并没有来。姬太长对此并不意外，那家伙魔功大涨之后，一心只有修炼，对其他事情都漠不关心，想当宗主也只是为了青云宗的资源而已。杨步秋身躯有些佝偻，苍老而凌厉的眸光扫视了一遍众多内门弟子，缓缓说道，我知道你们很好奇，为何宗门会突然召开大比，接下来我简单说2句。半个时辰后，今天暂时就说这么多吧。第一关比试现在开始。随着杨步秋声音落下，宗门广场左侧一座巍峨的大山亮起了密密麻麻的阵纹和符号，一座庞大的阵法启动，笼罩了整座大山。上千位内门弟子从不同的方向开始登山，霎时间，一股可怕的压力从山上传来，充斥着每一寸空间，令不少弟子双腿一沉，仿佛背负一块巨石似的。修为越高的人，承受的压力越大，所有人面临的难度都是一样的，但那些根基稳固、资质强大的天才却是面色从容轻松，仿佛感受不到压力似的，大步往上走。根基较差的弟子则是走得颤颤巍巍，步履维艰，越是往上走压力就越大，唯有在一个时辰内登上山顶，才能通过第一关比试。比试开始片刻的功夫，上千位内门弟子之间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
有10几位天才显得游刃有余，速度极快，与后方弟子拉开了很大的距离。中间则是数十上百位弟子，面色紧绷，运转浑身灵力来对抗山上传来的压力，咬牙狂奔，速度也不算慢。后方则是稀稀拉拉一大群人，皆是面带痛苦之色，爬得很艰难。王麻豆这孩子平日里不显山露水的，没想到居然能走到第一梯队，实力很不错嘛。张山也很厉害啊，本以为炼丹师的根基和实力会差一些，没想到也能走到最前面，看来平日里也没少花时间苦修。老张你生了个好女儿啊！哈哈哈，哪里！青云宗一众长老在议论纷纷，开口点评，目光都放在最前方那10几位天才身上。林雪月和杨瑶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两女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走在中间的姬太常。当他们看到姬太常神色平静，不疾不徐地走在中间梯队，他们顿时松了一口气。按照这个趋势来看，姬太常通过第一关问题不大。就在这时，走在姬太常上方的厉红云回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上扬，眼中带着一丝不怀好意的神色。他浑身灵力悄然聚集于脚掌，暗中发力，不经意间踩落了一块石头，径直砸向姬太常。他这是暗中使绊子，想把姬太常击落下去。找死！姬太常眼中一寒，身形一闪，便轻松躲开这块石头。而后姬太常骤然加速，3两下就冲到了厉红云前方，同样是脚底暗中发力，不经意间踩到一块巨石的边缘，使得一块足有数万斤重的巨石松动滑落，笔直地砸向厉红云。不好！厉红云面色一变，刚想闪避，却见姬太常回头看了他一眼，那平静的眸光仿佛化作2个漩涡，伴随着一股无形的魂力袭来。在金丹期强者的精神威慑下，厉红云只觉得意识一片空白，整个人呆在原地动弹不得。紧接着就是轰的一声巨响，厉红云直接被这块巨石从半山腰砸得掉落下去，一头栽倒在山脚下，又被滚落的巨石砸在身上，可怕的冲击力将地面都硬生生砸出一个深坑，尘土飞扬。噗！厉红云当场喷出一大口鲜血，胸膛凹陷，肋骨不知道被砸断了多少根，剧烈的疼痛袭来，让他瞬间恢复了清醒，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纵然他是筑基期修为，体魄远比普通人强大得多，但被这样一块巨石砸中，他也身受重伤。这凄厉的哀嚎声引起了很多弟子的注意，众人看到这一幕皆是倒吸一口凉气，暗自心惊。姬太常残害同门，公然违反比试规则，简直就是岂有此理！李师弟，速把此僚拿下，关进执法堂大牢。张三立刻拍案而起，不放过针对姬太常的机会。好！李四立刻站起身来，手中浮现出一根黑色锁链，当场就要把姬太常捉拿归案。住手！杨瑶立刻起身，你们哪只眼睛看到是姬太常残害同门了？他只是正常爬山而已，山势嶙峋，有石头滚落不是很正常吗？林雪月也微微颔首，姬太常没有违规，石头是正常滑落的。眼看着2大美人都如此护着姬太常，离4嫉妒的眼睛都有些发红。都安静！就在这时，杨不秋开口了，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都瞬间安静下来，齐刷刷看向他。姬太常不违规，继续看着吧。杨不秋缓声开口，为此事定掉。杨瑶和林雪月闻言，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相比之下，张三和李四的脸色就有些阴沉难看了。奈何宗主开口了，他们也不敢反对。等一下，你们快看，姬太常他不对劲，10分甚至有9分不对劲。就在这时，有一位长老惊呼一声，引起了其他长老们的注意。只见姬太常踩掉一块巨石，把厉红云砸到山脚下之后，他并没有减速，依旧在快速攀登。大山上无处不在的压力仿佛丝毫不影响他。姬太常接连加速，超了一位又一位弟子，很快就冲到了第1梯队，与最强的那10几位天才齐头并进。他不是3色杂灵根的普通弟子吗？居然能追上那些单灵根和双灵根的天才。此子入门6年都平平无奇，没想到居然隐藏得这么深。不少长老都被吓了一跳，眼中满是惊叹的神色。小常他原来也是个天才。杨瑶和林雪月更是眼睛一亮，相当惊喜。他们本以为姬太常只是个普通人，现在看来这小子的资质和实力很不一般啊。哼，依我看他多半是用了激发潜能的丹药，甚至是某些违禁毒丹。我提议待会儿好好检查一下，绝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张三冷哼一声，阴阳怪气地说道。杨瑶瞥了他一眼，张师兄一大把年纪了，却跟一个小辈弟子斤斤计较，处处针对，此举就像是个龌龊小人，令人不齿。你！张三勃然大怒，他堂堂金丹期长老，丹殿副殿主，什么时候被人这样指着鼻子骂过？张三刚想骂回去，便看到杨不秋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张三瞬间心头一跳，硬生生咽下骂人的话。没办法，谁让杨瑶有个宗主父亲？虽然杨不秋平日里非常溺爱杨伟乐，重男轻女，对于杨瑶这个女儿爱搭不理，十分偏心，但他也不可能容忍张三当面骂杨瑶。杨瑶看到张三吃瘪的模样，顿时心情大好，轻哼一声，目光又落在姬太常的身上。他看着姬太常那挺拔高大的身影，沉稳坚毅的面容，脑海中不知不觉就回想起那天晚上他们生死相依、亲密接触的画面，
然后又回想起此前姬太常抓住他的手，含情脉脉表白。杨瑶的俏脸瞬间多了一抹羞红，看向姬太常的目光也愈发柔情。林雪月也在看着姬太常，脑海中同样回想起这段时间晚上两人进行的亲密互动，以及昨晚的不走寻常路。这个坏胚！林雪月连忙摇了摇头，压下心中旖旎的画面。姬太常步伐平稳而有力，与其余10几位天才一起走在最前方。其实他还能走更快，但表现得太过逆天，反而适得其反。以现在的速度就已经足够亮眼了。至于为何他能这么快，只因他是金丹期修为，青云宗内门弟子都是炼气期和筑基期修为而已。所以这座大山的阵法也是针对这2个境界设置的，阵法的压力对金丹期强者无效，所以姬太常根本没有受到半点压力，是真正的如履平地。就在姬太常距离山顶越来越近的时候，山脚下的厉红云颤抖着身体从深坑和巨石之下爬起来，浑身都是血迹，看起来就像是厉鬼一样，十分吓人。姬太常，我要你死！厉红云披头散发，满是血迹的脸上带着杀意与恨意。他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枚血黑色丹药，迅速吞服下去。这是违禁丹药。轰！厉红云只觉得好似吞下一座火山似的，一股凶煞而磅礴的力量瞬间充斥着他全身上下，使得他眼睛都有些泛红。他体内的伤势快速好转，丹田经脉之中竟是有丝丝缕缕黑气弥漫。厉红云的鲜血和潜能被激发，只觉得浑身都充斥着强大的力量。低吼一声后，立刻再次登山。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姬太常等10几位天才率先登上山顶。王麻豆和张山等人都累得气喘吁吁，坐在地上大口喘气，运功恢复力量。唯有姬太常神色如常，甚至连汗都没有几滴，双手负在身后，静静地俯瞰下方苍茫壮阔的风景。这般从容自若的姿态，又引起了一众长老们的关注和惊叹。1个时辰后，陆陆续续有300多位弟子登上山顶，剩下近700人都被淘汰了，可见这一关的难度有多大。很好，都下来吧，准备开启第2关比试。随着杨不秋声音落下，这座大山上的阵法关闭，众多弟子只觉得浑身一松，仿佛压在身上的大山消失，令众人全都长长松了一口气。当300多位弟子回到宗门广场的时候，只见杨不秋手捏印诀，一股浩然灵力扩散，广场地面上有一道道阵纹发光，密密麻麻的符文凭空出现，形成了一座庞大的阵法。当阵法成型的那一刻，300多位弟子全都眼神空洞，呆滞在原地。小常，我还有我，你说过最喜欢我的，不能有了新欢就忘了姐姐。2道娇柔入骨的声音传来，令姬太常浑身酥麻，眼前的景象更是让他眼睛都瞪大了几分，鼻血喷涌而出。只见他赤身躺在一张足足10米宽的大床上，林雪月、杨瑶等10几位美人环绕，旖旎的香气扑鼻，白花花的肌肤十分晃眼，全都缠绕着他。杨瑶和林雪月更是撅着小嘴巴，直接把他抱在怀里，颤巍巍的心口差点把他闷得喘不过气来。这场景太过香艳，令姬太常心头加速，血压升高，一团火气从心底滋生。他现在火气很大，不对劲，10分甚至有9分不对劲。我不是在参加宗门比试吗？坏了，这是幻境！姬太常猛地咬舌头，虽然一阵刺痛感传来，但4周旖旎的景象并未消失，太过真实。要不先干一会儿再说。姬太常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一个念头，但他还是猛地摇头，生怕沉沦在幻境中会被直接淘汰。姬太常下意识运转功法，感应到体内磅礴的金丹期力量之后，他瞬间心中大定，甚至姬太常心念一动，还能让4周幻境模糊，摇摇欲坠。果然如此，这是针对炼气期和筑基期弟子的考核，幻阵压制不住金丹期强者，我随时都能脱离幻境。姬太常猜到了真相，不由得舔了舔嘴唇。既然如此，那我晚点再出去也不是不行。宗门广场上，300多位弟子眼神空洞而呆滞，呆呆地站在幻阵之中。嘿嘿嘿，小娘子，我来啦！但很快的，有人发出了一阵嘿嘿嘿的坏笑声，甚至直接扑在地上，开始日地板。哈哈哈，我的，都是我的！有人发出畅快凌厉的大笑声，仿佛看到了无数金银珠宝躺在地上不停地打滚。更有人张开双臂，意气风发，满脸张狂。我乃元婴大能，何人敢刁我？何人能刁我？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老年穷。你们这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受死吧！哇哈哈！看着众多弟子丑态百出，一众长老围观的近700位内门弟子皆是嘴角一抽，着实有些无语。老张，你觉得谁能最先挣脱幻境？程勇哥吧，他是年轻一代里唯一一个筑基期5重的顶尖天才，非他莫属。这可不一定，这一关考验的是意志和道心，与修为无关。我倒是觉得王大明有可能第一个苏醒。你看他面容坚毅，至今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丑态。卧槽！一众长老刚开口议论，忽的眼睛睁大了几分。只见姬太常瞬间睁开眼睛，面容沉稳平静，一身浩然正气。他竟是第一个挣脱幻境。不是，幻阵才刚开了10几个呼吸的时间而已吧？他怎么会这么快就苏醒？难不成我们都看走眼了？此子才是有着钢铁意志之人。姬太常嘛，没想到我青云宗竟然还有如此卧虎藏龙之辈，接连2关都表现得如此优异，此子了不得呀！好几位长老都忍不住发出惊叹，
看向姬太常的目光都不一样了，就连杨不秋都不由得多看了姬太常一眼。相比之下，张三和李四的脸色就有些阴沉难看了。姬太常表现得越好，他们就越不爽。林雪月和杨瑶则是露出了美艳的笑容，越看姬太常就越觉得欢喜。丁，检测到林雪月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0点，暂时不可获得杨伟乐10%修为能力。林雪月好感度是，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姬太常脑海中响起系统提示音，姬太常转过头与林雪月和杨瑶对视了一眼，朝着两女露出一个微笑。奇怪，怎么只有师娘的好感度提升了？杨瑶姐姐怎么没提升？难道是她的好感度太高了，想进一步提升比较困难？姬太常心中喃喃自语。杨瑶对他的好感度已经到了57，若想再往上提高，显然没那么容易。半刻钟之后，名为程勇哥的弟子大吼一声，眼睛瞬间睁开，额头上满是冷汗，大口的喘气，成为第2个挣脱幻境的人。而他的表现反倒是让一众长老和弟子看向姬太常的目光愈发惊叹和震撼。强如程勇哥，挣脱幻境都如此艰难和缓慢，姬太常却轻描淡写，眨眼间就破除幻境，简直就是不可思议。这般对比之下，将姬太常衬托得太过惊人。1个时辰后，能挣脱幻阵的竟然只有80人，不足1/4。待姬太常等人出列之后，杨不秋这才关闭幻阵，令200多位弟子茫然地睁开眼睛，只觉得脑瓜子嗡嗡作响，还未从幻境之中回过神来。第3关比试也是最后一场比试，为擂台赛，两抽签对决，直至决胜出最后10人，位列真传。擂台赛点到为止，不可下杀手。随着杨不秋声音落下，他手捏印诀，一股浩然灵力扩散，令大地震动，岩石和泥土破碎融合，拔地而起，在宗门广场上形成40座擂台。而后他一指点出姬太常和程勇哥等80位弟子的身份令牌从腰间飞出，在半空中相互交织，最终随机分开，两落在一个擂台上。姬太常定睛一看，顿时笑了，呵呵呵，姬太常，你的好日子到头了。厉红云身躯一震，紧接着脸上满是狞笑与激动，忍不住仰头大笑。也不知道杨不秋是故意还是不小心的，也许只是巧合，姬太常的第1个对手赫然是厉红云。前2关你运气好，侥幸蒙混过关，这一次看你怎么死。厉红云心情大好，大步踏上擂台，一身修为气息不再掩饰，助姬3重的强大气息散发。他双手负在身后，朝着林雪月露出一个自以为帅气的笑容，想要在这位冰山美人面前好好表现，将姬太常踩在脚下。但林雪月看都没看他一眼，他和杨瑶的目光全都落在姬太常身上，美艳的面容上满是担忧。虽然姬太常前2关表现十分优异，但毕竟不涉及修为实力，而这一关完全就是考验个人战斗力。姬太常筑基至今甚至都不足10日啊，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他不可能是厉红云的对手。姬太常没有直接登上擂台，而是转头看向杨不秋和一众长老，沉声说道：“宗主，诸位长老，我与厉红云有不可调和的个人恩怨，所以我想申请与他进行生死决斗。这一场擂台赛，即分高下，也决生死。”轰！姬太常的话不亚于巨石投河，瞬间引发轩然大波。一众长老和众多围观的内门弟子眼睛都瞪大了，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为之哗然。卧槽，这年轻人！我听说这姬太常前些日子才刚刚筑基而已，厉红云可是筑基时长2年半，修为高达筑基期3重，他拿什么和厉红云生死决斗？这不是在送死吗？厉红云出身不凡，年龄和修炼时长都比姬太常长，怎么想他都没有半点胜算。姬太常这是疯了吗？众人议论纷纷，脸上满是惊奇和难以置信的神色，只觉得姬太常行为太过疯狂。我同意，哈哈，这可是你自找的。厉红云同样心中一震，紧接着心头狂喜，立刻点头同意下来，生怕姬太常反悔。姬太常想杀他，厉红云何尝不想杀姬太常？只要能杀掉这个碍事的家伙，他就能独占林雪月了。一念至此，厉红云不由得转头看向林雪月那美艳的面容，丰腴诱人的身材，他心头一阵火热。不行，我不同意。林雪月和杨瑶几乎是同一时间开口，两女脸上都满是焦急的神色，紧紧盯着姬太常，朝着他使劲摇头，想让姬太常改变主意。尤其是林雪月，她心中颤抖，哪里还不明白姬太常的打算？姬太常之所以要向厉红云发起生死决斗，分明就是想杀了厉红云，这样一来就能保住林雪月的清白。姬太常冒着巨大的风险，只是为了保她平安。放心吧，师娘、师姑，我有把握。姬太常朝着两女露出一个温和的微笑，面色从容镇定。林雪月心中再次一颤，小常，我们只是演戏而已，又不是真夫妻，何必为我做到这一步？林雪月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既是感动又是担忧。叮，检测到林雪月对宿主好感度提升15点，暂不可获得杨伟乐10%修为能力。林雪月好感度25，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其余长老弟子们看到林雪月和杨瑶如此关心姬太常，倒也没有太意外，毕竟名义上来说两女都是姬太常的长辈。你胡闹！
杨瑶又急又气，咬牙说道：“总之我不同意。”准！杨瑶的话还未说完，杨不秋就开口了，苍老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宗主亲自发话，将此事定下。很好，很好。本来你躲在宗门里，我还不好直接下手杀你，没想到你居然主动找死，这样也好，倒是省得我亲自动手了。”张三和李四见状，脸上全都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小常、林雪月和杨瑶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双手捏紧，美艳的脸蛋都有些发白，满脸担忧：“快点滚上来受死吧！宗主已经发话了，你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哈哈哈！厉红云心中狂喜，嚣张地朝着姬太常勾了勾手指头。姬太常神色平静淡然，脚尖在地面轻轻一点，身形飘逸，落在擂台上。给我死！厉红云脸上满是狰狞的笑容，早就在提前蓄力。当姬太常登上擂台的一瞬间，他手中长剑亮起一抹锋锐的剑气，闪电般斩向姬太常。不好！此子好生狡诈，明明修为占尽优势，居然还搞偷袭，不讲武德。林雪月和杨瑶见状，顿时一颗心都提了起来，又惊又怒。姬太常死定了！张三和李四见状，脸上的笑容愈发浓郁了，但在下一刻，他们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只见姬太常反手拔出一口长剑，于电光石火间挡住厉红云的杀招，双剑碰撞，发出清脆刺耳的金属颤音，火星四溅，掀起一股惊人的气浪。最令众人震撼的是，姬太常正面硬扛厉红云这一剑，居然寸步不退，身躯都不曾有半点摇晃，显得十分轻描淡写。他一身修为气息更是不再掩饰，显露而出。筑基期二重，不是说他才筑基没几天吗？怎么会突破的这么快？一众长老和弟子们都为之哗然，露出惊奇的神色。林雪月和杨瑶亦是心头猛地一震，而后狂喜：“哼，这还用说，肯定是嗑药了，借助丹药的力量强行突破，根基不稳，战力虚浮，这是自毁前途。”张三则是冷哼一声，目光看向杨瑶，很显然，他认为是杨瑶私底下给姬太常炼制丹药，强行帮他提升的修为。就连林雪月都不由得看向杨瑶，显然也是有同样的想法。杨瑶长老相助吗？原来如此。其余长老和弟子们见状，顿时心中恍然。杨瑶毕竟是3品炼丹师，只要肯花钱炼制一些丹药，帮助姬太常强行突破一个小境界，并不困难。唯独杨瑶那清纯俏丽的脸蛋上满是茫然的神色，因为他真没给姬太常丹药啊。废物就是废物，靠嗑药把修为提升上去又有什么用？照样是不堪一击。李四冷哼一声，不屑地说道：“筑基期2重又怎样？厉红云可是筑基期3重，他还是输定了。”此言一出，原本狂喜的林雪月和杨瑶顿时又紧张了起来，紧紧盯着姬太常，目光担忧。筑基期2重又怎样？你不过是刚筑基几天时间而已，这一剑蕴含着我筑基时长2年半的功力，你挡得住吗？厉红云面容有些扭曲，大吼一声，浑身灵力毫无保留倾注到手中长剑，朝着姬太常一剑斩下。雪亮的剑气泛起森然寒光，当！姬太常随手扬起手中长剑，与厉红云对拼了一击，发出刺耳的金属颤音。下一刻，厉红云面色一变，只觉得有一股无法抵御的可怕巨力迎面撞来，整个人都被姬太常一剑震得连退10几步，嘴角溢出鲜血，险些掉落擂台。什么？厉红云被姬太常一剑击伤了？这一幕引起一众长老和弟子们的震惊，这属实是不可思议。就这？姬太常嘴角一歪，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厉红云：“你怎么会这么强？你以前明明只是个炼气期废物而已，怎么会突然变强这么多？这不可能！你一定是服用了燃烧生命和潜能的禁药，对不对？”厉红云一张脸都在扭曲，满是怨毒和难以置信的惊怒。他实在无法接受自己居然会被姬太常随手击伤。菜就多练，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姬太常轻笑一声，身形一闪就出现在厉红云面前，速度极快，手中长剑划出一道冰冷的弧度，朝着厉红云当头斩落。砰！厉红云横起手中长剑进行格挡，伴随着一道震耳的炸响回荡，他整个人都被姬太常一剑劈得跪在擂台上，将岩石擂台都硬生生跪出几道裂痕，浑身骨骼噼啪作响，不知道折断了多少根骨头。噗！可怕的内伤令厉红云喷出一大口鲜血，气息瞬间萎靡了下去。没等他有所反应，姬太常一把抓住他的脖子，宛若钢铁般的手掌发力，令厉红云呼吸困难，浑身力量都使不上来，一张脸憋得发紫。姬师弟，饶命！我知道错了。厉红云身躯抖得跟筛子一样，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眼神之中满是恐惧与哀求：“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姬太常声音冷漠，手掌缓缓发力，伴随着令人心悸的骨骼碎裂声响起，厉红云的脖子被他硬生生扭断，厉红云的脑袋咕噜噜掉落在地上，空洞的眼睛里仍然残留着深深的恐惧与悔恨。这一刻，整个宗门广场都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一众长老和内门弟子齐刷刷看向姬太常，就连其余擂台上的弟子都不打了，不约而同地扭头看去，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脑瓜子嗡嗡作响。林雪月和杨瑶更是樱桃小嘴都张得老大了，仿佛可以塞进去一个坤蛋。姬太常赢了，而且是2招就秒了。
筑基期2重修为越阶秒杀筑基期3重，而且姬太常听说才刚刚筑基几天时间而已，这简直就是个奇迹。这小子入门6年不声不响，没想到竟然成长到了这等地步，隐藏的好深啊！啧啧，大长老收了个好弟子啊！难怪姬太常要和厉红云生死决斗，原来是有备而来，连厉红云都能秒杀，这姬太常已有真传之资，看来得找个机会拉拢一下他才行。安静一瞬后，整个宗门广场都沸腾了起来，众人无不震惊，议论纷纷。不少人看向姬太常的目光满是惊叹和欣赏，心中有了拉拢和结交之意，也有人面容扭曲，带着愤怒与杀意。最看不得姬太常便好，这些人自然是张三和张山、李四等人。好啊，我就知道小常是个有本事的人。杨瑶激动万分，呼吸都急促了几分，那颤巍巍的心口一阵起伏，十分壮观。他看向姬太常的目光愈发柔情和欣赏，林雪月更是眼睛微红，擦了擦眼角的泪花，内心无比感动。小常为了杀厉红云，一定背地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这才能实力短时间内暴涨。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呀，他竟是愿意为我做到这一步。当然，在外人看来，就是林雪月这个师娘看到自己夫君的弟子展现出非凡实力，十分欣慰感动。定检测到林雪月好感度提升10点，暂时不可获得杨伟乐10%修为能力。林雪月好感度35，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定检测到杨瑶好感度提升5点，宿主可获得烈火宗宗主10%修为能力，请选择。杨瑶好感度62，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姬太常脑海中响起美妙的系统提示音，他嘴角一歪，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转身看向林雪月和杨瑶，朝着两女眨了眨一下眼睛。这个眼神令两女都心跳加速了几分。没有人不喜欢天才，尤其是姬太常以前只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弟子，如今摇身一变成为能轻松越阶杀敌的天才，这种华丽的蜕变更能拨动两女的心弦。这家伙，李四脸色阴沉，眉头微微皱起，心中不由得浮现出一个可怕的猜测：失踪好几天的李条，不会是被姬太常反杀了吧？但李四很快又摇了摇头，否定了这个猜测。李条是筑基期4重，而且年龄是25岁，苦修多年，修为已经接近筑基期5重了，实力深厚强大，不是厉红云能比的。以及太常现在展现出来的战斗力来看，不太可能杀得了李条，甚至都不一定是李条的对手。2刻钟后，第一轮擂台赛结束，40人进入下一轮擂台赛。杨不秋手捏硬诀，一股浩然法力散发，姬太常等人的身份令牌漂浮起来，在半空中不断缠绕交织，最终两落在一个擂台上。啊！我打姬太常！一位青衣弟子看到抽签结果后，脸都有些绿了。他赫然是丹殿弟子唐川，也是张山的追求者之一。此前在丹殿的时候为张山打抱不平，然后被姬太常一巴掌扇飞出去。他虽然修为高达筑基期2重，但都是嗑药强行提升上去的，虚得很。强如厉红云都被姬太常2招秒了，不用想都知道他不可能是姬太常的对手。但宗主和一众长老、内门弟子都在注视着擂台，唐川若誓不战而降的话，难免会沦为笑柄，只怕这辈子都抬不起头了。唐川只能硬着头皮踏上擂台，朝着姬太常拱了拱手，低声说道：“姬师兄，还请手下留。”噗！话还未说完，姬太常那沙包大的拳头在唐川眼前不断放大，一拳就把他鼻梁都打骨折了，整个人当场飞了起来，跌落擂台。真是个废物！张三看到这一幕，顿时脸色黑得跟锅底一样，忍不住暗骂了一声。只因唐川是他的弟子，唐川输得这么难看，也让张三脸上无光。林雪月和杨瑶已经彻底放下心来，此刻脸上都带着柔美的笑容。看到姬太常如此干脆利落就解决了敌人，两女看向姬太常的目光愈发柔和。很快，第2轮擂台赛也结束了，场上只剩下20人，即将开启决赛。杨不秋再次手捏硬诀，姬太常等人的身份令牌漂浮起来，现场抽签，两落在一个擂台上。当姬太常看到抽签结果之后，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张三则是面色猛地一变，豁然起身。只因姬太常抽到的对手是张山，张山年龄与姬太常相近，虽然筑基时长2年半，但他的修仙资质很普通，而且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炼丹上，所以到现在都没有突破筑基期2重。若是与姬太常对决的话，胜算很低。张山的脸色也很难看，当场从储物戒指里取出几枚丹药，一口吞下。下一刻，磅礴的药力在他体内化开，融入经脉窍穴之中，令他一身修为上涨，冲破了桎梏，踏入筑基期2重。这还没有结束，他又从储物戒指里取出几枚丹药，一股脑的吞下去，而后浑身气血沸腾，眼睛都泛起一丝红光，一身力量竟是暴涨一大截，整个人都多了几分狂暴的气息。虽然嗑药会有很严重的副作用，甚至有可能伤及根基，但他宁可自残，也不想再败给姬太常，更不愿意错失真传弟子的位置。林雪月眉头微微一皱，张山临阵嗑药，借助外力，这不合规矩吧？有什么不合规矩的？张三冷哼一声，沙儿乃是炼丹师，不靠丹药战斗靠什么？符箓师战斗的时候不也是全靠符箓？剑修战斗不也是靠剑？阵法师不也是靠阵法之力杀敌？此言一出，
把林雪月对得哑口无言，嘴唇半咬，一时间也不好反驳。杨不秋没有说话，显然是默许了张山的行为。只见张山浑身气血沸腾，燃烧，换来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眼睛都泛起红光，带着凶狠的神色。姬太长，真传位置是我的！他低吼一声，拔出一口宝剑就冲上擂台，朝着姬太长一剑斩去，然后他就飞了出去。当张山冲到姬太长面前的时候，姬太长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甚至连兵器都不用，直接一脚踹在张山腹部，伴随着砰的一声沉闷声响，张山身躯瞬间后弓，宛若熟虾一样被姬太长一脚踹飞出去，喷出一大口鲜血，跌落擂台。路边一条，姬太长收回脚，神色冷淡而轻蔑，自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看他一下。霎时间，宗门广场再次陷入沉寂，众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张三。张山身为张三唯一的后代，平日里备受宠溺，如今为了真传位置不惜磕下禁药，结果被姬太长当成路边野狗一样一脚踹飞出去，这简直就是在打他张三的脸，这是一种明晃晃的侮辱。你噗！张山身躯颤抖，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姬太长，刚想爬起来，但浑身剧痛无比，怒火攻心，让他喷出一口鲜血，当场昏死过去。张三的脸色更是黑得跟锅底一样，他恶狠狠地瞪了姬太长一眼，而后身形一闪，抱起张山就离开了宗门广场。啧，这姬太长倒是好狠辣的手段，一点面子都不给，公然打脸张三长老，这是要把他往死里得罪啊？这有什么？姬太长可是大长老的弟子，如今也赢下了真传弟子的位置，张三长老也奈何不了他。是啊，我要是有他这么强的实力，我肯定比他还嚣张。众多弟子议论纷纷，看向姬太长的目光满是惊叹和火热。姬太长展现出非凡天资和实力，赢下真传弟子的位置，令不少人愈发欣赏，拉拢和结交之意愈发迫切。最后一轮擂台赛很快就结束了，姬太长和程勇哥等10人赢下最终胜利，成为真传弟子。小长，恭喜你赢得真传弟子资格。林雪月和杨瑶脸上都带着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款款走来，笑盈盈的开口祝贺。都是师娘和师姑教导有方。姬太长微微一笑，朝着两女眨了眨眼睛。接下来就是杨不秋冗长的发言，而后为姬太长等10位真传弟子办理新的身份令牌，每个人都领取了一份资源礼包，还能前往藏经阁自由挑选2部功法作为奖励，并且真传弟子接下来还能前往宗门一处灵气极其浓郁的宝地里修炼，这可都是普通内门弟子享受不到的好处。大比结束后，姬太长回到了丹殿，当杨瑶进入自己修炼室的时候，他也趁机跟了进去。杨瑶身段珠圆玉润，身穿淡黄色齐胸襦裙，将完美的身材勒得呼之欲出，让姬太长眼睛都有些看直了，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对于美人，看一眼是尊重，一直看就是一直尊重。杨瑶被姬太长那炽热的目光看得俏脸羞红，连忙转过身去，心跳得很快，低声说道：“小长，你现在已经是真传弟子了，接下来应该闭关修炼，为秘境开启做准备。丹殿执事的活可以不用干了，毕竟真传弟子的待遇比执事好多了。”他的话还未说完，柔软的小手就被姬太长一把握住了。我不听。姬太长站在他面前，俊朗的面容含笑，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若是卸下丹殿执事的位置，岂不是错失了与杨瑶姐姐一起共事、天天见面的机会？你胡闹！杨瑶俏脸愈发红润，有些慌乱地抽回自己小手。姬太长脸上笑容不减，柔声说道：“杨瑶姐姐，我是真心喜欢你，我知道你怕被人非议，如今我已经是真传弟子了，用不了几年，我必定能成为宗门长老。到时候你我都是宗门长老，名正言顺，在一起的话就不会有人反对和非议了。给我一个机会，好吗？”姬太长的话令杨瑶心中一动，如果姬太长真当上宗门长老的话，和他身份地位相当，似乎他们2个在一起就顺理成章了。一念至此，杨瑶心跳都加速了几分，内心某个想法念头不断滋生，直至他那柔软细腻的小手再次被握住，姬太长那温暖有力的大手更是揽上他那盈盈一握的柳腰，轻轻一捏。杨瑶浑身一个机灵，嘴唇半咬，嗔道：“等你真当上长老再说吧。”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狠下心来把姬太长推开，让姬太长离开炼丹室。定检测到杨瑶好感度提升3点，杨瑶好感度65，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听到系统美妙的提示音，姬太长脸上的笑容愈发浓郁。杨瑶显然是动心了，并且默许了自己的提议。姬太长开始前往宗门宝地修炼，当然他并不需要通过修炼来提升修为，但好不容易成为真传弟子，却放弃如此珍贵的修炼机会，很容易引人怀疑。这是位于青云宗深处的一处山谷，本就灵气充裕而精纯，地下更是布置有庞大的聚灵阵，灵气源源不断汇聚。姬太长和其余9位真传弟子在山谷里各自找个了位置，开始打坐修炼。姬太长静静地参悟归西诀，直至夜幕降临，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无声无息出现在山谷里，一股阴冷可怖的气息扑面而来，令姬太长都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拜见师父。姬太长睁开眼睛，就看到杨伟乐出现在面前，他顿时心头一跳，跟我出去一趟。杨伟乐声音冷漠，转身离开。身为师父，有事召见自己的弟子很正常，
因此姬太常被杨伟乐带走，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怀疑。直至姬太常来到杨伟乐居住的小院子里，你以为杀了厉红云就能独占林雪月？杨伟乐忽然开口了，盯着姬太常的眼睛。还有4天时间，如果他还不能怀上，我还会找其他人来。不要以为你当上真传弟子就能忤逆我。杨伟乐冷哼一声，大袖一甩，直接转身离开了。小常，你今天杀了厉红云太过冒险了，不仅得罪了杨伟乐，还得罪了厉红云身边的人。林雪月拉着姬太常进入闺房，眼中却是带着担忧的神色。我不怕得罪人，我只怕失去你。姬太常忽然一把搂住林雪月的娇躯，一秒引地附体，含情脉脉地说道：月儿，我喜欢你，别说杀厉红云，为了你，我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姬太常的话让林雪月心中一颤，小常居然愿意为我做到这一步，那深情的眼神分明带着一丝爱意，他这是爱上我了。是了，小常血气方刚，正是青春懵懂的时候，这些天与我缠绵悱恻，虽是演戏，可除了那一步什么都进行了。他爱上我再正常不过了，可我们的身份……林雪月心乱如麻，一颗芳心忍不住砰砰乱跳。叮，检测到林雪月好感度提升5点，暂时不可获得杨伟乐10%修为能力。林雪月好感度4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姬太常听到系统提示音，心中一喜，他立刻伸出手捧住林雪月的下巴，深深地吻了下去。闺房大门关上，柔和的灯光下，衣裙纷飞，2道身影缠绵悱恻。在院子里待了半个时辰之后，姬太常没有返回宗门宝地修炼，而是假装回自己屋里休息，实则巧然换上黑衣，离开了青云宗。他来到野外一处偏僻无人的地方，心中默念道：童子领取修为。叮，恭喜宿主获得烈火宗宗主10%修为。一股磅礴的力量凭空出现在姬太常丹田之中，汹涌浩瀚，刹那间涌向他周身经脉窍穴，融入每一寸血肉之中，推动着他的修为暴涨。顷刻间，姬太常便冲破桎梏，一身气息陡然攀升，他入金丹期2重，并且这还没有结束。那股力量十分浑厚，令姬太常一身修为持续上涨，最终显之又显得冲破了桎梏，踏入金丹期3重修为。此刻姬太常体内灵力磅礴无比，宛若大河奔腾，在经脉窍穴之中流转，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他漆黑一片的识海扩张了不少，模糊的灵魂虚影变得凝实了几分，神识感知范围大幅提升，足足覆盖了15里远。感受着体内暴涨的力量，姬太常先是咧嘴一笑，甚是欢喜，但很快他又叹息一声，面色凝重了起来。金丹期3重修为确实很强，但远远不够，根本杀不掉杨伟乐。双方的修为和实力差距太大了，得快速推倒杨瑶姐姐才行。姬太常脑海中念头闪烁，心中已然有了一个计划。深夜，正当姬太常回到宗门宝地里继续参悟归西诀的时候，一位婀娜丰腴的女子出现，将姬太常等10位真传弟子从闭关中唤醒。二长老，这么着急唤醒我等，莫非是有急事？姬太常看着眼前这个身材成熟的女子，眼中有些茫然。苍山秘境提前开启了，兰州王府紧急传讯，命令兰州范围内有资格进入苍山秘境的宗门，要第一时间带人前往苍山秘境的位置。你们快收拾一下，我护送你们过去。二长老柳翠兰一开口，便道出一个惊人消息：原本预计半个月后才开启的苍山秘境，却突然提前开启。姬太常等人自然是又惊又喜，立刻起身，快速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收拾了一下，准备齐全之后，柳翠兰催动一艘云舟，载着姬太常等10位真传弟子冲天而起。到了苍山秘境后，你们一定尽量不要得罪人。我们青云宗在兰州只是个普通宗门，有太多宗门比我们更强，外界的天骄实力也会超越尔的。有元婴期强者坐镇的2族1宗，千万不能招惹。兰州王府乃是大武王朝皇族，整个兰州都是他们的领地，你们遇到兰州王府的人也不可与之发生冲突，若是能结识王府人脉，足够你们受用一生。途中，柳翠兰絮絮叨叨，严格叮嘱姬太常等人，这一次苍山秘境将会汇聚整个兰州年轻一代的天骄，青云宗的真传弟子，放眼整个兰州，其实只能算是中下水准而已。若是他们不低调点，很有可能会折损在苍山秘境里。是，我等明白。程勇哥和王麻豆等真传弟子脸上带着兴奋与凝重的神色，纷纷点头，面色严肃。姬太常也有些兴奋，在努力压制上扬的嘴角，和年轻一代争锋吗？他堂堂金丹真人，一旦进入苍山秘境，那不得嘎嘎乱杀。柳翠兰是金丹期5重修为，全力催动这艘特制云舟，速度极快，宛若一道闪电横空。可即便是全速前进，也足足花了数个时辰的时间。金色朝阳出现在地平线尽头，众人才抵达目的地。一片苍茫无垠的山脉之中，地面开裂，有绚烂的光芒从中冲出，形成一道扭曲的半透明光幕，隐约间能看到里面有一个辽阔的小世界。当姬太常一行人抵达这里的时候，此地已经聚集了数10支队伍，一艘艘云舟漂浮，全都来自于兰州各地的宗门家族势力。一道道强横的金丹气威压若隐若现，天地间气氛有些压抑。尤其是最前方那支队伍，人数多达上千人，为首的是一位身披金甲的魁梧男子，
身上有着久经沙场的铁血肃杀气息，隐约间有一股超越金丹期极限的恐怖威压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令在场众人全都心头一震，面色严肃，不敢喧哗。经过柳翠兰小声介绍后，姬太常等人这才知晓，那位金甲男子是兰州王府最强战将，乃是一位元婴期大能。他带领兰州王府上千位年轻一代天才，占据了秘境入口最靠前的位置。相比之下，像青云宗这样的普通宗门，往往只有10个或者10几个名额，差距显得太过巨大。即便是有元婴期强者坐镇的两族一宗，名额也只有上百人。不过这倒也正常，兰州王府队伍里还有一道极为美艳丰盈的身影，引起了姬太常的注意。对方看起来是双10年华，身材高挑，容貌极为惊艳，气质华贵不凡。他正是名震兰州的顶尖天才，兰州王府郡主。不只是姬太常，各方宗门众多青年才俊也都遥望着郡主，眼中满是爱慕，万众瞩目。时间一晃又过去了1个多时辰，陆陆续续又有一些宗门带人赶到。时间差不多了，还没来到的也不用来了，都进去吧。秘境只允许30岁以下修士进入，且最多持续开启3天时间，规矩你们都懂的。兰州王府战将冷冷的开口，声若惊雷滚滚，传遍四方。随着他一声令下，兰州王府上千位年轻一代天才率先踏入苍山秘境入口，紧接着就是两族一宗。当姬太常踏入秘境入口之后，只觉得四周空间扭曲，天旋地转，再次睁开眼睛，已经来到一个陌生的天地。姬太常还是第一次进入秘境，有些好奇的左右张望，后方是一道巨大的光幕，也就是秘境的出入口，前方则是一片辽阔无垠的山脉，天地间灵气十分充裕而精纯，苍穹上有烈日高悬，看起来和外界并没有太大差别。兰州王府上千位弟子迅速分成数10支队伍，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其余宗门家族势力的弟子也纷纷散开，开始探索秘境。诸位师弟师妹，接下来在秘境之中的行动，你们都要听从我的指挥，没意见吧？程勇哥沉声开口，扫视了一遍其余9人。他乃是青云宗年轻一代里唯一一个筑基期5重的大高手，于情于理都应该由他当领头的。对此，姬太常和王麻豆等人自然也没有意见。程勇哥选了个方向，带着众人前进。片刻之后，前方传来低沉可怕的兽吼声，程勇哥眸光一凝，立刻拔出腰间大刀，全体准备迎战。程勇哥回头扫了一眼，忽然睁大了眼睛。不是，姬太常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姬太常悄然退至人群之后，在不知不觉间就消失了。强如程勇哥都没有察觉到半点异常。此时的姬太常早已经跑远了，他迅速换了一身衣服，并且调动体内灵力，暂时改变自身肌肉和筋骨。原本高大挺拔的身躯直接变成2米高，俊朗的面容也变得满是横肉。他还施展出归西诀，改变了自身的气息。纵然是有过多日亲密接触的林雪月来到跟前，也认不出他的身份。结，现在本座的名号是杨顶天。姬太常声音有些沙哑，眼神却有些期待和兴奋。苍山秘境，我他妈来了！姬太常满脸狞笑，在地面上猛地一踏，1步100丈，几乎是贴的飞行，朝着苍山秘境深处前进。片刻之后，姬太常停下脚步，敏锐嗅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他强大的神识感应到了前方一处山崖上生长着一株雪白的花朵，随风轻轻摇曳，隔着很远一段距离就有悠长的香味弥漫，不可谓不惊人。3品灵药，杨瑶姐姐一定会喜欢的。这苍山秘境真是个好地方啊！姬太常嘴角上扬，心情大好。他金丹期神识强大，所过之处，所有的天才地宝都逃不过感知，都被他收走。片刻之后，姬太常穿过了这片茂密的山林，进入一处山谷里。前方忽然传来惊天动地的虎啸声，震动群山万壑，周围的树木都为之摇晃，簌簌作响，那种威势十分吓人。山谷深处正爆发着激烈大战，一支12人的队伍联手围攻一头足足3丈长的斑斓巨虎。2位体型魁梧高大的壮汉手持盾牌与巨剑，在最前面硬扛斑斓巨虎的攻击。5位修士弯弓搭箭，远距离消耗和压制。另外5人则是隔空施展神通术法，轰向斑斓巨虎。这群人全都是筑基期修为的高手，配合默契，一看就是有过训练的精英。可即便如此，他们的情况也相当不妙。那头斑斓巨虎石磨般大小的爪子狠狠拍下，将魁梧壮汉连人带盾牌都拍得倒飞出去，喷出一大口鲜血，5脏6腑都要移位了。一支支利剑袭来，神通术法光芒飞舞，但斑斓巨虎只是朝着他们咆哮一声，可怕的音波扩散，另一支支利剑爆碎，神通术法光芒暗淡，根本伤不到他。这头斑斓巨虎的实力太强了，远超同境界的人族修士。仅仅是几个回合的交锋，作为前锋的2个魁梧壮汉就被斑斓巨虎打成重伤。他们是兰州王府的人。姬太常心中一动，认出了他们的身份，这倒是个结交兰州王府人脉的好机会。好，只见斑斓巨虎猛地一口咬下，将一位魁梧壮汉的脑袋咬掉，对他掏心掏肺。紧接着，他在地面上猛地一踏，体表有一缕缕乌黑的煞气环绕，挡住了密密麻麻袭来的利剑和神通术法，冲向人群。休得放肆！人群之中传出一道怒吼，一位锦衣青年一步踏出，手中金色宝剑绽放光芒，筑基期6重的强大修为爆发，
朝着斑斓巨虎一剑斩出，然后他就被斑斓巨虎一巴掌拍飞出去。他喷出一大口鲜血，砸断了10几棵大树，倒在血泊中。不，七公子！其余修士见状，皆是瞳孔巨震，忍不住发出担忧的惊呼。但下一刻，他们就不担心那位锦衣青年了，因为斑斓巨虎已经杀到了他们面前。轰！斑斓巨虎仅仅是一爪子拍下，就有2个倒霉蛋当场被拍成倒霉酱，地面都被硬生生拍出一个深坑。可怕的气浪将周围其他修士都掀飞出去，灰头土脸。不，他怎么会这么强？他的修为是筑基期7重巅峰，距离筑基期8重只有1步之遥。失算了，这些修士一颗心都在颤抖，眼中露出一丝绝望的神色。他们此前在外界也联手猎杀过筑基期7重的妖兽，因此一开始信心满满。只是谁也没想到，苍山秘境里的妖兽居然这么强，远超外界妖兽。好！斑斓巨虎发出一道雷鸣般的低吼，眼中满是戏谑与残忍的神色，抬起磨盘大的爪子朝着他们拍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姬太长的身影鬼魅般出现，一拳砸向斑斓虎妖，两者碰撞，发出一道沉闷的巨响。一股惊人的气浪以两者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扩散，令周围古树折断，草木粉碎，形成一股可怕的风暴。姬太长竟是硬生生抗住了斑斓巨虎的攻击，自身毫发无损。那挺拔高大的身躯傲然屹立原地，满头黑发和衣袍无风自动，周围那些修士眼睛都看直了，眼中只剩下深深的震撼。铿锵！姬太长腰间宝剑蓦然间出鞘，发出一道清冽的剑吟声。只见姬太长猛地一个滑铲，从斑斓巨虎的腹部划过，手中宝剑举起，直接把斑斓巨虎的腹部划出一道巨大而狭长的裂痕。斑斓巨虎的五脏六腑哗啦啦掉落下来，伴随着一大片滚热腥臭的鲜血飞溅而出，染红了地面。这头不可一世的可怕巨兽嘎巴一下就趴下了，倒头就睡，不愿醒来。这堪称惊悚的一幕，令周围那些修士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了。这是哪家宗门的妖孽，竟如此勇猛？他们被惊得脑瓜子嗡嗡作响，着实是被姬太长的可怕战斗力吓到了。搞定！姬太长拍了拍手，掏出一枚储物戒指，把这头斑斓巨虎的尸体收了进去。这是他专门用来存放妖兽尸体的，准备等出去之后再找个地方打包卖掉。对了，你们知道他的老巢在哪儿吗？里面有没有什么天才地宝？姬太长回头看向被吓到的那几位修士，听到姬太长的问话，那几位修士才从震撼之中回过神来。这位壮士，请务必加入我们队伍。那位衣着华贵的锦衣青年脸上带着激动的神色，从地上爬起来，目光灼灼地盯着姬太长。自我介绍一下，我乃是兰州王府七公子秦文华，家父兰州王，我关壮士孤身一人，不如加入我的队伍吧。秦某定有厚报。能应接斑斓巨虎一爪子毫发无损，更是一剑就秒了筑基期7重的斑斓巨虎，这是何等可怕的战绩！秦文华推测，姬太长至少也是筑基期8重修为，甚至是筑基期9重，能在30岁之前修炼到这等境界，在兰州王府里也不多见。所以秦文华一下子起了爱才之心，想要拉拢姬太长，为己所用。兰州王府七公子姬太长闻言，亦是心中一动，他倒是没想到眼前之人竟是有如此身份。秦文华从怀里取出一枚储物戒指，塞到姬太长手里，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还请壮士收下。姬太长神识一扫，里面竟是有足10万颗灵石。这位公子的真诚打动了我。姬太长脸上露出笑容，将储物戒指揣在怀里。不过我还缺一把趁手的兵器。可。秦文华闻言，连忙将手里的宝剑递给姬太长，这是我的佩剑，名为快捷剑，极为灵巧快捷，乃是上品法器。若是壮士不嫌弃，还请笑纳。为了拉拢姬太长，秦文华也是豁出去了。我感受到了秦公子的诚意。姬太长接过快捷剑，脸上露出笑容。那么接下来我可以和秦公子一起结伴而行。其实姬太长并不是真的缺兵器，以他的修为，对付苍山秘境里的妖兽也根本不需要兵器。但这可是兰州王府七公子的佩剑，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信物。以后姬太长若是有事需要找兰州王府帮忙，这把剑就能起到关键作用。哈哈哈！欢迎壮士！秦文华闻言，脸上顿时露出了雏菊般的笑容。其余修士亦是露出惊喜激动的神色。姬太长刚才的恐怖战力历历在目，有这样一位猛人加入队伍，接下来他们在苍山秘境几乎可以横着走了。秦文华问道：烈了，不知壮士尊姓大名，来自何方宗门？姬太长随口说道：杨顶天，一介散修，不值一提。杨顶天？秦文华有些茫然地眨了眨眼睛。在他看来，姬太长这等猛人必定是名震兰州的天骄，出自一方强大的宗门或者家族。可是秦文华绞尽脑汁也没听说过杨顶天这个名字。至于散修，更不可能。有资格进入苍山秘境的都是有金丹期强者坐镇的宗门势力，散修怎么可能出现？秦文华只当是姬太长不想透露真实身份，毕竟是初次见面，秦文华也没有刨根问底，以免惹得姬太长不快。秦文华收拾了一下死去的3位手下的尸体和遗物，而后他带着姬太长找到了斑斓巨虎的老巢，位于山谷深处一个宽阔的洞穴之中，还真从中挖出了几颗2品灵药虎煞藤。秦文华说道：这头妖兽是杨公子杀死的，这些虎煞藤就归你吧。
姬太常知道秦文华是个不缺钱的主，也没跟他客气，把虎煞藤收进储物戒指里。身为炼丹师的杨瑶姐姐应该需要这些灵药。杨公子，接下来我打算去这个地方，只不过此地阴气很重，每次苍山秘境开启都会滋生出很多阴煞鬼物，十分危险。秦文华取出一张地图，指了指一个标红圈的地方，距离他们所在的位置不远。姬太常见状，眼睛都睁大了几分。好家伙，居然是苍山秘境的完整地图，而且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标记和注释，标明了哪些是灵气充裕的宝地，可能会孕育出什么天才地宝，可能会有哪些妖兽出没。其他宗门弟子还在瞎逛的时候，兰州王府的人已经精确掌握苍山秘境的天才地宝位置了。而秦文华圈出来的地方标注里写着，以前发现过4品阴属性的天才地宝，虽然只发现过一次，但也足够惊人。4品对应的是元阴期，这就意味着4品天才地宝对元阴期强者都有大用，能炼制极其珍贵罕见的4品丹药。出发！姬太常当即大手一挥，眼中也带着一丝期待。若是能拿到4品灵药送给杨瑶，说不定就能直接拿下他了。好，到时候就全靠杨公子了。秦文华闻言，脸上也露出笑容。若不是姬太常加入队伍，他可不敢去那个地方冒险。2刻钟后，众人抵达目的地。这是一个终日都被瘴气和迷雾笼罩的森林，一片昏暗，一股说不清的寒气扑面而来，令秦文华等人下意识打了个寒战。森林里到处都是腐朽的骨头，大部分都是妖兽的，但也有少数是人族的。那是以前苍山秘境开启的时候误入此地的倒霉蛋留下的。秦文华等9人面色凝重，全都屏住呼吸，同时提前含住一枚解毒丹，以免森林里的瘴气和毒气侵入体内。相比之下，姬太常就显得无比轻松随意，根本没有做任何防护，体内灵力磅礴浩瀚，金丹之力生生不息，一般的瘴气和邪祟根本无法靠近。森林无比昏暗压抑，空气中充斥着阴寒之气，仿佛来到了阴曹地府，令秦文华等人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下意识朝着姬太常靠近了一点。诸位公子救命！就在这时，有2个美艳的女子从森林深处跌跌撞撞跑出来，身上带着血迹，衣裳破碎，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2女的容貌极为美艳动人，高挑丰腴的身材几乎完美无瑕，甚至比杨瑶和林雪月都要漂亮。尤其是她们俏脸苍白，带着一丝惶恐和哀求，那傅楚楚可怜的模样更是我见犹怜。公子，我们姐妹俩误入此地，遭到鬼怪袭击，身受重伤，阴邪之气侵入心脉，还请诸位救救我们。2女踉跄着走向姬太常一行人，语气轻婉，满是哀求。秦文华等人闻言，皆是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爱怜的情绪。2位姑娘不要慌，你们遇到的是什么鬼怪？他在哪儿？我这儿有疗伤丹药，能帮你们稳固伤势。小美人儿莫怕，我阳气重，可以帮你们驱除体内的阴邪之气。秦文华身边那些修士纷纷开口，目光有些火热地盯着2位春光乍泄的美人，就连秦文华的目光迷离了几分。大胆妖孽，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大威天龙！蓦然间，姬太常那惊雷般的大喝声响起，若雷鸣滚滚，令秦文华等人全都身躯一个哆嗦，意识猛地一震，眼神清醒了几分。轰！下一刻，姬太常手捏印诀，炽盛的金光从他身上绽放出来，竟是凝聚成一头金色神龙虚影，强大的灵力滚滚爆发，轰向那2个美人儿。那2个美人感受到姬太常这一击的可怕，顿时面色巨变。2女同时发出尖锐的大叫，身上黑气滚滚，竟是刹那间变成2个模样畸形而狰狞的人形鬼怪模样，浑身血肉腐烂，还有蛆虫蠕动，眼眶之中有幽绿色鬼火燃烧，仿佛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厉鬼。这副恐怖吓人的模样与原先的美人皮囊完全是天壤之别。秦文华等人都被吓得面色发白，有修士甚至都忍不住干呕了起来。2个鬼怪浑身阴气森然，联手爆发出一股强悍的鬼气，修为居然都是筑基期6重，试图联手抵抗姬太常的大威天龙。只听得轰的一声惊天巨响，金色神龙虚影轰然落下，将地面都硬生生轰出一个近10丈宽的深坑，周围草木爆碎，尘土飞扬，在半空中形成一朵蘑菇云。至于那2个鬼怪，已经彻底化作飞灰，含笑九泉。咕咚！感受到姬太常这一击的恐怖，秦文华等人都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眼中带着深深的震撼和庆幸，既是震惊于姬太常的强大实力，也是在暗自庆幸，幸好他们拉拢了姬太常这位猛人加入队伍。如果不是姬太常及时发现这2个鬼怪的真实身份，待他们靠近之后，毫无防备的秦文华等人必定会被鬼怪袭击身亡。这还只是刚刚进入这片森林的外围而已，就遇到了2个筑基期6重的鬼怪，不可谓不惊人。多谢杨公子出手相救，若不是杨公子慧眼如炬，及时解决这2个鬼怪，只怕我等都要遭殃了。秦文华等人眼中带着敬佩的神色，纷纷朝着姬太常拱手道谢。小事。姬太常满不在意的摆了摆手，都几把哥们，客气啥？在姬太常的带领下，众人横扫这片诡异森林，击杀了大量鬼怪，收获了一大堆天才地宝。由于姬太常出力最多，所以这些天才地宝大部分都落入他的口袋里。接下来时间里，姬太常带着秦文华一行人横扫八方，杀穿了好几个宝地，斩杀的妖兽不计其数，将秦文华等人惊得头皮发麻，对于姬太常愈发敬仰。很快，
一片巍峨的山峰出现在众人面前，古木参天，灌木旺盛，时不时有低沉可怖的兽吼声传出，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妖兽的煞气。就在这时，另一个方向上也有一支队伍出现，为首的是一位身穿蓝白色长裙的女子，身材高挑丰盈，面容极为美艳，肤若凝脂，宛若从画卷之中走出的仙子。她的气质极为高贵，面容冷峻，带着一种无形的威严，令人不知不觉间就心生敬畏和臣服之意。而她身边的修士足足有50多人，是她。姬太常心中一动，认出了对方的身份。二姐。秦文华看到那位女子的时候，脸上顿时露出惊喜的神色。秦文华身边的修士则是心中一凛，连忙行礼拜见郡主殿下。他就是兰州王府郡主秦妙一。姬太常好奇地打量着对方，眼中不由得闪过一丝惊叹，真漂亮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寡妇。秦妙一一双美眸落在秦文华身上，却是眉头一皱，姬弟，你带人来这里做什么？里面妖兽众多，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二姐你先别生气，我不是来送死的，而是有猛人相助。秦文华脸上带着笑意，搓了搓手，走到秦妙一身边，显然两人关系不错。猛人，你是说他？秦妙一柳眉一挑，目光看向姬太常，只因姬太常与众不同，秦文华身边那些修士全都低下了头，恭恭敬敬地对秦妙一行礼问候，唯有姬太常丝毫不惧，没有半点敬畏的神色，非但没有行礼，反倒是饶有兴趣地盯着秦妙一。身为蓝星穿越者，姬太常对于皇权和王侯将相天然就没有敬畏啊。对，二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阳鼎天阳公子，他乃是筑基期9重修为，而且战力凶猛无匹，强得一塌糊涂。秦文华脸上带着笑容和自豪感，为秦妙一介绍起姬太常的辉煌战绩。秦妙一和他的手下修士听完之后，眼睛都睁大了几分，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一剑秒杀筑基期8重的鬼怪，一招秒了飞天爆元，赤手空拳应声生锤死了筑基期9重巅峰的银背蛟，这怎么看都太过离谱了一点。七弟，你莫不是毒蘑菇吃多了出现幻觉了？你说的这些战绩，怕是一般的金丹期一众强者都做不到吧？秦妙一眉头皱起，实在难以相信姬太常的战力猛到这种程度，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说实话我也不会相信。可事实就是如此。秦文华拍了拍胸膛，信誓旦旦地说道：二姐若是不信，请看这个。他催动储物戒指，一大堆妖兽尸体出现，身上仍然残留着筑基期8、9重的强大煞气，令秦妙一等人瞳孔俱震。以秦文华等人的实力，绝无可能击杀这么多妖兽，而且据秦文华所说，这还只是他分到的一部分而已，姬太常真正击杀的妖兽数量远超这些。饶是秦妙一身为兰州王府郡主，见多识广，此刻也不禁为之动容，忍不住多看了姬太常几眼。杨公子战力如此恐怖，不知来自何方势力，沈家、王家还是无涯宗？秦妙一朱唇轻启，一双美眸有些好奇地看着姬太常。沈家、王家、无涯宗正是拥有元婴期强者坐镇的两族一宗，是仅次于兰州王府的强大势力。都不是。姬太常摇了摇头，我只是一个散修。眼看着姬太常不愿意透露真实身份，秦妙一道也没有追问下去。反正以兰州王府的能力，只要出去之后，一定能把姬太常查个底朝天。既然你身边有此等猛人相助，那你们就随我一起进入金刚山看看吧。秦妙一走在最前面。好啊好啊。秦文华脸上带着喜色，屁颠屁颠地跟在秦妙一身后。他可太清楚秦妙一这位兰州王府第一天才有多强了，再加上姬太常有这2尊强者相随，那不得起飞喽。立！秦妙一刚刚踏入金刚山范围，迎面就遇到了一头足足有10几丈长的黑色大鸟，他眼中带着野性与凶残，发出一道凶厉的长啸，朝着秦妙一俯冲而来，掀起一股狂风。这是一头筑基期8重修为的妖兽，若是在其他地方，这妥妥的是一方霸主了。但众人刚进入金刚山外围就遇到了，可想而知金刚山深处必定是有更多更可怕的妖兽。萧！就在秦妙一准备出手的时候，只见一支利剑划破长空，摇曳着尾光，发出刺耳的破空之音，瞬息而至。那头黑色大鸟应声炸开，血染长空，化作一团碎肉四下洒落。众人齐刷刷转头看向利剑飞来的方向，只见一支13人的队伍从另一个方向走出，为首的是一位衣着华贵的青年，身披金甲，手持一张金色大弓，十分张扬。郡主殿下，我们又见面了。那位青年嘴角含笑，目光直勾勾地盯着秦妙一，眼中带着柔情与火热。原来是无涯宗的无忌道友。秦妙一朝着对方微微颔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平静而淡漠，态度显得有些冷淡。无忌却是丝毫不在意，反倒是笑呵呵地带人走了过来。正好我也打算带人进入金刚山探索一番，不如我们一起结伴吧。若是遇到什么危险，也能相互照应一下。自始至终，无忌的目光就一直看着秦妙一，连一旁的秦文华都没有看一眼，更没有和秦文华打声招呼。这是一种轻狂自负的表现，哪怕是兰州王府公子，他也没有放在眼里。当然，也有可能是秦文华这个七公子太菜了，不值得他重视。不需要。秦妙一摇了摇头，直接带人继续前进。无忌见状，只是轻笑一声，丝毫不在意，带着自己的手下跟在一旁。秦妙一眉头微微一皱，但稍加思索后，他还是没有说话，
不想和无忌翻脸。秦妙一和无忌等人浩浩荡荡前进，根本没有掩饰自身修为气息，很快就引起了不少妖兽的注意。就山林震动，一群火红色的大鸟从前方冲出，发出穿金裂石的尖锐叫声，朝着众人杀来。无忌甩了甩头发，在秦妙一面前摆了个潇洒的姿势，接连弯弓搭箭，一支支利箭摇曳着绚烂的光芒，射杀了一头又一头妖兽。但秦妙一却是看都没有看无忌一眼，而是转头看向姬太常，一双美眸之中竟是带着几分期盼。刚才他听到秦文华对姬太常的吹捧，心中相当好奇，想亲眼见证一下姬太常的实力。但姬太常却是双手抱在身前，一副看好戏的样子，根本没打算出手。很快，无忌以一己之力射杀了数十头实力不凡的妖兽，但他一回头就看到秦妙一盯着姬太常，神色有些期待和遗憾，有明显的情绪起伏。无忌顿时脸色有些发黑，自己在这里表演了半天，秦妙一反而盯着一个下人看。无忌不动声色地看了姬太常一眼，发现他除了长得有些凶恶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忌不由得冷哼一声，眼神多了一丝冷意。众人继续前进，途中虽然遇到了不少气势汹汹的妖兽，但在秦妙一和无忌这两尊顶尖高手面前，一般的筑基期妖兽根本不是对手，都被他们斩杀。更别说秦妙一带着50多位手下，无忌也带着12位手下，这也是一股十分强大的战力。众人就这样一路横推到了金刚山深处，姬太常甚至都不需要出手，十分轻松地混在人群里摸鱼。但情况很快就变得不妙，嗷哦！伴随着一道咆哮声响起，山林簌簌摇动，竟是有数百上千只狼妖从四面八方出现，将众人团团包围了起来。半空中更是有一大群模样各异的大鸟冲出，在众人上空盘旋，眼神凶厉。众人一路杀入金刚山深处，造成的动静太大了，引来大量妖兽围攻。列阵！秦妙一声音冷清而沉着，第一时间下令，50多位手下立刻散开，组成战阵。无忌也收起脸上的狂傲，面色稍稍凝重了一些。只因这些妖兽数量不少，其中还有几头筑基期9重巅峰的可怕大妖，让他都感受到了一些压力。姬太常却是丝毫没有在意这群妖兽，而是看向不远处一座小山。他强大的神识敏锐感知到了山崖石壁上生长着一颗3品灵药。轰！随着狼王一声令下，数百上千只狼妖朝着众人发起冲锋。半空中盘旋的众多大鸟也发出尖锐的长啸，或是朝着众人俯冲而下，或是在半空中喷出一道道火光、寒气等攻击。这是他们的种族天赋神通，威力也不可小觑。秦妙一的手下纷纷出手，配合默契，组成战阵，展现出强大的防御力，与周围众多妖兽爆发大战，能挡住他们的攻势。这些人显然不是普通筑基高手，而是兰州王府精心培养出来的亲兵，每一位都是训练有素的战士。秦妙一更是轻斥一声，足尖在地面上轻轻一踏，竟是能够短暂腾空飞起，一身蓝白色长裙随风飘舞，身姿妙曼婀娜，美艳的脸蛋更是多了几分英气。他面带肃杀之气，随手劈杀了几头挡路的大鸟，直奔狼妖首领而去。擒贼先擒王，真漂亮啊！老秦，你姐可有婚配？姬太常欣赏着秦妙一那美妙的身姿，随口问道。没有。秦文华摇了摇头，而后心中一动，自古英雄爱美人，莫非杨顶天公子喜欢上自家二姐了？杨公子资质和战力非凡，且为人正直善良讲义气，倒也配得上二姐。若是能促成两人，到时候我不仅有杨公子相助，还能拉拢二姐助我。如此一来，我未必没有机会夺得世子之位。秦文华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一个念头，而后怦然心动。姬太常这段时间的表现征服了秦文华，让他觉得姬太常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他低声对姬太常说道：杨公子，你若是喜欢二姐的话，我可以为你们牵线搭桥，制造相处的机会。姬太常和他对视了一眼，两人皆是露出会心一笑。对了，除了你二姐之外，你们兰州王府里有没有已婚配的女子？而且丈夫是非常强的人，但是又不幸身亡的。秦文华愣了一下，脑袋上浮现出一个问号，这是什么问题？放着美艳无双、资质战力强大的秦妙一郡主不要，居然打听兰州王府有没有寡妇？莫非杨公子喜欢为人之妻？秦文华心中微微一震，面色有些古怪。没想到杨公子年龄不大，却是喜欢成熟的妇人，倒也是个老持家。秦文华摸了摸下巴，还真认真思考了一下，但他最终还是委婉地摇了摇头。兰州王府里虽然有寡妇，但其王夫却并不是什么强者，不符合姬太常的要求。两人谈话间，无忌和他手下的无涯宗弟子也出手了。无忌道：也不愧是无涯宗的少主，一身实力强大无匹，脚踏飞剑，能够短暂御空飞行，直接杀向一头筑基期9重巅峰的大鸟，那是鸟群的首领。秦妙一和无忌都采取了斩首战术，两人皆是浑身灵力激荡，一身实力极强，甚至比当初姬太常遇到的半步金丹期的李金莲都要强大几分。很快就把那两个妖兽首领打得节节败退，身上多了好几道鲜血淋漓的伤口，节节败退。秦妙一和无忌手里都有好几件品阶非凡的法器，这也是一个极大的优势。其余的妖兽虽然数量极多，但在一众兰州王府高手的战阵面前，也没有取得太大优势，打不破战阵防御，
反倒是在激战中死了不少妖兽。眼看着不需要自己出手，姬太常的目光看向前方那座山崖上的3品灵药，拿来吧，你！姬太常身形一闪，主动冲出战阵，朝着山崖冲去。途中也有不少狼妖和妖鸟发动袭击，但都被他轻松反杀，距离那株灵药越来越近了。山崖的石缝之间，一株金黄色的花朵扎根，迎风招展，天地间有丝丝缕缕太阳精气汇聚，使得他通体都泛起丝丝缕缕金光。3品灵药烈日葵。姬太常突然冲出战阵，直奔这座山崖而去，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当姬太常冲上山崖，朝着烈日葵伸出大手的时候，一边突生咻，一支利剑摇曳着绚烂的尾光，气息森然，朝着姬太常击射而来。姬太常眉头一拧，腰间快捷剑瞬间出鞘，快于闪电，斩出一道长达10丈的火焰剑气，与那支利剑在半空中相撞，发出一道沉闷的巨响。那支利剑被姬太常一剑劈碎，在半空中爆开，宛若烟花盛放，火光冲天。为何要对我出手？姬太常微眯起眼睛，直视着无忌，神色不善。无忌反手一剑就把那头重伤的妖鸟首领击退出去，而后再次扬起手中大弓，剑指姬太常。他嘴角带着冷笑，区区一介下人也敢染指3品灵药？老实点，把烈日葵送过来，我可以饶你一命，否则休怪我手下无情。姬太常跟在秦文华身边，被无忌认为是秦文华的手下，再加上秦妙一似乎颇为关注姬太常，反而忽视了无忌的表现，这也让无忌对姬太常相当不爽。无忌的话还未说完，姬太常宛若瞬移一般，突然出现在无忌面前。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啪！伴随着一道清脆悦耳的巴掌声响起，无忌整个人凌空飞起，宛若炮弹一般倒飞出去，砸在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将一块巨石砸得4分5裂，整个人都嵌了进去，抠都抠不下来。无忌的脸肿得像是猪头一样，脑袋都有些变形，一口老血混杂着牙齿和碎肉喷出。这一幕太过突兀和惊悚，把在场所有人都惊得虎躯一震，头皮发麻。这年轻人，卧槽！他居然敢打无忌公子，而且还是用扇巴掌这种最为侮辱的方式，这是谁的部下，竟如此勇猛？他居然能一巴掌重伤吴公子，好强的实力！七公子手下什么时候有这等猛人了？秦妙一的手下全都露出惊叹的神色，带着一丝难以置信。不只是因为姬太常实力非凡，更是因为姬太常居然敢扇无涯宗少主的大嘴巴子，这简直就是惊为天人。就连秦妙一都愣了一下，而后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抹倾城绝世的笑容。不，少主，该死的恶贼，胆敢袭击少主，你已有屈死之道！无忌的手下先是愣了一下，而后勃然大怒，当场就有3位无涯宗弟子冲了出去，爆发出一道道强横的灵力，联手杀向姬太常，要为无忌报仇。姬太常看都没看他们一眼，腰间快捷剑出鞘，刹那间抡动，砰！雪亮的剑气绽放，锋芒毕露，伴随着3道沉闷的炸响回荡，这3位无涯宗弟子全都被姬太常一剑踢飞出去，身上多了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喷出一大口鲜血，遭受重创。路边3条，姬太常手中快捷剑入鞘，双手附在身后，眼神淡漠而轻蔑。你找死！无忌发出一道咬牙切齿的怒吼，眼睛瞬间通红一片，身上有一股青色灵力爆发，宛若周身覆盖着一层火焰，筑基期9重巅峰的气息狂暴汹涌。他在地面上猛地一踏，脚下的巨石粉碎，双手握住一把宝剑，绽放出赤亮的剑气，朝着姬太常狠狠斩去。少主动了真怒，这家伙死定了！无涯宗之人不可欺！那些无涯宗弟子见状，脸上皆是带着狰狞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姬太常被无忌一剑劈杀的样子了。虽然姬太常刚才一巴掌扇飞了无忌，但在众人看来，这是因为姬太常不讲武德，偷袭无忌。如今无忌动了真火，施展出最强杀招，姬太常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对手。秦妙一等人也紧紧地盯着无忌和姬太常，面带期待的神色。此前秦文华将姬太常吹嘘的天花乱坠，但姬太常的真正实力如何，与无忌一战之后自然见分晓。在众人紧张和期待的目光中，无忌人剑合一，斩出一道无比赤亮而凌厉的剑芒，气势凶猛，斩向姬太常。当！姬太常随手扬起快捷剑，与无忌对拼了一剑，发出清脆刺耳的金属颤音，火星四溅，震得众人耳膜刺痛，嗡嗡作响。可就是这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剑，却让无忌面色巨变，只觉得一股无法抵御的恐怖巨力从手中宝剑传来，整个人都被震得横飞出去，再次撞在那座石山上。噗！无忌喷出一大口鲜血，只觉得五脏六腑都移位，面色惨白无比，遭受重创。霎时间，这个地方陷入一片死寂。秦妙一等人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了，这怎么可能？有王府子弟忍不住发出一道惊呼，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那可是无涯宗年轻一代最强者啊，号称金丹期之下无敌的顶尖天才。可就是这样的天骄强者，居然被姬太常一剑劈成重伤。如果说刚才那个大逼兜是偷袭，现在可是实打实的正面对抗。杨公子牛逼！秦文华等人则是欢呼一声，脸上带着笑意，一点都不意外。居然真的这么强！就连秦妙一都睁大了一双美眸，
红润的嘴唇微微张开，心中掀起莫大的波澜。虽然此前秦文华把姬太常吹得无比强大，可是亲眼看到这一幕之后，还是把他给深深震撼到了。一剑秒了无忌，怕是寻常金丹期一众强者都很难做到吧？无忌可不是杨瑶那种战斗力不强的炼丹师，而是实打实的战斗天才，整个兰州数一数二的天骄强者，就连周围的妖兽都被惊到了，看向姬太常的目光多了一丝恐惧。我怎么可能这般轻易败给你？假的，一定都是假的，都是幻觉，我不相信。无忌披头散发，面容狰狞而丑陋，无法相信自己堂堂兰州最强天才之一，居然被人轻松一剑秒了。杀！杀杀杀！无忌发出一声怒吼，抡起手中宝剑，再次朝着姬太常杀去。砰！姬太常一脚踹在无忌腹部，将他连人带剑全部踢飞出去，再次砸在石山之上，抠都抠不下来。结！姬太常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坏笑，一步步朝着无忌走过去。可，你不要过来啊！无忌披头散发，满脸血污，看向姬太常的目光满是惊怒与恐惧。保护少主！那12位无涯宗弟子见状，全都发出怒吼，以悍不畏死的姿态冲向姬太常，试图保护无忌。然后他们就被姬太常一剑全部劈飞出去。路边12条，家父无涯宗宗主，你要是敢动我一下，指定没你好果子吃，无涯宗不会放过你的。你！无忌的话还未说完，姬太常上去就是邦2拳把他打晕过去，然后毫不客气的搜身，直接拿走他身上所有的宝物。你大胆！那12位无涯宗弟子看到这一幕，顿时被气得不行，目眦欲裂。然后姬太常从他们身边走过，顺手自动拾取了他们身上的宝物，带着你们的少主给我滚！再让我看到，可就不是打一顿那么简单了。滚吧！姬太常踹了一脚无涯宗弟子，若不是怕杀了无忌等人之后会被无涯宗的强者堵秘境大门，姬太常可不会手下留情。无涯宗弟子被毒打之后也认清了现实，敢怒不敢言，只能带着无忌仓皇逃跑。兰州王府的弟子心中震撼，以惊奇的神色看着姬太常，皆是惊为天人。就连秦妙一都深深地看着姬太常，一双美眸之中异彩连连。结！无涯宗少主真有钱啊！姬太常掂了掂手中这串储物戒指，嘴角一歪，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他想到了另一个对付杨伟乐的办法，那就是超能力、法器、飞剑、符箓、阵法。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可以买到大量能发挥出惊人力量的宝物，砸都能砸死杨伟乐。杨公子小心！就在姬太常思索着具体操作的时候，秦妙一瞳孔猛地一缩，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却原来看到姬太常发呆，有一头实力非凡的妖鸟立刻震动双翅，悄然绕到石山后面，朝着姬太常身后突然发动袭击。但姬太常却像是未卜先知一样，当妖鸟袭来的一瞬间，他只是歪了一下脑袋，便精准躲开妖鸟的袭击。紧接着姬太常一把抓住妖鸟的脑袋，将他庞大的身躯抡起，往石山狠狠砸去。只听得砰砰砰的几道爆鸣声响起，一头强大的筑基期9重妖鸟就这样被他轻松打死，随手收进储物戒指里。这一幕看得秦妙一眼皮子直跳，这种实力一定是金丹期没错了，不足30岁的金丹期，难道他来自于皇宫，还是大武王朝最顶尖的那几个古老势力？秦妙一脑海中念头闪烁，只觉得姬太常愈发神秘，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想要探究姬太常身上的秘密。很快，随着姬太常强势出手，成片妖兽被斩杀，剩下的妖兽也发出恐惧的呜咽，四下逃散。此前七弟跟我说那些话，我还有点不信，但现在亲眼所见，我才发觉七弟说的还保守了。秦妙一走到姬太常面前，一双美眸直勾勾地盯着他，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味若隐若现。他长得十分高挑，都快接近姬太常了，衣着精美而华丽，十分美艳动人。郡主殿下谬赞了。姬太常微微一笑，十分自然地欣赏着秦妙一那美艳的脸蛋和丰盈的身材。这般火热的目光让秦妙一很快就败下阵来，俏脸有些发热，连忙转身走在前面。就是这里了，上次苍山秘境开启的时候，就是在前面那座山上找到的4品灵药红莲草。片刻之后，秦妙一眺望着前方那一座高耸的大山，面色凝重了几分。但是上一次他们遭遇了一头金丹期一众的赤火蜥，上百人的队伍死伤了超过80人，剩下10几人能活下来，全靠跑得比队友快。秦文华闻言，下意识缩了缩脖子，将秦妙一护在身前：“你们留下来接应，接下来我和杨公子潜入山里寻找红莲草。”秦妙一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不可啊，郡主！”一众王府子弟都被吓了一大跳，急忙说道：“里面栖息着金丹期大妖，您和杨公子如何挡得住？郡主殿下务必要带上我们。”秦妙一反问道：“你们挡得住金丹期大妖的攻击吗？”一众王府子弟张了张口，脸上露出讪笑的神色，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他们人数不少，但修为最高者也只是筑基期8重罢了，怎么想都不可能挡得住金丹期大妖。可是二姐你也没踏入金丹期，这会不会有些冒险了？秦文华忍不住说道：“我敢进去，自然是有备而来，提前准备了杀招。至于杨公子……”秦妙一深深地看了姬太常一眼，一双美眸之中带着异色：“我相信以杨公子的实力，定然不会出意外。”秦妙一那直勾勾的眼神令姬太常下意识摸了摸下巴，
这娘们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啊，难道是喜欢上我了？小爷，我真有这么大的魅力？没等姬太常想明白，秦妙一已经一马当先，玉足在地面上轻轻一踏，施展出一则精妙的身法，身形灵动飘逸，快速登山。姬太常身形一闪，紧随其后。这座大山虽然巍峨高耸，但山上却是一片诡异的死寂，没有半点妖兽的动静，就连虫鸣鸟叫声都没有。只因山顶之上有一头通体赤红色的大蜥蜴盘踞，这头赤火蜥足有5丈长，体表长满了鳞片和红色纹路，远远就有一股可怕的凶煞气息传来，令人心惊胆战。在赤火蜥不远处的石缝里，有一朵巴掌大的赤红色小草生长，迎风招展，正是4品灵药红莲草。接下来我会牵制住赤火蜥，杨公子趁机摘下红莲草，然后我们一起撤离。秦妙一低声开口，他虽然准备了杀招，但也没指望着能越阶斩杀金丹期大妖，只要能平安撤离就不错了。姬太常点了点头，身形一闪，悄无声息地绕到另一个方向上。秦妙一则是深吸一口气，手中浮现出一把银白色长剑，浑身灵力激荡，朝着赤火蜥大步走去。唰！趴在地上休息的赤火蜥蓦然睁开眼睛，灯笼般硕大的眼睛满是野性与嗜血，立刻朝着秦妙一冲去。秦妙一深吸一口气，左手一挥，3张珍贵的符箓飞出，瞬间被引爆。轰！苍穹之上传来晴天霹雳，10几道水桶粗的巨大天雷轰然落下，狠狠劈在赤火蜥身上，发出一道道震耳欲聋的巨响，连带着这座大山都摇晃了一下。这些天雷的威力不亚于金丹期强者全力一击，强如赤火蜥被天雷劈中之后都不由得发出痛苦的咆哮声，身上出现大片的焦黑，后背上坚硬的鳞片都被劈飞一大片，血肉模糊。秦妙一见状顿时心中一喜，他趁着赤火蜥还未回过神的时候，轻嗤一声，浑身灵力毫无保留倾注到手中宝剑，朝着赤火蜥一剑斩出。砰！下一刻，赤火蜥猛地一甩尾巴，满是骨刺的狭长尾巴宛若流星锤一样砸下，伴随着一道炸响，把秦妙一连人带剑全部砸飞出去，喷出一大口鲜血。姬太常正悄咪咪地朝着红莲草冲去，忽然间一道妙曼的身影宛若炮弹般朝着自己飞来。姬太常手疾眼快，连忙伸手接住秦妙一。秦妙一那娇柔妙曼的身躯撞入姬太常怀里，两人紧紧相拥，甚至能感受到彼此的心跳和呼吸。秦妙一美艳的脸蛋唰的一下变得通红，心跳加速。郡主殿下，你这好像也没牵制住赤火蜥啊。姬太常叹了一口气，这句话让秦妙一更是有些羞赧，嘴唇紧咬。他刚想从姬太常怀里爬起来，但这时候赤火蜥已经凶猛地飞扑过来，刚才的天雷轰击让他负伤不轻，也将他彻底激怒。好！赤火蜥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声，双眸发红，粗壮的四肢在地面快速踏步，将坚固的岩石地面都踩出一道道裂痕，速度飞快。姬太常微微屈膝，在地面上猛地一踏，于电光石火间避开赤火蜥的冲撞。他一手搂着秦妙一，身形接连腾挪辗转，留下一道道残影，速度极快。眨眼间，姬太常就冲到了红莲草面前，将它连根拔起。嗷吼！眼看着自己守护的宝药被人抢走，赤火蜥彻底疯狂，他发出一道怒吼，张口一笑，竟是喷出一道赤红色的火焰光柱，轰向姬太常。卧槽，你是哥斯拉吗？姬太常被吓了一跳，立刻施展出全力，磅礴的灵力汇聚在双脚，一瞬间爆发出不可思议的速度，与这道火焰光柱擦肩而过。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赤火蜥喷出的火焰光柱轰在一块巨石上，瞬间将巨石轰得粉碎，尘土飞扬，威力吓人。眼看着一击不中，赤火蜥立刻飞扑过来，朝着姬太常张开血盆大口，要将他一口吞下去。闹够了没？姬太常眸光一寒，腰间快捷剑骤然出鞘，身体往后倾斜，猛地一个滑铲，快捷剑绽放出赤亮的剑气，锋芒毕露。赤火蜥那坚硬无匹的护体鳞片却像是豆腐一样被切开，腹部瞬间被划开一个巨大的伤口。姬太常开始对他掏心掏肺。嗷！强如金丹期大妖，腹部被剖开，体内妖丹被姬太常一剑斩落，他也只能发出一道悲鸣，一命呜呼。这就杀了！全程亲眼目睹这一切的秦妙一，此刻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小脑袋瓜子嗡嗡作响。那可是金丹期一重修为的大妖啊！按理来说，即便是同为金丹期一重修为的人族天骄强者，想击杀赤火蜥都非常困难，少说也要大战300回合。可姬太常却是一剑就把赤火蜥给秒了，这一幕实在是太过震撼，让秦妙一红唇微张，久久回不过神来。喂，郡主殿下，现在已经安全了，可以下来了吧？直至姬太常那无奈的声音响起，秦妙一这才回过神来。刚才情况紧急之下，秦妙一下意识双手环住姬太常的脖子，丰盈妙曼的娇躯与他紧贴。战斗的时候他还没察觉不对，注意力全都放在赤火蜥身上。此刻后知后觉之下，秦妙一瞬间俏脸通红，心脏里像是有一只鲲鲲在乱撞，令他相当慌乱和羞涩。抱歉，我刚才不是故意的。秦妙一慌忙从姬太常身上下来，双手下意识挽了一下耳边的秀发，眼睛东张西望，根本不敢看姬太常。现在他这副娇羞生涩的模样，
与原先冷傲高贵的郡主形象完全不同，倒也别有一番韵味。不愧是郡主，真美啊！姬太常看着秦妙一那羞涩而又美艳的脸蛋，眼中也不由得闪过一丝惊艳的神色。可惜了，不是寡妇，不然她现在的好感度应该不低，可以获得不少修为了。不对啊，我什么时候只喜欢人妇了？姬太常啊，姬太常，你可不能被这个曹贼系统害了！姬太常心中猛地惊醒，心中忍不住喃喃自语。两人检查了一遍这个地方，最终也只发现了一些二品灵药，便撤离此地。至于红莲草，虽然秦妙一也出手了，但是并没有发挥出什么作用。秦妙一也没好意思和姬太常一起瓜分，而是全部让给了他。秦文华等人在山下焦急地等待，看到姬太常和秦妙一安全归来之后，众人全都松了一口气。不过二姐的脸怎么红了？她为何会偷偷看杨公子，然后一看脸就更红了？难道说他们之间有故事？秦文华忽然敏锐注意到了细节，眼睛都睁大了几分，心中的八卦之火开始熊熊燃烧。红莲草拿到手了，我们走吧。秦妙一轻咳一声，体内灵力运转，尽量压住气血，让自己的脸蛋看起来没那么红。接下来时间里，姬太常一行人横扫整个金刚山，并没有再遇到其他金丹期大妖，顺利找到了好几颗三品灵药，令众人都不由得喜笑颜开，相当欣喜。离开金刚山之后，在秦妙一的邀请下，众人继续组队前往下一处宝地。唯一让姬太常感到有些可惜的是，有秦妙一和秦文华在身边，接下来遭遇其他宗门势力的修士，也没有人敢出言挑衅，姬太常也没能继续收获储物戒指。苍山秘境共计开放3天，但是姬太常一行人的实力太强了，只用了1天半的时间就把秘境全部扫荡了一遍，收获颇丰，称得上是满载而归。这次真是多亏了杨公子，这般丰厚的收获，若是没有杨公子相助，我是做梦都不敢想。咦，杨公子路过一处瘴气横生的原始森林时，秦文华轻点了一下收获，语气颇为感慨。他刚想转头对姬太常说些什么，却发现姬太常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了。杨公子呢？秦妙一等人一时大吃一惊，急忙四下散开，寻找姬太常的踪迹，大声呼唤他的名字。但姬太常早已经施展出归西诀，收敛全身气息，悄无声息地跑路了。要是跟着秦文华等人离开秘境，他的身份可就藏不住了。结，这苍山秘境可真是个好地方啊！姬太常掂量了一下怀里沉甸甸的储物戒指，脸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他跑远了之后，悄然恢复真容。姬太常先是在苍山秘境里随意晃荡了一下，而后才不紧不慢地朝着秘境出口走去。除了姬太常之外，也有不少修士陆陆续续撤离苍山秘境。姬太常，你怎么自己出来了？不是让你们一起组队的吗？青云宗二长老柳翠兰脸上露出吃惊的神色。报告长老，我在秘境里不慎被毒蛇偷袭，短暂失去了意识，与其他同门弟子失联了。不过我在秘境里也找到了几颗不错的灵药。姬太常早已经想好了理由，并且从储物戒指里取出几颗2品灵药。你人没事就好，灵药你就自己收着吧。柳翠兰看到这几颗2品灵药之后，眼中闪过一丝失望的神色，摇了摇头。鉴于姬太常只有筑基期2重修为，柳翠兰对此虽然失望，但也没有太意外。杨顶天，哎呀，给我查！不管他是哪个宗门势力的弟子，本公子绝不会放过他。就在这时，远处的无涯宗队伍里忽然传出一道怒吼声，赫然是无忌。姬太常闻言，脸色没有半点变化，内心毫无波澜。无忌要找的是杨顶天，和他姬太常有什么关系？数个时辰之后，越来越多的修士撤离苍山秘境，程勇哥等9位青云宗真传弟子也成功撤离。虽然不少人身上带伤，但好在全都活着出来了。他们都秉持着柳翠兰的叮嘱，遇到打不过的妖兽和强大修士绝不招惹。虽然收获不多，但至少人都没事，人没事就好。看到众人收获都一般，柳翠兰心中愈发失望，但脸上还是强撑着笑容。她催动一艘云舟，带着姬太常一行人开始返回青云宗。回到青云宗之后，姬太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丹殿敲开杨瑶洞府大门。小常，你回来了。看到姬太常平安归来之后，杨瑶那清纯俏丽的脸蛋上露出笑容，下意识拍了拍胸口，颤颤巍巍，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松下来。杨瑶姐姐，这是我在苍山秘境里找到的灵药，应该对你炼丹有帮助，送给你了。姬太常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从储物戒指里取出足足数十颗灵药，其中有好几颗是3品灵药，更是包括了4品灵药红莲草。这是红莲草？杨瑶忍不住惊呼一声，眼中满是震惊的神色。这使不得，这可是你历经千辛万苦才从苍山秘境里夺得的，你留着自己用吧。杨瑶震惊之余，杨瑶连连摇头，说什么都不肯收下。放心吧，杨瑶姐姐，我手里还有不少呢，况且我又不是炼丹师，拿着也没什么用，就当杨瑶姐姐又欠我一个人情吧。姬太常含情脉脉地看着杨瑶，不由分说将灵药塞到杨瑶手里。小常，你为何对我这么好？杨瑶心中猛地一颤，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定，检测到杨瑶好感度提升2点，杨瑶好感度67，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姬太常耳边响起系统提示音，居然才提升了2点吗？看来好感度越往后，提升难度就越高啊。
姬太常心中暗叹了一声，这些灵药太珍贵了，我不能全都要，这些你拿回去吧。杨瑶深吸一口气，郑重地把大部分灵药都还给姬太常，其中就包括了红莲草。哪怕姬太常推辞也没用，他态度十分坚定。这并非他不喜欢姬太常，而是因为他太喜欢姬太常，所以才不愿意拿姬太常太多宝物。一个女人真正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是不舍得花他太多钱的。待姬太常离开丹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杨伟乐的身影鬼魅般出现，直接一把抓住姬太常的肩膀，冲天而起，直奔他的院子。你还有2天时间，再怀不上，我会找其他人，到时候你也没有利用价值了。杨伟乐那一双眼眸闪烁着诡异的魔气与血光，一身气息阴冷可怖，一字一字的开口。姬太常心中一凛，他能够清晰感应到杨伟乐眼中的杀意。我一定会努力的，还请师傅放心。姬太常脸上强撑着笑容。杨伟乐冷哼一声，盘坐在大树底下。姬太常心情有些沉重，推开闺房大门。林雪月今晚身穿一身宽松的睡裙，却难掩其丰腴的体态，腰带微微一收，便勾勒出诱人的曲线。她肌肤雪白娇嫩，貌美如花，带着一股妩媚的成熟气质。姬太常反手把房门关上，熟练地解开衣裳。也许是好感度上去了，也许是次数多了习惯了，林雪月对于和姬太常的亲密接触已经没有多少抵抗了，反倒是主动搂住姬太常。一番亲热之后，林雪月在他耳边低声说道：老常，还有最后2天时间，要不你还是逃吧，没必要陪我一起受罪。你天赋那么好，你还有大好的人生和前途。姬太常心中微微一震，他直视着林雪月的眼睛，认真的说道：师娘放心，我已经有办法了。林雪月轻叹一声，没有说话，但看神色分明就是不相信。姬太常也没有多说什么，穿好衣服之后，他离开了院子，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片刻之后，姬太常换上一身黑衣，施展归西诀，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青云宗。这一次他的目标不是黑风城，而是更远更古老的一座古城飞云城。黑风城太小了，姬太常身上的宝物太多，很难出手，且很难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飞云城位于兰州繁华地带，附近有众多强大宗门势力，鱼龙混杂，商会众多，经常有金丹期强者出没。姬太常全速飞行，也足足耗费2个半时辰，这才抵达了飞云城。夜幕之下，一片辽阔无垠的建筑出现在他眼前，灯火通明，阁楼宫阙遍地，众多修士出没，极尽繁华与辉煌。姬太常在飞云城各大商会里出手了大量天材地宝，包括红莲草在内。而后他进入黑市，出手从无忌等人手里抢的储物戒指，最终他收获了足足有80多万颗，这是他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数量。有了灵石之后，姬太常便开始购买杀手锏。他径直前往黑市里最大的一个店铺，逛了一圈之后，姬太常的目光看向店铺最显眼的架子，上面摆放着一座巴掌大的玄黄色古塔。姬太常散发神识，试图探查，但他的神识落入古塔之中，竟是瞬间消失，如同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应。注意到姬太常的目光，黑店掌柜笑呵呵地说道：这位道有好眼光，此乃镇店之宝，极品法器玄岩塔。此塔乃是天外云铁加上大地之精炼制而成，攻防兼备，威力远胜寻常极品法器，哪怕是对元婴期强者来说都算得上是神兵利器。姬太常声音沙哑低沉：多少钱？黑店掌柜伸出手掌，一口价50万灵石。50万灵石，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目，绝大部分金丹期强者都根本掏不出来。姬太常皱起眉头，沙哑着声音说道：太贵了，我最多出价30万灵石，不议价。黑店掌柜摇了摇头，道有，这个价格已经算是便宜了，而且放眼整个黑市，恐怕也没有几件极品法器。姬太常继续砍价，但黑店掌柜态度非常坚决，始终不愿意降价。姬太常也不着急，转身离去，不动声色地把黑市大部分店铺都走了一遍。虽然也发现了几件极品法器，但都是攻击型或者防御型的，而且价格比起玄岩塔只高不低。最终姬太常还是花费50万灵石买下了玄岩塔。姬太常当场炼化玄岩塔，仔细检查每一寸角落，确定玄岩塔没有被人做手脚，且并没有什么标志记号等，这才放下心来，转身离开。离开这间黑店之后，姬太常先后走了不少其他店铺和地摊，将手中30多万灵石全部花掉，换成各种强力的杀招手段。接下来他要对付的是已经入魔的杨伟乐，绝不能大意。有钱真好。姬太常拍了拍身上满满当当的各种宝物和杀气，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姬太常唯一感到可惜的是，他并没有像传说中的气运之子一样，没能在黑市里捡漏到什么宝贝。以他的神识感知，能够清晰分辨出来，黑市里大部分东西都是假的，真品价格根本不便宜，压根就没有捡漏的空间。姬太常很快就离开了黑市和飞云城，开始返回青云宗。次日清晨，姬太常正准备去丹殿找杨瑶，途中一个行色匆匆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对方身穿一袭朴素的灰衣，却难掩其傲人的身材，一步3晃，呼之欲出。哪怕他头上戴着斗笠遮挡住真容，但姬太常还是通过这惊人的尺寸，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杨瑶姐姐，你这是要去哪？杨瑶娇躯一僵，闷声说道：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杨瑶长老。姬太常莞尔一笑，
十分自然地牵起他的手。杨瑶心跳加快了几分，嗔怒道：“别，小心被人看到。”他连忙挣脱姬太长的大手，有些慌张地左右张望。既然你不是杨瑶姐姐，那还怕啥？姬太长坏笑一声，直接朝着杨瑶那纤细的柳腰伸出手。杨瑶朝着姬太长翻了个白眼，连忙后退2步，不跟你闹了。我要去黑水山脉找一味药材来炼丹，但是上次我被一个神秘人追杀，至今也没能查出对方是谁，所以不得不小心点。姬太长闻言，顿时面色有些古怪，他自然知道那个神秘人是谁，正是杨瑶的好闺蜜林雪月。那我陪杨瑶姐姐一起去吧。杨瑶连忙摇头，你现在是真传弟子了，应该把时间放在修炼上，没必要跟我去黑水山脉。不听不听。姬太长直接捂住耳朵，就跟在杨瑶身边，一副打死都不走的样子。你呀。杨瑶没好气地伸出手指点了点姬太长的额头，但是嘴角却是微微上扬，显然心情不错。就这样，两人一同前往黑水山脉。杨瑶虽然身为炼丹师，战斗力会弱一点，但筑基期9重巅峰的修为摆在这里，在黑水山脉里遇到一些妖兽都被他解决了，无惊无险。但他要找的药材十分罕见，始终没找到。两人也在不知不觉间愈发深入黑水山脉。找到了蝉鸣草。杨瑶忽然眼睛一亮，满是惊喜的神色。在一处山谷水泽地里，有一棵浅绿色的小草随风轻轻摇摆，其叶片形似蝉虫，风一吹还会传来呼啸声，十分奇特。就在杨瑶准备走过去采摘蝉鸣草的时候，一边突声哗啦，他脚下的水泽突然炸开，一个狰狞的鳄鱼脑袋探出，朝着杨瑶张开血盆大口。杨瑶大吃一惊，仓促之下身躯后退，同时拔出宝剑横在身前进行抵挡，但他还是被一股可怕的力量撞得横飞出去，嘴角溢血，负伤不轻。那头鳄鱼竟是金丹期修为的大妖。杨瑶姐姐，你没事吧？姬太长面带焦急和担忧的神色，连忙将她接住，那柔软丰腴的娇躯被他搂入怀中。杨瑶刚想说些什么，忽然瞳孔猛地一缩，小心！砰！他的话还未说完，那头足足有10丈长的黑绿色鳄鱼已经凶猛扑来，磨盘般硕大的爪子抬起，朝着两人狠狠拍下。姬太长躲闪不及，直接被一爪子拍飞出去数10丈远，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面色瞬间变得惨白。不！杨瑶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意识都变得空白了片刻。看到姬太长身受重伤的模样，他只觉得一颗芳心猛地颤抖，仿佛在滴血。杨瑶姐姐，我一定不会让你出事的。姬太长朝着杨瑶露出一个艰难的笑容，仿佛用尽全部力气，挣扎着爬起来，朝着黑水山脉之外狂奔。杨瑶看不到的是，姬太长被鳄鱼爪子拍中的后背只是衣服出现破损而已，连半点伤痕都没有。以姬太长现在的修为，这头鳄鱼根本伤不到他，虚弱的模样都是装出来的。不，小长，你千万不能有事啊！杨瑶彻底慌了，眼眶有些发红，立刻从储物戒指里取出几枚疗伤丹药，一股脑的给姬太长喂下。也许是丹药起效了，也许是回光返照，姬太长那苍白如纸的面容恢复了几分红润，奔跑的速度也更快了。但那头金丹期鳄鱼的速度更快，它那粗壮的四肢在地面上猛地踏步，地动山摇，水浪滔天，体型虽然庞大，但速度却是十分惊人，眨眼间就追了上来。鳄鱼再次朝着两人抬起爪子，狠狠拍下。轰！刹那间，大地震颤了一下，地面都被硬生生拍出一个深坑，水浪混杂着泥土飞溅，声势吓人。尽管姬太长第一时间闪避，但还是被一股可怕的气浪波及，抱着杨瑶在地面上翻滚了好几圈。小长，杨瑶看到姬太长好不容易红润几分的脸庞再次变得苍白，他只觉得无比心疼。定，检测到杨瑶好感度提升8点，可获得烈火宗宗主10%修为能力，请选择。杨瑶好感度75，好感度达到110，会有惊喜发生。杨瑶想要起身将姬太长抱在怀里，换作他来带着姬太长逃跑，可杨瑶刚要动，便觉得五脏六腑一阵刺痛，浑身灵力紊乱，根本动不了。姬太长的伤是装的，但他是实打实被鳄鱼拍了一爪子。听到美妙的系统提示音，姬太长心中一喜，他低下头，深情地看着杨瑶，道：“杨瑶姐姐，不要怕，我操！”姬太长的话还未说完，那头鳄鱼已经张开血盆大口，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朝着两人一口咬下。石猛啊你！姬太长心中涌起一股怒火，迅速闪避的同时，猛地踢了一块石头，朝着鳄鱼的嘴巴飞去。那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但在姬太长金丹期3重巅峰的强大灵力包裹下，宛若炮弹一般冲出，瞬间没入鳄鱼的腹部，在他肠胃里轰然炸开。嗷哦！鳄鱼顿时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倒在地上翻滚，腹部传来的剧烈疼痛让他眼珠子都差点弹出来了。但在强烈的死亡危机下，杨瑶并没有察觉到鳄鱼的异常，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姬太长身上。他呆呆地看着姬太长那俊朗而坚毅的面容，脑海中不由得回想起不久前的那天夜晚，他遭到神秘人追杀，浑身灵力耗尽，那时候也是姬太长挺身而出，不顾一切的舍命相救。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这世上唯有师姑对我最好，从来没有看不起我，还给我送丹药，鼓励我努力修行，我不可能抛下师姑不管。
要死我们一起死吧！早上好，杨瑶姐姐，这是醉香楼的招牌早点，你看看合不合口味？杨瑶姐姐，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我喜欢你，别说紫玉藤了，我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送给你。其实，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起，我就已经一见钟情的爱上了你。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想你，思念你，爱慕你。用不了几年，我必定能成为宗门长老，到时候你我都是宗门长老，名正言顺，在一起的话就不会有人反对和非议了。杨瑶姐姐，杨瑶姐姐，杨瑶泪眼朦胧，与姬太常相处的点点滴滴，在她眼前不断浮现，往日种种早已经铭记于心。她虽然口头上拒绝了姬太常，可是那份情愫一直在她心中不断滋生，从未断绝。姬太常那份炽热而直接的爱意，在她心中化开。一个拥有光明未来的天才少年，却甘愿为自己2次付出生命，这是何等的深情！定检测到杨瑶好感度提升10点，可获得烈火宗宗主10%修为能力，请选择。杨瑶好感度85，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美妙的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令姬太常心中大喜过望。他抱着杨瑶一口气狂奔出去上百里远，期间那头鳄鱼都没有追上来，显然伤势不轻。姬太常找到一处隐蔽偏僻的山洞，抱着杨瑶冲了进去，而后一副力竭的样子，直接倒在地上。准确的说，是倒在杨瑶之上。两人的身躯紧紧贴近，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和心跳，那种柔软温热的感觉让姬太常通体舒坦。但杨瑶却没有想那么多，她眼中满是心疼与担忧的神色，连忙翻过身来，将姬太常搂在怀里。杨瑶给姬太常喂下几颗疗伤丹药，然后把姬太常翻过身来，想要帮他处理后背上的伤口。刹那间，姬太常的脸被埋起来了，差点呼吸不过来。小常，你，怎么没伤口？杨瑶掀开姬太常的衣裳，顿时呆了一下。姬太常的后背光滑如新，根本看不到任何伤口。我衣服里面有软甲，应该是软甲挡住了鳄鱼的攻击。姬太常闷声说道。杨瑶仔细一看，果然在他衣服夹层里看到了一件软甲，他这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他吞下几枚疗伤丹药，原地打坐运功，这才开始调理自己的伤势。待他体内伤势好转几分之后，忽然间心口微微一疼，杨瑶瞬间睁大了眼睛，俏脸唰的一下变得通红。小常，你，杨瑶心脏剧烈跳动，只觉得浑身都传来一种异样的感觉，连忙把姬太常从怀里拉起来，满脸娇羞嗔怒。姬太常却是趁机捧住她的脸蛋，深情地直视着她的眼睛。杨瑶姐姐，我喜欢你，我说过的，我愿意为你付出我的一切，包括生命。杨瑶姐姐，我们在一起好吗？姬太常那坚定且深情的目光，让杨瑶心跳再次加速，心中涌起喜悦与羞涩。她低下脑袋，有点不敢看姬太常的眼睛，但是红唇里却传来一声叮咛。得到杨瑶的肯定之后，姬太常心中狂喜，他立刻抱住杨瑶，深深地吻了上去。杨瑶身躯一软，而后抱住姬太常。皎洁的明月爬上天空，窗外的蔷薇轻轻地摇曳，静谧的夜晚是如此迷人。春风一度，不足为外人道也。定检测到杨瑶好感度提升15点，可获得烈火宗宗主20%修为能力，请选择。杨瑶好感度10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定恭喜宿主获得惊喜大礼包，是否领取？深夜，杨瑶在姬太常怀里沉沉睡去，俏脸的红晕还未散去，嘴角带着羞涩与喜悦的笑容。姬太常看着怀里的美人，心中也是感慨万千，嘴角的笑容怎么都压不住。他小心翼翼地给杨瑶更衣，放在地上，而后姬太常悄然离开山洞，心中默念道：童子领取修为。定恭喜宿主获得烈火宗宗主30%修为。轰！刹那间，一股磅礴到了极点的力量凭空涌现，在他周身经脉窍穴之中奔涌，宛若山崩海啸。那股力量太过浩瀚，令姬太常一身修为气息节节暴涨。他满头黑发倒竖，体内金丹快速膨胀，出现一道又一道赤色火纹，整个人散发出一股无形而又恐怖的威压。这一刻，方圆数百里范围的妖兽全都匍匐在地，感受到了来自血脉和灵魂的压迫感和颤栗感。就连那头趴在地上面色痛苦的鳄鱼都浑身哆嗦，立刻跪下来，瑟瑟发抖。金丹期4重，金丹期5重，金丹期6重，金丹期9重。当姬太常把那股力量全部吸收之后，他的修为暴涨到了金丹期9重。不仅如此，他脑海中也多了大量关于烈火绝地功法感悟，仿佛苦修这部功法数百年时间，已然将其修炼至大成的境地。唰！姬太常睁开眼睛，双眸之中有炽盛的火光闪烁，周身烈火环绕，气势磅礴，宛若一尊少年火神降世。他的修为前所未有强大，灵魂无比凝实，神识感应范围提升到了将近50里。金丹期9重修为，在大禹王朝里足以开宗立派，绝对是实打实的一方强者，真是美妙强大的力量。结！姬太常狠狠握手，一股澎湃惊人的火光随之绽放，照亮夜空。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姬太常嘴角一歪，怎么都压不下去。童子，来，让我看看惊喜大礼包是什么。姬太常舔了舔嘴唇，可没忘记系统的另一个馈赠。定正在打开惊喜大礼包，
恭喜宿主获得火云丹王感悟，火云丹经，火云丹顶。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基泰长识海一震，他只觉得自己脑海中凭空涌现出大量记忆和感悟，宛若醍醐灌顶一般，强行灌注到他灵魂之中。那股知识量太过庞大繁杂，令基泰长意识都有些恍惚。迷糊间，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出身困苦的少年，历经千辛万苦，拜入一方宗门，接触到丹道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沉迷其中，展现出惊人天赋。他丹道造诣进展神速，不仅远超年轻一代，甚至强于很多老辈强者，崭露头角，被尊为万年一遇的绝世丹道天才，直至成为一代丹王。火云丹王那庞大的丹道感悟涌现在基泰长脑海之中，仿佛他已经苦修丹道数百年一样，关于各种丹道知识也牢记心底。毫不客气地说，基泰长现在就是新一代的火云丹王。不仅如此，一本泛黄的古籍也出现在他手里，以及一个巴掌大的三足青铜鼎，赫然是火云丹经和火云丹鼎。火云丹王是化神器炼丹师，火云丹鼎是中品法宝。基泰长眼睛瞪得像铜铃，心脏剧烈跳动，汹涌的喜悦涌上头顶。这就意味着他已经拥有了化神期丹王的所有感悟。而且火云丹鼎虽然是炼丹炉，并非杀伐法宝，但品阶摆在这里，一旦催动起来，威力也不可小觑。基泰长估摸着，火云丹鼎的威力起码也能等同于下品杀伐法宝。要知道，极品法器再往上才是下品法宝，价值不可估量。有了火云丹王的传承和感悟，以后就能帮上杨瑶姐姐了，相信她一定会喜欢这份礼物的。基泰长很是开心。杨瑶姐姐是炼丹师，所以惊喜大礼包是炼丹方面的吗？那要是拿下师娘的话，也不知道惊喜大礼包会是什么。他脑海中念头闪烁，忍不住舔了舔嘴唇。片刻之后，基泰长平复了一下情绪，深吸一口气，运转归西诀，收敛了全身气息，回到山洞里。清晨，杨瑶在基泰长怀里迷迷糊糊的醒来，只觉得神清气爽，通体舒泰。他一睁开眼睛，就看到基泰长那俊朗的面容，嘴角含笑，深情地看着他。回想起昨晚的疯狂与缠绵，杨瑶的俏脸唰的一下变得通红，心跳加速，无比娇羞，连忙把脑袋埋在基泰长怀里。基泰长轻轻捏住史莱姆的鼻子，杨瑶便娇躯颤抖，狠狠拍打他的后背，嗔怒道：“坏家伙，要死啊你！”眼看着杨瑶还是太过羞涩，基泰长也没有继续逗他，而是掏出一本古籍递给他：“杨瑶姐姐，这是我在这座山洞深处找到的，是一本丹经，应该挺适合你的。”杨瑶抬起头，只一眼便娇躯一震：“火云丹经？难道是大武王朝5000年前惊艳八方的那位火云丹王所留的丹经？真的假的？”杨瑶的手都在颤抖，急忙翻开古籍，仔细查阅。他乃是3品炼丹师，再铸机期就能炼制金丹期丹药，丹道天赋造诣非常高，很快就能判断出来这本火云丹经是真品。刹那间，巨大的惊喜涌上心头，令他整个人都晕乎乎的。他立刻抱住基泰长的脖子，狠狠地亲了他一口：“小长，你快掐我一下，看看是不是幻觉。我们居然能得到火云丹经！天啊，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大造化呀！小长，太感谢你了，你真是我的福星啊！谁让你掐那里了？”杨瑶的话还未说完，忽然间俏脸再次变红，伸出手在基泰长腰间狠狠扭了一下。看着他那娇艳动人的模样，基泰长坏笑一声，只觉得现在火气很大。察觉到小基泰长的变化，杨瑶面色一变，有些慌张：“啊，不行，昨晚我们已经很多次了。”正午，烈日当空，基泰长搀扶着一瘸一拐的杨瑶离开这座山洞。杨瑶满脸羞红，狠狠拍打了一下基泰长的胸膛。基泰长坏笑一声，一把将他搂起来，朝着青云宗的方向前进。临近青云宗山门的时候，杨瑶连忙从基泰长的怀里下来，整理了一下衣裳：“小长，以后在宗门里，明面上我们还是以前那样，不能太过分。”杨瑶抿了抿嘴唇，偷偷打量着基泰长的神色。看到基泰长眉头一皱，他连忙拉住基泰长的手臂，轻轻抱在怀里，一股惊人的触感传来：“小长，我们私底下可以亲热一点，但是明面上先保持以前那样好吗？我需要一点时间。”杨瑶嘴唇半咬，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看着他。基泰长知道他骨子是一个十分传统的女子，毕竟两人身份差距较大，他怕直接摆明关系会遭到非议和指指点点，更怕基泰长会因此承担压力。基泰长能够明白他的想法和担忧，毕竟基泰长明面上只是个筑基期2重修为的弟子罢了。好，基泰长点了点头，倒也没有多说什么，反正杨伟乐很快就要对他动手了，到时候他也不用装了。而且明面上杨瑶是长老，基泰长是弟子，是他手下的执事，可背地里俩人却是恋人，想想就刺激。基泰长舔了舔嘴唇，眼神有些发亮。杨瑶见状却是双腿一软，慌忙加速朝着宗门跑去，生怕基泰长要和他再大战300回合。杨瑶逃也似的跑回丹殿炼丹室，基泰长却没有回宗门，而是换上一身黑衣，踏空而起。金丹期9重的强大修为爆发，他的速度快到不可思议，仅仅是片刻时间就回到了黑水山脉深处。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和疗伤，那头鳄鱼体内的伤势已经好转了不少，
正蔫儿吧唧地趴在水泽地里休息。忽然间，天黑了，一只巨大的手掌从天而降，散发出磅礴的威压，宛若天道神罚。轰的一声，这头鳄鱼连半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拍成了臊子。姬太常随手拔起蝉鸣草，这才转身离开，返回宗门。临近青云宗的时候，姬太常脱下黑衣，运转归西诀，恢复原先的模样和气息，不疾不徐地进入宗门领地。他先是在丹殿大厅里逛了一会儿，百无聊赖，便敲开了杨瑶的炼丹室大门。快进来！杨瑶有些心虚的左右看了一下，发现没有人注意这里之后，才连忙把姬太常拉进来，关上大门。还真别说，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当真有点刺激。姬太常舔了舔嘴唇，从身后搂住杨瑶那纤细柔软的柳腰。别！杨瑶只觉得腿都要软了，慌忙发出一声叮咛。姬太常见状也没有继续折腾他，而是从储物戒指里取出蝉鸣草递了过去。这是蝉鸣草？你什么时候摘的？杨瑶心中一震，清纯美艳的脸蛋上满是惊喜的神色。姬太常笑了笑道：这是我刚刚去黑风城买的。杨瑶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十分感动。不，他直接踮起脚尖，在姬太常脸上狠狠亲了一口，含情脉脉地说道：小常，你对我这么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有办法报答？姬太常却是嘴角勾起一抹坏笑，盯住杨瑶那红润的小嘴。哦，夕阳西下，姬太常这才离开丹殿，回到自己的住所。哼，我还以为你已经逃跑了呢，没想到你还敢回来。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伴随着一股阴寒可怖的气息传来。但这一次，姬太常却没有半点恐惧与忌惮，他转过身来，平静地直视着杨伟乐的眼睛。怎么会呢？我还没有完成师父交给我的任务呢。杨伟乐微微眯起眼睛，他发现自己这个弟子有点不一样了，眼神平静淡然，再也看不到任何忌惮与敬畏，甚至多了一丝俯视的意味。看来你已经做好任务失败的准备了。杨伟乐咧嘴一笑，认为姬太常已经视死如归，准备迎接死亡，所以才会无惧自己。也许吧，姬太常不置可否。杨伟乐冷笑一声，一把抓住姬太常的肩膀，带着他腾空飞起，很快就来到他的院子里。林雪月今天穿的是一身淡紫色长裙，将其高挑丰腴的身材完美勾勒，尤其是那成熟美艳的面容，自带一丝天然的妩媚，极为吸睛。但院子里除了林雪月之外，还有一位身穿黑衣的青年，满眼贪婪和邪念，紧紧盯着林雪月。拜见大长老。看到杨伟乐和姬太常出现的时候，那位青年连忙朝着杨伟月行礼。姬太常皱起眉头，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吗？师父为何又找了王刁茂师兄过来？杨伟乐冷哼一声，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可惜你不中用啊。今晚你和王刁茂一起上吧，多谢大长老恩赐。王刁茂心中大喜，眼中满是邪光与贪婪，狞笑道：姬师弟，没想到你平日里吃这么好，接下来为兄也该分一杯羹了，我们一前一后。休想！林雪月怒喝一声，铿锵一下拔出一口宝剑，直接抵在自己脖子上。他一双美眸都有些发红，满是愤怒与恨意，死死盯着杨伟乐。杨伟乐，我们结为夫妻15年之久，纵然没有肌肤之亲，但也有夫妻情分，可你却为了宗主之位，用这般下作肮脏的手段来侮辱我，你还是个男人吗？你让我感到恶心，我宁愿死，也绝不会让你得逞。说罢，林雪月竟是直接朝着自己脖子挥剑，眼中满是死志。杨伟乐眸光一寒，砰！他大手一挥，一缕可怖的黑色魔气一闪而逝，林雪月手中宝剑瞬间飞出去，在半空中炸开，化作无数碎片。但林雪月却是惨笑一声，指掌间灵力流转，果断朝着自己的脑袋一掌拍去，刚烈至极，可惜没能成功。杨伟乐一掌拍在林雪月丹田位置，一股可怖的魔气侵蚀，封锁他经脉窍穴，令他一身灵力全部凝滞，无法调动分毫。杨伟乐收回手掌，双手负在身后，语气冷漠地说道：他现在已经无法反抗了，你们两个一起上吧，多谢大长老恩赐。王刁茂兴奋地搓了搓手，眼中满是贪婪与邪念，立刻朝着林雪月扑过去，准备趁热。林雪月见状，面色惨白，眼中满是绝望。但就在这时，王刁茂的身躯僵在原地，脑袋咕噜噜地飞了出去，鲜血喷涌而出。姬太常轻轻一抖手中快捷剑，缓缓入鞘。小常！林雪月呆了一下，艰难地抬起头，看着护在自己身前的那个高大挺拔的身影。定！检测到林雪月好感度提升10点，暂时不可获得杨伟乐10%修为能力。林雪月好感度5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姬太常，你也有屈死之道！杨伟乐双眸之中有可怖的血光亮起，周身魔气交织，一股阴冷渗人的气息扑面而来，足以令人毛骨悚然，心肝胆颤。是吗？姬太常咧嘴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不过今日我倒是想请师父赴死。他扬起手中快捷剑，雪亮的剑身闪过一缕寒光，剑指杨伟乐，不知死活。杨伟乐眼神冷漠，浑身魔气翻涌，朝着姬太常一掌拍出。不！林雪月见状，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眼中满是绝望的神色。他可以预料到姬太常被杨伟乐一巴掌拍成血雾的场面，只觉得一颗芳心都在颤抖。多好的一个孩子啊，为什么苍天要这般不公？砰！伴随着一道沉闷如雷鸣般的巨响传来，姬太常一剑劈在那个魔气缭绕的手掌上，竟是摧枯拉朽一般将其劈开，
甚至将杨伟乐都劈得横飞出去，身上多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林雪月呆住了，成熟美艳的面容有些呆滞和茫然，樱桃小嘴都下意识张大。这怎么可能？林雪月忍不住发出一声呢喃，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杨伟乐也豁然抬头，死死盯着姬太常，低吼道：“你不是姬太常，你究竟是谁？”姬太常咧嘴一笑，取出一个鬼脸青铜面具戴上，本座乃是姬傲天。姬傲天？杨伟乐脸色阴晴不定，姬太常那个废物不是孤儿吗？背后竟是有你这等长辈强者撑腰。你……他的话还未说完，姬太常已经抬手再次一剑斩下。轰！姬太常金丹期9重修为毫无保留爆发，烈火诀运转到了极致，斩出一道长达100丈的火焰剑气，汹涌而狂暴。面对如此可怕的攻击，强如杨伟乐也不由得变了脸色。他立刻拔出一口漆黑的魔剑横在身前，迎向姬太常斩出的火焰剑气。紧接着就是一道震耳欲聋的巨响回荡，杨伟乐直接被姬太常一剑劈飞出去数千丈远，将一座小山都砸得爆碎，尘土飞扬。杨伟乐死了吗？林雪月眼中一下子恢复了希望，面带激动的神色，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姬太常也一指点出一股强横的灵力没入林雪月体内，帮他解开杨伟乐设下的封印，恢复修为力量。你以为你能杀得死我？蓦然间，一道癫狂的大笑声响起，伴随着一股汹涌可怕的魔气冲天而起，将苍穹都染成漆黑一片，阴寒可怖的气息扩散，宛若幽冥地府打开大门，更有一双血红色的眼眸在魔气之中亮起，宛若2轮血月。杨伟乐浑身都在冒着黑气，面容狰狞可怖，浓郁的凶煞气息蔓延，如同一尊魔王降临。金丹期8重修为，不好，他已经彻底入魔了。林雪月面色巨变，露出骇然的神色。虽然他早就知道杨伟乐在偷偷修炼魔功，但他也万万没想到杨伟乐竟是把魔功修炼到了如此高深可怕的境地，恐怖如斯。姬太常也面色微变，眼神凝重了几分。虽然他的修为比杨伟乐高了一个小境界，但众所周知，黑化强10倍，洗白弱3分。彻底入魔的杨伟乐已经强大到令姬太常都感到十分棘手的地步。好惊人的魔气，何方魔道邪修敢来我青云宗放肆？大胆！就在这时，一道道怒吼声从青云宗不同方向响起，足足7位金丹期强者踏空而起，直奔此地而来，被那汹涌可怕的魔气惊动了。林雪月见状，这才松了一口气，眼中重新恢复了希望。大胆魔头，他是大师兄。有金丹期长老瞳孔猛地一缩，认出了杨伟乐的身份，顿时大吃一惊。青云宗宗主杨不秋更是身躯一颤，眼神带着震惊和怒意，低吼道：“乐儿，你为何要修炼魔功？”杨伟乐忽然闷哼一声，双手抱住脑袋，满脸痛苦与挣扎。“爹，对不起，孩儿不孝，我也不想修炼魔功的，我是被逼的。哎呀呀，我好痛！爹，救救我！”杨伟乐竟是倒在地上打滚，一身魔气也开始翻涌，明灭不定。好机会！姬太常眼睛一亮，立刻召唤出玄岩塔，迎风暴涨，宛若一座巍峨大山轰然砸下，锁定了杨伟乐，休伤无儿。但杨不秋却是怒吼一声，手捏印诀，一把银色飞剑闪电般冲出，挡住了姬太常这一击。“乐儿别怕，我来救你。”杨不秋看到杨伟乐这副痛苦的模样，一颗心都在颤抖，老泪纵横。他一个箭步就冲到杨伟乐身边，刚想把杨伟乐扶起来，却看到杨伟乐脸上的挣扎与痛苦之色瞬间消失，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杨伟乐的手掌瞬间洞穿了杨不秋的胸膛，开始对他掏心掏肺。噗！杨不秋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眼中满是痛苦和难以置信。他沙哑着嗓子问道：“乐儿，我是你爹呀？为何？”杨伟乐狞笑一声，鲜血将他的面容衬托得格外狰狞吓人。“老东西，反正你也没几天日子能活了，不如就用你这一身修为，最后助我一臂之力吧。”结！随着他那癫狂的大笑声响起，身上竟是有一根根血红色触手蔓延，刺入杨不秋体内，开始疯狂吞噬杨不秋的生命和修为。他一身修为气息开始节节攀升。他妈的猪队友！姬太常见状，脸色顿时一黑。“不，宗主，杨伟乐已经彻底入魔了，杀了他！”其余6位金丹期长老又惊又怒，立刻联手杀了过来。轰！杨伟乐抡起魔剑猛地横斩，漆黑的剑气伴随着可怕的魔气绽放，狂暴至极，直接把这6位金丹期长老全部劈飞出去，遭受重创。路边6条，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一座巍峨古塔从天而降，携着雷霆万钧之势，狠狠砸向杨伟乐。咚！杨伟乐扬起手中魔剑，与从天而降的玄岩塔对拼，发出沉闷的巨响，脚下苍茫大地瞬间爆碎，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蛛丝般的裂痕不断蔓延。强如杨伟乐都被震得七窍流血，喷出一大口鲜血。这就是极品法器之威。没等杨伟乐回过神来，姬太常已经杀到了他面前，手中快捷剑绽放出汹涌的火光，锋芒毕露，火焰剑气迎面斩下。砰！杨伟乐被姬太常一剑劈飞出去，喷出一大口鲜血，胸膛上多了一道深可见骨的裂痕，甚至能隐隐看到有心脏在跳动。但杨伟乐已经把杨不秋吸成一具干尸，
杨不秋的生命和修为化作浓郁的血光，在杨伟乐体内蔓延，令他胸膛上的伤口快速愈合，一身修为气息更是节节暴涨，一下子踏入金丹期九重。不，怎会如此？他修炼的究竟是什么魔功？为何会这般强大？张三和黎四等金丹期长老见状，脸都要绿了，只觉得又惊又怒，心中产生了一丝恐惧。青云宗最强者是已经死去的杨不秋，为金丹期九重修为，其次就是曾经的大长老杨伟乐。如今这6位金丹期长老当中，修为最高的是二长老柳翠兰，只有区金丹期5重修为罢了。面对彻底入魔的金丹期9重魔头，他们根本没有半点抵抗之力。哈哈哈！我已魔功大成，何人敢杀我？何人能杀我？杨伟乐仰天大笑，满头血色长发倒竖，双眸猩红，一股恐怖滔天的魔威从他身上爆发出来，席卷天上地下。这一刻，方圆数百里范围的修士和生灵都两股战战，灵魂和血脉之中传来悸动与恐惧，为之胆颤。众多青云宗弟子都面露骇然的神色，远远看向魔威传来的方向。姬太常手捏印诀，一身衣袍随风猎猎作响，眸光凌厉。他那金丹期9重的修为毫无保留爆发，玄岩塔再度暴涨，化作100丈大小，宛若一座巍峨大山从天而降，再次砸向杨伟乐。但这一次，杨伟乐却是狞笑一声，双掌向上横推，血黑色的魔气轰然爆发，竟是硬生生抗住了玄岩塔的轰击。开！杨伟乐怒吼一声，脚下地面瞬间爆碎，大地轰隆。他双臂一震，汹涌的魔气沸腾，将玄岩塔都硬生生掀翻出去。他没有对姬太常出手，而是闪电般冲向李四等人。杨伟乐虽然入魔了，但是还保持着理智，知道姬太常的强大与棘手，一时半会儿根本拿不下姬太常，所以他打算先把李四等金丹期强者全部吞噬炼化，提升自身实力，再回头收拾姬太常。不好！张三等人脸都要绿了，也察觉到了杨伟乐的意图，只觉得瑟瑟发抖。他们立刻朝着不同的方向狂奔，头也不回的跑路。杨伟乐刚想追击下去，却发现还有一个人没有跑，眼神无比坚定，带着前所未有的恨意，手中宝剑指着他，正是林雪月。去死吧！杨伟乐狞笑一声，直接朝着林雪月伸出大手。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座3足青铜鼎从天而降，闪电般轰向杨伟乐。杨伟乐根本不以为意，依旧一手抓向林雪月，另一只手朝着3足青铜鼎拍去。伴随着砰的一声炸响，杨伟乐的手臂直接被3足青铜鼎砸得粉碎。杨伟乐面色陡然一变，轰！下一刻，3足青铜鼎里爆发出一片绚烂的火光，无比汹涌炽盛，令天地间温度急剧上升，宛若火山爆发。呀！杨伟乐猝不及防之下，瞬间被烧得浑身焦黑破碎，魔气湮灭，发出凄厉至极的惨叫声。火焰之力至阳至刚，能够焚灭一切邪祟。送！姬太常手捏印诀，快捷剑同样缭绕着茫茫火焰，杀伐气滔天，宛若闪电横空，瞬间贯穿了杨伟乐的脑袋。这一尊凶威滔天的魔头就这样被姬太常强势轰杀，这就是中品法宝之威，远不是金丹期9重能够抵抗的。终于死了吗？林雪月心中颤动了一下，亲眼目睹杨伟乐被焚烧成灰烬，形神俱灭。他抬起头，呆呆地看着半空中的姬太常，他满头黑发飞扬，身躯高大魁梧，火光缭绕，散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威压与大气魄，犹如一尊火神降世。姬太常的身影深深烙印在林雪月脑海中，挥之不去。定！林雪月已成为寡妇，曹贼系统温馨提醒您，宿主可领取杨伟乐50%修为能力。定！检测到林雪月好感度提升10点，宿主可获得杨伟乐10%修为能力。林雪月好感度6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美妙的系统提示音在姬太常耳边响起，令他嘴角微微上扬。我的好师傅，你就安心上路吧，汝妻无养之，汝勿虑也。与此同时，当杨伟乐死去的那一瞬间，大武王朝幽州一座昏暗阴森的地宫里，有一双猩红色的眼眸蓦然间睁开，一股恐怖滔天的凶煞气息复苏，令天地风云变色。尊上苏醒了，究竟是何等大事，竟然将尊上都惊醒？地宫之中，众多身穿黑袍的魔道修士两股战战，立刻朝着地宫中心方向下跪，匍匐在地。本座的血种竟然被杀了，红衣，你亲自去青云宗走一趟，本座要整个青云宗都给他陪葬。一道低沉可怖的声音缓缓响起，像是2块金属在摩擦，刺得人耳朵生疼。放心吧，主人。随着银铃般妩媚的笑声响起，一道高挑丰腴的身影从黑暗中走出。他身穿一袭红衣，却只堪堪遮住少数重要部位，大片雪白风光一览无余，媚骨天成，简直就是人间尤物。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是，他身上散发出的修为气息赫然高达元阴气。一场针对青云宗和姬太常的恐怖杀机悄然逼近。青云宗，林雪月定定地看着姬太常，声音带着一丝颤动：你究竟是姬太常还是姬傲天？姬太常莞尔一笑，摘下青铜面具，露出那俊朗的面容。师娘难道不认识我了吗？林雪月见状，心头再次一震。小常，你怎么会突然拥有金丹期9重修为？还有刚才那座3足青铜鼎？林雪月心中有太多的疑惑，
心中既是震惊又是惊喜，心绪剧烈起伏。姬太常刚想说些什么，眉头一挑，强大的神识感知到了异常，立刻把青铜面具重新戴上。张三和李四等人原本已经跑远了，但是他们感应到一股恐怖滔天的火光爆发，然后杨伟乐的气息消失了，滔天魔气也在缓缓消散。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们心中浮现：杨伟乐该不会被杀了吧？他们又惊又喜，便悄然折返，想要在远处观察一下战况。当他们重回此地的时候，便发现杨伟乐已经消失不见了，只有那位神秘强者与林雪月面对面交流。多谢前辈出手相救，这份恩情我青云宗永世铭记于心，幸亏有前辈出手斩妖除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不知前辈尊姓大名？张三和李四等6位金丹期长老连忙现身，朝着姬太常行礼道谢，眼中满是敬畏的神色。连入魔的金丹期9重魔头都能轻松斩杀，此刻在张三等人心中，姬太常已然是一位实力深不可测的大能强者。姬太常见状，嘴角一歪，勾起一抹冷笑。这帮人刚才跑得挺快的，现在看到杨伟乐死了，马上就蹦出来抱大腿，倒也真够势利的。不过姬太常也没打算暴露身份，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毕竟他一下子从炼气期变成金丹期9重，传出去太过惊人，极有可能会被元婴化神老怪物盯上，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本座乃姬傲天是也，今日前来青云宗，本是拜访故友，没想到竟然遇到魔头出事，便顺手除之。姬太常双手负在身后，抬头45度角仰望天空，背影深邃高大，气质飘渺威严。如今魔头已除，你们青云宗宗主已死，这宗主之位就由他来当吧。姬太常指了指林雪月，又道：青云宗大长老之位由杨瑶担任，你们需听从他们安排，全力辅佐他们治理宗门，可有意见？姬太常的话令张三等人心中一震，这等大能强者竟是林雪月的故友。原本还对宗主和大长老位置有所觊觎的张三李四等人，心中也不由得打消了这个念头。不只是因为他们得罪不起一尊大能强者，也是因为青云宗2位最强者先后陨落，宗门实力暴跌，青云宗需要姬太常这位大能强者撑腰。是，我等听从前辈安排，拜见宗主。张三等人面色恭敬，连忙朝着姬太常和林雪月行礼。啊，我倒是林雪月愣了一下，成熟美艳的面容上带着忐忑和不安。我才金丹期1重修为，如何能担任宗主？要不还是让本座说你能当宗主，你就能当。姬太常打断了林雪月的话，拍了拍她的肩膀，声音柔和了几分。放心吧，有本座为你撑腰，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都可以找我。记住，我永远在身后顶你。林雪月心中一颤，涌起一股暖流，这是她嫁到青云宗以来第一次有人这般关心她，力挺她。定，检测到林雪月好感度提升5点，林雪月好感度65，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姬太常勉励了林雪月几句，而后双手负在身后，脚踏剑气，十分潇洒地离开了青云宗。来到四下无人之地的时候，姬太常摸了摸下巴，陷入沉思。杨伟乐死的时候也只是金丹期9重修为，连金丹期9重巅峰都不是，就算我领取他全部修为，估计也没法突破到元婴期，实力提升幅度不会太大，有点亏，还是领取他的能力吧。随着姬太常做出决定，系统提示应随之响起。定，恭喜宿主获得杨伟乐60%能力。轰，一股血红色的力量在姬太常丹田之中涌现，令他双眸都亮起了血光，气息变得阴冷邪恶。这是化血魔功。姬太常仔细感应了一番，顿时眼睛都瞪大了。这部魔功十分强大与霸道，包含了2种可怕的能力，其一是嗜血，能够吞噬修士的鲜血和修为来壮大己身；其二就是暴血，能燃烧全身鲜血，进入狂暴状态，使得一身战斗力暴涨数倍。这是好事啊！吞噬修士鲜血和修为就算了，我可不想入魔，不能变成杨伟乐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不过这狂暴状态倒是有大用处，要是遇到打不过的敌人，开狂暴或许就能打得过了。姬太常舔了舔嘴唇，有些兴奋。与此同时，杨瑶原本在炼丹室休息，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稀里糊涂就被张三等人恭迎为大长老，然后便得知了刚才发生的巨变。一夜之间，他的兄长入魔，杀了他父亲，最后又被神秘强者杀掉，这让他精神都有些恍惚。虽然杨不秋从小就重男轻女，对他缺乏关心和照顾，杨伟乐修炼魔功之后更是六亲不认，连话都很少跟他说，缺乏亲情。但那也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2个亲人。悲伤吗？有一点，但是并不多。杨瑶只觉得心口有些发闷，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屋里，眼神茫然无措。杨瑶姐姐，你怎么了？一个魁梧高大的身影出现，将她轻轻搂入怀中。小常，我爹和我哥死了。杨瑶抱住姬太常，眼角有泪花闪烁，仿佛一下子找到了依靠，向他倾诉自己的苦闷和无助。姬太常听着杨瑶的倾诉，面容有些古怪，毕竟杨伟乐可是他亲手杀死的。不过这也怨不得他，一切都是杨伟乐自找的。姬太常拍了拍杨瑶的后背，柔声安慰。一个多时辰后，杨瑶面色潮红，躺在床上休息。姬太常离开了杨瑶的闺房，找到了林雪月。此刻林雪月当上了宗主，不仅要处理宗门各项事务，
还要筹办杨步秋和杨伟乐的葬礼，神色有些疲惫。小常看到姬太常出现之后，林雪月精神一振，眼神带着异色，直勾勾地看着他。看着林雪月那憔悴娇弱的模样，姬太常真想把她搂在怀里，也好好安慰一番。不过现在人多眼杂，姬太常按捺住了心中的冲动，他悄然对林雪月传音道：“师娘，接下来我有事要去兰州王府走一趟，宗门就交给你看管了。”林雪月张了张口：“你什么时候回来？”姬太常盘算了一下，答道：“快的话，1天之内就能回来了。以他现在金丹期9重的强大修为，前往兰州王府也不过是需要数个时辰时间而已。注意安全，我等你回来。”林雪月抿了抿嘴唇，柔声叮嘱道。尽管他知道姬太常已经是金丹期9重的大高手了，但还是下意识把他当成小辈看待。放心吧，师娘。姬太常莞尔一笑，趁着没有人注意这里的时候，姬太常伸手在林雪月身后拍了一下，十分柔软而富有弹性。润，林雪月那娇艳的脸蛋瞬间浮现一缕红霞，嘴唇半咬，有些幽怨地瞪了姬太常一眼。定，检测到林雪月好感度提升1点。林雪月好感度66，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姬太常耳边传来系统提示音，令他眼睛猛地一亮，察觉到姬太常那如狼似虎的目光，林雪月小心脏砰砰跳动，生怕姬太常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兽性大发，他连忙转身就跑，俏脸愈发红润。姬太常看着林雪月那有些慌乱而又妙曼的背影，嘴角微微上扬。随着杨伟乐被姬太常强势击杀，林雪月显然已经被他初步征服，心里已经接受了他，并不排斥与他进行亲密接触。如此看来，把林雪月的好感度提升到100也并非难事。姬太常哼着开心的小曲儿，离开青云宗，开始朝着兰州王府的方向前进。他换上一个银色面具，改变了自身气息，并没有用姬傲天的马甲，而是换了一副模样。姬太常脚踏飞剑，以一个惊人的急速御空飞行。轰！当姬太常路过一片苍茫无垠的荒野时，下方忽然传出一道惊天动地的巨响，伴随着一股惊人的威压扩散，令天地变色。这种威压是元婴期大能。姬太常面色一变，感应到一种令他都灵魂悚然的气息，他立刻从半空中降落到地上，小心翼翼地收敛全身气息，生怕被元婴期大能一巴掌从半空中拍下来。咚！没过多久，前方山脉里再次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有炽盛的剑气冲天而起，击散八方云朵，恐怖至极。更有滔天魔气和血光交织，凝聚成一个巨大的骷髅头，与那道剑气碰撞，两股元婴期级别的至强力量对轰，那种恐怖的波动遮天蔽日，如同汪洋起伏，强如姬太常都一阵心惊胆战。交战双方必定是元婴期之中的佼佼者，绝对不只是元婴期1、2重修为那么简单。姬太常心中一凛，正准备绕开前面那条山脉的时候，只见半空中的两股力量消散，一道魔气缭绕的身影如同炮弹般倒飞出去，将一座数百丈高的石山都撞得爆碎，地动山摇，尘土飞扬。好巧不巧的是，对方跌落的位置距离姬太常不远，我什么都没看见。姬太常拔腿就跑，嘻嘻，小哥哥，奴家就那么可怕吗？别跑吗？奴家现在走不动路了，小哥哥过来帮人家吗？后方忽然传出一道妖娆妩媚的声音，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魅惑，伴随着丝丝缕缕无形的灵魂波动袭来。换作是一般的金丹期修士，只怕已经被蛊惑了心神。姬太常的修为高达金丹期9重，虽然意识有些恍惚，但灵魂足够强大，能够保持灵台清明，并未失去意识。但姬太常却故意装出一副眼神恍惚迷离的模样，蓦然转身，朝着那个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只因对方不只是使用了魅惑之术，更有一股元婴期级别的可怕神识牢牢锁定了姬太常。只要姬太常敢跑，对方就会痛下杀手。数百丈高的石山被砸得爆碎，地面都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一片狼藉。深坑之中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红衣女子，她身材高挑丰腴，肌肤雪白，衣裙十分清凉，在战斗中破损了不少，露出大片春光。尤其是她那一张妖娆的面容，更是无比美艳，眉心处有一点赤红，美得勾魂夺魄。只不过她现在的伤势极其吓人，胸膛处有一个前后透亮的血洞，将她半边心脏都撕裂了，还有一股可怕的剑气残留在不断侵蚀她的生机。如此可怕的伤势，换作是一般人早就死透了，但元婴期强者生命力顽强，区区致命伤并没有让他死去。小哥哥，快抱我起来，前往兰州寻风城。红衣女子那银铃般的声音响起，操控着姬太常将她抱起，开始赶路离开此地。姬太常虽然心中忌惮，但也只能将她抱起。红衣女子虽然娇躯丰腴，但是却十分轻盈，柔软的似乎没有骨头似的，隔着薄薄衣物传来的温暖触感，让姬太常火气很大。但姬太常却是不敢动。别看红衣女子伤势严重，似乎连走路都困难，但她终究是一个老牌元婴期强者，如此近的距离，想杀姬太常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红衣女子双手勾在姬太常脖子上，伸手摸了摸他那结实的胸肌，能感受到姬太常体魄相当强大，气血旺盛，这让红衣女子眼睛一亮，忍不住舔了舔红唇，眼中多了一丝贪婪和嗜血。小哥哥，你多大了？18。讨厌，我不是问尺寸了，
姬太长嘴角微微一抽，我今年18岁，18岁的金丹期，你当我傻？红衣女子冷笑一声，虽然姬太长竭尽全力隐藏自身气息，但两人贴得太近了，红衣女子还是敏锐察觉到了一丝异常，能够判断出姬太长的修为至少也是金丹期。好吧，其实我是38岁。姬太长只能改口。对了，姑娘，你身上伤势太严重了，刚好我略懂医术，手里也有不少疗伤丹药，要不要帮你处理一下伤势？可以。红衣女子点了点头，倒也没有反对。姬太长小心翼翼地把红衣女子放下来，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瓶丹药，标签上写着大力回春丹5个字，你先吃一颗。红衣女子相当警惕，姬太长不敢不从，只能取出一枚丹药吞下。过了一会儿，眼看着姬太长神色如常，红衣女子才吞下几颗大力回春丹。随着药力化开，红衣女子只觉得浑身暖洋洋的，身上的伤痛居然在缓缓消失，还真有效。红衣女子眼睛微亮，没想到一个金丹期修士身上的丹药对她这个元婴期大能的伤势都有用，但她浑然不知这其实是强效止痛药。姬太长又取出几瓶丹药，标签上写着玉露丹、九鼎还阳丹、回魂碧玉丹，其实它们分别是绝命丸、噬魂散、玄阴绝灭丹，都是剧毒之物。至于为什么标签和实际丹药名字不符，这是因为姬太长不想让别人捡到自己的储物戒指就能直接使用。红衣女子照例让姬太长先吃一颗，姬太长不动声色，分别吞下一颗，实则悄然运转火云丹经，化解剧毒之力。他拥有火云丹王全部的感悟，丹道造诣早已经出神入化。眼看着姬太长都没事，红衣女子这才放心地吞下这几瓶毒药。强效止痛药已经生效，红衣女子吞下这几瓶毒药，只觉得肚子一阵火热，暖洋洋的，当真舒服了不少，这才暗自松了一口气。叮，罗红衣好感度提升5点，罗红衣好感度2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随着系统提示音响起，姬太长感到一阵无语，我好心好意就毒死你，这娘们的对自己的好感度居然是负的。姬太长生怕这几瓶毒药达不到致死量，便开口道，姑娘，我帮你处理一下身上的伤势吧。好啊。红衣女子点了点头，直接卸甲。霎时间白花花的光芒十分晃眼，姬太长眼睛都睁大了几分，有些口干舌燥，血压升高。对方娇躯雪白细腻，堪称完美无瑕，足以令无数人为之疯狂，但对方是能够一巴掌拍死自己的元婴期女魔头，姬太长也不敢乱动，只是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些瓶瓶罐罐。他拿起一瓶写着止血散的药瓶，往红衣女子的伤口处撒去，刹那间伴随着滋滋滋的声音响起，冒起一串黑烟，这实际上是五毒散。姬太长又取出一瓶续骨膏，小心翼翼抹在他伤口上，令伤口处血肉都有些发黑，一股阴冷诡谲的气息悄然渗入他心脏之中。这是断肠散。姬太长一口气用了7、8种毒药，并且都是他精挑细选，彼此间按照不同的比例能调配出恐怖的剧毒。这是姬太长根据火云丹王的感悟和丹道造诣制造的独门毒药。丹药既能救人也能杀人，怎么用了这么多种药物？红衣女子眉头微蹙，隐隐觉得有点不对，但在强效止痛药的作用下，再加上她已经身受重伤，感知力下降的厉害，还未察觉到异常。姬太长解释道，姑娘，你身上的伤势太严重了，单靠1、2种药物作用有限，必须要搭配使用。我出身于医道世家，不会骗人。来，姑娘请转身，后背的伤势也处理一下。红衣女子将信将疑，但还是转过身去。她背部线条流畅优美，白嫩的如同豆腐一样，仿佛散发着迷人的光泽，从纤细的脖颈一直延伸到盈盈一握的小蛮腰，那弧度恰到好处。姬太长有些口干舌燥，但还是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成功压枪。他拿起一堆瓶瓶罐罐，又给他上了一遍毒药。凭我新一代火云丹王的造诣，纵然你是元婴期大能，也要被我毒翻。胆敢威胁小爷，有你好果子吃。做完这一切之后，姬太长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抹冷笑。红衣女子把衣服穿上，道：小哥哥，继续抱着我，直接飞去寻风城。他忽然间闷哼一声，面色有些发白。红衣女子只觉得肚子里暖洋洋，并且越来越暖，仿佛有一座火山复苏，将她的五脏六腑都焚烧得千疮百孔。她心口处的伤势也传来一股火辣辣的感觉，仿佛有无数蚂蚁在啃食，这是连强效止痛药都止不住的剧烈痛楚。你竟敢给我下毒！叮，罗红衣好感度降低80点，罗红衣好感度10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红衣女子面色一变，原本美艳妖娆的面容都带着狰狞与怒火，一股可怕的元婴气威压从她身上爆发出来，震动天上地下。但姬太长是何等鸡贼，在红衣女子闷哼的时候，姬太长已经拔腿就跑，全力爆发出金丹期9重的修为，朝着远处狂奔。红衣女子刚想站起身来，随着她运转灵力，体内各种剧毒瞬间爆发，令她喷出一大口鲜血，七窍都在流血，浑身力量紊乱。哎呀呀，给我死！红衣女子发出一道凄厉的尖叫声，抬手就召唤出一把血红色宝剑，朝着姬太长猛力掷去。送！一道血光如同闪电横空，杀气森然，速度太快了，牢牢锁定了姬太长。姬太长躲闪不及，立刻召唤出火云丹鼎，迎风暴涨，护在自己身前。咚！
血红色宝剑狠狠撞在火云丹顶里，发出一道沉闷的炸响，将姬太常都撞得横飞出去，嘴角溢血，负伤不轻。但姬太常却是瞬间盖上火云丹顶的盖子，扛起来就跑。红衣女子刚想召唤回自己的本命宝剑，但身上的伤势实在是太严重了，喷出一口鲜血之后就倒在地上，难以动弹。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姬太常越跑越远。姬太常一口气飞出去数百上千里远，确定红衣女子没有追上来之后，他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心有余悸。姬太常连忙躲进一个山洞里，换下一身衣袍和面具，动用归西诀改变了自身的容貌和气息。还好他生性多疑，出门之前就换了个马甲，若是被红衣女子看到了姬傲天的马甲，只怕姬太常以后睡觉都不安稳了。正当姬太常准备离开的时候，却有一位身穿蓝白色宫装襦裙的女子踏入山洞里，面色苍白如纸，身上伤势不轻，摇摇欲坠。又来！姬太常面色一变，脸都要绿了。不对，他的修为只是金丹七三重，还好，自己吓自己。感应出对方的修为之后，姬太常这才松了一口气。这位女子身形纤细而玲珑，直到姬太常肩膀高度，却有着波涛汹涌的胸襟，让姬太常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她的面容十分清纯亮丽，看起来不过是28年华的模样，苍白的面色让她看起来更显得楚楚可怜。这位姑娘，你……姬太常刚想说些什么，却见对方眼睛之中闪过诡异的红光，直接扑了过来。姬太常猝不及防之下，直接被他扑倒在地，那柔软细腻的娇躯将他压住。卧槽，姑娘请自重。姬太常的话还未说完，就被对方用红唇堵住了。姬太常刚想把他推开，强大的神识却感知到了异常，他受伤了，体内有一股魔气在侵蚀。这股气息怎么有点熟悉？这不是红衣女子的力量吗？刚才和红衣女子爆发大战的是她，可她不是才金丹期3重修为吗？怎么可能和元婴期强者大战？姬太常眼睛都睁大了几分，竟是从对方身上感应到了先前那位红衣女子的力量气机。很显然，这位姑娘就是被红衣女子所伤。没等姬太常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姑娘却是生涩而粗暴地撕开姬太常的衣服，眼中带着红光，呼吸急促而火热。姬太常大概明白了她中了怎么样的魔道手段。撕拉，伴随着衣物翻飞的声音响起，山洞里很快就充满了旖旎的气息。日后，姬太常躺在地上，眼神深邃而平静地望着山洞顶，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宇宙的尽头在哪里。至于那位娇小玲珑而又波涛汹涌的女子，正趴在他怀里沉沉睡去，眼眶有些湿润，苍白的脸色已经恢复了几分红润。事已至此，先睡觉吧。姬太常叹了一口气，抱着女子闭眼休息了起来。数个时辰后，伴随着一道尖锐的叫声响起，那位女子满脸羞红，啵的一下从姬太常怀里站起来，慌忙从储物戒指里取出新的裙子，手忙脚乱地穿起来。也许是动作幅度太大了，她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两腿都在打颤。你对我做了什么？那位女子捂住胸口，颤抖着的手持着一把宝剑，对准姬太常。她那精致秀丽的面容满是红霞，有泪花闪烁。姬太常无奈地摊了摊手，你不会是失忆了吧？刚才我可什么都没做，全都是你自己主动的。那位女子愣了一下，脑海中不禁回忆起身中魔宫后的画面，回忆起她此前的疯狂与主动。唰的一下，她的俏脸红润的几乎可以滴水，踉跄着后退了几步，一时间竟是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叮，秦若琳好感度提升1点。秦若琳好感度是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听到系统提示音，姬太常嘴角忍不住一抽，这好感度有点低啊。姑娘别激动，我不是好人，呸，我不是什么坏人。姬太常朝着秦若琳露出一个尽量柔和的微笑，说起来，我帮你解了魔毒，你应该谢谢我才对。姬太常不说还好，一想到刚才解毒的过程，秦若琳的俏脸再度变得通红，双腿都微微颤抖，羞愤欲绝。可正如姬太常所说，一切都是他主动的，他也没办法责怪姬太常，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姬太常。于是秦若琳一瘸一拐地转身就走。姬太常穿上衣服，身形一闪就来到秦若琳面前，认真地说道，姑娘，你我已有夫妻之实，我可以对你负责，我们可以认识一下，一起把生活过好。秦若琳闻言，看着姬太常那诚恳而认真的模样，心中微微震动了一下。叮，秦若琳好感度提升20点，暂不可获得元熙帝10%修为能力。秦若琳好感度是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系统的提示音忽然冷不丁响起，令姬太常一下子睁大了眼睛。啥玩意？暂不可获得元熙帝的修为，这岂不是意味着秦若琳是元熙帝的妃子？我把元熙帝牛头人了？卧槽，还有这种好事？等一下，大武王朝的皇帝也不叫元熙帝啊，而且刚才还落红了，说明秦若琳还是处子啊。姬太常只觉得脑瓜子嗡嗡作响，隐隐察觉到了秦若琳的身份极为不一般。我不需要你负责。秦若琳沉默片刻，也直视着姬太常的眼睛，认真说道，刚才之事我不怪你，甚至还要谢谢你帮我解毒，但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你若是和我扯上关系，只会给你带来祸端，就当这是一个美丽的梦境吧，再见。
说罢，秦若琳绕开姬太常，手捏印诀，脚踏一把飞剑，直接离开了这座山洞。姬太常见状也没有勉强，只是惋惜地叹了一口气。秦若琳飞了一会儿之后，忽然间两腿一软，差点从半空中跌落。她夹紧双腿，嘴唇紧咬，眼中带着幽怨的神色。不管了，月儿好像是嫁到了那个什么青云宗来着，先过去躲一段时间吧。秦若琳喃喃自语，手中摊开一张兰州地图，仔细辨认了一下方向之后，朝着青云宗的方向摇摇晃晃飞去。姬太常再度换了个马甲之后，朝着兰州王府的方向飞去。1个时辰后，一座巍峨浩瀚的古城出现在姬太常面前。辽阔无垠的平原上，巍峨城墙宛若长城般连绵，高耸宏伟，有一列列士兵驻守。城墙之中一排排建筑林立，城内甚至有山脉起伏，大河蜿蜒，数不清的修士和百姓来来往往，十分热闹。城墙之外同样有大片建筑耸立，一眼望不到尽头，极尽繁华与热闹。这里就是兰州的中心地带，也是兰州王府所在地兰州城。姬太常甚至都不需要打听，隔着很远就能看到兰州城中央位置那座宏伟而华丽的王府。姬太常降落到兰州王府门前，不经意间散发出一缕金丹威压，淡淡的说道：“我找你们王府七公子秦文华通报一下吧。”请稍等。王府守卫看到姬太常姿态不凡，也不敢怠慢，立刻把消息传进去。不一会儿，秦文华便带着几位下人亲自来到王府门前迎接。只不过他看到来者不是杨顶天之后，脸上的笑容显然少了几分。秦文华问道：“这位前辈不知尊姓大名，找本公子所为何事？”姬太常双手负在身后，淡淡的说道：“我乃杨顶天的师叔，西门吹风。杨顶天正在闭关，托我找你办点事。”秦文华闻言顿时虎躯一震，原来是西门前辈，快快请进。秦文华脸上堆起笑容，立刻把姬太常请到了他的小院子里。对了，西门前辈，还不知道你们出自何方宗门势力？秦文华搓了搓手，心中实在好奇的紧。不只是他，秦妙一和无忌这段时间都在大张旗鼓地搜查杨顶天的信息，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哪怕是兰州王府和无涯宗出马，居然也查不到任何情报，仿佛杨顶天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这也让秦文华对于杨顶天和西门吹风的身份愈发好奇。一介散修，不值一提。姬太常摇了摇头，根本没打算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没等秦文华继续追问，姬太常便问道：“秦公子，不知你可曾听说过罗弘一？”罗弘一。秦文华听到这个名字，顿时面色微变。天下谁人不识罗弘一？秦文华面色凝重道：“前辈应该知道，我大武王朝境内最强魔教为血莲教，而这罗弘一正是血莲教护法元婴期五重修为。传闻他本是血莲教上一代老教主的侍妾，只是100年前老教主突然暴毙，而罗弘一却是修为暴涨，踏入元婴期，并且一步步爬上了护法之位。有传言称血莲教老教主是被罗弘一暗害。”听完秦文华的解释之后，姬太常心中咯噔了一下，完了，那个女魔头居然是一方魔教的护法，还好自己足够稳健，没有暴露真容，否则估计当天晚上就会被血莲教找上门来了。不过姬太常心中还是有些不安，于是向秦文华详细打听了血莲教和罗弘一的情报。但越是打听，姬太常就越是心惊胆战。血莲教神出鬼媒，教众数量极多，单是元婴期强者就不下10位，实力底蕴极其恐怖。大武王朝不止一次试图铲除血莲教，但血莲教的老巢极为神秘，连大武王朝皇室都不知道在哪里。且血莲教新任教主实力手段通天，听说与罗弘一也有一腿。姬太常只觉得手里这把宝剑有点烫手。秦文华说完血莲教的情报后，好奇地问道：“不知前辈打听血莲教的情报作何用处？”姬太常沉默了一下，从储物戒指里掏出一把血红色宝剑。“如果我说我在路上捡到了罗弘一的兵器，你们信吗？”秦文华等人看着姬太常手中的血红色宝剑，眼睛都瞪得滚圆，差点弹了出来。这……秦文华都忍不住倒吸一口气凉气。他看着剑身上弘一2字，感应着那股精纯可怖的血煞气息，顿时心中一震。这是一件下品法宝，而且与记载中的罗弘一本命宝剑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秦文华都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西门吹风不过是金丹期修为而已，那罗弘一可是元婴期5重修为啊！金丹期能抢元婴期大能的兵器，这简直就是倒反天罡。好吧，不装了，我摊牌了。姬太常解释道：“其实是我在赶来王府的路上，看到罗弘一和另一位元婴期强者打得2败俱伤，重伤逃走，便顺手捡了这把兵器。不知道秦公子能否帮我处理掉？这把宝剑绝对是一个烫手山芋，谁敢收走罗弘一的本命宝剑，说不定当天晚上血莲教就上门查水表了。但秦文华或许可以，毕竟他可是兰州王府七公子。罗弘一有什么事，跟兰州王说去吧，这恐怕很难。”秦文华苦笑一声，谁知道罗弘一有没有在宝剑上留下什么印记？万一半夜罗弘一追过来，那不就完了？公子，咱们可以拿去献给王爷啊！大武王朝这些年来一直在打压血莲教，若是公子能献上罗弘一的本命宝剑，这绝对是大功一件。就在这时，秦文华一位脑瓜子机灵的手下有了点子。秦文华眼睛一亮，此计可行。姬太常嘴角微微一抽，这可真是太孝顺了。不过兰州王可是一代亲王，
罗红衣再如何强大，应该也不敢对他动手。秦文华郑重地说道：“西门前辈，这把剑我不白拿，一定会给前辈一个满意的报酬。”如此甚好。姬太常微笑颔首，正合他意。这把剑他是不敢留着的，拿去黑市估计也没有人敢收，交给秦文华处理最为合适。最终，秦文华给了姬太常60多万灵石，这毕竟是赃物，价格自然比一般的下品法宝低得多。对了，秦公子，你可知元熙帝是谁？姬太常再次问出一个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他是大禹王朝的皇帝。秦文华不假思索地答道：大禹王朝与大武王朝相邻，且对方综合国力不比我们大武王朝弱多少。元熙帝在位足足300多年，据说早已经踏入元婴期，一身实力深不可测。姬太常闻言顿时松了一口气。好消息是元熙帝不是大武王朝的皇帝，他暂时不会有事。坏消息是大禹王朝也不好招惹呀。不过这元熙帝一把年纪了，再熬几年说不定就嗝屁了。到时候我若是把秦若琳好感度提升上去，不就能获得元婴期大能的修为和能力了？姬太常脑海中浮现出另一个念头，不禁有些火热。与秦文华告别之后，姬太常又去拜访了一下秦妙一。秦文华毕竟还没当上世子，可秦妙一已经是郡主了，他的权势可比秦文华要大太多了，值得姬太常深交。西门吹风前辈，你和杨顶天公子究竟出自何方宗门？秦妙一身穿一袭洁白如雪的长裙，容貌美艳无双，带着高高在上的华贵气质，眼眸中满是好奇地盯着姬太常。他把进入苍山秘境的所有宗门势力都查了一遍，偏偏就是找不到与杨顶天相符的人。隐世宗门不可透露。姬太常摆了摆手，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秦妙一闻言却是若有所思，心中恍然，原来是隐世宗门。想来那天阳顶天公子是顶替了某个宗门的弟子身份进入苍山秘境，难怪查不到他的情报。姬太常和秦妙一唠了一会儿，打听到了不少消息，心满意足地离开兰州王府。姬太常哼着小曲儿，开始返回青云宗。但这时候的青云宗却并不平静，老宗主和大长老一夜之间陨落，再加上当晚有魔气冲天，使得整个宗门人心惶惶，气氛压抑沉重。林雪月和杨瑶等人自然是竭力隐瞒真相，对外宣称是有魔道邪修入侵青云宗，老宗主和大长老协同姬傲天一起击杀了魔修，老宗主和大长老壮烈牺牲。即便如此，青云宗众人依旧感到不安。轰隆！正当林雪月筹办杨步秋和杨伟乐的葬礼时，苍穹之上响起数道轰鸣声，有3艘云船从不同方向疾驰而来，停在青云宗上空。林雪月和杨瑶等人心中一惊，豁然抬头。林雪月更是当机立断，果断催动宗主令牌，开启护宗大阵。轰的一声，青云宗四周地面有密密麻麻的阵纹和符号亮起，纵横交织，形成了一座庞大的阵法，将青云宗领的笼罩。无定派、玉门宗、雷霆宗，你们3宗来我青云宗所谓何事？林雪月踏空而起，看到了这3艘云船上3个宗门的旗帜与徽章，顿时眸光有些冷冽。所谓何事，林宗主应该很清楚啊。无定派的云船甲板上，一位留着络腮胡的中年男子走出，脸上带着玩味的笑容。你们青云宗大长老杨伟乐坠入魔道，成为盖世魔头，我等自然是来斩妖除魔。林雪月和杨瑶等人闻言，心中猛地一沉，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封锁消息了，这3个宗门怎么会知道这个秘密？难道宗门之中有奸细？但此时也来不及追查奸细了。林雪月沉声说道：一派胡言，此前是有魔道邪修潜入我青云宗，是我青云宗上代宗主和大长老联手姬傲天前辈击杀了魔道邪修，大长老为此壮烈牺牲，尔等怎能污蔑于他？尽管林雪月心中恨透了杨伟乐，但这时候不能把他入魔的真相公之于众，否则对于青云宗来说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麻烦，这等同于给了其他宗门来调查和打压青云宗的借口。呵呵，看来林宗主全身上下都是软的，就属嘴巴最硬了。玉门宗的云船上，一位身披银甲的男子一步踏出，眼中带着邪光，直勾勾地盯着林雪月那成熟而又妙曼的娇躯，忍不住舔了舔嘴唇。林宗主就别嘴硬了，你们青云宗大长老入魔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严重怀疑青云宗与魔教勾结，还请林宗主打开防御大阵，让我等进去检查一下。雷霆宗的云船上也有强者出现，满头黑发倒竖，额头上有雷电纹路，闪烁着光芒，语气威严而霸道。我说了，大长老没有入魔。林雪月一双美眸之中带着怒火，一字一字地说道：尔等若是敢强闯我青云宗，等同于与青云宗宣战。这3方宗门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们说是检查，可真要是把他们放进青云宗里，谁知道他们会干什么？修仙界向来都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宣战，哎呦，我好怕怕。玉门宗的银甲男子拍了拍胸膛，阴阳怪气地说道：你们青云宗最强的老东西和大长老都死了，凭你们这几个阿猫阿狗，拿什么来跟我们宣战？哈哈，真是可笑呢。不过我看林宗主也是风韵犹存啊，若是你过来陪我进屋里好好调查一下，我心情好了，说不定还能帮你们青云宗说说话。此言一出，林雪月等人皆是心中涌起怒火，双手都捏紧了。雷霆宗的强者也冷冷地说道：要么你们打开护宗大阵，要么我们轰开护宗大阵。随着他声音落下，无定派、玉门宗、
雷霆宗3艘云船上皆是出现数百位气息强悍的修士，他们每个宗门都出动了4位金丹期强者，加起来就是足12位。尤其是为首的3位强者，修为分别是金丹期7重和2个金丹期8重，这般强大的实力足以覆灭整个青云宗。不好！感应到那3方宗门强者的修为气息，林雪月和杨瑶等人皆是面色大变，一颗心都沉到谷底。他们根本不是来调查杨伟乐入魔的事情，这只是个借口。他们想灭掉青云宗，瓜分青云宗的资源和领地。林雪月脑海中像是有一道电光闪过，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打算。如果真的只是调查杨伟乐入魔的事情，根本用不着出动这么多强者。小常，你在哪儿？林雪月既是愤怒又是无助，内心无比思念姬太常。如果有姬太常在就好了。林宗主，乖乖打开护宗大阵吧，否则等我们轰开护宗大阵，你们可就要遭老罪了。玉门宗的银甲男子嘿笑一声，目光淫邪而贪婪，直勾勾地盯着林雪月以及林雪月身边同样美艳动人的杨瑶。不少3方宗门的强者也跟着哄堂大笑，目光皆是残忍而贪婪，盯住青云宗众人。青云宗大长老和老宗主身死，没有人能撑起大旗，正是趁机覆灭和瓜分青云宗的大好时机，是吗？就在这时，一道冷漠的声音突然响起：“你说谁要遭老罪？”随着那道声音响起，有玄黄色光芒划破苍穹，宛若陨星坠地，携着雷霆万钧之势轰向银甲男子。银甲男子面色陡然大变，感受到了强烈的死亡危机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怒吼一声，手中浮现出一杆银色长枪，横在身前，试图阻挡那道玄黄色光芒。砰！紧接着就是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玄黄色光芒化作一座古塔，散发出厚重巍峨的气势，将银甲男子手中长枪都硬生生砸得弯曲。可怕的力量将他从半空中砸到地上，发出一道爆鸣，坚固的岩石地面都被硬生生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地动山摇，尘土飞扬。银甲男子身上的甲胄破碎，胸膛凹陷，当场喷出一大口鲜血，遭受重创。什么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3方宗门的修士全都吓了一大跳。要知道，银甲男子可是金丹期7重修为啊，居然被人一下子打成重伤，何其惊人！他们纷纷拔出兵器法器，如临大敌，死死盯着前方。在众多修士警惕而凝重的目光中，姬太长身穿一袭墨青色长袍，脸上戴着青铜面具，满头黑发随风飞扬，双手负在身后，踏空而来。他身躯修长挺拔，整个人散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威压和大气魄，给人以无形的压迫感。就连那些金丹期强者都浑身绷紧，从姬太长身上感应到了莫大的危机感。他就是那位神秘的强者姬傲天。3方宗门的修士皆是心中一凛，眼中闪过一丝忌惮的神色。小常，你终于回来了。林雪月娇躯一震，有些热泪盈眶，这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叮，检测到林雪月好感度提升2点，林雪月好感度68，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是姬傲天前辈回来了，太好了，我们有救了。青云宗众人看到姬太长出现之后，全都松了一口气，脸上满是喜色。他就是姬傲天。杨瑶也好奇地打量着半空中那道威风凛凛的身影，眼中却是闪过一丝疑惑。不知为何，他总觉得姬傲天似乎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自己在哪里见过。哪怕姬太长改变了体型和容貌，气息还戴上了面具，但杨瑶却依旧能生出熟悉的感觉。姬太长招了招手，玄岩塔化作一道红光，在他身边缓缓旋转。他俯视着3方宗门的修士，眸光冷漠。青云宗，本座罩着的，懂？谁给你们的胆子来攻打青云宗？若不是姬太长回来的及时，后果不堪设想。这也让姬太长心中杀意暴涨，他现在火气很大。姬傲天道友，你并非青云宗之人，何必要强行为青云宗出头？雷霆宗的强者沉声说道。这青云宗大长老坠入魔道，残害生父，这就说明整个青云宗都出大问题了，必定是暗中勾结魔道，作恶多端。我们3方宗门来此，也是为了彻查此事，斩妖除魔。无定派的络腮胡男子点了点头，不错，这青云宗太过可疑，不彻查清楚，我等怎能放心？还请道友莫要多管闲事为好。来都来了，3方宗门都不甘心，就此退走。姬傲天的实力是很强，但他们3方宗门也不是吃素的，12位金丹期强者联手，就不信还打不过他一个姬傲天。姬太长眸光一寒，冷冷地吐出一个字：稳。谁敢出手，本座必杀之。眼看着姬太长态度强硬坚定，12位金丹期强者对视了一眼，交换了一下眼神。轰！下一刻，12位金丹期强者同时出手，爆发出一道炽盛而又可怕的攻击，杀气冲天，宛若山崩海啸般从4面8方轰向姬太长。那种灵力波动如同汪洋起伏，威势滔天，太过恐怖，换作是一般的金丹期9重强者都根本挡不住。不好，小常小心啊！姬前辈，您一定要顶住啊！青云宗众人看到这一幕，皆是心头狂跳，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无比担忧。面对12位金丹期强者的联手围攻，姬太长神色平静而淡漠，没有丝毫波澜。他手捏印诀，玄岩塔迎风暴涨，化作100丈高的巍峨古塔，
将他笼罩。紧接着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爆鸣，12位金丹期强者的攻击全部轰在悬崖塔上，迸发出一道道余波，令苍穹震动，大地轰鸣，掀起可怕的气浪。但悬崖塔抗住了，巍峨古塔屹立不倒，安如磐石，并未出现任何裂痕。这就是极品法器之威，攻防兼备。这一幕让12位金丹期强者都瞳孔一缩，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这座宝塔居然能挡住他们12人的联手围攻，这未免坚硬的有点过分了。唰，姬太长的身影忽然冲出悬崖塔，手中快捷剑亮起炽盛的火光，猛地一斩。刹那间，茫茫剑气爆发，浩瀚汹涌，根本不是一两道剑气，而是一大片剑光同时绽放，朝着四面八方横扫而过。那12位金丹期强者大惊失色，立刻横起兵器法器挡在身前，试图联手抵抗姬太长的攻击。咚！半空中爆起一团又一团火光，姬太长展出的剑气与12位金丹期强者的攻击碰撞在一起，轰隆隆作响，声势惊人。有好几位修为较低的金丹期强者当即惨叫一声，被可怕的剑气击落，一头栽倒在地，生死不知。好！林雪月见状，丰盈的胸膛一阵起伏，一双美眸之中异彩连连。诸位，一起上！助击傲天前辈一臂之力。他当机立断，立刻打开护宗大阵，拎着一把宝剑就冲了出去。柳翠兰和张三等6位金丹期长老见状，也没有犹豫，果断跟着一起出击。帮姬太长就是在帮青云宗，就是在帮他们自己。不好，快撤！那些金丹期强者察觉到了姬太长的可怕，知道踢到铁板了，顿时面色一变。他们立刻冲回自家云船，准备跑路。但姬太长又岂会让他们如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真当我青云宗是游乐场不成？姬太长再次抡动手中快捷剑，展出一道无比炽盛的剑气，伴随着汹涌火光爆发，横扫而过。3艘云船都被姬太长一剑劈得剧烈摇晃，出现一道裂痕，甚至有不少倒霉的修士被剑气余波击中，当场倒头就睡。前辈，得饶人处且饶人，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3方宗门的修士皆是面色大变，又惊又怒。姬太长冷笑一声，日后我日你星号星号。姬太长冷冽的眸光锁定了玉门宗的云船，身形一闪就杀了过去。别人可以跑，但是玉门宗的银甲男子必须死，胆敢对他的女人说污言秽语，已有取死之道。前辈，为什么追我？银甲男子看到姬太长直勾勾的追杀过来，顿时脸都绿了。姬太长不语，只是手捏印诀，一身磅礴的灵力毫无保留倾注到悬崖塔里，古塔通体缭绕着玄黄之光，巍峨厚重，以万钧之势砸向玉门宗的云船。银甲男子目眦欲裂，虽然第一时间开启云船的防御阵法，同时也催动自身的法器进行阻挡，但是根本没什么卵用。只听得轰的一声震天巨响，银甲男子的法器被砸飞，云船防御阵法破碎，这艘长达数百丈的庞大云船被悬崖塔从半空中硬生生砸落，当场坠机。至于无定派和雷霆宗的强者，看到姬太长被玉门宗吸引了火力，他们非但没有出手救援，反倒是趁机跑路。林雪月等人试图阻拦，但是他们修为不足，根本拦不住。对此姬太长并没有在意，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回头再收拾他们也不迟。姬太长手捏印诀，悬崖塔再次冲起，宛若一座巍峨大山当头砸落。不！银甲男子目眦尽裂，发出惊恐和悔恨的大叫声。他浑身灵力仿佛在燃烧，竭尽所能催动那杆弯了的长枪挡在身前，然后他就连人带枪都被砸成了臊子。银甲男子只是金丹7重修为，也没有强大的法器护体，根本扛不住悬崖塔的轰击。至于玉门宗那艘云船，以及云船上数百位玉门宗精英修士，也已经跟着银甲男子一起含笑九泉。苍茫大地都被硬生生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地动山摇，轰鸣声震耳欲聋。看到这如此可怕的攻击，张三和李四等人皆是眼皮子狂跳，暗自倒吸一口凉气。姬太长抬起头，但这时候无定派和雷霆宗的人早已经跑远了，连影子都看不到了。月儿，跟我说说这3个宗门的领地在哪里，分别有多少金丹期强者？姬太长走到林雪月面前，听到姬太长对他如此亲密的称呼，林雪月那娇艳的脸蛋瞬间浮现出一缕红霞，忍不住朝着姬太长翻了个白眼，有些嗔怒的低声说道：别这样叫我，跟我回宗门再谈吧。他担心姬太长冲动之下直接杀去3方宗门里，因而想要劝他冷静一下。但张三和李四等人身为金丹期强者，听觉何其敏锐，一下子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位姬傲天前辈称呼宗主为月儿，宗主脸红了，还要姬傲天跟他回宗门？难道说？张三和李四等人对视了一眼，皆是露出震惊的神色。宗主该不会是和姬傲天私通，被杨伟乐撞见，然后杨伟乐被刺激到走火入魔，姬傲天便出手杀了杨伟乐，彻底霸占了林雪月。他们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猜测，同时脑补出一场狗血的恩怨情仇。林雪月和姬太长来到青云宗一处议事大殿里，林雪月快速把大门关上，这才松了一口气。小长，今天多亏了你及时回来，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林雪月拍了拍高耸的胸膛，看向姬太长的目光满是感激，同时还带着一丝异样的情愫。虽然他不知道姬太长为什么突然间就拥有金丹期9重的修为，但这段时间以来，
姬太常给他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安全感以及巨大的帮助，是姬太常把他从杨伟乐的魔爪里救出来，帮他解脱，同时还让他当上了宗主。在青云宗遇到危机之时，也是姬太常挺身而出，强势击毙敌人。更何况他们之前还曾亲密接触过那么多个日日夜夜。一念至此，林雪月的目光愈发柔情，下意识夹紧双腿。定，检测到林雪月好感度提升2点，宿主可获得杨伟乐10%修为能力。林雪月好感度计时，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令姬太常有些疑惑，他还啥都没说呢，好感度咋提升上去了？不过姬太常也懂得把握时机，他当即搂住林雪月那纤细柔软的柳腰，含情脉脉地看着她。别这样。林雪月心跳得很快，脸蛋通红，慌忙推开姬太常的手。月儿，现在已经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在一起了。姬太常却是按住她的肩膀，那温柔而又认真的目光直视着她的眼睛。我们曾经在一起亲密接触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在我心里，你早已经是我的女人了。有句话在我心里藏了很久，现在终于可以对你说出来了。月儿，我喜欢你，我们在一起好吗？今后我会保护你，守护你。姬太常变戏法一般，从储物戒指里掏出一束鲜艳的花束，再加上他那温和而诚恳的话语，令林雪月眼睛都睁大了，小心脏砰砰狂跳，只觉得心底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滋生，一股暖流涌向全身。定，检测到林雪月好感度提升10点，宿主可获得杨伟乐10%修为能力。林雪月好感度8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姬太常知道时机到了，再次搂住林雪月的柳腰，缓缓低头，朝着她那红润的嘴唇吻下。片刻之后，林雪月却是慌忙推开姬太常，脸色愈发红润，宛若成熟的水蜜桃一样，格外诱人。不行，我是你的师娘啊，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姬太常笑了笑道：很简单，杨伟乐已经入魔了，这等魔头不配当我的师傅，我与他恩断义绝，断去师徒关系。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在一起了。姬太常再次搂住林雪月的小蛮腰。别这样，小常，你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好吗？林雪月虽然十分心动，但一时间也过不去心中那道坎，慌忙拉开议事大殿的门，落荒而逃。姬太常有些惋惜，但是也并没有强人所难。他双手负在身后，看向远处鬼鬼祟祟偷看的一众青云宗长老，嘴角忽然勾起一抹坏笑。杨瑶，你过来一下，本座有事要问你。姬太常声若洪钟，传到杨瑶和张三等人耳边。杨瑶心头一跳，但面对拯救了青云宗的恩人，他也不敢违抗，便老老实实的来到议事大殿里。姬太常随手就锁了大门，顺手打出一道灵力结界，将议事大殿内部与外界隔绝起来。杨瑶看到这一幕，顿时眼睛都睁大了几分，面露警惕的神色。不知前辈找我所为何事？他表面上不卑不亢，实则已经暗自警惕了起来，浑身绷紧。看到杨瑶这副紧张的模样，姬太常嘴角忍不住上扬，玩心大起。他大步走到杨瑶面前，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本座救了你们青云宗2次，你身为青云宗大长老，该怎么报答本座呢？姬太常伸出手指勾起杨瑶的下巴，仔细欣赏她那丰腴玉润的完美身材。前辈请自重。杨瑶大吃一惊，立刻后退了2步，嘴唇紧咬，脸色也冷了下来。前辈对青云宗的恩情，我们都铭记于心，前辈想要什么报答，我们青云宗定然全力以赴。杨瑶脸色冷了几分，不卑不亢地说道：但我已是有妇之夫，还请前辈见谅，莫要拿我开玩笑，是吗？姬太常脸上带着坏笑，可我听闻你还未出嫁，联姻对象就死了，婚约自然也当无效。提及此事，杨瑶脸色有些不自然，但还是咬牙说道：我的夫君不是烈火宗宗主，而是另有他人。姬太常眉头一挑，是谁？杨瑶说道：抱歉，这是我的私事，不能告知，还请前辈见谅。姬太常冷哼一声，我看你根本没出嫁，就是找个理由糊弄本座。今天你不说出你夫君是谁，休怪本座不客气。你……杨瑶心中一怒，气得巍峨的胸膛一阵起伏，但他最终还是捏着鼻子说道：我的夫君是姬太常。姬太常闻言，嘴角止不住上扬，结，好娘子，你这话为夫很喜欢听。姬太常坏笑着搂住杨瑶，前辈你……杨瑶先是一惊，下意识想要反抗，但忽然惊觉姬傲天的声音变得异常熟悉，姬傲天的容貌和气息也快速发生变化，变成一个他无比熟悉而又思念的家伙。小常，你是姬傲天？杨瑶只觉得小脑袋瓜子嗡嗡作响，着实被惊得不轻。他实在难以接受，只是筑基期2重修为的姬太常，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金丹期9重的顶尖高手？看着杨瑶那呆傻可爱的模样，姬太常只觉得浑身热血沸腾，低下头来，在她红唇上狠狠亲了一大口。出手！你真的是小常？杨瑶仍然有些不敢相信，惊疑不定地打量着姬太常。当然是为夫。姬太常坏笑道：杨瑶姐姐，我们昨天才刚在你的闺房里睡过，而且杨瑶姐姐最喜欢的知识是……姬太常道出一些只有2人才知道的小秘密，但话还未说完，杨瑶的俏脸瞬间唰的一下变得通红，连忙捂住姬太常的嘴巴，
嗔怒道：“坏家伙，你不许说出来！现在相信了吧？”姬太常勾起杨瑶的下巴，依旧坏笑道：“娘子，再叫一声夫君听听。”你坏夫君！杨瑶心中既是羞涩又是喜悦，伸出小拳拳在姬太常胸口捶了一下。对了，小常，你不是才筑机器2重修为吗？什么时候变成金丹期9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别说话哦。一个时辰后，杨瑶瘫倒在姬太常怀里，清纯俏丽的脸蛋满是红霞，嗔怒地拍了一下姬太常的胸膛。这里可是议事大殿，你太坏了，换个地方才刺激。姬太常嘿嘿一笑，杨瑶依偎在他怀里，抬起头来看着姬太常：“小常，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怎么突然间就有金丹期9重修为了？”他实在好奇的紧。姬太常沉吟了一下，道：“其实是我在苍山秘境里发现了一座仙人洞府，得到了上古仙人传承，对方赐我一缕仙气，我便修为暴涨。”上古仙人？杨瑶眼睛都睁大了几分，被唬得一愣一愣的。这个说法听起来太过离奇，但他稍加思索，好像还真有这个可能。姬太常信誓旦旦地说道：“千真万确，骗你的话，我天打5雷轰，不得。”话还未说完，杨瑶慌忙捂住他的嘴巴，嗔道：“不许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他直视着姬太常的眼睛，认真地说道：“我相信你，不管是仙人赐福也好，别的途径也罢，无论是姬太常还是姬傲天，你都是我最信任也是最深爱的人。”姬太常心中微微一震，涌起一股暖流，看着杨瑶那坚定而又充满爱意的眼神，姬太常心中触动，将杨瑶紧紧搂在怀里。两人相拥许久之后，姬太常问道：“对了，杨瑶姐姐，那3方宗门的领地在哪儿？有多少金丹强者？我过去灭了他们，永绝后患。”不可！杨瑶被吓了一跳，脸上满是担忧的神色。的3方宗门高手不少，还有很多底蕴杀招，你贸然杀过去的话很危险，尤其是这玉门宗，听说与无涯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已经杀了玉门宗数百人，还包括了4位金丹期强者，只怕会惹来无涯宗的报复。当务之急，你还是先出去躲躲吧。姬太常闻言，顿时眉头一挑。玉门宗和无涯宗有关系，有火云丹鼎在手，姬太常自信能够轰杀元婴期以下任何强敌，但就怕无涯宗会出动元婴期强者。不过应该不至于吧？保险起见，还是再去兰州王府走一趟吧，请郡主殿下派人来帮帮场子。我倒是要看看，是你玉门宗的人脉关系硬，还是兰州王府的人脉关系硬。姬太常心中做出决定，虽然姬太常不认为玉门宗能请来无涯宗的元婴期老祖，但多做准备准没错。对了，杨瑶姐姐，这是我在苍山秘境的仙人洞府里得到的一些保命手段，你且拿着。姬太常从储物戒指里掏出一件护甲，10几张符箓塞到杨瑶手中。多谢小常。杨瑶满心欢喜，在姬太常脸上亲了一口。还叫小常？姬太常眉头一挑，杨瑶嘴唇半咬，清纯俏丽的脸蛋上带着一丝娇羞和妩媚。夫君。姬太常又逗了他一下，两人收拾干净现场，这才打开议事大殿的门走了出去。该死的姬傲天！远处暗中观察的张三和李四见状，妒忌的眼睛都有些发红，咬牙切齿。这姬傲天和杨瑶在议事大殿里独处了一个多时辰，而且杨瑶还脸蛋红润，多了一种风情万种的感觉，这让两人不免心中生出可怕的猜测。一想到青云宗大美人被姬傲天采摘，两人嫉妒的坤儿发紫。将杨瑶送到他的住所之后，姬太常转身又去了林雪月的屋子。林雪月成为宗主之后，自然是有权在青云宗任何地方建造住所，而他挑选的位置就在杨瑶住所旁边，2座温馨的小院子紧挨在一起。只因除了姬太常之外，杨瑶是林雪月唯一的好友了。姬太常敲了敲门，林雪月的神识感知到是姬太常之后，顿时既是羞涩又是紧张。闺房的门只开了一半。小常，我真的一时间还没办法接受，你再让我考虑考虑好吗？他那张美艳成熟的脸蛋上带着恳求的神色。姬太常却是趁机捏了捏林雪月水嫩的脸蛋，笑道：“月儿放心，我不会强迫你的，这次来是给你送一些好东西。”姬太常给他递上一些保命手段，如天雷符、灵遁符、上品法器软甲等，甚至足以应对金丹期9重强者的威胁。离开兰州王府后，姬太常把那50万灵石花掉了，在兰州城买了很多保命手段，就是专门给两女用的。至于灵石，整个青云宗都是姬太常的家产了，没灵石用了大可直接去宗门宝库拿。这是你上哪儿弄来这些东西？林雪月娇躯一震，又惊又喜。姬太常笑了笑，说道：“在苍山秘境的仙人洞府里所得。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何拥有金丹期9重修为吗？其实就是在苍山秘境里，我发现了一座仙人洞府。”姬太常将此前编好的理由说了一遍，虽然听起来很离谱，但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林雪月虽然也是将信将疑，但仍然十分感动。小常，谢谢你，你是个好人。叮，检测到林雪月好感度提升2点，林雪月好感度82，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听到系统提示音，姬太常眉头微微一挑，才提升了2点好感度，看来想要好感度提升到100，还是得把月儿彻底拿下才行。姬太常心中暗暗想到。对了，小常，你可千万别冲动。林雪月想起了什么，面色严肃。无定派和玉门宗、雷霆宗实力不弱，说不定也有金丹期9重强者，
而且玉门宗与无涯宗据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杨伟乐入魔之事，我已经封锁了消息，但还是被这三方宗门第一时间知道了。我怀疑青云宗里有奸细，而且身份地位还不低，毕竟知晓这个秘密的只有少数青云宗的核心高层。姬太常闻言，眉头拧了起来。现在青云宗已经是他的家产了，可宗门里居然有奸细，这让他很不爽。一定是张三和李四那两个家伙。姬太常瞬间有了判断，不管是不是，这两个家伙也该上路了。姬太常突破金丹期9重时间太短，这2天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导致姬太常都没工夫对付那两个家伙。现在既然查出、猜到他们两个是奸细，那也该除掉他们了。张三师兄和李四师兄，林雪月却是愣了一下，不太可能吧？他们都是自幼就生活在青云宗里，亲人朋友都在青云宗，出卖青云宗，让青云宗覆灭，这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好处啊！不管是也不是，他们都得死。姬太常冷哼一声，倒也没有隐瞒，将他与两人之间的矛盾说出。得知姬太常打算除掉张三和李四，并且灭掉两人的派系九族玻璃，林雪月心中一惊，但是并没有反对。虽然除掉2位金丹期高手会让青云宗实力有所损失，但只要有姬太常这位金丹期9重强者在，青云宗依旧能屹立不倒。两人一拍即合，姬太常去干掉张三和李四，林雪月则是准备以宗主的名义召集张三和李四派系的人瓮中捉鳖。姬太常离开林雪月的小院子，强大的神识很快就感应到了张三和李四的位置，他心念一动，恢复了真容，动用归西诀，将自身修为气息变成筑基期2重，大摇大摆地从张三和李四附近路过。是他，这个小逼崽子终于让我带到了。张三和李四的神识很快就感应到了姬太常，顿时心中一喜。这段时间他们其实一直想杀掉姬太常，奈何根本没有机会，也找不到人。现在好了，姬太常名义上的师尊死了，且青云宗经历了大变，有强敌虎视眈眈，宗门局势动荡了起来，这正是两人浑水摸鱼，趁机干掉姬太常的好机会。姬太常仿佛没有察觉到被人跟踪一样，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青云宗领地，朝着无人的荒野走去。小逼崽子，给我死！就在这时，张三和李四同时现身。张三脸上满是狰狞与恨意，一掌拍出，汹涌的灵力化作一个1丈长的巨大手掌，朝着姬太常狠狠拍去。姬太常先是在丹殿打了张山一巴掌，抢走他的废丹，处理执事位置，后来在宗门大比的时候狠狠毒打了张山一顿，不仅让他脸面尽失，还抢了他的真传弟子位置，这让张三对姬太常恨得牙痒痒，早就想除之而后快了。姬太常转过身来，双手负在身后，甚至都懒得躲避。咚！只听得一道沉闷的巨响回荡，张三的手掌仿佛拍在一个无形的壁障上，还未靠近姬太常，便轰然炸开，将张三都震得连连后退，浑身气血翻涌，面色发白。哟，这不是张三长老和李四长老吗？你们这是想干什么？姬太常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张三脸上带着一丝惊疑不定的神色，与李四对视了一眼。这家伙有古怪，一起上，弄死他！两人瞬间达成一致，同时拔出一口宝剑，金丹期3重和金丹期4重的修为爆发，汹涌澎湃，联手杀向姬太常。姬太常连兵器法宝都懒得使用，抬手就是一个大逼兜扇过去。砰砰！一股恐怖的气息从姬太常身上爆发出来，席卷八方，将张三和李四的宝剑打碎。一个大逼兜扇在他们脸上，将他们打得横飞出去，在半空中转了几10圈才落地。噗！张三和李四一头栽倒在地上，喷出一大口鲜血和牙齿，脑袋肿胀成猪头，浑身骨骼都不知道断了多少根，遭受重创。两人脸上满是惊骇的神色，死死盯着姬太常，眼珠子都差点弹出来了。金丹期9重，这怎么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张三和李四感应到姬太常身上散发出来的修为气息，被震惊得肝胆欲裂，发出难以置信的大叫。姬太常明明只是个筑基期2重的蝼蚁而已，却摇身一变成为金丹期9重强者，这着实太过吓人，甚至张三和李四都怀疑自己是不是中幻术了。怎么不认识本座了？姬太常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伸手在脸上一挥，戴上青铜鬼脸面具，瞬间变成姬傲天的模样。你就是姬傲天？姬太常，姬傲天？张三和李四见状，更是惊骇的无以复加，人都被吓傻了。他们居然试图谋杀一位金丹期9重强者。眼看着两人被吓得说不出话来，姬太常冷笑一声，只觉得有些无趣，随手召唤出玄岩塔，准备把两人砸成臊子。不，前辈饶命，我们知道错了，还请前辈给我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张三和李四连忙爬到姬太常面前，疯狂磕头，额头上满是鲜血，染红了地面。两人道心崩溃，泪流满面，无比悔恨。如果早知道姬太常就是姬傲天，给他们10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招惹呀。你们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姬太常冷哼一声，大手一挥，玄岩塔从天而降，苍茫大地都猛地一震，被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地动山摇，尘土漫天。张三和李四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当场被砸成了臊子。姬太常踏空而起，爆发出最快速度，前往兰州王府。至于张三和李四派系的人，姬太常并没有出手，
而是选择相信林雪月的手腕。与此同时，他心中默念道：“童子领取能力，定！恭喜宿主获得杨伟乐20%能力。”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姬太常体内涌现出一股阴冷邪恶的气息，令他双眸都泛起丝丝缕缕血光。对于化血魔功的感悟和造诣愈发深入，若是施展暴血能力的话，能够提升的实力也会更强。但姬太常却是眉头微蹙，随着对化血魔功的造诣提高，他隐隐察觉到这部功法似乎有残缺，并不完整。甚至姬太常有种猜测，或许正是因为化血魔功的残缺，才会让杨伟乐性情大变，坠入魔道。不管了，反正我也没打算修炼化血魔功，只把暴血能力当成一种神通手段就行。姬太常摇了摇头，不再去想化血魔功的事情。对他来说，杨伟乐的能力只是个天头，真正值得他期待的是林雪月好感度达到100之后的惊喜大礼包。数个时辰后，姬太常再次抵达繁华喧嚣的兰州城，来到兰州王府里。对于西门吹风再次来访，秦妙一有些惊讶的同时，也十分郑重，并未怠慢，将他请到议事殿里。秦妙一身穿一袭白色长裙，包边有金丝云纹，裙面绣着金丝孔雀芙蓉，但那尺寸不俗的胸襟，硬是将孔雀都撑得有些变形。她容貌极美，端的是国色天香，气质华贵婉约。秦妙一亲自给姬太常斟了一杯茶，袅袅雾气蒸腾而起，伴随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弥漫，让人分不清是茶香还是女子身上的幽香。姬太常端起茶杯，一口饮尽，道：“此次叨扰郡主殿下，是有一事相求。”秦妙一闻言，却是心中一喜，前辈请讲。他对于杨顶天和西门吹风背后的隐世宗门十分好奇，也想拉拢杨顶天和隐世宗门为己所用，奈何根本没有太多接触机会。现在西门吹风主动求他帮忙，这对于秦妙一来说反倒是好事，他求之不得。姬太常沉吟了一下，道：“我宗与那青云宗有些渊源，这几天青云宗遭遇魔道邪修入侵，青云宗老宗主和大长老与魔道邪修同归于尽，宗门实力暴跌。无定派和玉门宗、雷霆宗趁机围攻青云宗，欲将其覆灭。我宗长老出手将其击退，击杀了玉门宗4位金丹期长老，数百位核心成员。听闻玉门宗与无涯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担心玉门宗会请无涯宗元婴老祖出面相助，故而想请郡主殿下帮忙，助青云宗一臂之力。”秦妙一闻言，柳眉也是皱了起来，冷声说道：“这无定派、玉门宗、雷霆宗当真是无耻至极，趁着青云宗虚弱之时上门围攻，手段下作。朱瑾，你且带我令牌前往青云宗，若是无涯宗胆敢出手，便出面阻拦。”秦妙一语气中带着强大的自信，他乃是兰州王府郡主，甚至某种程度上他可以代表兰州王府的意志。无涯宗虽然很强，但终究只是大武王朝境内的江湖门派，无法与朝廷对抗。无论怎么说，还是要给兰州王府面子的。只要无涯宗的人不傻，都不会为了一个玉门宗而得罪兰州王府。是。随着秦妙一声音落下，一位身穿黑衣的妙龄女子一步踏出，从她手中接过兰州王府郡主的身份令牌。她乃是兰州王府培养的亲卫，也是一位金丹期9重强者。多谢郡主殿下，这份恩情我西门吹风他日定当报答。姬太常心中一喜，朝着秦妙一抱拳行礼。秦妙一等的就是这句话，嘴角微微上扬，笑道：“前辈客气了。”两人客套几句之后，姬太常便和朱瑾一同前往青云宗。当姬太常开始返程时，一道风尘仆仆的身影终于赶到了青云宗。秦若琳脸上戴着一个狐妖面具，娇小玲珑的身躯穿着蓝白色百褶裙，肌肤白皙如雪，却有着与她身段不符合的惊人胸襟。一步三晃，终于到了。望着青云宗的山门，秦若琳这才松了一口气，驾驭着飞剑降落。不知前辈来访我青云宗所为何事？青云宗守门弟子有些警惕，毕竟青云宗才刚刚被3大宗门围攻，全宗上下都有些紧张和凝重，气氛压抑。秦若琳清了清嗓子道：“我找你们青云宗的长老林雪月。”那几位守门弟子愣了一下，解释道：“这位前辈，林雪月长老现在已经是我们青云宗的宗主了，不知前辈尊姓大名，找宗主所为何事，我们也好通报一下。”月儿当上宗主了？不是，姐们。秦若琳呆了一下，着实是被这个消息惊到了。青云宗不是有宗主吗？而且就算老宗主嗝屁了，还有那么多长老呢，怎么想都轮不到林雪月来当宗主啊？秦若琳满脑子问号，她想了想，道：“我的名号不方便透露，你们就跟你们宗主说，王都故有来访，他自会知晓，请稍等。”守门弟子虽然有些疑惑不解，但事关宗主，他们也不敢怠慢，当即将消息上报。啪一下，很快呀，林雪月踏空而来，亲自出现在山门处。虽然秦若琳脸上戴着面具，但林雪月还是通过那娇小玲珑的身躯和惊人尺寸，一眼就认出了她的身份。大奶玲，你怎么会在这里？林雪月娇躯一震，脸上满是惊喜与激动的神色，立刻降落到秦若琳面前，拉起她的小手：“你不许叫这个绰号！”秦若琳脸上浮现出一缕红霞，伸手就要往林雪月的身后拍去。林雪月迅速后退，避开她的手掌，脸上带着笑嘻嘻的神色，打量着秦若琳那傲人之处：“你不是不能轻易出宫吗？怎么会突然跑到这里来？”林雪月拉着好闺蜜的手，脸上满是疑惑：“嘘，此事说来话长，我们进去再说。”秦若琳有些紧张，
低声说道：“好。”林雪月点了点头，两人手牵着手来到林雪月的闺房里。秦若琳好奇地问道：“对了，月儿，你不是嫁给青云宗的少主吗？怎么会突然之间就成为宗主了？”提及此事，林雪月娇躯一僵，她咬了咬嘴唇，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将此事告诉了秦若琳。但她隐瞒了和姬太常亲密接触这一段，刻意把姬太常隐去，没有说出姬傲天的真实身份，只说是以前认识的一位强者，倒不是他不信任秦若琳这位好友。实在是此事太难以启齿，林雪月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她爱上了自己夫君弟子这件事情。不过饶是如此，这件事情也足够惊人，令秦若琳眼睛都睁大了几分。杨伟乐暗中修炼魔功，坠入魔道，竟是连自己的亲爹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不如的人渣。秦若琳听完之后，顿时气愤不已。林雪月轻叹一声，神色也是极其复杂。对了，大奶，可若琳，你呢？你怎么突然之间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秦若琳抿了抿嘴唇，低声说道：“父皇要把我送去大禹王朝和亲，嫁给元熙帝当妃子，我不愿意，就偷偷跑出来了。说起来，到了兰州之后，我还遇到了血莲教的护法罗红衣，还好我身上有师傅给我留下的一份保命底牌，里面封印着师傅的一缕剑气。我将剑气激发之后，重创了罗红衣，这才能逃出升天。”林雪月闻言也是觉得一股怒火从心中升起，我看陛下真是老糊涂了。元熙帝那个老东西比陛下年龄都大，说不定过几年就嗝屁了，他这不是在把你往火坑里推吗？哪有这样害自己女儿的？还有血莲教的魔头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秦若琳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些话你我私下里偷偷说就行，可千万别在外人面前说起。对了，我打算隐姓埋名，在青云宗躲一躲。放心，在青云宗我罩着你。林雪月拍着胸脯说道：“是，你当然能罩着我，你都成为人妇那么多年了，肯定比以前大了吧？来，让我康康。”秦若琳忽然脸上带着坏笑，朝着林雪月伸出邪恶的双手。呸，要看看你自己的去。林雪月俏脸一红，拍掉秦若琳的双手，明明你比谁都大，还好意思说我？两女一阵打闹嬉戏，一时间闺房里春光无限，只可惜没有人能欣赏这一幕。一番打闹之后，秦若琳忽然抓起林雪月的手腕，眼睛都瞪大了几分，目瞪口呆。不是，月儿，你这手工纱怎么还在啊？不是已经成亲15年了吗？林雪月娇躯微微一僵，苦笑着开口，将杨伟乐暗中修炼魔功、性情大变、不近女色的事情说出。这是好事啊。秦若琳笑道：“杨伟乐没有碰过你，今后你就可以寻觅良人，重新开始生活。”提及此事，林雪月顿时有些心虚，连忙转移话题：“此事以后再说吧，我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你呢？躲得了一时，终究躲不了一世，总有一天会被陛下找到的。依我看，你不想嫁给元熙帝的话，或许可以找大武王朝境内一些强大宗门、家族势力的子弟，偷偷找人嫁了，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一来，陛下应该就不会为难你了。”秦若琳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心中比林雪月更加心虚。她不动声色地把手臂往袖子里藏了藏，以遮掩消失的手工纱。以后再说吧，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秦若琳的声音低了下去，情绪有些低沉。林雪月叹了一口气，轻轻搂住秦若琳，拍了拍她的后背。两女对波依偎了起来，互相倾诉衷肠，聊了许久。毕竟两人已有15年不曾见过面。说起来，这么多年了，月儿你不打算回王都看看吗？当年林家发生的事情。提及此事，林雪月的脸色骤然冷了下来，双眸之中流露出刻骨铭心的恨意。若琳，此事休要再提，当年发生的事情，往日种种，我到死都不会忘记。只恨我现在没有足够的实力，否则我早已经杀回林家了。秦若琳轻叹一声，轻轻拍了拍好友的后背。今天是个好日子，姬太常哼着开心的小曲儿，与朱瑾一起御空飞行，很快就回到了青云宗，拜见姬前辈。守门弟子看到姬太常之后，全都露出恭敬的神色，纷纷行礼问好。姬太常双手负在身后，微微颔首，径直来到宗门议事大殿里，开始召集青云宗一众长老和核心执事、弟子。这是青云宗内部会议，朱瑾便没有掺和，而是在外面等待。不一会儿，林雪月就出现了。她身穿一袭深紫色的长裙，乌黑的秀发盘成了随云鬓，整个人气质端庄华贵，当真有几分宗主的气势。在看到姬太常之后，她嘴角下意识微微上扬，心中莫名安定和欢喜了几分。月儿，来，坐我边上。姬太常一边欣赏林雪月那美艳的脸蛋和丰腴的身段，一边笑着拍了拍自己的座椅。姬太常高坐主位上，座椅十分宽大，足以容纳2-3个人一起坐。你有外人在的时候，别叫我月儿。林雪月有些心虚的左右看了一下，而后朝着姬太常翻了个白眼，嗔怒道：“但这副模样对姬太常来说，非但没有任何威慑力，反倒是更显得妩媚了几分。意思是私下里就可以叫月儿了是吧？”姬太常坏笑一声，林雪月轻啐一口，来到姬太常右边椅子坐下，轻声说道：“张三和李四派系总计362人，已经全部被我除掉了。待会儿等人都到齐之后，我会当众宣布他们是奸细，出卖了宗门。然后我和你一起调查他们的时候，他们公然出手反叛，被你我当场镇杀。还有，这些是宗门宝库和种地的开启信物。”林雪月取出几枚造型古朴的令牌，
放到姬太常手中。这是只有宗主才能掌握的东西，但林雪月却交给了姬太常，显然是要以姬太常为主导。林雪月心中也很清楚，姬太常才是青云宗真正的主人，没有姬太常这位金丹期9重强者坐镇，青云宗恐怕早就亡了。干得不错，出手干脆利落，这才是一宗之主该有的手段。姬太常满意的点了点头。得到姬太常的夸奖之后，林雪月嘴角的笑意愈发浓郁。很快，杨瑶第二个赶到议事大殿，她身材高挑，柳腰纤细，沉甸甸的胸襟被淡蓝裙装包裹，不施粉黛的脸颊清纯秀丽，又带着几分嫣然内媚。杨瑶与姬太常目光碰撞，察觉到对方的目光变得火热几分，在自己身上傲人之处停留，杨瑶的脸蛋顿时有些发热。她没敢和姬太常继续对视，有些心虚的来到姬太常左边椅子坐下，只因她和林雪月是好闺蜜，而姬太常却是林雪月亡夫的弟子，可她却和姬太常。如今杨瑶和林雪月、姬太常共处一室，杨瑶不自觉地心虚了几分，仿佛偷偷做坏事怕被家长抓到的孩子一样。林雪月也轻咳一声，目光若有其事地看向一旁墙壁，也没敢看自己的闺蜜兼小姑子。她并不知道杨瑶和姬太常之间的关系，在林雪月的视角里，她和杨瑶都是姬太常的长辈，可她却背地里和姬太常百般亲热，除了那一步什么都做了，自身也是动了情，这让林雪月相当不自在，下意识捏紧裙摆，不敢看杨瑶和姬太常，生怕被好闺蜜察觉到异样。两女各怀鬼胎，都以为对方不知道姬傲天的真实身份。姬太常高坐主位上，目光在两位丰腴成熟的美人儿之间流转，很快就察觉到了两女的不对劲。他稍加思索，便想明白了其中关键所在。顿时，姬太常的嘴角开始止不住上扬，两女羞涩的模样还挺好玩的，而且他们住的也近，要是半夜偷偷去找他们一起修炼，想想就刺激。等他们知晓对方与自己的关系时，表情一定会很好玩。片刻之后，青云宗一众长老和执事、核心弟子陆陆续续到场，总计有100多号人。咦，张三长老和李四长老怎么没来？还有王执事和李执事。很快就有人察觉到了异常，发现少了一些人。人都到齐了，开始吧。全体目光向我看齐，我宣布个事儿。姬太常那张青铜面具里，一双凌厉迫人的目光缓缓扫视全场，将张三和李四等人士奸细、反叛宗门，被他和林雪月当场镇杀的消息宣布出来。此言一出，不亚于巨石投河，瞬间掀起轩然大波。什么？张三长老和李四长老是奸细？难怪老宗主和老大长老刚出世，3大宗门就围攻上来了，竟然是他们暗中勾结外人，简直就是狼子野心。可是张三长老和李四长老的根基都在青云宗，他们没有理由这样做。闭嘴！宗主和姬前辈说他们是奸细叛徒，他们就是奸细叛徒。多亏了有姬前辈和宗主大人的庇护，我们青云宗才能安然无恙。是啊，姬前辈简直就是我们青云宗的再生父母。众多长老和执事弟子们议论纷纷，有人震惊，有人疑惑，更多的是心中胆寒。姬太常和林雪月在所有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以雷霆手段灭掉了张三和李四以及他们派系所有人，这种铁血手段把众人都震慑住了。今天被镇杀的是张三和李四等人，明天也可能是他们。一时间，众人皆是满心敬畏，不少人都收起了一些小心思，更有人目光狂热，看向姬太常的目光满是敬畏，开口拍马屁。张三和李四，杨瑶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微微一震，下意识看向姬太常。别人不知情，但他可是很清楚，这两人都与姬太常有仇，不管他们是不是奸细叛徒，都只能是奸细叛徒。这般强势铁血的手段，不愧是我的夫君。杨瑶那水汪汪的眼睛里冒出小星星。姬太常将众人的表现都看在眼里，满意的点了点头。接下来，我还有另一个重大的事情要告诉你们。姬太常缓缓说道：无定派、玉门宗、雷霆宗联手围攻青云宗，栽赃污蔑青云宗与魔教勾结，试图覆灭青云宗，秉持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灭他满门的原则，我决定要主动出击，斩草除根。此言一出，不亚于惊雷炸响，在场众人皆是身躯一颤，着实被姬太常这个大胆而疯狂的想法吓到了。不可呀，前辈，这太冒险了。三方宗门实力强劲，底蕴不弱于青云宗，同时攻打三方宗门难度太大了，有仇肯定的报，但这样做未免有点激进了。我们应该从长计议。听说这玉门宗和无涯宗关系匪浅，咱们要是对付玉门宗的话，只怕会惹来无涯宗的报复。前辈，您冷静一下。青云宗众人急忙开口劝说，额头上都流下了冷汗。姬太常的实力是很强，但三方宗门里未必没有金丹期9重强者，一旦姬太常被强敌拦下，青云宗这点人就要完犊子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姬太常语气平静，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灭三方宗门的事情本座亲自去办就行，而等把宗门守好。至于无涯宗，本座也不是没有人脉，本座请来了兰州王府郡主殿下出面相助，他派来了王府亲卫朱景道友。随着姬太常声音落下，门外的朱景朝着他微微颔首，身上金丹期9重的强大威压释放，手中也出现一枚金色令牌，此乃兰州王府郡主的身份令牌，见令如见郡主亲旨。什么？姬前辈，
您居然有兰州王府的人脉，连王府亲卫和郡主令牌都请来了。吾等拜见朱景前辈，多谢前辈和郡主殿下出面相助青云宗。青云宗众人皆是心头巨震，又惊又喜，看向姬太常的目光都多了几分狂热与崇拜。这姬傲天前辈究竟是何许人也？不仅自身实力强大，而且还和兰州王府关系匪浅，太过神秘与强大。柳翠兰和程勇哥等一众青云宗修士皆是眸中异彩连连，愈发觉得姬傲天神秘莫测，强大非凡。前辈务必要小心。林雪月张了张口，低声说道。虽然他知道姬太常实力强大，还有兰州王府强者相助，但心中还是会下意识担心姬太常的安危。放心吧。姬太常朝着林雪月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轰隆！就在这时，苍穹之上忽然传来一道巨大的轰鸣声，有一把金色巨剑横空而至，发出破空之音，悬停在青云宗上空。胆敢杀我玉门宗4位长老，372位修士，你们青云宗好大的狗胆！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一道充满杀意与恨意的声音从天而降，伴随着金丹期8重的强大威压爆发，震得苍穹都轰隆隆作响。本座刚想找你们的麻烦，没想到你们居然还敢送上门来了。姬太常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冷笑，脚步往前一踏，宛若瞬移般离开议事大殿，踏空而起。他脸上戴着青铜鬼脸面具，黑发飞扬，一袭墨青色长袍无风自动，修长挺拔的身躯散发出一种深不可测的气势，与金色巨剑隔空对峙。林雪月和杨瑶等人也纷纷离开议事大殿，紧跟在姬太常身后。金色巨剑上足足站着数百上千人，最前方站着一男一女2人，一人是头发花白的老者，眼睛满是血丝，充斥着怒意与杀气，死死盯着姬太常。他乃是玉门宗太上长老李高旦，此前被姬太常击杀的4位玉门宗金丹强者当中，就有他的亲儿子。陨落的300多位玉门宗精英修士当中，也有不少他的亲人和徒子徒孙。因而李高旦极度愤怒与悲痛，亲自杀上青云宗来报仇。另一人则是身穿碎花长裙的中年女子，容貌平平，但脸上却带着一种高傲的姿态，仿佛在俯视众人一般。你就是姬傲天，就是你这个杂碎杀了我玉门宗的人。李高旦那发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姬太常，仿佛要择人而噬的野兽般吓人。后方众多玉门宗修士也满脸火与杀意，恶狠狠地盯着青云宗众人。我不仅杀了你们玉门宗的人，我还要灭了你们玉门宗满门。姬太常咧嘴一笑，人狠话不多，直接掏出玄岩塔砸了过去。轰！巴掌大的玄岩塔迎风暴涨，刹那间变成一座高达100丈的巍峨古塔，通体缭绕着玄黄之光，宛若一座大山当头压下。那种可怕的气息让李高旦都浑身绷紧，毛骨悚然。放肆！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李高旦身边的中年女子眉头一挑，直接一指点出，汹涌的灵力凝聚成一根巨大的手指，宛若擎天之柱，撑住了从天而降的玄岩塔。竟然是极品法器，外加你金丹期9重修为，难怪敢如此蛮横霸道，倒也算是有几分实力。只可惜你偏偏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中年女子语气平静淡漠，手指骤然发力，身上爆发出一股比姬太常更加强大可怕的气息，竟是硬生生将玄岩塔震飞出去。她双手负在身后，眼眸亮起金光，磅礴的威压席卷天上地下，几乎要超脱金丹期的极限。上至姬太常这位金丹期9重强者，下至炼气7弟子，所有人都呼吸困难，感受到了可怕的压迫感，灵魂悸动。这种气息是金丹期9重巅峰，距离元婴期都不远了。林雪月等人皆是大吃一惊，露出凝重的神色。玉门宗竟是有这等强者，为何他们之前闻所未闻？姬太常丝毫不惧对方身上的威压，而是饶有兴趣地打量了他一眼。难怪玉门宗的废物还敢主动打上门来，原来是你给的勇气，看来你就是无涯宗派来的救兵吧。此言一出，林雪月等人心中又是一惊。此前他们也只是听说玉门宗和无涯宗有些渊源而已，具体情况并不知晓，没想到玉门宗居然真的请来了无涯宗的救兵。不错。中年女子冷笑一声，吾乃无涯宗7长老刘轩苗，青云宗勾结魔教，残害同门，罪恶滔天。玉门宗与无定派、雷霆宗前来镇压尔等魔头，却惨遭杀害，此等行径人神共愤，天地不容。我奉无涯宗之令，前来绞杀尔等魔头，为玉门宗惨死的无辜之人报仇。今日定踏平青云山门，叫尔等鸡犬不留。刘轩苗声若惊雷滚滚，传遍八方，直接就是一口黑锅扣了上来，把青云宗打成了坠入魔道的魔头。如此一来，无涯宗出手覆灭青云宗，就是师出有名。你一派胡言，这完全就是污蔑。此言一出，林雪月等人都气得不行，勃然大怒。呵呵呵，真是精彩。就在这时，一道冷笑声响起，朱景扶掌而笑，大步走出。你说青云宗勾结魔教，残害玉门宗，证据呢？不会是上下嘴皮子一碰就直接污蔑吧？证据？刘轩苗眼神轻蔑而狂傲，我无涯宗行事，何须证据？我说青云宗勾结魔教，他们就是勾结魔教。朱景闻言，眼神愈发冷冽。那照你的意思，我奉命来帮青云宗，我和我背后的势力是不是也勾结魔教？这是自然。刘轩苗冷冷地说道，我有理由怀疑，你和姬傲天都是魔教的人。
老实点，束手就擒，否则休怪我不客气。很好很好。朱瑾笑了，露出一个阴恻恻的笑容。你竟敢污蔑兰州王府勾结魔教，你们无涯宗好大的狗胆！吾乃兰州王府亲卫朱瑾，奉郡主殿下之令前来协助青云宗。朱瑾直接掏出兰州王府郡主令牌，随着他指掌间灵力流转，令牌被催动，兰州王府的图腾徽章绽放光芒，有丝丝缕缕金色龙气流转，恍惚间甚至有龙吟声响起。这是兰州王府郡主令，你是兰州王府的人？刘宣苗瞳孔猛地一缩，心头巨震，被惊得连退几步，脑瓜子嗡嗡作响。令牌可以造假，但是那一缕纯正可怕的龙气做不得假，唯有大武王朝天皇贵胄才有资格执掌。一想到自己刚才竟然污蔑了兰州王府，他的脸色都有些发绿。兰州王府不可能，青云宗怎么可能会请动兰州王府相助？这怎么可能啊？这枚令牌一定是假的。前辈，您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呀！玉门宗众人被惊得头皮发麻，根本不敢相信区区一个青云宗居然能请动兰州王府出手相助，这实在太过魔幻。刘宣苗脸色一阵变化，以他的眼力自然可以看出令牌并非作假。那位郡主殿下深得兰州王宠爱，且早已经开始执掌王府部分权柄，从某种程度来说，郡主的意志可以代表兰州王府的态度。为了玉门宗而得罪兰州王府，这笔买卖太亏了，完全不值得。他要是敢这么干，恐怕回到无涯宗就会受到责罚。抱歉，我刚才不知道阁下的身份，是我言语不当，我向兰州王府道歉。刘宣苗深吸一口气，朝着郡主令行礼，而后他冷冷地看了姬太常等人一眼，这次算你们运气好，我们走。很显然，刘宣苗心中仍然不甘，这次碍于兰州王府的面子没敢动手，但并不代表着他会放过青云宗。随着刘宣苗一声令下，李高旦等玉门宗的修士哪怕再如何不甘心，也只能催动金色巨剑准备打道回府。我可没说你们能走了。就在这时，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令玉门宗众人全都身躯一僵。刘宣苗和李高旦豁然回头，死死盯着姬太常，你还想怎样？姬太常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无涯宗的家伙可以滚了，至于玉门宗的人，既来之则安之。刘宣苗眉头皱起，你什么意思？既然来了，那就安当在这里吧。随着姬太常的声音落下，玄岩塔再次迎风暴涨，朝着众多玉门宗修士轰然砸下。你别欺人太甚了！刘宣苗怒了，立刻拔出一口弯刀，朝着玄岩塔斩去。但就在这时，朱瑾身形一闪，手中浮现出一把赤红色宝剑，一剑斩向刘宣苗，迫使他不得不改变方向，将手中弯刀斩向朱瑾，和朱瑾对拼一击。如此一来，姬太常的玄岩塔便以雷霆万钧之势狠狠砸向玉门宗众人。李高旦怒吼一声，手捏印诀，脚下的金色巨剑立刻飞出去，迎向从天而降的玄岩塔。只听得咚的一声沉闷巨响，金色巨剑被砸得剧烈震动，不断下压。李高旦嘴角溢出鲜血，身躯震颤，但他竟是挡住了。虽然这个过程非常艰难，支撑不了太久。极品法器，看来你们玉门宗也挺有钱的。姬太常眼睛一亮，盯住这把金色巨剑，咧嘴一笑，不错的宝贝，现在是我的了，拿来吧。姬太常脚步一踏，手中快捷剑出鞘，闪电般斩向李高旦。金色巨剑正在和玄岩塔对轰，李高旦仓促之下只能拔出一把银色宝剑进行招架，然后他就被姬太常一剑劈飞出去，再次喷出一大口鲜血。他只有金丹期8重修为，而且年龄太大了，气血衰败，早就不复巅峰状态，根本不是姬太常的对手。太上长老，混账东西，休想逞凶！其余玉门宗修士见状，忍不住发出惊呼，眼中带着担忧和仇恨，纷纷出手，隔空施展神通术法，试图牵制姬太常，给李高旦争取喘息的时间。姬太常一拍脑袋，光顾着打这个老东西，差点把你们给忘了，给爷死！他抬手就朝着玉门宗数百上千位修士一剑斩出。姬太常这一剑丝毫没有留手，金丹期9重修为轰然爆发，烈火诀运转到了极致，斩出一道长达100丈的火焰剑气，令天地间温度急剧上升，璀璨而炽盛。那些玉门宗修士打出的神通术法瞬间融化，只一剑横扫而过，密密麻麻的修士就如同烟花般炸开，连灰烬都不剩，当场含笑九泉。顷刻间，玉门宗那数百上千位修士全部被一扫而空，共赴黄泉。一剑之威，恐怖如斯！不！李高旦见状，顿时眼前一黑，发出一道撕心裂肺的凄厉大叫。那可是玉门宗仅存的精英修士啊！这一剑下去，玉门宗的核心成员几乎全部没了，整个玉门宗就剩下了壳子，几乎等同于灭门。完了，全完了！噗！李高旦怒火攻心，忍不住喷出一大口鲜血，仿佛一下子衰老了10岁，身上的气息也萎靡了下来。由于他力量不足，金色巨剑的光芒也跟着暗淡了几分。轰的一声，金色巨剑直接被玄岩塔砸得横飞出去，斜插在地面上，兀自震动，将地面震出密密麻麻的裂痕，周围草木爆碎，尘土飞扬。姬太常手捏印诀，玄岩塔携着万钧之势轰向李高旦。此时的刘宣苗正在和朱瑾激烈大战，双方都有极品法器，打得十分激烈。刘宣苗虽然修为更高，占据优势，但短时间内也没办法击败朱瑾。
他更是不敢伤了兰州王府的亲卫，束手束脚，根本腾不出手去救李高旦。完了，全都完了，我恨啊！李高旦披头散发，脸上满是绝望和悔恨的神色，状若癫狂。然后他就被巍峨的悬崖塔嘎巴一下砸死了。随着轰的一声惊天巨响回荡，悬崖塔砸在地上，将一片山林夷为平地，地面出现蛛丝般密密麻麻的裂痕，朝着四周不断蔓延，仿佛发生了大地震一样。至于李高旦，已经变成李高将了。姬太常随手收起悬崖塔，同时拔起地面上的金色巨剑，一把抓住，顷刻炼化。将其炼化之后，金色巨剑不断缩小，最终化作一把1尺长的金色飞剑，在姬太常身边环绕，散发出丝丝缕缕金光。剑身上铭刻着金羽2字。又赚了50万灵石。姬太常满意的点了点头，嘴角意外：你们欺人太甚。刘宣苗眼睁睁看着姬太常灭了玉门宗数百上千人，顿时气的身躯都微微颤抖，眼睛发红。他是被无涯宗派来为玉门宗报仇的，可结果却是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玉门宗的仇敌把玉门宗灭了，他自己却无法阻拦，简直就像是一个无能的丈夫一样。这种感觉相当憋屈和无力，简直就是比杀了他还难受。最让他愤怒的是，姬太常和青云宗众人根本没有看他一眼，直接把他无视了。姬前辈威武，干得漂亮！我早就看玉门宗的人不爽了。姬前辈不愧是我们青云宗的大救星，太强了！斩杀玉门宗修士如同摧枯拉朽般。姬前辈，青云宗众人发出阵阵欢呼，看向姬太常的目光满是狂热和崇拜，不少女修士更是眼睛发光，眼中带着爱慕的神色。尤其是林雪月和杨瑶，两女眼中异彩连连，嘴角的笑容怎么都压不住。不愧是小常！林雪月下意识合拢双腿，心中喜滋滋的。不愧是我的夫君，太猛了！杨瑶舔了舔诱人的红唇，看着姬太常那高大威猛的背影，小心脏砰砰狂跳。低调，低调！姬太常伸出手虚压了一下，但嘴角却是疯狂上扬，怎么都压不下去。他轻轻一招，一股浩然灵力散发，将李高旦等人的储物戒指和兵器法器全部摄起，交给林雪月清点和处理。姬太常自身则是脚踏金羽飞剑，准备趁着玉门宗残存的人还没收到消息，直捣黄龙。看到李高旦等人被灭，刘宣苗和朱瑾就已经不打了，因为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结束了。我来助你。朱瑾脚步一踏，就要跟着姬太常一起过去。不必，你留在青云宗帮我守家就行。姬太常摆了摆手。朱瑾闻言便停下脚步，转而盯住刘宣苗。你们！刘宣苗气得不行，但面对兰州王府的亲卫，他也不敢放肆，只能抱着满怀愤怒与憋屈转身离开，准备将此事汇报给乌崖宗。而姬太常有了极品法器的加持，速度几乎达到了金丹期的极限，不足1个时辰就赶到了玉门宗领地。此时的玉门宗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众多玉门宗修士甚至还在翘首以盼，等待李高旦等人凯旋。姬太常脸上露出冷笑，直接动用归西诀改变自身的容貌和气息，变成李高旦的模样。他脚踏金羽飞剑，直冲玉门宗领地，一股金丹期8重的强大气息散发，伴随着金羽飞剑的炽盛，剑气流转。众多玉门宗修士见状，全都面色一凛，急忙恭恭敬敬地弯腰行礼，拜见太上长老。姬太常微微颔首，声若洪钟，传遍玉门宗所有人紧急集合，老夫有要事通报。此言一出，玉门宗众多修士既是茫然又是凝重，纷纷放下手头事情，朝着宗门广场汇聚。等人齐了之后，姬太常嘴角勾起一抹冷酷的弧度，轰！他手捏印诀，金羽飞剑迎风暴涨，刹那间化作一把长达1000丈的金色巨剑，携着恐怖的威势从天而降。不，太上长老，您这是要做什么？众多玉门宗修士大惊失色，发出惊恐和难以置信的大叫，然后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个玉门宗广场都轰然爆碎，地动山摇，被硬生生砸出一个数千丈宽的巨大深坑，尘土飞扬，轰鸣声不绝于耳，整个玉门宗修士都被一网打尽。姬太常招了招手，金羽飞剑不断缩小，变成1尺长，缭绕着丝丝缕缕金光，在他身边环绕。姬太常一指点出，悬崖塔冲出，释放出一股强横的吞噬力量，深坑里那些玉门宗修士的储物戒指等遗物全部被收了起来。悬崖塔不只是攻防一体，同时还有很大的内部空间，能当成储物法器使用。接下来，姬太常直奔玉门宗的宝库、藏经阁等地，把玉门宗所有的财产资源全部搬空。他粗略数了一下，玉门宗宝库里单是灵石就有80-90万颗，其余丹药、兵器法器、灵药、矿石等资源亦是数量庞大，价值极高。但姬太常却是眉头微微皱起，这么大个宗门，不至于才这么点灵石吧？而且偌大的玉门宗，居然连一件极品法器都没有了，难不成玉门宗把灵石和极品法器都拿去送给无涯宗，换取无涯宗出手相助？玉门宗的资源明显少了很多。姬太常脑海中念头闪烁，隐隐猜到了真相。希望无定派和雷霆宗别让我失望吧。姬太常舔了舔嘴唇，脚踏金羽飞剑，以最快速度赶往无定派的山门。半个时辰后，群山万壑中，一片繁华的阁楼宫阙出现在姬太常面前，众多修士出没，非常热闹。姬太常没有掩饰自己的气息，金丹期8重的强大威压散发，很快就惊动了无定派的长老强者。李前辈，不知您拜访
我无定派有何贵干？无定派数位长老出现，看到李高淡之后，皆是朝着他拱手行礼，态度还算是恭敬。毕竟李高淡被分摆在这里，修为又高达金丹7、8重，一般的金丹修士见了都得恭敬的喊声前辈。我有急事要告知尔等，快召集你们无定派的长老。姬太常一边沉声开口，一边径直飞进无定派宗门领地。好，无定派长老也没有怀疑，面色郑重了起来，一边带着姬太常前往议事大殿，一边通知无定派其他长老。姬太常行动太快了，玉门宗被灭的消息根本没有传出去，无定派的人并不知晓。再加上姬太常手里有李高淡的本命宝剑，无定派长老根本没有怀疑他的身份。很快，无定派6位金丹期强者全都出现在议事大殿里，还包括了数十位驻机期执事，全都是无定派的核心人物。李前辈，不知您说的急事是？无定派掌门好奇地问道。姬太常不语，只是嘴角一歪，勾起一抹残酷的冷笑。轰！下一刻，姬太常手中出现一个3足青铜鼎，全力催动，爆发出一片炽盛恐怖的火焰。姬太常有备而来，不讲武德，来骗，来偷袭。而无定派一众金丹期强者大意了，没有闪，猝不及防之下，他们当场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声，根本来不及防御，便被硬生生烧成了灰烬。中品法宝之威，恐怖如斯。姬太常随手收起他们掉落的战利品，而后推开议事大殿的门，手捏印诀，轰！金羽飞剑迎风暴涨，化作一把长达1000丈的金色巨剑，巍峨磅礴，缭绕着一缕缕火光从天而降，伴随着一道惊天动地的巨响回荡，无定派成片的建筑崩塌，地动山摇，众多修士惨死，造成毁灭性打击。姬太常手捏印诀，金羽飞剑一剑横斩，几乎荡平了无定派所有的建筑，大部分修士都当场爆碎，化作一团团血雾，宛若血色烟花绽放。放肆！蓦然间，无定派深处传来一道愤怒的咆哮声，一位白发老妪从地下冲出，身躯苍老佝偻，气血衰败，显然没多少寿命了，但他身上的气息却是十分强大可怕，修为高达金丹期9重。白发老妪怒气冲冲地飞了出来，一睁眼就看到了宛若人间炼狱的场景。偌大的无定派几乎被摧毁殆尽，成片建筑崩塌，数不清的修士陨落，血雾在空气中弥漫。不，啊呀呀呀！你这个星号的星号，为何要灭我无定派？为什么？白发老妪身躯剧烈颤抖，怒火攻心，喷出一大口鲜血，发出凄厉的大叫。他那一双苍老的眼眸之中满是血丝和杀意，彻底疯狂。他抡起一把宝剑，不顾一切地杀向姬太常。无定派被灭，他的老伴和子女、徒子徒孙等亲人朋友全都陨落，这个结果让他难以接受。欺人者，人恒欺之。姬太常神色冷漠淡然，没有丝毫同情。此前若不是他回来的及时，青云宗就已经被无定派和玉门宗、雷霆宗联手灭掉了。到时候眼前的惨状就会出现在青云宗里。既然三方宗门选择对青云宗出手，那就休怪姬太常反杀他们。当白发老妪冲到姬太常面前的时候，姬太常抬手就催动了火云丹鼎，宛若一座上古神山横扫而过，当场把他撞得身躯爆碎，形神俱灭。虽然不用火云丹鼎，姬太常想杀他也不难，但姬太常可不想浪费时间。随手收起白发老妪抱的装备之后，姬太常手捏印诀，金羽飞剑迅速缩小，宛若一道金色闪电横空，把无定派残存的几个小卡拉米全部击杀。至此，无定派满门被灭。姬太常如法炮制，将无定派的宗门宝库、藏经阁等地方的资源全部收走。相比于玉门宗，无定派就富裕的多了，单是灵石就有将近200万，这还只是宗门宝库里面的，不包括其他修士身上的储物戒指。不过姬太常也懒得清点这些战利品，全部打包带走，准备回青云宗之后交给林雪月和杨瑶处理。姬太常脚踏飞剑，全速前往雷霆宗。雷霆宗距离无定派不远，2刻钟后姬太常就抵达了目的地。他故技重施，以李高淡的模样大摇大摆进入雷霆宗领地，很快就惊动了不少雷霆宗修士。一位模样妖娆妩媚的中年女子快步走了过来，身材火辣，一扭一扭的。她看到姬太常之后，眼睛一亮，道：前辈这么快就回来了，莫不是已经联合无涯宗强者把青云宗灭门了？姬太常微微颔首，同时面色凝重地说道：青云宗虽然灭了，但我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秘密，速召集尔等雷霆宗强者，我有急事相商。中年女子闻言，心中又惊又喜，水汪汪的眼睛满是崇拜，双腿轻轻摩擦，前辈果然把青云宗灭了，不愧是您，太厉害了。姬太常只是点了点头，保持着老牌强者的从容与威严。中年女子看到姬太常没有接话，便取出传讯令牌，通知其他雷霆宗强者。而后她在前面扭曲大胯，带领姬太常前往雷霆宗的议事大殿。殿中已然聚集了7位金丹期强者，加上中年女子就是8人。轰！当姬太常踏入议事大殿的时候，蓦然间大地一震，密密麻麻的阵纹发光，符文密布，形成一座可怕的杀阵，将姬太常围困。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要和我玉门宗开战不成？姬太常顶着李高淡的模样，苍老的容颜上满是怒意，寒声说道：我玉门宗已经请来了无涯宗强者相助，尔等若是敢对我出手，无涯宗定会灭了你们。你们这是在给雷霆宗招惹灭门灾祸。此言一出，雷霆宗不少强者都微微眯起眼睛，
眸中闪过些许惊疑不定。唯有那个中年女子冷笑一声：“别装了，你根本不是李高蛋，老实交代，你为何要冒充他？混进我雷霆宗意欲何为？”姬太常勃然大怒，手捏印诀，金羽飞剑铮铮作响，剑气嗡鸣。你说老夫不是李高蛋，那你是要试试老夫的剑是否锋利吗？中年女子继续冷笑道：“你的伪装确实很像，就连这把金羽飞剑都几乎一模一样。换作是别人，或许就会被你骗了。但老娘可是和李高蛋那个死鬼睡了2年半之久，他动动眼珠子，老娘都知道他要什么姿势了。你只是外表像而已，一些细节方面完全不同。那个死鬼每次见到我就发春一样，哪怕人多都敢光明正大的动手动脚，但你却没有多看我一眼。还有……”随着中年女子不断列举破绽，姬太常沉默了，嘴角微微一抽：“不是，哥们，谁能想到玉门宗太上长老，一个半截身子都入土的老壁灯，居然和雷霆宗风华正茂的金丹七长老鬼混了2年半，你丫的居然连老头都不放过！你们城里人这么会玩的吗？”姬太常没料到刚来雷霆宗就碰到了李高蛋的情妇，这把输的不冤，甚至姬太常非常怀疑这个老娘们能当上雷霆宗长老。他入金丹期都是依靠从李高蛋这帮老头爆出来的金币。眼看着姬太常沉默了，其余雷霆宗强者这才心中大定，彻底相信中年女子的话。老实交代，你究竟是何人？你最好自己乖乖交代，否则等我们动起手来，你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他们纷纷发出厉喝，抡起兵器法宝，将姬太常团团包围。呵呵呵，既然被你们发现了，这戏我就不演了，不装了，我摊牌了。本座乃是姬傲天。姬太常嘴角一歪，取出一张青铜面具戴在脸上，容貌和气质瞬间大变，满头黑发和衣袍无风自动，散发出一股威严的气势。是你！雷霆宗众人瞳孔猛地一缩，心头巨震，被惊得连退3步。当初在青云宗的时候，姬太常大发神威，以一己之力把3方宗门的强者打得抱头鼠窜，谁也没想到姬太常胆子这么大，居然敢混进雷霆宗里面来。哈哈，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现在你被我们雷霆宗的9天雷霆灭杀阵困住，你死定了！震惊过后，雷霆宗一众强者顿时狂喜了起来。正面对战，他们或许还拒姬太常3分，但现在姬太常却是掉入陷阱，被他们雷霆宗的绝杀大阵困住，优势在我，是吗？姬太常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大手张开，玄岩塔在他掌心之中浮现，缓缓旋转，散发出一种磅礴的气势。死到临头了，还嘴硬，杀了他！随着雷霆宗宗主一声大喝，一众金丹期强者联手催动9天雷霆灭杀阵，地面上的阵纹极尽发光，密密麻麻的符文化作一道道赤亮的雷电，爆发出恐怖的毁灭性力量。刹那间，偌大的议事大殿仿佛化作一片雷海，无尽雷光闪耀，仿佛有雷劫降世，恐怖绝伦。雷殿主杀伐代表着天道神罚，拥有可怕的杀伤力，纵然是金丹期9众强者被这座杀阵困住，也会有生命危险。姬太常手捏印诀，玄岩塔迎风暴涨，在他头上沉浮，垂落下一缕缕玄黄之气，将他护住。一道又一道刺目的电芒劈在玄岩塔上，发出又一道震耳欲聋的巨响，两者碰撞迸发的气息波动足以令人胆战心惊。玄岩塔不愧是极品法器，攻防兼备，硬生生抗住了9天雷霆灭杀阵的力量。虽然有些摇摇晃晃，但毕竟也挡住了。好强的防御力！这一幕让雷霆宗一众金丹期强者都为之动容，看向玄岩塔的目光带着一丝贪婪。这个级别的法器不是一般金丹期能买得起的，唯有极少数执掌宗门财政大权的强者才能动用宗门宝库的资源去购买，例如李高蛋。更何况姬太常的玄岩塔攻防兼备，比一般的极品法器更加珍贵。加大力度，纵然他有极品法器护体，也绝对撑不了多久。雷霆宗宗主大吼一声，浑身法力汹涌，竭尽全力将自身力量倾注到9天雷霆灭杀阵里，是要将姬太常镇杀于此。但姬太常却不打算和他们耗下去了，该结束了。姬太常眼中闪过一缕寒光，烈火诀发动，体内金丹亮起一道又一道赤红色的火纹，体内磅礴灵力毫无保留倾注到火云丹顶之中。轰！一座3足青铜鼎闪电般冲出，上面铭刻的古老纹路发光，有恐怖的气息复苏，爆发出一缕缕火光。火云丹鼎狠狠砸在地面上，发出一道震耳欲聋的巨响，整座议事大殿都为之一颤，地面上密密麻麻的阵纹竟是被硬生生砸得爆碎。这座威力不俗的杀阵就这样被粗暴地破开。紧接着，一大片汹涌的火焰从火云丹顶里喷发出来，席卷八方。那种惊人的高温甚至将这座议事大殿都直接融化，似能焚毁万物。啊呀呀！雷霆宗宗主只来得及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声，就当场被烧成灰烬，走得很不安详。至于其余修为更弱的金丹期修士，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一瞬间就气化了，死得渣渣都不剩，太弱了。姬太常失望地摇了摇头，随手收起火云丹鼎以及那些金丹期修士的储物戒指。若是雷霆宗宗主等人泉下有知，只怕会气得跳起来，指着姬太常鼻子破口大骂。大家都只是金丹期小修士而已，姬太常却动用了一位化神契丹王的本命法宝，这谁顶得住啊？随着7位金丹期强者被姬太常一网打尽，整个雷霆宗再无半点抵抗之力。
姬太常踏空而起，手捏印诀，金羽飞剑迎风暴涨，化作一把长达1000丈的金色巨剑，毫不留情地朝着雷霆宗领地狠狠劈下。轰轰！霎时间，天摇地动，无数建筑爆碎坍塌，数不清的雷霆宗修士被波及，接连炸开，宛若一片片血色烟花绽放。一个存在了上千年的宗门势力就此灭亡。姬太常一脚就踹开雷霆宗的宝库，掏出一串储物戒指，把里面的资源宝物全部打包带走。雷霆宗的家产底蕴与无定派相近，拥有100多万灵石，以及一大堆功法、丹药、法器等修行资源，果然还是抄家灭门来钱快啊！姬太常不由得感叹一声，看着冷冰冰的雷霆宗变成了温暖的财产，他心满意足地脚踏飞剑，开始返回青云宗。一夜之间，3方宗门被人灭门，这个消息注定会震惊整个兰州，而姬傲天和青云宗这2个名字也会随之声名大噪，为世人知晓。不过这都是后话了。1个多时辰后，姬太常回到了青云宗。此时青云宗众人都聚集在一起，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担忧和期盼的神色，暗自祈祷。看到姬太常平安归来之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姬前辈，情况如何了？林雪月那成熟妩媚的脸蛋上露出一丝笑容，好奇地看着姬太常。姬太常不语，直接从怀里掏出一大串储物戒指，叮叮当当作响，像是一大串铜钱一样，直接扔给林雪月。这是……林雪月等人不由得懵了一下，眼睛都睁大了几分。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储物戒指。玉门宗、无定派和雷霆宗都被本座灭门了，这些都是战利品。林宗主，你清点一下这些东西，全部冲入宗门宝库里。随着姬太常声音落下，青云宗众人全都瞪大了眼睛，呼吸一滞。三方宗门全部都被灭门了，这才过去半天时间而已，这也太快了吧！不愧是姬傲天前辈，轻易就做到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姬傲天前辈牛星号，我等誓死追随前辈。安静一瞬之后，青云宗众人都为之震惊和哗然，纷纷开口，他们目光中满是狂热和崇拜，看向姬太常的目光宛若在看神明一样。就连一旁的朱瑾都睁大了眼睛，忍不住多看了姬太常一眼。他也是金丹期9重修为，且身为兰州王府亲卫，对于兰州境内这些宗门势力还是很了解的，知晓这3方宗门的大概实力和底蕴。朱瑾估计，以他的实力，想灭掉这3方宗门都几乎做不到，除非有强大的外力相助。可姬太常却是一夜之间就把3方宗门灭掉了，自身看起来毫发无损，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难怪郡主殿下如此重视他，此人手段如此神秘强大，也不知道出自何方宗门。朱瑾内心并不平静，林雪月和杨瑶更是心中一震，一双美眸之中异彩连连，看向姬太常的目光满是惊喜与崇拜，而后都化作浓浓的爱意。不愧是小常，不愧是我的夫君，太强了！两女皆是含情脉脉地看向姬太常，媚眼如丝。两女那柔情似水的目光看得姬太常心中一阵火热，兽血沸腾。不过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他深吸一口气，沉声说道：即日起，青云宗所有人的待遇和俸禄提高5倍，都给本座好好努力修炼。本座不可能一直待在青云宗庇护你们，你们也要靠自己，明白吗？姬太常双手附在身后，深邃平静的目光扫过青云宗一众修士，此言一出，不亚于巨石投河，再次引发轩然大波。一众青云宗修士眼睛再次瞪大，心脏剧烈跳动，为之狂喜。5倍啊，这可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好处。是，我等必定努力修炼，不负前辈期待，我等愿为前辈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青云宗众人激动万分，目光狂热，不少人甚至兴奋地蹦了起来。此情此景，如同姬太常前世兰心上某个国家子民看到金将军时狂热的场景一样。忠诚。对于姬太常的安排，林雪月和杨瑶没有任何意见，反倒是心中欣喜，脸上满是笑意。姬太常以一己之力灭掉3方宗门，带回来的修行资源却选择发给青云宗众人，这显然是把青云宗当成了自己的家，在尽可能的发展和提升青云宗的实力。如此有责任感和有担当的男人，谁不喜欢？好了，都散了吧，等林宗主把这些资源清点入库之后，会发给你们的。林宗主留下，其余人解散。姬太常挥了挥手，遣散青云宗众人。他转而看向朱瑾，拱手行礼，多谢道友出手相助，这份恩情我青云宗记下了，还请道友在青云宗小憩几日，好让我等款待道友。也好。朱瑾点了点头，倒也没有拒绝。于是姬太常和林雪月便亲自带着朱瑾来到青云宗接待贵宾的院子里，安排他住下。当然，姬太常留朱瑾住下来的真实目的，其实是预防无涯宗搞偷袭，以及预防3方宗门被灭之后，有其他宗门势力来为他们报仇，到时候兰州王府亲卫和郡主的令牌就能发挥出大用处了。离开贵宾院子之后，姬太常和林雪月并肩而行，走在青云宗的山间小路上。天边泛白，有一缕金色的朝阳破开云层，清凉的晨风扑面而来，吹起林雪月的发丝，一股淡淡的清香也随之拂来。姬太常侧过脑袋，欣赏着林雪月那精致美艳的脸蛋、雪白细腻的皮肤以及那巍峨壮观的胸怀，而他脑海中也不由得浮现出此前2人亲密接触的日日夜夜。林雪月察觉到姬太常的目光逐渐变得火热，
他顿时俏脸微红，小心脏不自觉地加快跳动，心中涌起一股异样的感觉。月儿，姬太长拉住林雪月的小手，同时揽住她那柔软的小蛮腰，呼吸都变得火热了几分。林雪月发出一声叮咛，依靠在姬太长那强而有力的怀抱里，只觉得浑身都软了，心中有一股暖流涌动，气氛瞬间变得旖旎了起来。看到他那娇羞的模样，姬太长只觉得现在火气很大。结，姬太长坏笑一声，直接把林雪月拦腰抱起，一步千丈，3两下就来到林雪月的小院子，一脚就把院子的大门踹开。然后他就看到了一个娇小玲珑的妙龄女子盘坐在院子树下，脸上戴着狐狸面具。秦若琳睁开眼睛，与姬太长和林雪月四目相对，三人都愣住了。啊！林雪月俏脸瞬间变得通红无比，慌忙从姬太长怀里下来，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裙摆，无比羞涩，恨不得把脑袋埋进地缝里。今晚发生的事情太过震撼，姬太长以一己之力灭了3方宗门，让林雪月惊喜之余，甚至都已经忘了还有个好闺蜜在自己院子里。现在她和姬太长亲密的时候被好闺蜜看到了，林雪月别提有多害羞了。月儿，这位是？姬太长眉头一挑，目光落在秦若琳身上。虽然她表面平静镇定，实则内心掀起不小的波澜，大为惊喜。秦若琳换了一身衣裙，脸上也戴着面具，甚至改变了自身容貌和气息，但她的身材实在是太过吸睛，平易近人，令人过目难忘。姬太长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是我的朋友陈玲玲，家里出了点变故，所以来青云宗暂住一段时间。林雪月挽了挽耳边秀发，有些心虚的说道：玲玲，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姬傲天前辈，是我以前机缘巧合下认识的朋友，他帮了我们青云宗很大的忙。哦，陈玲玲，你好。姬太长恍然，仿佛第一次见面似的，伸出手与秦若琳握了握手。他嘴角微微上扬，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他正愁不知道该上哪找秦若琳来刷好感度呢，没想到人在家中坐，福从天上来，这是好事啊。姬前辈您好。秦若琳面色有些古怪，看了看姬太长，又看了看好闺蜜。你个臭娘们，昨天还说暂时没这方面的打算，没想到背地里早就勾搭了男人，连我都瞒着。呸，臭不要脸。秦若琳悄然对林雪月传音，啐了她一脸。不是这样的，我和她只是朋友。林雪月低下了脑袋，不敢看秦若琳的眼睛，悄然传音回应。朋友之间是这样亲密抱着的吗？秦若琳轻哼一声，传音说道，如果我不在的话，你们肯定都已经滚床上去了。同时秦若琳忍不住又打量了姬太长一眼，不知为何，秦若琳总觉得这个姬傲天莫名有点熟悉的感觉，但自己却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他。月儿，我们姬前辈为青云宗忙了这么久，一定累了吧？先回去休息休息吧。林雪月慌忙朝着姬太长眨了眨眼睛示意。现在院子里不仅有秦若琳这个电灯泡，隔壁院子还有杨瑶在呢。他纵然已经暗自倾心于姬太长，也实在不好意思在这种时候与姬太长更进一步。看到林雪月那娇羞和慌乱的模样，姬太长摇头一笑，倒也没有为难她，而是转身离开。好啊，林雪月，老实交代，你什么时候偷偷勾搭上别的男人了？这个姬傲天又是什么来头？待姬太长走远后，秦若琳一下子蹦了起来，一把抓住林雪月的手臂。秦若琳眼睛发光，神情兴奋，八卦之火熊熊燃烧，她已经迫不及待要吃瓜了。我和他只是偶然相遇相识，他说他来自一方隐世宗门，别的我也不知道了。林雪月实在心虚，声音弱了下去。他哪里敢说姬太长是他亡夫的弟子？两人的身份差距让他实在羞于启齿。真的吗？我不信，快说快说。秦若琳满脸狐疑，忽然伸手挠了挠林雪月的嘎吱窝，两女很快就打闹在一起。另一边，姬太长走了，姬太长又回来了，但这次他不是找林雪月，而是悄然来到林雪月旁边的杨瑶的院子里。闺房之中，雕花梨木床铺着月白锦褥，半透明的纱帐垂落，房间婉约而清雅，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弥漫。杨瑶趴在床上，光洁白皙的小脚丫轻轻摇晃，那傲人的大雷被当成垫子，秀丽的长发随意垂落，清纯俏脸的脸蛋带着一抹笑容，正在聚精会神地翻看火云丹经。闺房的门被轻轻推开，姬太长那高大挺拔的身影出现，摘下面具，露出俊朗的面容。夫君。杨瑶眼睛一亮，大眼睛弯弯，满是笑容与喜悦。要抱抱。她一下子坐了起来，朝着姬太长张开双臂，俏脸上满是笑意。唯有在这种私密场合，唯有在姬太长这位挚爱的心上人面前，她才会露出这般俏丽可爱的小女子姿态。姬太长也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如狼似虎般扑了上去，将杨瑶抱在怀里，深情一吻。这场激情双排十分刺激。杨瑶生怕弄出动静太大，被隔壁院子的林雪月听到，这个过程别提有多刺激了。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也让姬太长有种异样的体验。日后两人相拥，姬太长笑道：杨瑶姐姐，其实在苍山秘境的仙人洞府里，我不仅得到了仙气赐福，而且还从中获得了一部分丹道感悟，或许能帮你快速领悟火云丹经的内容。杨瑶乃是筑基期9重巅峰修为，距离金丹期只有一步之遥，姬太长只需要出手点拨一下，就能让他看破迷雾，领悟到金丹大道的真意。若是在别的方面，
姬太常也不敢保证能指点别人踏入金丹期，但在丹道方面，他有着绝对的自信。真的吗？杨瑶眼睛一亮，俏脸上满是惊喜的神色。虽然这听起来很离奇，但姬太常不仅一下子从筑基期提升到金丹期9重，还灭了3方宗门，更离奇的事情他都接受了，自然不会怀疑姬太常的话，这是自然。来，我亲手教你。姬太常拥有火云丹王全部的丹道感悟，说是火云丹王在世也不过分。在他的指点下，杨瑶只觉得豁然开朗，关于火云丹经的诸多疑难点迎刃而解，以前无法看懂、无法理解的丹道知识也变得清晰透彻，能够快速领悟。杨瑶虽然战斗力一般，但他可是实打实的丹道天才，否则也做不到在筑基期时就能炼制金丹期丹药。经过姬太常的点拨之后，杨瑶更是醍醐灌顶一般，进入一种顿悟的状态，捧着火云丹经看得如痴如醉。火云丹经不只是一部炼丹法门，同时也是一部修行功法。随着杨瑶对于火云丹经的理解和造诣得到突破，自身的瓶颈也随之冲开。咚！杨瑶只觉得身躯猛地一震，冥冥之中似乎有一道沉闷的巨响传来，丹田之中汹涌的灵力不断凝聚，而后坍缩，宛若黑洞般。下一刻，有一道道金光从中迸发出来，化作一颗浑圆的金丹，磅礴的灵力从中涌出，流向周身经脉窍穴，令他的体魄和灵魂也发生蜕变，得到大幅增强。整个青云宗领地里，天地灵气仿佛受到了召唤，源源不断朝着杨瑶汇聚而来，形成了一片灵气潮汐。更有一大片金光冲天而起，映照苍穹，伴随着一股金丹威压弥漫，异象非凡。这一刻，整个青云宗的修士都被惊动了，遥遥看向杨瑶所在的方向，脸上满是惊喜的神色。有人突破金丹期了，这个方向是大长老的住所。太好了，我青云宗又多一位金丹期强者。一众青云宗修士都露出喜色，由衷的感到高兴。瑶瑶终于突破金丹期了。隔壁院子里，林雪月脸上也满是笑容，发自内心的为杨瑶感到高兴。片刻之后，待天地间灵气散去，异象消失，杨瑶彻底稳固金丹期修为之后，林雪月便带着秦若琳一起敲响了杨瑶的房门，打算祝贺一番，同时也想介绍秦若琳和杨瑶认识。瑶瑶，恭喜突破金丹期，开门，我给你介绍个好姐妹。林雪月敲响房门之后，杨瑶却是瞬间俏脸通红，一下子慌张了起来。别，雪月姐姐，我不太方便，你们先回去吧。杨瑶手忙脚乱地从床上站起来，开始更衣。林雪月翻了个白眼，没好气地说道：“咱俩之间有啥不方便的？我以前还跟你洗过澡呢，快开门！真的不方便啊！”杨瑶嘴唇半咬，看着凌乱的床铺、满是战斗痕迹的闺房，以及那股还未散去的旖旎气息，她又急又羞，恨不得钻进的缝里。最重要的是，姬太常还在这儿呢。要是被林雪月发现，杨瑶娇躯猛地一颤，只觉得无比羞涩和慌乱，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林雪月了。看到她那慌张和羞涩的模样，姬太常嘴角上扬，玩心大起，他直接从身后搂住杨瑶，扣人心弦。不要！杨瑶被顶住，顿时身躯都要软了，水汪汪的眼睛可怜兮兮地看着姬太常，带着一丝哀求：“开门啊，瑶瑶，咱俩之间有啥不可见人的秘密？你不会是屋里藏男人了吧？”林雪月敲了一会儿儿门，脸上忽然露出狐疑的神色，心中浮现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杨瑶眼睛瞪大，只觉得心跳都停滞了半拍，看人真准。她慌忙说道：“才没有。雪月姐姐，你先回去吧，我正参悟功法呢，我要继续闭关顿悟了。”“真的吗？我不信。”林雪月柳眉微皱，愈发狐疑：“我怎么感觉你的声音有点不对呢？你不会真金屋藏娇了吧？不过这也正常，你也是黄花大闺女了，就算偷男人也很正常了。快开门，让我看看你看上的男人是谁，是哪个大猪蹄子能偷走我家瑶瑶的芳心。”杨瑶越是否认，林雪月心中就越是好奇，忍不住伸手推门：“不要进来！”杨瑶的声音一下子软了下去，似乎捂住了嘴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林雪月眉头微蹙，愈发觉得不对劲，偏偏闺房的门还推不开，怎么好像有点奇怪的异响？她刚想散发神识，偷窥一下屋里的情况，却发现有一股强大的神识形成屏障，阻隔了闺房，只有杨瑶的声音能传出来，断断续续的：“瑶瑶，开门啊，瑶瑶！”林雪月还在敲门，杨瑶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偏偏姬太常还发力了，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的刺激，让她很快就败下阵来，瘫倒在姬太常怀里。“死丫头，居然连我都瞒着，下次一定打你屁股！”林雪月敲了半天，杨瑶都没有再回答，她只能撅起嘴巴，无奈地转身离开。好在林雪月未经人事，秦若琳也只是初经人事，两女都没啥经验，否则早就领悟到发生了什么。坏蛋，坏家伙，都怪你了！杨瑶伸出粉拳，又羞又愤，狠狠在姬太常胸口捶了一下。姬太常嘿嘿一笑，只觉得这种感觉当真刺激和奇妙。3日之后，杨瑶对外宣布在闭关巩固修为，没有出门，但其中的美妙滋味，只有他和姬太常知晓。这3天也风平浪静，无涯宗并没有来找青云宗的麻烦，也没有人为无定派和玉门宗、雷霆宗来报仇，这也让青云宗众人全都暗自松了一口气，绷紧的心弦终于放松了一些。
此件事了，我也该回去向郡主殿下复命了。青云宗若是遇到麻烦，可凭此令牌到兰州王府求助。朱瑾找不到姬太常，便向林雪月告别，并赠出一枚兰州王府的令牌信物。这也就意味着青云宗正式搭上了兰州王府这条人脉关系。好，有劳前辈了。林雪月脸上满是笑容，带着青云宗一众长老恭送朱瑾离开。瑶瑶这丫头怎么还在闭关？送走朱瑾之后，林雪月柳眉微蹙，觉得有点奇怪，便忍不住再次前往杨瑶的闺房。林雪月还未来到杨瑶的院子，迎面就看到了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大步走来，满头黑发飞扬，带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气质。姬太常十分自然地握住林雪月的小手，月儿。林雪月心跳加速了几分，有些慌张地左右张望，神识扩散，发现四周无人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姬太常认真地问道：月儿，你那个好朋友陈玲玲，她的真实身份来历是什么？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姬太常的要了解秦若琳，才能投其所好，提高她的好感度。至于能不能得到元熙帝的修为，暂且不说，那老登迟早会死的，先把好感度提升上去准没错。而且他和秦若琳已有夫妻之实，姬太常心中已经把她当成自己的女人，必须要拿下。这林雪月闻言却是有些犹豫，毕竟秦若琳的身份太敏感了。月儿，你难道连我都信不过吗？姬太常眉头一皱，一副颇为受伤的模样。不，我没有。林雪月见状顿时有些慌了，连忙抱住姬太常，低声说道：小常，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我没有怀疑你，只是玲玲的身份有些特殊，我怕你知道之后会给你带来麻烦。姬太常搂住林雪月那娇柔温暖的身躯，捏了捏她晶莹的耳朵，笑道：他是你的朋友，四舍五入也等于是我的朋友了，我不怕麻烦，无论是你还是他，若是遇到麻烦都可以找我，我会永远在身后顶你。林雪月心中微微一颤，涌起一股暖流，有些感动。她不再犹豫，低声说道：其实玲玲的真名是秦若琳，她是大武王朝13公主，只不过陛下的子女太多了，玲玲不受重视和宠爱，甚至陛下要把她送去大禹王朝和亲，嫁给元熙帝那个老头。玲玲不想嫁，便偷偷跑了出来，隐姓埋名躲到青云宗。听完之后，姬太常眼睛都睁大了几分。秦若琳竟是当朝公主，原来如此，这就不奇怪了。哎，不对啊，她是当朝公主，又是你的挚友，你来自王都。姬太常很快就察觉到了盲点。兰州位于大武王朝边缘地带，距离王都极其遥远。如果林雪月是兰州土生土长的人，根本不可能认识秦若琳才对，更不会结为挚友。提及此事，林雪月的眸光却是一下子暗了下去，双手捏紧，眼中浮现出极其复杂的神色。她只是低声应了一声，并没有解释自己的真实来历身份。哪怕姬太常追问，她也是沉默不语，情绪愈发低落。看来月儿也是有故事的人。姬太常心中一动，若有所思。不过既然林雪月不愿意说，姬太常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至于秦若琳，还得去兰州王府走一趟才行。直接问月儿关于秦若琳的喜好和经历，有点太明显了。老秦和郡主都是皇室王族，应该知道一些情况。而且青云宗光有灵石还不行，得变卖一些暂时用不上的资源，再花点灵石为青云宗布置一些抵御手段，增强他们的实力，不然我也不可能一直待在青云宗。姬太常心中念头闪烁，有了决定。不过他的手可没闲着，很快林雪月就发出一阵呜咽，满脸羞红，慌忙从他怀里挣脱出去，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就在这时，有急促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林雪月慌忙整理了一下衣裙，运转功法，压制体内沸腾的气血，使得脸色看起来没那么红。宗主，来者是二长老柳翠兰，急匆匆地拉着林雪月离开了。现在青云宗百废待兴，林雪月身为宗主，有很多事情都需要她亲自去处理。姬太常则是踏空而起，前往青云宗的宝库。他把三方宗门灭门之后得到的资源宝物都堆放在宝库里，且已经由林雪月等人分类处理好了。有相当多一部分宝物暂时还用不上，毕竟青云宗人数摆在这里，像一些功法、兵器等根本用不完。姬太常将这些宝物带走，又从宝库里取出100万灵石，这才踏空而起，御剑飞行，全速前往兰州城。有了金羽飞剑之后，姬太常的速度更上一层楼，只用了不到2个时辰就赶到了兰州城。这是整个兰州最为繁华热闹的地方，商会众多，甚至就连元婴期强者都会来兰州城购买一些所需的资源。姬太常换了个新的马甲，分批次处理了手中的宝物，最终卖出70多万颗灵石。而后姬太常又在兰州城最大的商会里购买了一些防御阵法、杀阵、符箓、灵兽、傀儡等资源，都是能短时间内提升青云宗实力的好东西。有了这些资源，下一次青云宗再遇到强敌也能挡得住，元婴不出，很难攻破青云宗。做完这一切之后，姬太常才换上西门吹风的马甲，大步前往兰州王府。但这一次姬太常却是敏锐察觉到了兰州王府的气氛有些不一样，压抑而沉重。秦文华亲自出面迎接姬太常，但他的脸上却是没有了笑容，反倒是愁容满面，时不时叹息一声。秦公子为何叹气？姬太常问道。我观整个王府都愁云惨淡，莫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秦文华犹豫了一下，
低声说道：“此事与前辈说了也无妨，但请前辈保密。”姬太常微微颔首：“放心，我懂。”秦文华长叹一声，目光忧愁：“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太大的秘密。我父王前段时间秘密外出，我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今天回来的时候，却是身受重伤，昏迷不醒，还中了一种可怕的剧毒，各方名医都束手无策。”姬太常闻言，亦是眉头一挑，有些惊讶。兰州王可是元婴期大能强者，而且他乃是大武王朝亲王，据说与当朝陛下关系很好。兰州王绝对能调动大武王朝境内最顶尖的名医和丹药，居然都束手无策，妙啊！这简直就是我装逼结交兰州王的绝妙时机。姬太常忽然眼睛一亮，心中大喜，他可是身怀火云丹王的全部感悟，乃是新一代火云丹王。丹王是什么概念？自从火云丹王之后，大武王朝已经足足5000年没有出现过新的丹王，整个大武王朝丹道造诣最高者不过是寥寥几个4品炼丹师罢了，连丹王的门槛都摸不到。毫不客气地说，姬太常就是大武王朝当代丹道第一人，别人治不好的伤病，他可以治。若是能治好兰州王，等于是救命之恩，能够直接结交上兰州王这等亲王级别的大能，那不得起飞喽！到时候说不定还能帮老秦当上世子，成为下一代兰州王，一箭双雕啊！他当即说道：“秦公子，我有个朋友，我宗有一位长老，炼丹之术出神入化，堪称丹王在世，妙手回春，丹医双绝。若是……”姬太常的话还未说完，秦文华便眼睛猛地一亮，激动地说道：“还请前辈引荐，若是能请那位前辈出手相助，我兰州王府定有重谢。”秦文华对于西门吹风和杨顶天还是很信任的，能够培养出这等天骄强者的隐世宗门，肯定是有点东西的。况且试一试也没有什么损失，治不好也正常，毕竟兰州王的伤势和剧毒太严重了。可若是治好了，哪怕只能起到部分疗效，对于秦文华来说也是一件大喜事和大功劳。好，我这就回去请他出山。姬太常点了点头，不过在此之前，我有点事情想跟秦公子打听一下。姬太常向秦文华和秦妙一打听了一下秦若琳的事情，只可惜并没有得到太多有用的信息。秦若琳自幼就在皇宫长大，很少外出，而秦文华和秦妙一则是在兰州王府长大，双方相隔漫长距离，甚至彼此间都不怎么熟，只是见过几次面而已。姬太常有些失望，但也没有太意外。他离开兰州王府之后，花重金买了一件能够遮掩气息、改变容貌的法器，再配合归西诀，这次改头换面，这才慢悠悠的出现。此刻的姬太常身穿一袭白衫，黑发披散，面容无比俊秀，带着一种出尘飘逸的气质，宛若谪仙般。当他来到兰州王府的时候，出面相迎的秦文华都愣了一下，实在是姬太常现在看起来太过俊美而年轻，甚至似乎比他还小几岁，这实在不像是一个前辈高人的模样。不过出于对西门吹风的信任，他还是态度客气，问道：“不知前辈尊姓大名？吾乃药尘，叫我药老便好。”姬太常双手负在身后，抬头45度仰望天空，语气平静：“好的，药老，请随我来。”秦文华态度相当恭敬，领着姬太常就往兰州王居住的正院走去。相比于秦文华和秦妙一的院子，正院极为宽阔，金碧辉煌，阁楼宫阙林立，鳞次栉比。此时正院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兰州王身受重伤，这可是大事件，王府上大部分核心成员都来了，包括兰州王的众多子女，以及从大武王朝各地赶来的名医。当秦文华出现的时候，众多王府成员齐刷刷看了过来。三公子秦文衍双手抱在身前，眉头一皱，冷冷地说道：“姬弟，父王出事了，你倒好，居然还敢领狐朋狗友来这里，是想气死父王吗？”兰州王共有7子6女，但王府的世子和郡主之位只能有1人。秦妙一以无可争议的优势拿下郡主之位，但世子之位还未定下，7位王府公子争夺激烈，彼此敌视，所以秦文衍上来就刁难秦文华，他不是什么狐朋狗友。秦文华脸色有些发黑，道：“这位是药尘药老前辈，丹道1道双绝，造诣非凡，是我请来为父王看病的。”此言一出，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姬太常。药尘，哼，大武王朝境内有点名气的炼丹师和药师，我都知晓1、2，根本没听说过此人的名号。我看就是个江湖骗子。此子看起来年轻的过分，能有几分丹道1道造诣？我看七公子也是糊涂了，也许是七公子关怀则乱，并急乱投医吧。不少王府成员议论纷纷，言语中满是对姬太常和秦文华的不信任。秦文衍更是厉喝道：“姬弟，你自己被骗也就罢了，居然敢带这种不三不四的人来给父王看病，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你担得起责任吗？来人，把这个什么药尘给我插出去！”随着他一声令下，正院里的王府守卫立刻看向姬太常，神色有些不善。住手！秦文华怒吼一声，护在姬太常面前，沉声说道：“药老前辈来自一个隐世宗门，绝对不是什么江湖骗子。至于能不能给父王治病，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反正那么多名医都束手无策，让药老前辈试一试又有何妨？”隐世宗门，一旁的秦妙一眼睛猛地一亮，瞬间猜到了什么，他立刻对秦文华传音问道：“姬弟，药老可是来自于阳顶天背后那个隐世宗门？”“没错，药老就是西门吹风前辈推举的。”秦文华立刻传音回答。秦妙一闻言，
看向姬太长的目光都有些不一样了。秦文衍则是冷冷地说道：“试一试，你把父王当什么？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阿猫阿狗也能拿父王的身体来试一试？你可真是大孝子啊！要是出什么问题，你担得起责任吗？”够了！秦妙一蓦然冷喝一声，道：“既然七弟有这份心，那就让药老试试又何妨？”秦妙一乃是郡主，他发话之后，众人顿时安静下来。秦文衍有些不甘心，正打算继续刁难姬太长的时候，药王谷李老神医道。正院门外忽然响到一道通报声，令众人为之动容。药王谷的李老神医，他不是已经隐世归山100年之久了吗？传闻连皇宫里那位请他出山治病都请不动，这是谁把这等老神仙请过来了？李老神医来了，王爷的伤有救了，太好了！王府一众核心成员脸上满是喜色，悬着的心终于放松几分，长长松了一口气。药王谷，这是大武王朝境内最负盛名的医道宗门，李老神医更是药王谷上一代谷主，一身医术出神入化，曾出手治愈过诸多元阴期强者的伤势和顽疾，被誉为一代神医。隐世100年的李老神医重新出山，可想而知给众人带来了多大的震撼。一众王府成员齐刷刷看向正院门外，就连那些护卫都下意识停下，好奇地转头看去。在众多王府下人的恭迎中，一位仙风道骨、鹤发童颜的老者缓缓走来。虽然年龄大的吓人，但是面色红润，身躯挺拔，显然保养得当，状态相当不错。三公子，老朽来迟了。李老神医进入正院后，目光却是看向秦文衍。哈哈，李老神医哪里的话，您老人家能来，是我和兰州王府的荣幸啊！李老神医，快请进。秦文衍脸上堆满了笑容，态度十分恭敬，亲自走在前面相迎。什么？李老神医居然是三公子请来的？他竟是有如此手段？不，李老神医岂会给一个小辈面子？依我看，肯定是三公子背后的沈家发力了。毕竟三公子母亲乃是沈家嫡女。说起来，我以前还听说过一个传闻，说沈家的老太公和药王谷有过一段渊源，本以为是坊间传闻，现在看来多半是确有其事。若是李老神医能治好王爷的伤，三公子在王爷心中的地位必定水涨船高，说不定世子之位就是他的了。是啊，三公子本就是世子之位的有力竞争者，势力仅次于大公子而已。经过这次事情之后，只怕大公子也要落入下风了。众多王府成员议论纷纷，看向秦文衍的目光满是惊叹，甚至一些心思活跃之辈已经开始想着偷偷投靠秦文衍了。就连秦文华都有些傻眼了，呆呆地看着李老神医，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虽然他对药老有信心，可药老并无任何战绩，来自隐世宗门，秦文华对他知之甚少。而秦文衍请来的可是名震大武王朝的李老神医呀！少阳子大师道。就在这时，门外再次响起一道嘹亮的通报声，瞬间令在场众人呼吸一滞。少阳子大师，这谁把这尊大神请来了？那可是大武王朝万年一遇的顶尖丹道天才啊！据说资质完全不亚于当年的火云丹王，号称有丹王之姿。是啊，少阳子大师同时还是咱们大武王朝最年轻的元婴期强者。虽然丹道大师不善战斗，但其一手炼丹术出神入化，登峰造极。少阳子大师这些年一直闭关，潜心修炼丹道，究竟是谁把他老人家请来了？太好了，有李老神医和少阳子大师出手，王爷的伤有救了。正院里，众多王府成员议论纷纷，脸上再次露出惊叹的神色。秦文衍脸上的笑容微微一僵，收敛了几分。李老神医也微微眯起眼睛，转身看向门外。在万众瞩目中，一位模样略显稚嫩的少年大步走来，身穿紫色道袍，神色平静淡漠，无喜无悲。乍一眼看过去，甚至会让人以为是哪家公子哥。一般人绝对想不到，他就是名震天下的少阳子，一位成名100多年的丹道大能。在少阳子身边，有一位身穿暗金色蟒袍的青年相伴，对方剑眉星目，身材高大魁梧，与秦文华有几分相似，但气质更为稳重，眉宇间带着一丝威严。大公子，是了，除了大公子之外，还有谁能请动少阳子大师呢？我早该想到的。太好了，王爷的伤有救了。一众王府成员看到秦文熙之后，脸上满是惊喜的神色。秦文熙身为兰州王府嫡长子，手里的势力最为庞大，人脉关系错综复杂，他能请动少阳子出手，倒也在情理之中。该死！秦文衍双手捏紧，忍不住心中暗骂一声。他费尽心思，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把李老神医请来了，就是为了力压秦文熙一头，博取兰州王的好感，好登上那世子宝座。没想到秦文熙不声不响，居然把少阳子请来了。李老神医和少阳子虽然一个主修医道，一个主修丹道，但医道丹道本就是相互交融的两种法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过侧重点不太一样而已。只要修炼到一定高度，两者都是相通的。换而言之，丹道大师必定精通医道，而医道大师也必定精通丹道。至于谁能治好兰州王的伤和剧毒，还真不好说，毕竟伤病本就是情况各异，全看各自手段。到时候就算是李老神医治好的，但秦文熙也请来了少阳子，功劳和苦劳也摆在这里，秦文衍不会占到太大的便宜。秦文衍眉头紧锁，忽然余光瞥到姬太长，他顿时脸色一黑。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个家伙给我插出去！随着秦文衍声音响起，那些护卫才如梦初醒，
连忙朝着姬太长走去，要把他插出去。抱歉了，药老，要不咱们还是先出去，等李老神医和少阳子大师先看病。秦文华脸上露出苦笑，不由得向姬太长低声说道。随着两尊大师出现，他哪怕对于姬太长再信任，此刻也完全没了信心。还是先避其锋芒吧。为何要出去？姬太长双手负在身后，嗤笑一声，不过是2个露露小辈而已，也想让本座避其锋芒。此言一出，整个正院都安静了一瞬，众人全都睁大了眼睛，满是不可思议，齐刷刷看向姬太长。不是，这家伙疯了吧？敢说李老神医和少阳子大师是露露小辈，这简直狂妄的没边了。除了丹王那等级别的强者，谁敢说2位大师是露露小辈？他难道还以为自己是火云丹王再世不成？完了完了，此人不仅仅是得罪了李老神医和少阳子大师，同时也得罪了大公子和3公子啊！7公子这是上哪儿找来的疯子？众人一片哗然，看向姬太长的目光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秦文华更是眼前一黑，只觉得有些头皮发麻。完了！就连秦妙一都睁大了眼睛，忍不住多看了姬太长一眼，俏脸上带着惊异的神色。你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敢说老朽是露露小辈？李老神医笑了，只不过笑容有些冷冽。老夫当年名震天下的时候，你太爷爷都还没出世呢。7公子，这就是你请来的人？李老神医没有继续针对姬太长，而是目光看向秦文华。他并没有直接发怒，但那种平静的话语却是不怒自威，带着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无形压迫。对不起，李老神医莫怪，药老他此言确实有些不妥，我代他向您道歉。秦文华额头上都要流下冷汗了，要知道那可是李老神医啊！且不说药王谷这个庞然大物，李老神医治病救人数百载，不知道积累了多少人脉关系，众多元婴大能都欠他人情，这位可是跺一跺脚都能让大武王朝震战的存在啊！秦文言脸上满是冷笑，心中更是无比畅快。他正想对付秦文华和姬太长，没想到2人居然主动往李老神医的刀口上撞。至于少阳子和秦文熙，则是置若罔闻，仿佛没听到姬太长的话一样，自顾自地往前走，要去给兰州王看病。对于这等级别的大人物来说，一个蝼蚁般小人物的非议，他们既可以置若罔闻，不与之计较，展现宽宏大量，也可以随手一击拍死。李老神医选择随手拍死少阳子和秦文熙，自然就懒得出手了。岂料姬太长瞥了李老神医一眼，淡淡的说道：“已甚虚。”此言一出，不亚于巨石投河，再度掀起轩然大波。秦文华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倒下去。药老前辈啊，您能不能别胡说了？再这样下去，连我都要倒霉啊！秦文华慌忙向姬太长传音，就差没跪下求他别说了。李老神医脸色一黑，身上开始有一股可怕的威压散发，令在场所有人都心惊胆战。他可是一尊元婴期大能，虽然是靠嗑药提升上去的，战斗力不强，主修医道，但那也是一尊元婴期大能啊！一个小辈，安敢如此诽谤他？姬太长没有理会秦文华，继续对李老神医说道：“虽然以丹药维持外貌，但眼窝深处却有一抹灰暗，带着些许微蓝阴气，那是气血长期亏空的症状。你行走之时，看似行云流水，但左足成山穴落地之时，脚步微微停滞一瞬，此乃阴跷脉阻塞之兆。你手指虽藏于袖中，但右手小指下亦是微微蜷缩，指尖泛白，此乃手少阴脉受牵连。”姬太长嘴角微微上扬，在李老神医瞳孔收缩之中，一语惊人：“综上所述，你这是脊骨阴气侵入心脉所致，而且这是陈年旧疾，已经深入骨髓，你至少伤了100年之久。所谓的隐士归山，不过是重伤难愈，为了自保而不得不自我封闭。你的元婴修为看似强大，但这些年来为了自救，过度燃烧了肾中元阳，导致阴阳失衡，根基衰败，成肾虚之象。”姬太长这番话语不亚于惊雷滚滚，就连少阳子和秦文熙都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转身看向姬太长和李老神医。身为当事人的李老神医更是身躯猛地一震，脑瓜嗡嗡作响，眼睛都瞪得滚圆。你如何得知？李老神医脱口而出，而后猛地回过神来，连忙闭嘴。不怪他震惊，这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从未告诉第2个人。且平时他一直都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伤势，不想让外人知道，以免晚节不保。一代神医，晚年却自己重伤不治，对他的名声打击太大了。李老神医万万没想到，他和姬太长才刚刚见面而已，姬太长居然就能一眼看穿他的老底，实在是过于惊悚。而李老神医下意识的话，更是令众人为之哗然。什么？他居然说对了！李老神医居然在100年前就身受重伤了，这天底下居然有他老人家都治不好的伤，果真是医者难自医吗？连少阳子大师都没看出来的问题，这个药尘居然一眼就发现了。难道说他当真是一代大师？难怪他此前如此猖狂，敢说李老神医和少阳子大师是露露小辈，现在看来是真的有点东西啊！药老的医术恐怕在李老神医和少阳子之上。众人议论纷纷，看向姬太长的目光满是惊叹和难以置信，就连秦文华和秦文衍都有些傻眼了。不是哥们？秦妙一也深深地盯着姬太长，一双美眸之中异彩连连。道友，你可有办法医治？李老神医呼吸都急促了几分，一把抓住姬太长的袖子，反正已经暴露了，
索性他也不藏了，直接开口求助。治不了，回家等死吧。姬太常冷笑一声，一把甩开李老神医的手。小华子，还愣着干什么？姬太常的话让秦文华如梦初醒，连忙点头。哦，药老前辈，您随我来。秦文华脸上满是笑容，胸膛都挺直了，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道友别啊！老朽承认刚才说话有点大声，我向你道歉。李老神医追了上来，搓了搓手，老脸上满是堆笑。老朽有眼无珠，您请见谅。若是您有救治之法，还请透露一二，我和药王谷定然有重谢。为了治好自己身上的顽疾，李老神医也是豁出去了，态度那叫一个卑微啊！就连少阳子都微微挑眉，深深地看了姬太常一眼，若有所思。等我心情好了再说吧。姬太常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李老神医闻言却是心中大喜，姬太常这番话说明他真的有医治之法。哈哈，那老朽就先谢过道友了。没想到道友医术如此出神入化，看起来还如此年轻俊朗，仿佛当真是18少年般，令老朽佩服。李老神医满脸堆笑，甚至不惜拉下脸来开口拍姬太常的马屁，但在场却没有一个人敢笑话李老神医。要知道李老神医是何等身份的大人物，连他都需要求助的，必定是一代顶尖大能强者。修仙界弱肉强食，强者为尊，跪舔这等顶尖大能强者一点也不丢人。看到自己请来的大人物跪舔秦文华请来的人，秦文衍脸色有些发黑，双手不自觉捏紧，相当不爽。秦文华则是趾高气扬，嘴角带着笑容，狠狠地瞪了秦文衍一眼。面对李老神医的吹捧，姬太常无动于衷，也没有前往兰州王的住所，甚至转身就要离开正院。哎，道友您要去哪？李老神医有些傻眼，连忙把姬太常拦下。姬太常嘴角带着冷笑，刚刚不是有个小辈要把我插出去吗？既然兰州王府不欢迎我，那我走就是了。此言一出，莫说李老神医了，其余一众王府成员都坐不住了，连忙冲了过来，脸上满是陪笑，极力挽留。哎呀，药老说笑了，三公子有眼不识泰山，都是玩笑话，当不得真。是啊是啊，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和他一般见识，小孩子不懂事，说着玩的。闻言还不快滚过来和药老前辈道歉。众人之中不乏王府里的长辈，纷纷开口呵斥，看向秦文衍的目光满是不善，就连李老神医都脸色有些发黑，瞪着秦文衍。一时间秦文衍压力山大，纵然他心里有1万个不情愿，此刻也只能捏着鼻子走到姬太常面前，低声说道：药老前辈对不起，我刚才不该让护卫把你插出去。姬太常挖了挖耳朵，漫不经心地说道：听不见，这么小声，没吃饭吗？你……秦文衍心中有一股怒火生气，然后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最后他还是捏着鼻子大声喊道：药老前辈对不起，我有眼无珠，我刚才不该对您不敬。看到秦文衍吃瘪的模样，秦文华只觉得心中大爽，神清气爽。姬太常这才冷笑一声，拍了拍秦文衍的脸，小家伙，以后眼睛放亮点，不要狗眼看人低。秦文衍双手都捏紧了，硬了，拳头硬了，但他表面上还是强行挤出一个笑容。是，药老前辈教训的是小子孟忘了。看到众人都毕恭毕敬，姬太常这才大摇大摆地走进兰州王居住的宫殿里。兰州王是一个看起来40-50岁的中年男子，身躯魁梧壮硕，眉目间带着久居上位的威严，气质迫人。只不过他现在面容苍白如纸，嘴唇发黑，胸膛和腹部有触目惊心的伤痕，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李老神医和少阳子跟在姬太常身后一同进入。两位大能强者看到兰州王的伤势之后，全都瞳孔一缩，面色凝重了几分。你们2个小辈先看吧，刚好让我考考你们的医术。姬太常直接在太师椅上躺下，大大咧咧地对李老神医和少阳子说道。但他越是表现得张狂，众人反而越是凝重，越是觉得他高深莫测。有才能的强者往往都有些古怪的脾气。是好，在众多大人物面前，姬太常还敢如此猖狂，这就说明他必定是实力惊人，有着绝对的自信。李老神医与少阳子相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凝重，两人不敢怠慢，当即上前为兰州王诊治。李老神医伸出枯瘦的手指，轻轻按在兰州王腕间，一缕精纯的木系灵气缓缓探入。片刻后，他雪白的眉毛紧紧皱起，王爷体内有一股阴寒剧毒，如复古之居，缠绕在心脉附近。这毒似乎与古籍中记载的玄冥寒毒极为相似。说罢，李老神医看向姬太常，仿佛是一个学生在等老师批改作业一样。姬太常不语，只是看了一眼少阳子。少阳子会意，也伸出手指按住兰州王的另一边手腕，指尖灵力萦绕，细细探查。李老的诊断没有问题，这寒毒不仅侵蚀心脉，更在蚕食王爷的元阴本源，两者紧密交织，极难救治。我有一法，须以纯阳丹药辅以金针渡血，将寒毒逼出体外。少阳子的话令李老神医微微颔首，这也是他想到的办法，只不过没说是想听听姬太常的主意而已。一旁众多王府成员则是面带期待的神色，看了李老神医和少阳子，又看向姬太常，大错特错。就在众人以为找到了医治之法时，一个懒洋洋的声音突然响起。姬太常不知何时已经从太师椅上坐起，嘴角带着一丝讥讽的笑意。你们2个，一个号称神医，一个号称丹道大师，
却连这么简单的毒都看不明白。李老神医和少阳子都不由得一怔，有些纳闷地说道：“道友，这寒毒特征明显，纹路清晰。”不等他们说完，姬太常便嗤笑一声，打断了他们的话：“你们只看到寒毒，可曾注意到王爷伤口处隐隐泛着的经文？可曾感知到他丹田深处那一缕灼热？”他随手一指兰州王胸口的伤痕，这根本不是玄冥寒毒，而是玄冥经验毒，表面极寒，内蕴真火，阴阳交替，专门针对元阴修饰。你们若用纯阳之法逼毒，只会激发内蕴的真火，阴阳紊乱，让王爷顷刻间元阴焚灭。这话一出，李老神医和少阳子同时色变，两人急忙再次探查，果然很快就在兰州王丹田深处感应到一丝极其隐蔽的灼热气息，与表面的寒毒形成鲜明对比。这怎么可能？两人都大为震惊，喃喃自语道：“玄冥经验毒乃是极其罕见可怕的剧毒，据说已经失传上万年了。王爷这是上哪中的毒？失传不代表不存在。”姬太常懒洋洋地说道：“现在知道症结所在，说说你们的治疗方法吧。”此言一出，李老神医和少阳子却是对视了一眼，两人脸上皆是露出苦笑，没有说话。只因玄冥经验毒太过罕见与可怕，同时侵入心脉和元阴之中，相互交融，几乎没法剥离。而且这种剧毒十分不稳定，外力强行剥离，反而会让剧毒爆发，在极短时间内吞噬心脉和元阴，后果不堪设想。玄冥经验毒不仅失传万年之久，万年前也没有出现过几次啊！哪怕是药王谷也没有记载解毒之法。在场众人哪个不是人精？看到李老神医和少阳子都陷入沉默，眉头皱起，冥思苦想，却久久不语。他们便知晓，两位大能强者也没有救治之法，还请神医救救王爷。药老前辈，你有救治之法，还请明言，兰州王府定有重谢。是啊，您老人家就别卖关子了。王府众人不由得看向姬太常，纷纷开口恳求，态度十分诚恳。就连李老神医也苦笑一声，恕老朽愚钝，想不出救治之法，还请道友指点一二。姬太常却是不着急说出救治之法，而是看向沉默不语的秦文衍和秦文熙，冷笑一声：“你们两个怎么不说话？都不愿意为自己的父王求情吗？还是说你们想看着王爷去死，然后你们好争夺王位？”此言一出，秦文衍和秦文熙皆是面色一变。“我没有，我不是，别瞎说啊！”秦文衍被吓得差点蹦了起来，对姬太常怒目而视。虽然他心中也有一点这个想法，但这是能说的吗？秦文熙则是深深地看了姬太常一眼，直接朝着他弯腰鞠躬，沉声说道：“还请要老前辈出手救治父王。”秦文衍见状，也只能咬紧牙关，不得不朝着姬太常弯腰行礼，开口恳求。这还差不多。姬太常重新躺在椅子上，慢悠悠地说道：“医治之法倒也简单，先以极阴针法封住心脉，再辅以九转还阳丹化解内火，最后用太乙清木诀温养元阴，3天之内保证王爷活蹦乱跳。”李老神医和少阳子闻言，整个人如遭雷击，呆立当场。半晌后，两人精神一振，脸上满是狂喜和恍然。李老神医说道：“极阴针法封心脉，以阴治阴，再以阳克阴，妙啊！老朽行医300年，竟从未想过这等解法。道友医术通神，太强了。”少阳子也朝着姬太常拱手行礼，面色郑重：“多谢道友指点，受教了。”眼看着姬太常轻描淡写就给出救治之法，让两位大能强者都心服口服，一众王府成员顿时为之哗然，眼中满是惊叹和狂喜。药老前辈真乃神人也！大武王朝各地名医都束手无策，唯有药老前辈能一语道破天机。前辈医术之高，当真是通天彻地，神乎其技。药老前辈不仅能轻易看出病结所在，更有化解妙法，实在是高。此恩此德，我兰州王府永世不忘。王爷乃兰州之柱，若有不测，整个兰州必将动荡。前辈今日不仅救了王爷，更是救了兰州万千黎民啊！今后药老前辈就是我兰州王府永远的贵客。王府众人纷纷开口赞叹，不只是为了感谢救治之恩，也是想结识药老。毕竟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今后会不会也身受重伤，生命垂危。结识一位神医总归是没错的。可是道友，这极阴针法已经失传了。李老神医忽然挠了挠头，脸色有些为难。极阴针法乃是5000年前的火云丹王首创，极为玄妙复杂，而且需要以纯正的阴气发动，一般人根本学不会。尤其是对于丹道和医道大师来说，往往修炼的都是火属性功法，哪儿有什么阴气来练习极阴针法？李老神医此言一出，现场顿时陷入一片寂静，众人不由得看向少阳子。我也不会这个针法。少阳子摇了摇头。王府众人心中顿时咯噔了一下。秦文华干笑一声道：“药老前辈既然提出这个方法，想必您应该会极阴针法吧？”众人闻言顿时恍然，心中重新燃起了蜥蜴的神色，齐刷刷看向姬太常。区极阴针法而已，没什么难的。姬太常耸了耸肩，那种轻描淡写的姿态令众人再次动容。这可是失传了数千年的针法，难道药老前辈您师承于火云丹王这一脉？不可能吧？火云丹王一生都未曾收徒，晚年为了追寻更高的丹道，离开了大武王朝，游历天下，并未留下什么传承才对。不管怎么说，药老前辈都是我们兰州王府的大恩人啊，还请药老前辈出手
让我等见识一下极阴真法之味。众人议论纷纷，看向姬太常的目光已经带上一丝狂热。姬太常则是扫视了一眼众人，你们谁有九转还阳丹？九转还阳丹乃是4品丹药，对原阴期强者来说都极其珍贵难得，甚至传闻能起死回生。姬太常虽然丹道造诣极高，但是手里并没有这等宝药。我有。少阳子直接取出一个玉盒，恭敬地递给姬太常。李老神医则是干笑一声，挠了挠头。他重伤100年之久，身上的宝药都给自己用完了。姬太常随手取出一盒银针，双眸之中有金芒闪过，手捏印诀，刷刷刷，一枚枚银针闪电般冲出，散发出丝丝缕缕阴寒之气，精准没入兰州王心脉附近各个穴位之中，封锁住侵入他心脉的剧毒。李老神医和少阳子等人立刻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观察，眼中满是惊叹的神色。姬太常这一手极阴针法堪称出神入化，看似轻描淡写，实则蕴含玄机，令2位大师都若有所悟，为之动容。只可惜只看手法，他们也根本学不会极阴针法，需要搭配心法和特定的灵力运转路线等。很快，姬太常施展完极阴针法后，打开玉盒，一指点出一枚龙眼大小的金色丹药浮现，散发出浓郁的药香。仅仅是闻一口，便让众人通体舒泰。在姬太常的控制下，9转还阳丹没入兰州王口中，瞬间化开，磅礴的药力宛若火山爆发。姬太常接连结印，点在兰州王的经脉窍穴上，帮他引导和化解药力，使之全部没入丹田和心脉之中，没有丝毫偏差和浪费。这般神乎奇迹的手法，让李老神医和少阳子都睁大了眼睛，满是赞叹，仔细观摩。起！随着姬太常冷喝一声，满头黑发飘扬，双手快速结印，兰州王胸膛上的银针剧烈震动，有一缕缕阴寒可怖的毒气缓缓飘散，而兰州王原先苍白如纸的面容也恢复了几分红润，气息逐渐平稳。众人见状，无不大喜。收！待兰州王体内剧毒被驱除殆尽，姬太常收回银针，长长呼出一口浊气。玄冥经验毒已除，至于用太乙清木绝温养元婴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姬太常拍了拍手，转身就要离开。前辈且慢，您救了王爷一命，乃是王府的大恩人，还请在王府做客片刻，好让我等给您准备谢礼。是啊是啊，此等大恩大德，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了。说起来，我们还不知道您来自何方宗门呢。药老前辈，王府众人极力挽留，就连李老神医也搓了搓手，淡笑道：老尤有空可以到我药王谷做客，他还惦记着让姬太常帮他治病呢。姬太常稍加思索道：报仇之事我还没想好，你们就先欠我一个人情吧，等我什么时候想好了再来找你们。记住，我乃风铃月影宗长老药尘。说罢，姬太常不顾王府众人的挽留，施了符衣去，只留下一个潇洒不羁的背影。哎，道友有空一定要来药王谷啊！李老神医朝着姬太常挥了挥手，眼巴巴的大喊道：果然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以前还是太过糟了。少阳子也静静地看着姬太常离去的背影，眼中带着一丝敬佩。风铃月影宗，这是何方宗门？为何我闻所未闻？七公子，您这是从哪里请来的神医高人？王府众人绞尽脑汁，也都没听说过风铃月影宗的名号，不由得齐刷刷看向秦文华。这我也不知道。秦文华苦笑一声，我只知道风铃月影宗是一个隐士宗门，至于我和药老的相识，只是源自一场偶然相遇，我对他了解不多。对于秦文华的说法，王府众人自然是不信，纷纷开口追问。但秦文华是真的不知道更多信息，同时也不想暴露杨顶天的事情，以免引来无涯宗的针对。毕竟杨顶天毒打过无涯宗宗主之子无忌，还洗劫了无忌的全部身家，因而秦文华什么都没透露，态度坚定。直至一道虚弱而威严的声音响起：文华，给本王治病的究竟是谁？病榻上，原本昏迷的兰州王不知何时已经醒了，虽然面色还有些苍白，但气息却是稳定了下来，眉宇间也恢复了几分神采。太好了，王爷，您终于醒了，可担心死我了。王爷，您感觉怎么样？父王，王府众人皆是心中大喜，连忙围了过去，嘘寒问暖。但兰州王却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打断了众人的话，一双凌厉沉稳的眸光自始至终都盯着秦文华。秦文华压力山大，只能低声说道：前辈曾嘱咐我不得泄露相关信息，我只能告诉父王您一个人。可以，你们都退下吧。兰州王开口了，其余众人哪怕心中再如何好奇，也只能老老实实地离开屋子。兰州王抬手，一股强横的灵力扩散，在房间里形成一道结界，与外面隔绝。现在你可以说了。秦文华见状也不再隐瞒，把他知道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向兰州王说出。杨顶天，风铃月影宗，药尘。兰州王听完之后也不由得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丝惊奇之色。没想到这大武王朝境内还有一个如此强大神秘的隐士宗门，不，这或许是从其他地方搬来的，来历神秘不凡。兰州王面色郑重，叮嘱道：文华，你今后要尽可能的结交风铃月影宗之人，他们若有要求，一定要满足他们，并且第一时间告知本王。孩儿明白。秦文华心中大喜，兰州王对风铃月影宗如此重视，
且这次是秦文华请来的药老救了兰州王一命，秦文华今后在兰州王府的地位必定会水涨船高，这世子之位他未必没有机会坐一坐。门外，秦文熙和秦文衍也都想到了这一点，两人皆是手掌捏紧，眼中带着一丝不甘和恼怒。他们耗费那么大的代价才请来的少阳子和李老神医，结果全都为药尘做了嫁衣，反倒是成全了秦文华。姬太常离开兰州王府后，悄然混入热闹的街道里，无声无息改变容貌和气质，换了个马甲之后才离开兰州城，开始返回青云宗。一位大武王朝亲王，元婴期大能强者的救命恩情，让我想想该收什么报酬好呢？姬太常摸了摸下巴，陷入沉思，直接要点宝物和资源好像有点亏了，就算能要来法宝也起不到关键作用，有火云丹鼎也够用了罢了，还是先攒着这个救命恩情吧，等以后遇到麻烦了就请兰州王出手相助。我记得王府里似乎还不止2位元婴期大能来着。姬太常很快就有了决定。至于药王谷那个老登，虽然没多少寿命了，但身份地位摆在这里，如果出手帮他治疗伤势，今后也是有不小作用的。药王谷吗？得抽空去药王谷看看，说不定还能从药王谷手里抢几个身份地位极高的病人，多搞点人情。毕竟江湖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姬太常一边思索一边飞行，忽地他余光瞥到了下方一座古城，有点眼熟，这不是李金莲所在的飞云城吗？姬太常一拍脑袋，他刚刚有些走神了，所以飞偏了，路过飞云城。来都来了，我还记得李金莲那娘们抢了我半颗紫玉藤没收回来呢。姬太常立刻施展归西诀，收敛全身气息，悄无声息地潜入林家。以他如今强大的修为和神识感知能力，很快就找到了林家宝库所在的位置。姬太常神识扩散，仅仅是一缕魂力震动，就把林家守卫全部震晕了过去。他掏出快捷剑，斩出一道强横的剑气，直接把林家宝库连同地基都切割下来，全部收走。林家老祖很快就感应到了有一股强横的剑气波动，顿时面色一变。当他赶到现场的时候，只看到原地出现一个深坑，林家宝库已经凭空消失。不，哪个天杀的混蛋，无视杀戮！林家老祖气得身躯颤抖，目眦欲裂，直接冲天而起，神识疯狂扩散，试图搜查凶手。怎么才20多万灵石？堂堂飞云城一霸，居然这么穷！姬太常一边返回青云宗，一边清点林家宝库，顿时露出嫌弃的神色。这话若是让林家老祖听到的话，只怕会吐血3声，气得七窍冒烟。很快，姬太常回到了青云宗，强大的神识笼罩整个宗门，感应到了林雪月的位置，便直奔议事大殿而去，拜见姬前辈。议事大殿里，林雪月正和10几位长老只是商议宗门事务，看到姬太常出现之后，全都露出恭敬的神色，朝着他行礼。姬太常微微颔首，将一枚储物戒指递给林雪月。这是？林雪月有些疑惑，神识一扫，看清里面堆积如山的各种资源和宝物的时候，他顿时为之动容。你这是从何而来？里面不仅有林家的宝库，还有姬太常花费大价钱从兰州城买来的防御阵法、护身符箓等诸多资源宝物，足以让青云宗的整体实力上升一截。姬太常随口说道：“我把宗门宝库里一些用不到的东西卖了，还带了100万灵石去兰州城买的。”林雪月欲言又止，最终只是柔声说道：“辛苦你了。”姬太常从宗门宝库拿走资源和灵石的事情，他早就知道了。其实林雪月想问的是林家宝库哪来的，但姬太常不想说，他也识趣的没有追问。2长老、3长老，你们去布置防御阵法吧，还有这些护身符箓，发放给宗门最核心的天才和长老。只是林雪月很快就做出布置，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是。柳翠兰等人连忙点头，转身离开了议事大殿，开始忙碌。偌大的议事大殿就剩下了姬太常和林雪月2人。察觉到姬太常的目光变得火热，林雪月那美艳的脸蛋有些发热，心跳加快了几分。我也有点事情要忙。砰！林雪月的话还未说完，姬太常大手一挥，议事大殿的大门便轰然关上，并且姬太常随手打出一道灵力，形成一个结界屏障，将议事大殿与外界隔绝开。姬太常身形一闪，就出现在林雪月身后，将她那丰腴玉润的娇躯搂住。小常，林雪月还想说些什么，红润的嘴唇就被堵住。2人深吻良久，姬太常的双手更是一点都不老实，上下求索，让林雪月脸蛋红得快要滴水了，浑身发软。叮！检测到林雪月好感度提升8点，可获得杨伟乐10%修为能力。林雪月好感度9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月儿，我们在一起好吗？姬太常双手捧着林雪月的脸蛋，直视着她的眼睛，语气诚恳而真挚。林雪月有些娇羞地低下了脑袋，从红唇里发出一道叮咛般的声音，主动搂住姬太常的腰肢。叮！检测到林雪月好感度提升10点，可获得杨伟乐10%修为能力。林雪月好感度10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叮！恭喜宿主获得惊喜大礼包。1日之后，林雪月终究是出经人事，很快就败下阵来，沉沉睡去，嘴角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与满足，宛若八爪鱼一样抱着姬太常。姬太常在他那娇艳的脸蛋上轻轻亲了一口，悄然起身离开议事大殿。童子领取能力。叮！
恭喜宿主获得杨伟乐20%能力。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姬太常双眸之中有诡异的血光亮起，获得了杨伟乐全部的能力，但是并没有任何副作用和后遗症。他对于化血魔功的理解和造诣愈发深入，施展暴血能力后能够提升的战力也增加了不少。姬太常估摸着，哪怕自己不用火云丹顶，施展暴血能力后也能击杀元婴期以下任何人。不过这对于姬太常来说只是个天头，真正的重头戏是惊喜大礼包。姬太常深吸一口气，眼中满含期待。来吧，让我康康这次的惊喜大礼包都有什么。叮，惊喜大礼包已开启，恭喜宿主获得至尊剑骨。轰！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姬太常虎躯猛地一震，他的胸膛发光发热，有一股浩瀚磅礴的力量凭空出现，仿佛蕴含着一轮小太阳似的，化作一根先天根骨。随着至尊剑骨成型，一股宏大而至高的气息复苏，席卷天上地下。铮！恍惚间，似有惊天剑吟声响彻八方，整个青云宗范围内，所有的宝剑全都剧烈震动，冲天而起，在姬太常身边环绕，欢呼臣服。姬太常满头黑发乱舞，仿佛整个人都化作一把神剑，恐怖的剑意直冲寰宇，映照苍穹。这一刻的姬太常仿佛化身为剑道至尊主宰，顷刻间，整个青云宗的修士都被惊动了，感受到一股至高无上的剑意弥漫，令所有人都灵魂悸动，每一寸血肉都在颤栗，甚至不少人都不受控制的跪伏下去。这种剑意，难道是有元婴期剑修大能出手了？这是怎么回事？青云宗众人既是震撼，又是恐惧和迷茫，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修为最高的柳翠兰强行顶着巨大的压力和恐惧，小心翼翼地飞了过去，却远远看到姬太常屹立在半空中，那股宏大的剑意竟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唰！姬太常蓦然间看了过来，双眸仿佛化作两道剑气，仅仅是目光落下，那种无形的威压就让柳翠兰扑通一下从半空中坠落，匍匐在地，根本承受不住。这让柳翠兰心中大骇，姬前辈果然是元婴期大能，而且这种威压如此恐怖，绝对不只是元婴期1、2重那么简单。柳翠兰心头狂跳，既是深深的震撼，又感到一阵狂喜。青云宗有这样一尊恐怖的元婴期大能撑腰，这何其有幸！姬太常感应着胸膛里那根至尊剑骨蕴含的恐怖力量，饶是他沉稳的心态，此刻也不禁心跳剧烈，血压升高，无比惊喜。至尊剑骨不仅蕴含着恐怖到难以想象的力量，而且它还在源源不断吸收姬太常体内的灵力，进行提纯和转化，最终化作一缕缕蕴含着先天剑意的特殊灵力，反哺到姬太常体内。那一缕缕灵力则是源源不断融入姬太常每一寸血肉之中，滋养和改造他的身躯，这就使得他经脉丹田愈发宽阔，灵力无比凝实庞大，体内杂质被湮灭，浑身骨骼都泛起丝丝缕缕金光。至尊剑骨在滋养和反哺他的身体，姬太常血液鲜红璀璨如钻，如同血汞般粘稠沉重，在血管之中流动，竟是发出海啸之音。他的筋皮强度也得到大幅提升，姬太常呼吸如飓风涌动，心跳如雷鸣，肉身体魄发生了惊人变化。以前的姬太常只是一个普通的金丹期9重修士，但经过至尊剑骨的酝养与改造，他的修为虽然没有太大提升，但等同于重塑根基，战力大幅暴涨。姬太常甚至有种强烈的直觉，若是他发动至尊剑骨的力量，或许可以逆伐元婴期大能。这至尊剑骨竟是恐怖如斯，不愧是系统出品。姬太常心头狂跳，只觉得有些口干舌燥，无比激动振奋。杨瑶姐姐是丹道天才，所以她的惊喜大礼包是火云丹王的感悟和传承。月儿的惊喜大礼包是至尊剑骨，难道说月儿是剑道天才吗？可是为何我曾不止一次探查过她的身体，却并未发现剑道天赋？惊喜之余，姬太常脑海中也不禁浮现出一个疑惑，也不知道秦若琳拥有什么天赋。若是把她好感度拉满，姬太常舔了舔嘴唇，眼神兴奋而期待。就在这时，姬太常余光瞥到被至尊剑骨威压震慑的匍匐在地的柳翠兰，姬太常心念一动，收敛了至尊剑骨的力量，并且施展归西诀，将至尊剑骨的气息完全隐藏起来，整个人恢复了原先的模样。但他身上却是隐隐多了一种灵力破人的气质。姬太常挥了挥手，半空中漂浮的密密麻麻宝剑全部倒飞出去，回到各自主人手里。不必担心，本座只是修炼一部剑法，忽然顿悟，有所收获而已。回去吧。姬太常看向柳翠兰，声音平静。是。柳翠兰只觉得浑身一松，脸上满是狂热与恭敬的神色，朝着姬太常行礼之后立刻退去。当他把这个消息告知青云宗其他人的时候，注定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姬太常身形一闪，又回到了议事大殿。由于议事大殿里有他布下的灵力结界，林雪月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仍然睡得很香甜。不只是因为他和姬太常激战许久，也是因为这段时间以来，他身为青云宗宗主，承担了很多事务，一直在忙碌，神经紧绷，本就疲惫，如今能够安心休息，他睡得很沉。姬太常眼中带着心疼的神色，轻轻将他搂住，抱在怀里休息。次日中午，日上三竿，林雪月才悠悠醒来，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然后就被顶住了。看着姬太长那笑盈盈的表情，林雪月娇躯微微一僵，回想起昨夜的疯狂与缠绵，她的脸蛋顿时布满红霞，有些发烫，但她却没有逃避什么，而是主动抱住姬太长，狠狠亲了下来。小长，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你要对我负责。他搂着姬太长的脖子，一双美眸含情，默默地看着他。好。姬太长嘿嘿一笑，刚想翻身，却忽然睁大了眼睛，被林雪月反压在下方。又1日之后，姬太长已经把林雪月全身都探查了一遍，依旧没发现林雪月有什么剑道天赋。他有些疑惑地问道：“月儿，你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剑道天赋没觉醒？”林雪月娇躯微微一僵，而后若无其事地说道：“没有啊，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没事，我就随便问问。”姬太长打了个哈哈。林雪月眼中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神色，张了张口，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和林雪月缠绵了几天之后，姬太长也没有忘了正事，准备前往药王谷找李老神医那个老邓。林雪月温柔地帮姬太长更衣整理衣裳，看到他又要再次出门，林雪月并没有问他要去哪里，而是在他脸上轻轻地亲了一口，柔声说道：“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姬太长笑了笑，放心吧。正当林雪月准备送姬太长离开宗门的时候，一位守门弟子却是快速跑了过来。宗主，姬前辈，兰州王府使者来信。守门弟子恭恭敬敬地递出一封烫金信件。兰州王府使者。林雪月有些好奇，打开信件，阅读了里面的内容之后，脸上带着一丝茫然的神色。风铃月影宗，药尘药老，可我不认识啊。姬太长眉头一挑，接过信件一看，顿时明白过来了，却原来3天之后就是大武王朝的丹道大会，届时大武王朝境内所有的炼丹师都能参加，经过层层选拔与比试，旨在选拔出最优秀的炼丹师加以培养，只要能进入丹道大会决赛，就能获得丰厚的奖励。若是能在决赛中获得较高的名次，更是能获得大武王朝皇帝的亲自颁奖。兰州王府来信是想邀请药尘来担任丹道大会的荣誉评委，只不过兰州王府找不到风铃月影宗，也联系不上药尘，便给青云宗来信，希望青云宗转达这个消息。姬太长看向守门弟子道：“告诉兰州王府使者，我们会把消息传达给药老，但至于药老会不会参加，我们也没法保证。”是。守门弟子恭敬地点了点头。林雪月好奇地问道：“小长，你认识风铃月影宗的药老？”偶然相识。姬太长点了点头，没有在这个话题上聊下去，而是连忙转移话题：“杨瑶姐姐丹道天赋不错，最近也突破金丹期了，这丹道大会正是她大展拳脚的机会，也能磨砺自己的丹道技术，不如让她参加吧。”林雪月闻言也是眼睛一亮，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瑶瑶是个炼丹天才，若是能在丹道大会上大放异彩，对她而言也是个莫大的机缘，如果能获得名次，也能打响我们青云宗的名号。两人一拍即合，当即前往丹殿找到杨瑶，将这个消息告诉她。丹道大会，好啊好啊！杨瑶一时眼睛发亮，相当惊喜和激动。对于炼丹师来说，丹道大会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不仅能磨练几身炼丹技术，展示风采，扬名天下，还能见证其他炼丹大师的比拼，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杨瑶兴奋地说道：“我这就准备一下，带上丹殿一些天赋不错的弟子一起参加。”杨瑶和林雪月很快就去忙活了。姬太长摸了摸下巴，陷入沉思。3天时间不太够一个来回，药王谷距离青云宗太过遥远。罢了，李老神医那个老家伙多半也会参加丹道大会，到时候再去给他治病吧。我得跟着杨瑶姐姐一起参加丹道大会，为他保驾护航。杨瑶虽然炼丹天赋和技术都很不错，但放眼整个大武王朝，未必算得上顶尖。并非他天赋还不够高，而是他出身于青云宗这样的小宗门，以前接触的传承和资源都远远无法和大武王朝那些顶尖炼丹宗门世家相提并论。但如果有姬太长暗中相助的话，绝对能拿到一个好名次。这对于杨瑶和青云宗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有利于青云宗的发展。一念至此，待杨瑶挑选完丹殿弟子，并且独自回到自己炼丹室的时候，姬太长身形一闪，也跟了进去。杨瑶有些紧张的左右张望，发现没有人注意到这里之后，才连忙关上了大门，而后直接扑到姬太长怀里。坏夫君，这几天你跑哪里去了？怎么都不见你？他那娇柔丰腴的身躯紧紧贴着姬太长，语气娇嗔，甜甜糯糯的，让姬太长一下子兽血沸腾。这几天有别的事情在忙？娘子有没有想我呀？姬太长坏笑一声，勾起杨瑶的下巴，想。杨瑶用力地点了点头，踮起脚尖，主动吻了上去。3日之后，经过姬太长这几天倾囊相授，全力灌注杨瑶丹道知识，他满面红光，愈发有着一种迷人的韵味，宛若成熟的水蜜桃般诱人，让姬太长流连忘返，不知天的为何物。好了，坏家伙，快起来，丹道大会要开始了。杨瑶脸上带着红霞，将姬太长从怀里拎起来。可，姬太长擦了擦嘴，一本正经地说道：“这几天我传授给你的火云丹经知识点都记住了没？若是都能领悟的话，不说能拿丹道大会第1名，至少进入前10不是问题。你这个坏胚！”杨瑶满脸红晕，轻啐一口：“哪有干那种事的时候传授火云丹经知识点的？你让我怎么记得住？没关系，我可以再教一遍。”姬太长坏笑一声，
一把抓起杨瑶的小手，别闹，丹道大会要开始了。杨瑶只觉得腿都要软了，慌忙拍开姬太长的手，手忙脚乱的更衣。片刻之后，杨瑶收拾妥当，带上了12位丹殿最优秀的弟子，准备参加丹道大会。丹道大会初赛是在各个州进行，每个州前10名炼丹师才有资格前往王都参加决赛。兰州的初赛便是在兰州城举行。得知杨瑶要带人参加丹道大会，青云宗众多长老和执事弟子们都来相送，眼中带着期盼的神色。林宗主，你也跟着一起去看看吧。姬太常看向林雪月，朝着他眨了眨眼睛。好啊。林雪月点了点头，倒也没有拒绝。于是姬太常亲自催动一艘云船，带着众人开始前往兰州城。云船共有3层，杨瑶和一众丹殿弟子聚集在甲板上，欣赏四周风景，脸上满是好奇和喜悦的神色。金丹期以下不能飞行，杨瑶也是刚突破金丹期没多久，他们很少有这种机会能在高空俯瞰陆地。姬太常和林雪月则是来到3层的房间里，林雪月有些心虚的左右张望，发现杨瑶等人没有注意到这里之后，他立刻关上房门，直接坐在姬太常边上。小常，你这3天都去哪儿了？林雪月雪白的双臂环住姬太常的脖子，那沉甸甸的满月浑圆直接把姬太常脑袋闷住，让他不能呼吸。出去办点事儿。姬太常闷声说道，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使劲往鼻子里钻，令他心旷神怡。从这里到兰州城最快也要数个时辰时间。我们林雪月那成熟妩媚的脸蛋微红，舔了舔红润的嘴唇，直接解开姬太常的衣裳。1日不见如隔3秋，更何况是3日。林雪月独守空房多年，3日前才真正体会到其中美妙。食髓之味，自然不会放过2人独处的机会，直接见缝插针。2个时辰后，姬太常揉了揉老腰，倒吸一口凉气，还好有至尊剑骨强化过身体，拥有黄金肾斗士之身，否则还真有点顶不住。月儿表面上气质冷清保守，没想到私下里反差这么大，这么会玩。回想起往日种种，姬太常也不得不叹服，林雪月时乃人间尤物。她经过一番索取和温养之后，气质愈发妩媚动人，精气神都好了一大截，容光焕发。林雪月大大方方的在姬太常面前更衣，蹦蹦跳跳，换上一袭紫色襦裙，乌黑秀发垂落，映衬出娇艳的脸蛋，朝着姬太常甜甜一笑。而后她亲手帮姬太常穿戴整齐，又收拾了一下现场，2人才不动声色的先后走出屋子。看着林雪月耳根微红，但又假装若无其事的和杨瑶聊天的模样，姬太常只觉得相当有趣。当他们都发现彼此与我的关系之后，肯定很好玩。姬太常嘴角微微上扬，心中浮现出一个邪恶的计划。1个多时辰后，群山万壑尽头，一片辽阔繁荣的城池出现在眼前。兰州城到了，今日是丹道大会开启的日子，兰州众多宗门的炼丹师都聚集在兰州城，还有很多慕名而来围观的群众，街道上人流如织，熙熙攘攘，相当热闹。丹道大会的初赛会场在兰州城广场上，中间最辽阔的是比试区域，四周分为仪式区、观礼区、贵宾楼、房室等等区域。此次初赛由兰州王府主持，各方宗门登记之后便可进场，等待正式开赛后逐一抽签对决。兰州王并不在场，主位上坐着的是郡主秦妙一。当他看到青云宗众人出现的时候，眼睛一亮，当即带着一些王府之人上前迎接。姬前辈，好久不见。西门吹风的马甲和姬傲天的马甲是不一样的，但当初为了对付无涯宗，姬太常以西门吹风的马甲向秦妙一求援，朱瑾也就知道了姬傲天就是西门吹风，便将此事告诉了秦妙一。秦妙一朝着姬太常行礼，而后又看向林雪月，笑道：“这位就是林宗主吧？果然是气质端庄，才貌双绝。”林雪月没想到堂堂郡主殿下居然亲自相迎，她心头一跳，面色郑重地说道：“郡主殿下谬赞了。说起来，小女子还得感谢郡主殿下前段时间派亲卫相助青云宗，这份恩情我青云宗铭记于心。”秦妙一嘴角含笑：“不必谢我，要谢就谢姬前辈吧。对了，姬前辈，药老前辈可曾答应出席丹道大会？”秦妙一再次看向姬太常，眼中带着一丝期待的神色。难说。姬太常摇了摇头：“我已将请帖转交给他，但药老向来随心所欲，率性而为，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好吧。秦妙一闻言，心中虽然有些失望，但脸上依旧带着热情的笑容，亲自把姬太常一行人迎接到会场里，安排了最佳的位置。秦文华也屁颠跑过来向姬太常问好，一番寒暄。只见他精气神大好，身边也多了一些气势不俗的护卫，显然此前他搬来药老救了兰州王一命，使得他在兰州王府的地位和待遇水涨船高。姬太常也顺势介绍秦妙一和秦文华等人，与林雪月等人相互认识一番。秦妙一和秦文华知道青云宗与风铃月影宗渊源颇深，因此相当郑重，还带来了不少王府里的实权人物与青云宗众人结识。这是哪家宗门？居然值得郡主殿下和七公子亲自去迎接？那不是青云宗吗？一个普通宗门而已，怎会如此？这一幕引得其他宗门修士频频侧目，露出惊奇的神色，尤其是无涯宗的队伍，姬太常更是能清晰感受到一些不善的目光。显然无涯宗里还有人记恨着青云宗。对了，郡主殿下，
这无涯宗与玉门宗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姬太常心中一动，顺口问道。秦妙一低声解释道：1000年前，无涯宗主脉之人犯下大错，被逐出宗门，便开创了玉门宗。而玉门宗一直在极力弥补当年的过错，逐渐取得无涯宗的原谅。也正是有无涯宗背后支持，玉门宗才能快速发展壮大。玉门宗算得上是无涯宗分支。不过你们放心，有我兰州王府支持，无涯宗也断然不敢为了玉门宗而找青云宗的麻烦。姬太常闻言顿时恍然，虽然秦妙一话是这么说，但姬太常并不放心，他不喜欢留下后患。既然这无涯宗还记恨着青云宗，今后得找个机会除掉才行。等了1个多时辰后，丹道大会正式开始，由兰州王府的高层以及兰州一些著名的炼丹师作为评委，宣读规则，开启抽签，划分不同品阶炼丹师赛场。姬太常打了个哈欠，对这些事情并不感兴趣。以杨瑶的丹道水平，通关出赛难度不大，至于丹殿其他炼丹师，几乎没有通关出赛的可能，资质和炼丹水平都比杨瑶差远了，纯粹是带出来见见世面而已。姬太常不动声色地往林雪月身边挪了一下，悄然捏住她柔软的小手，无聊地画圈圈，然后他的手开始不老实，不断往上画圈圈，攀上满月大碗。别闹！林雪月娇艳的脸蛋微微一红，连忙按住姬太常的手，有些紧张的左右张望了一下。就在这场丹道大会出赛如火如荼的时候，一边突声轰，伴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巨响突兀响起，广场四周开始有一道漆黑的魔气冲天而起，化作12杆黑色旗帜，相互交织，竟是瞬间形成一座庞大的沙阵。结，丹道大会倒是好生热闹啊！这种好事怎么不邀请我血炼教参加？一道妖娆妩媚的声音响起，却带着一股渗人的寒意与杀意，更有一股恐怖的威压轰然爆发，宛若苍穹压下，席卷整个丹道大会的会场。元婴期威压，这个声音是血莲教护法。罗红衣，不好，这等魔头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各方宗门、家族势力的炼丹师和修士全都豁然抬头，眼中露出惊骇的神色。只见半空中出现一道高挑丰腴的身影，身着一袭红衣，白皙的赤足踏空而行，隐约间能看到些许黑暗森林的风光。他的裙口敞开，更是绽放大片雪白光芒。但面对这无限春光，众多修士却是面色惊恐，后背满是冷汗，如见鬼魅。只因对方是凶名赫赫的元婴期大魔头。大胆魔头！秦妙一先是一惊，而后很快就冷静下来，沉声说道：“竟敢来破坏丹道大会，你好大的胆子，简直就是自投罗网！”兰州王府众人全都如临大敌，团团围在秦妙一身边。罗红衣掩嘴一笑：“嘻嘻，我好怕哦！你们兰州王府那么厉害，有本事叫兰州王出来跟我碰一下。只怕那个老家伙现在还昏迷不醒吧？他好不容易恢复了一些伤势，原本打算去青云宗执行任务的，但是收到消息兰州王重伤，而兰州城又在举办丹道大会，他瞬间意识到机会来了，所以罗红衣打算先把丹道大会的人掳走，完事之后再去青云宗走一趟。姬太常闻言却是心中一动。罗红衣知道兰州王重伤昏迷，但是不知道兰州王已经被药尘救活了，显然这个消息被王府刻意封锁隐瞒，所以罗红衣才会趁机出手捣乱。兰州王府郡主，公子，还有那么多宗门的炼丹师，嘻嘻，这可太棒了！罗红衣舔了舔红润的嘴唇，眼睛放光。诸位道友，入我魂幡一叙。轰！罗红衣手捏印诀，元婴期级别的恐怖修为爆发，一杆黑色魂幡从他丹田之中冲出，迎风暴涨。刹那间，阴风怒号，滚滚魔气冲天而起，仿佛打开了幽冥地府的大门，有无数怨魂厉鬼的虚影若隐若现，伴随着凄厉的嚎叫声回荡。不好！众多修士看到这一幕，全都被吓得脸色发白，亡魂皆冒，就连林雪月都面色发白，下意识往姬太常身上靠，被那种恐怖的元婴期威压震慑。休得放肆！兰州王府的队伍里立刻传来厉喝声，足10位金丹期强者冲天而起，联手杀向罗红衣，其中包括了2位金丹期9重巅峰的强者，战力非凡。兰州王府负责丹道大会的举办，自然派了不少强者在此坐镇。众多宗门的修士见状，眼中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丹道大会的会场距离兰州王府很近，此地出现魔头，王府的元婴期强者一定被惊动了，正在赶来的路上。只要这些金丹期强者能拖住罗红衣片刻时间，等兰州王府的元婴期强者赶到，他们就得救了。砰！罗红衣冷笑着一掌拍出，漆黑的魔气伴随着血色光芒交织，直接一巴掌就把10位金丹期强者从半空中拍到地上，全都大口喷血，遭受重创。众多宗门修士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了。诸位都进来吧！罗红衣轻笑一声，身前的魂幡释放出滔天魔气，仿佛化作一个黑洞似的，众多修士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倒飞起来，眼看着就要被收入魂幡之中。父王怎么还没到？难道有其他元婴期魔头阻拦？秦妙一等人脸上也满是冷汗，面带惶恐的神色。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间有嘹亮的剑吟声响彻天地。姬太常手捏印诀，满头黑发飞扬，金羽飞剑冲出，迎风暴涨，化作一把1000丈长的金色巨剑，斩向那杆魂幡。区金丹期9重，任你全力出手也打不动本座的魂幡。罗红衣感应到了姬太常的修为，
美艳的嘴角噙着一丝冷笑，眼神轻蔑，甚至懒得阻拦姬太长这一剑。然后他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只听得砰的一声沉闷巨响，金羽飞剑狠狠劈在魂幡上，仿佛有千百道雷电同时炸开，炽盛的金光撕裂魔气，将这杆魂幡硬生生劈飞出去。魂幡散发出来的惊人吞噬力也随之消散，不少修士从半空中跌落下来，眼中满是惊魂未定的神色。秦妙一和林雪月等人则是呆了一下，齐刷刷看向姬太长，眼中带着震惊的神色。有点意思，找死！罗红衣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几分，有些阴冷。他一指点出那杆魂幡，爆发出无尽阴煞之气，可怖的杀气席卷天上地下，令天地间温度骤降，朝着姬太长轰然镇压而来。不好，西门前辈危险！秦妙一和秦文华等人见状，全都瞳孔猛地一缩，忍不住失声惊呼，被惊得目眦欲裂。要知道，罗红衣可不是一般的魔头，而是血莲教护法元婴期五重的恐怖存在。罗红衣手中那杆魂幡虽然只是极品法器，但在这等强者的催动下，威力只怕不弱于下品法宝。别说姬太长只是区区金丹期9重，哪怕是元婴期一众强者也顶不住啊！面对罗红衣寒怒之下的攻击，全场众多修士无不变色，唯有姬太长面色平静而淡漠，满头黑色发丝随风乱舞，胸膛里的至尊剑骨发动，仿佛蕴含着一轮炽盛的烈日，一股恐怖而至高的力量轰然爆发。不仅如此，姬太长更是动用另一则禁忌手段，双眸之中有一缕诡异的血黑色光芒交织，浑身血液沸腾燃烧，本就强大的可怕的至尊剑骨更是气息疯长，无比狂暴惊人。化血魔功，暴血，修为和战力越高，暴血状态能提高的力量就越恐怖。轰！姬太长握住金羽飞剑，抬手斩出最强一剑，焰焰神光撕开滔天魔气，似能分割天地。金羽飞剑与魂幡轰然碰撞，虚空中霞光如涛，剧烈澎湃，掀起一圈又一圈的余波。那种恐怖的气息震荡，令众多修为较低的修士不受控制的匍匐在地，两股战战。但众人想象中姬太长被一击轰杀的画面并没有出现，这一击碰撞的结果竟是金羽飞剑劈飞了那杆魂幡。什么？金丹期9重修为逆伐元婴期5重的魔头，我怎么会做这种梦？难道我中了幻术？可恶！究竟是什么时候？这一幕太过震撼与惊悚，众多修士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怀疑自己是中了罗红衣的灵魂攻击，陷入幻境之中，看到的是假象。金丹期9重能打元婴期5重，恐怕也只有幻境中能出现了，这完全违背了常理。秦妙一都惊呆了，樱桃小嘴微张，呆呆地看着姬太长，却隐约间觉得很熟悉。他为何有点像杨顶天？莫非他就是杨顶天的师傅？秦妙一心中鬼，是神差地浮现出一个念头：小长居然这么猛！林雪月也睁大了眼睛，目光有些呆滞，仿佛第一次认识姬太长一样，同样是被他惊人的战斗力惊到了。不愧是我的夫君！杨瑶也满眼小星星，看向姬太长的目光满是崇拜与爱意，竟然挡住了。就连罗红衣都微微眯起眼睛，心中掀起莫大的波澜。虽然他没有用尽全力，但他终究也是元婴期5重修为啊！如此强大的妖孽天骄，何该入我魂幡？罗红衣舔了舔红唇，反倒一下子兴奋激动了起来，丰盈巍峨的胸膛一阵起伏，他立刻手捏印诀，浑身魔力翻涌。但他蓦然间闷哼一声，面色有些发白，体内魔力紊乱。该死！罗红衣心中暗骂一声，当初他被秦若琳动用的剑气重创，又被姬太长以丹王级别的知识下了剧毒，伤势太过严重，差点没挺过来。在血莲交疗养一段时间之后，他身上的伤势依旧没有完全恢复，实力无法完全发挥。别让老娘知道下毒的贼人是谁，否则老娘必杀你满门！罗红衣心里暗骂了一声。咚！就在这时，苍穹之上忽然间传来一道震耳欲聋的巨响，惊人的音浪震得众人耳膜刺痛，嗡嗡作响。那12杆黑色旗帜组成一座阵法结界，笼罩了整个丹道大会的会场，与外界隔绝。但此刻这座阵法结界受到了可怕的攻击，魔气扭曲涣散，12根旗帜都在摇晃，显然支撑不了太久。怎么会这样？罗红衣见状，心中顿时咯噔了一下，涌起不妙的预感。杨将军不在王府，兰州王身受重伤，昏迷不醒，只剩下一个王府老管家是元婴期。老13不应该连那个气血衰败的老东西都挡不住才对。是哪个元婴期强者在轰击阵法结界？情况紧急，罗红衣也来不及多想了，当务之急是把丹道大会这些修士全部抓起来。他厉喝一声，浑身魔力毫无保留倾注到魂幡之中，全力出手。刹那间阴风怒号，数不清的怨魂厉鬼嘶吼着冲出，全都朝着姬太长扑去。魂幡则是释放出恐怖的吞噬力量，要把丹道大会所有修士都强行收进去。妖女，休得放肆！姬太长声若惊雷滚滚，浑身都绽放出刺目的金光，一股恐怖的剑意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席卷天上地下，令在场所有人的宝剑都剧烈震颤，嗡鸣，不受控制的飞了出去，在他身边环绕。魂幡里冲出的怨魂厉鬼更是还未靠近他，便全部爆碎。姬太长踏空而起，满头黑色发丝飞扬，衣袂随风乱舞，气势如虹，宛若一尊剑仙将士。众多宗门修士全都抬起头，呆呆地看着姬太长那挺拔伟岸的身影，目眩神驰。轰！姬太长手捏印诀，
至尊剑骨的力量运转到了极致，全部倾注到金羽飞剑里，爆发出无尽剑芒，斩向魂幡。两者再度碰撞在一起，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金色剑气与黑色魔气剧烈翻涌，相互湮灭，扩散出一圈又一圈的余波，将在场众多修士都掀飞出去，东倒西歪。在众人震撼的目光中，金羽飞剑携着雷霆万钧之势，居然再次把魂幡劈飞出去，连带着罗红衣都闷哼一声，被震得连退3步。这怎么可能？就连罗红衣都被惊住了，死死盯着姬太常，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虽然他重伤未愈，实力无法全部发挥出来，但全力出手也能爆发出元婴期3重级别的力量，却依旧被姬太常击退了。姬太常只是金丹期9重修为啊，以金丹期修为逆伐元婴，还是元婴期3重，简直闻所未闻。这是何等恐怖的妖孽！哪怕是大武王朝最为精彩绝艳的天骄，在姬太常面前也黯然失色，宛若浮游望远。如此恐怖的妖孽，哪怕是那些至高无上的圣地、仙宗，也未必能培养出来。他究竟是哪里冒出来的？这等天骄，若是能和他一起双人修炼……罗红衣既是震惊，眼中也带着忌惮、敬仰、狂热等复杂神色，紧紧盯着姬太常那挺拔伟岸的身影，竟是下意识双腿夹紧，轻轻摩擦，忍不住舔了舔红唇。丁，罗红衣好感度提升110点，宿主可获得黑煞魔尊10%修为能力，请选择。罗红衣好感度10，好感度达到110，会有惊喜发生。姬太常脑海中忽然冷不丁响起系统提示音，饶是姬太常都不由得愣了一下，脑袋上浮现出一个问号。不是，哥们，这对吗？没等他想明白罗红衣的好感度为何提升，只见那娘们已经手持魂幡，闪电般杀到姬太常面前。姬太常冷哼一声，丝毫不惧，扬起手中金羽飞剑，爆发出通天剑意，与罗红衣展开激烈搏斗。有至尊剑骨和暴血2种力量叠加，姬太常的战力极度恐怖，一道道剑气横扫苍穹，与罗红衣接连碰撞厮杀，爆发出阵阵轰鸣声，震战八方。强如罗红衣，一时间竟然也落入下风，被姬太常击伤。这一幕太过不可思议，令在场众人全都傻眼了，目光呆滞而震撼。西门吹风前辈究竟是何方神圣？如此妖孽恐怖，莫不是来自那些古老而恐怖的圣地、仙宗？秦妙一忍不住喃喃自语，呆呆地看着姬太常，心中掀起莫大的波澜，无比震撼。以金丹期逆伐元婴，纵观大武王朝历史，古往今来，从未有人能做到过。元婴期与金丹期之间有着天堑一般的鸿沟，按理说根本无法跨越才对。小常夫君居然这么厉害，不愧是得到了仙人赐福。林雪月和杨瑶则是痴痴地看着姬太常，目光柔情似水。姬太常此刻的表现让他们愈发坚信，姬太常就是得到了仙人赐福，否则根本无法解释他为何变得如此强大恐怖。姬太常和罗红衣激战片刻之后，忽然间一道震耳欲聋的巨响突兀响起，一杆金色战戟仿佛劈开天地，将滔天魔气撕裂，硬生生劈开此地的阵法结界。一道魁梧高大的身影踏空而来，身披金甲，手持战戟，宛若武神降临，元婴期级别的恐怖气息席卷八方，令罗红衣都面色巨变。最让他惊悚的是，对方手里提着一颗血淋淋的脑袋，怒目圆睁，死不瞑目，赫然是血莲叫13长老，一尊元婴期大能。兰州王，你不是已经重伤昏迷了吗？为何没事？罗红衣忍不住失声惊呼，面容都有些扭曲。兰州王没有回答，而是扫视了一眼丹道大会的会场，发现所有人都安然无恙，这才松了一口气。兰州王的目光很快就落在姬太常身上，竟是感应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压迫感，心中不由得掀起莫大的波澜。一位金丹期9重修士，居然能让他这尊成名数百年的老牌元婴期大能感受到压迫。兰州王来不及多想，看到罗红衣扭头就跑，他立刻冷喝一声：“大胆妖女，受死！”兰州王脚步猛地一踏，整个人化作一缕炽盛的金光，迅速追击下去，扬起手中战戟就狠狠劈下去。罗红衣全盛时期都不是兰州王的对手，更别提现在还重伤未愈。兰州王和罗红衣在远处爆发了激烈大战，两股恐怖的元婴期力量不断碰撞对轰，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恐怖的威压和气息不断扩散，震得苍茫大地都在摇晃轰鸣。看到兰州王牢牢占据上风，将罗红衣不断击伤，姬太常这才放下心来。他没有追击下去，而是迅速解除暴血状态。暴血能够燃烧全身鲜血和生命，换取短暂的实力暴涨，不能持久。若是暴血状态持续太久，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伤及自身根基，甚至是将自身生命全部燃烧殆尽。解除暴血状态后，姬太常面色有些发白，身躯都微晃了一下，浑身都传来一种虚弱的感觉。好在他的身躯经过至尊剑骨强化，远超常人，且暴血状态并没有开太久，所以反噬并不算强。小姬前辈，你没事吧？林雪月目光自始至终都盯着姬太常，见状不由得发出担忧的惊呼，连忙冲上来扶住姬太常的手臂。姬太常则是顺势倒在他那娇柔而又波涛汹涌的怀抱之中，一副虚弱的模样，还舒舒服服地调整了一下姿势。姬前辈，你感觉怎么样了？我这儿有疗伤丹药。杨瑶见状也冲了过来，
一把拉起姬太常的手掌，目光担忧而关切，亲手给姬太常喂下几颗疗伤丹药。姬太常躺在林雪月丰润的身段里，眼前又被杨瑶那巍峨的满月遮挡，啥也看不到了，只能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扑面而来。润，至于其他修士，则是呆呆地看着姬太常，仍然面带震撼的神色，久久回不过神来。只因刚才姬太常已经单膝修为逆伐元婴的场面太过震撼。片刻之后，只听得咚的一声沉闷巨响从远处扩散，隐约间似有血光撕裂云层，消失不见。兰州王踏空而来，面色平静，无喜无悲，一股无形而又可怕的威压散发，令在场众人两股战战，满脸敬畏。父王，可曾抓到那个妖女？秦妙一关切地问道。兰州王摇了摇头，他被我打成重伤，拼死反击，施展出血莲教的血遁秘术逃走了，但他身上的伤势极重，至少3-5年内都没法兴风作浪了。你们的情况如何？罗红衣出手，你们却能安然无恙，发生了什么？提及此事，秦妙一眼睛都在放光，立刻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如实说出。听闻姬太常以金丹期9重修为越阶大战元婴期5重修为的罗红衣，还把他给击伤了。饶是以兰州王平静沉稳的心态，也不由得心头巨震。他很清楚元婴期与金丹期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更清楚罗红衣的实力有多么恐怖，所以兰州王知道姬太常能够做到这一步，究竟是何等的不可思议。感谢姬傲天道友仗义出手，阻挡血莲教魔女，保全丹道大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兰州王府欠道友一份人情。兰州王双手抱拳，郑重地朝着姬太常行礼。他并非客套，而是事实如此。若不是姬太常出手，丹道大会众多炼丹师、修士以及秦妙一等兰州王府成员被罗红衣抓走，后果很严重。天知道血莲教会对他们做什么，到时候兰州王府和大武王朝恐怕得付出惨重的代价，才有可能把他们赎回来。王爷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姬太常微微颔首，面对这尊大武王朝亲王，他也不卑不亢，态度淡然。接下来便是一番客套寒暄，众多宗门的长老全都凑了过来，纷纷开口拍姬太常的马屁，感谢姬太常救命之恩，态度那叫一个热情。他们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结交这位恐怖的妖孽强者。姬太常也没有摆架子，和他们客套了一番。毕竟江湖不是打打杀杀，多认识一些朋友总归是没错的。经此一战，姬傲天的名号不仅会震动整个大武王朝，连带着青云宗的地位和名气也会水涨船高。丹道大会很快就继续进行，兰州王更是亲自坐镇主场。眼看着没有安全问题，姬太常便随意找了个借口，暂时离开丹道大会。他脚踏剑气，迅速离开了兰州城，来到一处偏僻无人的荒野里。童子，领取黑煞魔尊的修为。姬太常面带期待和喜色，心中默念道。饶是他也没想到，自己把罗红衣打了一顿，居然好感度还提高了这么多，这属实是意外惊喜。难道那娘们喜欢玩爱丝爱慕？还真别说，毕竟是魔教妖女，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至于黑煞魔尊，则是血莲教死去多年的老教主，罗红衣曾是他的侍妾。叮，恭喜宿主获得黑煞魔尊10%修为。轰！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一股前所未有的磅礴力量在他丹田之中凭空涌现，宛若火山爆发，澎湃无边，瞬间融入他体内。姬太常的金丹绽放出无尽光芒，宛若烈日升起，不断膨胀，而后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轰然炸开。但破碎并非终结，而是新生。所有的能量与姬太常的灵魂本源在丹田之中急速凝聚、压缩，发生惊人变化。最终，一个高约寸许、通体剔透如琉璃、眉眼与他一般无二的小人儿逐渐成型，碎丹成鹰。与此同时，姬太常的胸膛忽然有恐怖的剑意复苏。当姬太常踏入元婴期那一瞬间，至尊剑骨也得到成长，发生蜕变，璀璨胜烈的金光不断汇聚，尽是没入丹田之中，化作一把金色利剑虚影，落入姬太常的元婴手中，散发着凝若实质的煌煌剑意。这就使得姬太常的元婴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威压。它不像寻常元婴那般祥和温润，反而锐气逼人，那双微闭的眼眸开合间，似有斩断因果、破灭万法的剑光流转。轰隆！蓦然间，苍穹之上有浓重的劫云汇聚，雷霆咆哮声震动九霄，化作一片炽盛的电芒，朝着姬太常轰然劈下。元婴雷劫，一般的修士踏入元婴期，引来的是39雷劫，天之骄子能引来49雷劫，能引来59雷劫的已经称得上是妖孽了。可这一次劈向姬太常的，赫然是足足81道天雷，而且还是紫色天雷，此乃99雷劫。苍穹之上劫云翻滚，漆黑如墨，无形而又恐怖的煌煌天威笼罩，令众生胆颤心悸。一道道紫色天雷更是呼啸而至，宛若游龙咆哮，翻滚着毁灭性气息，狂暴而恐怖。这般雷劫，只怕是一般的元婴期3、4众强者都会闻风丧胆，根本不敢应接。姬太常蓦然间睁开眼睛，双眸之中有凌厉无边的剑芒绽放，令天地颤抖，乾坤仿佛与之共鸣。姬太常丹田之中的元婴也随之起身，手中金色利剑虚影向上横斩，一道金色剑气凭空出现，横击苍穹，剖开天地，与漫天紫色天雷轰然碰撞，爆发出一大片璀璨的光芒，映照天上地下。令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在姬太常这惊天一剑之下，
那些紫色天雷竟是瞬间爆碎，连带着劫云都被一扫而空。阴沉昏暗的劫云消散，恢复了朗朗晴空。那片紫色天雷化作一片片绚烂的光雨，纷纷洒洒没入姬太常体内，淬炼他的元婴和肉身体魄。至此，姬太常顺利踏入元婴期，并且他脑海中也多了一部功法，名为血莲诀。这是他获得黑煞魔尊修为时一同出现的，就如同姬太常此前获得的烈火诀一样，乃是黑煞魔尊生前主修地功法。这至尊剑骨好生强大与恐怖。姬太常意识沉入胸膛和丹田之中，感应到至尊剑骨成长了不少，蕴含的力量愈发恐怖，连带着他的元婴也多了一道利剑。以及太常现在的实力，如果再次对上罗弘一的话，哪怕不用冒险，姬太常也能轻松将他击败。这个发现让他愈发惊喜和激动。从现在起，本座也是元婴期大能了。姬太常嘴角一歪，心情大好。元婴期修为在大武王朝足以开宗立派，称霸一方，纵然是大武王朝皇室也得给几分面子。黑煞魔尊仅仅是10%的修为就能让我踏入元婴期，看来这老登死之前的修为极高，这罗弘一得好好利用一下，先把他的好感度提升起来，等榨干利用价值再杀了也不迟。姬太常舔了舔嘴唇，心中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收是不可能收的。罗弘一先后服侍血莲教2代教主，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姬太常可不会碰，但黑煞魔尊的修为还是得要。今天是个好日子，姬太常哼着开心的小曲儿，脚踏金羽飞剑，很快就横跨苍茫大地，回到了兰州城。经过数轮比试之后，丹道大会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各方宗门的炼丹师比拼，各施手段，但姬太常瞥了一眼就没兴趣了。丹道大会分为1品、2品、3品这3个品阶的炼丹师比试，至于4品炼丹师，整个大武王朝都没有几个，都是屈指可数的大师强者。李老神医和少阳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姬太常这位丹王强者面前，哪怕是3品炼丹师之间的比试，也显得有些浅薄平淡。姬道友，兰州王看到姬太常回来，顿时眼睛微亮，朝着他点头示意。不知为何，兰州王隐隐感觉姬太常似乎有点不一样了，多了几分深不可测的气质，连修为气息都不再显露出来。他愈发觉得姬太常神秘非凡，于是便拉着姬太常闲聊，旁敲侧击，试图套话，打听姬太常和风铃月影宗的信息。但姬太常也是个老狐狸，面对兰州王的套话，也是回答的滴水不漏，没有透露半点信息。如火如荼的丹道大会持续开展了3天之久，大家都是修仙的，根本不需要睡觉，连比3天之后，每一品级的赛场都决出前10名，可以前往王都参加丹道大会的决赛。不出姬太常所料，杨瑶打进了前10，其余丹殿弟子全军覆没。姬前辈，我做到了，我进入前10名了。看到结果出炉之后，杨瑶兴奋的直接蹦了起来，那波涛汹涌的满月也跟着蹦蹦跳跳，让姬太常眼睛都睁大了几分，心头火热。恭喜瑶瑶！林雪月脸上满是笑容，拉起闺蜜的小手，开口恭贺。嘿嘿嘿，都是姬前辈教导有方。杨瑶吐了吐舌头，她虽然很想扑到姬太常怀里，和她一起好好庆祝一番，但是在好闺蜜面前，她也没敢轻举妄动，只能强行按捺住心中的躁动。恭喜诸位道友，恭喜杨小友！兰州王也带着兰州王府众人走过来，亲自祝贺，并且给每一位进入前10名的炼丹师都送上一份丰厚的奖品。兰州距离王都路途遥远，接下来众人便在兰州城内休息一晚，准备明日再出发去王都参加丹道大会决赛。当天夜里，姬太常早早就关灯休息了，一道娇小玲珑的身影鬼鬼祟祟推开了姬太常的房门，迅速关上，做贼似的钻进姬太常被窝里。夫君，我进入前10名了，你要怎么奖励我？杨瑶一把将姬太常扑倒，光洁白皙的小脚丫在床上轻轻摇晃，清纯俏丽的脸蛋满是喜滋滋的笑容。出身于青云宗这样的小宗门，但他却是击败了不少2族一宗和兰州王府的炼丹师，强势杀入前10名，这让他很是兴奋。姬太常坏笑一声，捏了捏杨瑶的大腕，你想要怎样的奖励？杨瑶俏脸有些发烫，但还是舔了舔嘴唇，盘起头发，迅速埋下脑袋。半个时辰之后，2人正在激情双排的时候，忽然间一阵敲门声响起，伴随着一道清冷悦耳的声音传来：姬前辈，您睡了吗？雪月姐姐。杨瑶身躯猛地一僵，如遭雷击，坏了！她满脸羞红和紧张，慌忙爬起来穿衣，收拾一下战场，悄咪咪的从窗户飞出去，一溜烟的跑回自己房间里。这丫头！姬太常摇头一笑，也穿戴整齐，平复了一下体内气血，并且大手一挥，元婴期级别的力量横扫而过，将房间里的气息全部一扫而空。做好准备之后，姬太常才打开房门，放林雪月进来。林雪月身穿黑色裙子，面容端庄典雅，多了几分冷清的气质，但身段却是丰润傲人，冲击力惊人。她左右看了一下，确定四下无人之后，这才迅速关上房门，风一样扑倒姬太常怀里，主动吻来。这是一番亲热之后，林雪月却是眨了眨眼睛，隐约间感觉到似乎有别的气息，而且隐隐有些许熟悉。没等她仔细思索那种气息是什么，姬太常火气很大，猛地要子翻身。很快，林雪月捂着嘴巴，断断续续发出酷的娇哼。还好姬太常踏入了元婴期，
且有至尊剑骨强化身体。一阵哀求，姬太常才放过了他。林雪月依偎在姬太常怀里，大口喘气，娇汗淋漓，媚眼如丝。片刻之后，林雪月却是咬了咬嘴唇，低声说道：“小常，明日你和瑶瑶去王都参加丹道大会决赛吧，我回去主持宗门事务。”你骗人！姬太常摸着林雪月的良心，眉头一皱，瞬间判断出林雪月在说谎。林雪月也有些心虚，道：“金云宗毕竟刚刚经历了那么多的变故，宗门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不可一日无主。”姬太常挑起林雪月的下巴，直视着她那躲躲闪闪的眼睛。月儿，你出身于王都，却不愿意提及自己的身世和过往，甚至抗拒回王都，你肯定有事情瞒着我。你在王都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好吗？姬太常那关切而认真的眼神，令林雪月心中一颤，涌起一股暖流。这些年来，还是第一次有人全心全意的对她好，关心她，在意她。林雪月张了张口，最终还是依偎在姬太常怀里，咬牙低声说道：“我在王都有仇家，他们很强很强，元婴期都有好几个，乃是大武王朝最古老最可怕的势力之一，所以我不能回王都，我也不想让你牵连其中，我已经不想报仇了，只想和你一起在青云宗安稳过日子。”林雪月的话让姬太常心中微微一震，他既是感动和温暖，眼中也露出一丝冷意。有仇安能不报？姬太常摸着林雪月的良心，认真的说道：“月儿，你也看到了，我全力出手，已经能硬汉元婴期5重的罗红衣，而且我已经感悟到了元婴期的大道，用不了多久就能突破，到时候砍元婴期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我说过的，我会帮你亲手报仇的。”姬太常的话令林雪月心中再次一震，一股暖流涌向全身，令她无比感动和温暖，眼中的爱意都快要溢出来了。林雪月还想说什么，但很快就说不出来了。姬太常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说的话。清晨，林雪月穿戴整齐，做贼似的偷偷摸摸离开姬太常房间，回到自己屋里。早啊，姬前辈！早啊，瑶瑶、雪月姐姐！姬太常和林雪月、杨瑶三人再次见面，若无其事的笑着打了声招呼。姬太常神色如常，倒是林雪月和杨瑶有些心虚，打了声招呼之后，不约而同的移开目光，都没敢看对方。很快，各方宗门的炼丹师全都聚集起来，共同乘坐兰州王府的云船前往王都。王府的云船足足有1000丈长，有数10个楼层，十分宽敞，而且云船的速度也十分惊人，堪比金丹期9重巅峰强者全速飞行，2天半时间一晃而过。云船横跨苍茫无际的距离，终于抵达了大武王朝的王都。一条巍峨的山脉宛若卧龙盘踞，拱卫王都，中间是一片辽阔浩瀚的平原，数不清的城镇环绕，众星拱月一般，中央屹立着一座恢宏巍峨的古老城池，城墙高耸宏伟，一列列精锐护卫把守，戒备森严。这是一个远比兰州城更加繁华热闹的地方。杨瑶虽然神色保持平静，但眼中仍然带着惊叹的神色，忍不住仔细打量王都。林雪月则是嘴唇半咬，神色极其复杂，带着一丝刻骨铭心的恨意。丹道大会决赛在王都的摘星台举办，摘星台位于王都中心区域，足有1000多丈宽，以悬金石铺地，四周有9根盘龙石柱屹立，恢宏大气，镶嵌着夜明宝珠。摘星台四周同样分为仪式区、观礼区、贵宾楼、房室等等区域。兰州王府的云船降落在贵宾楼下，安排一众炼丹师住下。丹道大会决赛明日才正式开启，姬太常便决定在王都逛一逛，毕竟来都来了。好啊好啊，逛街去了。杨瑶倒是很高兴，蹦蹦跳跳的跑在前面，颤巍巍的大碗也跟着晃动，十分活泼可爱。林雪月起初还有些犹豫和抗拒，姬太常看出她情绪不对，轻轻握住她的手掌，在她耳边柔声说道：“放心吧，月儿，有我在，没有人能欺负你，天塌了我顶着。”林雪月心中涌起暖流，展颜一笑。王都十分繁华热闹，街道极广，可容10架马车并行，两侧是鳞次栉比的楼阁，飞檐斗拱，张灯结彩，人流如织，摩肩接踵。有气息沉凝的修士缓步而行，有衣着鲜亮环佩叮当的凡间富贵子弟摇着扇子谈笑风生，也有挑着担子叫卖的货郎。杨瑶还是第一次来王都，俏丽的脸蛋上满是好奇和欣喜，东张西望。雪月姐姐、姬前辈，这个幻影雪花酥好吃，你们尝尝。杨瑶很快就捧着一袋糕点跑过来，红润的嘴角还沾着点点碎屑。林雪月和姬太常脸上带着笑容，从他手里接过雪花酥尝了一口，姬太常还顺手拾去杨瑶嘴角的碎屑。这个亲昵的举动瞬间就让杨瑶脸色微红，有些心虚和紧张地看了林雪月一眼。林雪月虽然注意到了这个动作，但是也并没有多想，以为是姬太常对于杨瑶这个名义上长辈的关心。杨瑶发现林雪月没有察觉异常，这才松了一口气，而后不着痕迹地朝着姬太常鼓起腮帮子翻白眼。这般娇俏的模样让姬太常玩心大起，准备继续调戏一下她。杨瑶察觉到了姬太常的打算，顿时心跳加速，连忙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眼看着杨瑶跑远了，姬太常反手就搂住林雪月，别，等下被瑶瑶看见就不好了。林雪月也有点心虚，嗔道：“你想摸可以等晚上回去。”姬太常嘴角
微微上扬，我不听。姬太常带着两女在繁华热闹的街道上逛了许久，享受了一番难得的闲暇时光。但在路过一片金碧辉煌阁楼的时候，一群衣着华丽的公子哥从中大摇大摆走出。林雪月看到他们之后，脸色蓦然间阴沉了起来。那群公子哥迎面走来，也第一时间注意到了林雪月，顿时愣了一下。林雪月本想扭头离开，却见为首一位白袍青年嗤笑一声：“这不是当年的林家第一天才吗？不是发誓和林家一刀两断，断一绝吗？怎么还有脸回王都？莫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想要回来跪求家族谅解？”此言一出，他身边那些公子哥也跟着发出哄堂大笑，空气中充满了快活的气息。林雪月脸色一沉，她冷冷地看向白袍青年，寒声说道：“林墨白，闭上你的臭嘴，我回不回王都与你何干？”林墨白面带冷笑：“10几年没见，本事不进反退，脾气倒是火爆了不少。别忘了，你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林家第一天才，而是废人一个，而我可是林家大少，胆敢呵斥本少，你胆子不小吗？”林墨白上下打量着林雪月，眼中尽是散发出淫邪的光芒。10几年过去了，你倒是变得丰润不少，果然嫁为人妇就是不一样。本少就好这一口。来人，把这个冒犯本少的贱人拿下，送到本少府上，到时候大家都有份。随着他一声令下，林墨白身边不少人都发出嘿嘿嘿的淫笑，朝着林雪月包围过来。你们欺人太甚！就连杨瑶都被气得不行，立刻拔出一口宝剑，眼中露出凶光。是。就在这时，姬太常眸光一寒，没有人能看清他的动作，只有一抹雪亮的剑气一闪而逝。那10几位修为实力不凡的修士就定在原地，脑袋咕噜噜掉下来，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地面。这一幕令林墨白等人瞳孔猛地一缩，脸上露出惊怒的神色。放肆！胆敢杀我王都林家的人，你好大的胆子！林墨白发出一道厉喝，身上有一股金丹气6重的强大气息散发，朝着姬太常3人压迫而去。他身边那10几位公子哥也面露怒容，纷纷掏出兵器法器，一道道强横的气息散发，锁定了姬太常3人。这一幕也引起街道上众多修士的注意，众人皆是露出惊诧的神色。这不是林家大少吗？这可是王斗一霸啊！居然有人敢招惹他！林家是大武王朝3大世家之一，而且还是在王都，这里是林家的地盘。这3个愣头青傻了不成？这3个愣头青杀了林家的人，这下有好戏看了。众人议论纷纷，开始围观吃瓜。你装你马呢？面对盛气凌人的林墨白，姬太常直接上去就是一个大逼斗，他的速度太快了，宛若瞬移一般出现在林墨白面前，快到让人反应不过来。只听得啪的一声清脆声响，林墨白便横飞出去，一头撞在后方墙壁上，喷出一大口鲜血，脸颊肿胀成猪头，牙齿都被全部打掉。什么？林少，你没事吧？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林墨白身边那些公子哥吓了一大跳，连忙冲过去将林墨白扶了起来。周围那些围观的吃瓜群众则是大吃一惊，眼睛都睁大了几分。此人好大的胆子，那可是林家家主最宠爱的儿子啊，向来只有林大少欺负别人的份，今天居然被人当街打大嘴巴子，这下这个愣头青死定了。先别急着下定论，王都卧虎藏龙，说不定这个人也有恐怖的身份背景呢。除非是大武王朝皇室之人，否则谁的身份能压林大少一头？难说。众人议论纷纷，看到林家大少挨打，他们眼神更加兴奋了。林墨白更是颤抖着手，捂着肿胀的猪头，愤怒的双眼几欲喷火。李个杂碎，竟敢打我！杀了他！林墨白的牙齿都被打掉了，说话漏风，眼中满是血丝，发出歇斯底里的怒吼：竟敢伤林大少，你已有取死之道！他身边那些公子哥倒也忠心耿耿，纷纷发出厉喝，抡起兵器法器就朝着姬太常杀去，不知死活。姬太常嘴角一歪，脚步往前猛地一踏，一股惊人气浪以他为中心，朝着4面8方扩散。所过之处，那10几位公子哥当场横飞出去，还未落地便轰然炸开，化作一片片血雾。这堪称惊悚的画面令在场所有人都瞳孔收缩，心中掀起惊涛骇浪。要知道那些公子哥里面可是有好几位金丹期的高手啊！他不仅杀了林家10几人，还杀了李家和王家、金辉宗等宗门家族势力的公子，他这是疯了吗？就因为林大少调戏了一下他的女人，这下他不仅得罪了林家，还连带着得罪了好几个宗门家族。卧槽，这年轻人！周围人群忍不住发出惊呼，议论纷纷，看向姬太常的目光惊为天人。能跟着林大少混的，哪个不是非富即贵，身份不凡？姬太常杀了这些人，便招惹了大麻烦。你敢杀他们，你死定了！就连林墨白都僵了一下，身躯微微发抖，眼中带着一丝恐惧和惊怒的神色。姬前辈，先留他一命。林雪月刚想开口提醒，但姬太常已经朝着林墨白一指点出，一抹细微的剑气一闪而逝。砰！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黑影鬼魅般出现，横起手中弯刀挡住这一道剑气。那是一个身披黑甲的护卫，挡在林墨白面前，散发出一股强横的气息。陈伯，你终于来了！林墨白看到黑甲护卫之后，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一下子挺直了腰杆。陈伯，给我弄死这个小杂种！不，我要把他囚禁起来，好好折磨。
林墨白满脸狰狞与恨意，胆敢打我的脸，还敢杀我这么多兄弟，我跟他没完。还有林雪月那个贱人，我要狠狠羞辱他，我要当着这个小杂种的面。但他的话还未说完，便戛然而止。姬太常眸光一冷，一股无形而又恐怖的灵魂力量扩散，元婴威压爆发，当场就把林墨白的脑袋震碎，宛若熟透了的西瓜一样炸开，化作一片血雾。这一幕发生的太过突然，原本热闹喧嚣的街头瞬间安静了片刻，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死死盯着林墨白的尸体以及姬太常。死了，那可是林家家主最宠爱的子嗣啊，他这是疯了吗？胆敢杀林大少，这是要和林家不死不休吗？完了，这等血海深仇，他们必定会遭到林家的疯狂报复。这是好事儿啊，反正林墨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些年来仗着林家撑腰，也没少干烧杀抢掠的事情。还有他那群狐朋狗友，哪个不是坏的流脓？嘘，别，那个林家护卫还在呢。安静片刻之后，这个地方像是炸开锅一样，围观群众为之哗然，议论纷纷。有人惊叹于姬太常的实力和胆量，也有人拍手称快，干得漂亮。杨瑶欢呼了一声，只觉得十分解气。林雪月是她的闺蜜和嫂子，林墨白既然敢调戏和侮辱林雪月，那就是有取死之道。小常，林雪月则是娇躯一僵，只觉得柔软的内心仿佛被什么撞击了一下，浑身涌起暖流。为了给她出气，姬太常不惜得罪林家，诛杀了林墨白等人。当初姬太常对她的承诺并非说说而已。林雪月呆呆地看着护在自己身前的挺拔身影，内心无比感动，眸光柔情似水。她果然没有跟错人，你竟敢杀大公子！黑甲护卫愣在原地，看了一眼林墨白的无头尸体，他身躯微微颤抖，只觉得一股怒火从胸膛里冲起，他立刻捏碎一枚紧急密令，而后一双阴冷的眸子死死盯着姬太常。唰，黑甲护卫身形一闪，原地只留下一道残影，真身已经手持弯刀杀到了姬太常面前，然后他就被姬太常一把抓住脖子，像是拎鸭子一样从地上提了起来。在姬太常恐怖的力量压制下，黑甲护卫虽然修为高达半步元婴期，但依旧身躯止不住颤抖，一身灵力仿佛凝固了一样，无法调动分毫。什么？那个陈伯可是林家的死士，半步元婴期修为，居然毫无反抗之力就被抓起来了。他是元婴期大能。周围的吃瓜群众再次被惊到了，下意识连连后退，与姬太常拉开了距离。夫君，小常已经突破元婴期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就连杨瑶和林雪月都惊呆了，红润的嘴唇微张，呆呆地看着姬太常，只觉得又惊又喜。哗啦！就在这时，有一道道破空之音响起，伴随着甲胄碰撞的金属颤音，以及一道道锐利的杀气由远及近。王都境内严禁动武，速放下武器，违者格杀勿论。一道威严的厉喝声若惊雷滚滚，震动八方。那是2队全副武装的王都护卫军，负责镇守王都。当他们察觉到有人交手，便第一时间赶来。只不过当他们赶到现场之后，全都身躯一僵，瞳孔猛地收缩。林家大少死了，半步元婴期的林家死士被人像是拎死狗一样抓在手里，毫无反抗之力。元婴期大能，王都护卫军脑海中不约而同地浮现出一个念头。可即便面对的是一位元婴期大能，为首的王都护卫军队长依旧不卑不亢，沉声说道：“不管前辈与林家有什么恩怨，但是当街行凶，已经违反了大武王朝律令，暗律。”轰隆！他的话还未说完，苍穹之上响起一道沉闷的巨响，伴随着一股恐怖的元婴期威压散发，宛若飓风般席卷天上地下。这般惊人的气息，更是吸引了王都里众多修士的目光。那是一位身穿经文锦衣的中年男子，身上带着久居上位的威严，迅速踏空而来。当他看到林墨白的无头尸体时，瞳孔猛地一缩，忍不住发出悲痛的怒吼：“不，墨白，我的儿啊！”林长炫目眦欲裂，眼角流泪，身躯止不住颤抖。那种恐怖的元婴期威压更是不断扩散，震动天上地下，令周围众多吃瓜群众灵魂悚然，两股战战。顷刻间，他们全都一溜烟跑远了，生怕会被愤怒的元婴期强者随手一巴掌拍死。你竟敢杀我儿，好大的狗胆！林长炫转过身来，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姬太常，可怕的杀意几乎要化作实质。杀了又如何？老壁灯，再避避连你也一块儿杀了，送你们父子俩全家富贵。姬太常朝着他咧嘴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而后他手掌微微发力，当着林长炫的面，把手里的黑甲护卫脖子嘎巴一下拧断了，像是扔垃圾一样朝着林长炫扔去。这就是明晃晃的挑衅和侮辱。砰！林长炫身上威压弥漫，将黑甲护卫的尸体震成血雾，一双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姬太常，一字一字地说道：“得罪我林家，你死定了！天王老子也保不住你！”我说的。姬太常摇了摇头，脸上带着嗤笑：“啧，好歹也是你们林家的死士，你居然连全尸都不给他留一个，倒是好狠辣的手段，堪比魔头。”林长炫语气冷漠至极：“护不住主的废物走狗，不仅他要死，我还要他9族陪葬。但是在此之前，该死的是你！”林长炫五指张开，一杆青色长枪浮现，伴随着元婴期3重的可怕威压，朝着姬太常席卷而去。至于姬太常身后的两女，林长炫自始至终都没有看一眼，他的目标只有姬太常。王都之内禁止动武。林家主，这位道友，不管你们有什么恩怨，
都不能在王都打，要打就滚出王都再打。就在这时，一道冰冷漠然的声音从天而降，一股远比林长炫更加恐怖的元婴气威压扩散，同时锁定了姬太常和林长炫。那是一位身披金甲的魁梧男子，浑身都笼罩在甲胄之中，手持一杆方天画戟，战意澎湃，宛若一尊久经沙场的战神将领。王都护卫军统领陈红海。随着陈红海出现，四周也有一列列全副武装的王都护卫军出现，排列组合，形成一座战阵，将此地封锁起来。出去一战，不死不休。林长炫死死盯着姬太常，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纵然林家是大武王朝3大顶尖世家之一，但在王都里，他也不能不给皇室面子。王都护卫军直立于当朝陛下，代表着皇室的颜面，更何况他也打不过陈红海，不给面子也不行。想死我成全你。姬太常嘴角一歪，露出龙王式冷笑。虽然林长炫修为比他高了2个小境界，但身怀至尊剑骨，姬太常战力远超同阶，能够轻松越阶战斗，更何况他还能爆血，还有火云丹顶这尊大杀器。姬前辈，林雪月和杨瑶闻言却是有些急了，满脸担忧的神色，并不想让姬太常冒险。在他们看来，姬太常虽然不知何时已经突破了元婴期，但终究只是元婴期一众，且年龄太小，战斗经验或许不足，不太可能是成名数百年的林家家主的对手。放心吧，一条老狗而已，我杀他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姬太常朝着两女笑了笑。林长炫闻言，身躯气得微微发抖，死死捏着手中青色长枪，眼神凶狠，仿佛要择人而噬的野兽般吓人。你看你爹呢？滚过来受死！姬太常朝着林长炫勾了勾手指，而后脚踏剑气朝着王都之外冲去，满口喷粪的杂碎，找死！林长炫气得七窍冒烟，发出一道愤怒的咆哮，立刻化作一道红光，紧追姬太常而去。我操，那是林家家主，还有一尊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元婴期大能，这是要开展元婴大战吗？快跟过去看看！好久没有人敢挑衅林家的威严了。听说林家大少被那位神秘元婴大能捏死了，林家主才会暴怒。还有这种好事？王都里不少修士都被惊动了，眼中满是兴奋和吃瓜的神色，纷纷腾空而起，远远跟在后方。就连陈红海都挥手遣散护卫军，然后自己也跟了过去。林雪月和杨瑶也跟在人群之中，甚至就连摘星台方向都有不少修士踏空而起，面带好奇的神色跟过去吃瓜。那道身影是姬前辈，他怎么会和林家家主打起来了？莫非是因为他？是了，当年林家那场变故。秦妙一也跟在人群之中，远远就看到了姬太常和林长炫的背影，顿时面带一丝惊诧的神色。秦妙一很快就猜到了什么，目光看向前方的林雪月，若有所思。姬前辈虽然在兰州城挡住了罗红衣，但据父王所说，当时罗红衣本身就重伤未愈，实力连一半都发挥不出来，现在要对战巅峰状态的林家主，只怕姬前辈要吃大亏。王管家，若是姬前辈不敌林家主，还请您出手相助。秦妙一眼中带着一丝担忧的神色，轻声开口。放心吧，郡主。秦妙一身边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头打了个哈欠，随口答应了下来。在万众瞩目下，姬太常和林长炫很快就远离了王都，来到一处荒芜的山林上空。两人各自屹立一方，两股强横的元婴气威压迸发，相互碰撞，掀起一圈又一圈无形的波纹，令空气发出阵阵爆鸣。小杂碎，给我去死！林长炫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发出一道惊天动地的咆哮，浑身都亮起炽盛的青辉，手中长枪爆发出绚烂的枪芒，恍惚间甚至有一头长达1000丈的青蛟虚影环绕，仰天长啸。他手中这杆长枪赫然是下品法宝，这个级别的宝物极其珍贵而稀少，有钱都买不到，一般的元婴期强者甚至都没资格拥有。无能狂怒，姬太常轻笑一声，眼神平静而淡然。他身躯修长挺拔，满头黑色发丝飞扬，一袭墨青色长袍随风飘起，青铜面具之下，一双深邃的眼眸之中开始有可怖的剑芒浮现。他手捏印诀，至尊剑骨的力量发动，伴随着惊天剑吟声响起，一道金光剖开天地，爆发出无尽剑芒，斩向林长炫。轰！两股狂暴的力量在高空中轰然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掀起一圈又一圈的力量余波，不断扩散。在后方众多修士震撼的目光中，这一击对拼的结果竟是那条1000丈青蛟虚影被击碎，林长炫被一剑震退出去，持枪的右手都微微颤抖，面色发白。林长炫落入下风。就连原先没精打采的老头子王管家，此刻都微微眯起眼睛，一下子挺直了腰杆，仔细打量着姬太常，眼中满是异色。元婴期一重修为，手持极品法器，却越阶击败了手持下品法宝的元婴期3众强者，此子了不得呀！难怪当初他能挡住罗红衣。不过当初在兰州城的时候，他不是才金丹期9重吗？何时突破的？王管家满脸赞叹和惊奇。秦妙一稍加思索道，在兰州城的时候，姬前辈曾短暂离开过一段时间，或许是他那时候与罗红衣一战有所感悟，便踏入了元婴期，这是好事啊。老管家笑了笑，看样子林长炫不是对手，也不需要我这个老骨头出手了。秦妙一没有再说话，一双美眸紧紧盯着姬太常，不知为何，他越看越觉得姬傲天有种说不出来的熟悉感，仿佛似曾相识。渐渐的，
姬傲天那挺拔高大的身影与他记忆里的杨顶天逐渐重合。不，应该不是。秦妙一连忙摇了摇头，有些不敢相信，因为这实在是太过离谱。能进入苍山秘境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下。纵观大武王朝古往今来，从未有人能在30岁之前踏入元婴期。或许姬傲天前辈是杨顶天的父亲，所以两人才会有些相似之处。这么久没见了，也不知道杨顶天道友在哪儿，过得怎么样了？为何这么久也没来找我？秦妙一脑海中念头闪烁，不知不觉间浮现出曾经在苍山秘境的往日种种。他被赤火溪重伤，被杨顶天抱在怀里，以强势霸道的姿态轰杀赤火溪，两人亲密接触，这是秦妙一从小到大都从未有过的亲密体验，这让他俏脸微微发红，心跳莫名加快了几分。我怎么可能不如你？林长炫发出一道惊天动地的咆哮，双眸发红，无比惊怒。能够成为元婴期大能，林长炫年轻之时也是名动天下的顶尖天骄，也曾越阶击败强者，有着自己的骄傲。如今他居然被人越阶力压，对方还是杀子仇敌，这种感觉让他难以接受。玄水破天杀！随着林长炫一声怒吼，他浑身灵力毫无保留爆发出来，清辉映照苍穹，手中长枪再次爆发出刺目的光芒，千丈青蛟虚影环绕，气势更盛。这是林家镇族功法玄水龙枪诀里的杀招。林家主已经发动最强杀招，这是要拼命啊！你们说他能打赢那位神秘元婴期大能吗？难说。不少修士面露惊容，察觉到林长炫要拼命了，顿时议论纷纷，眼神愈发兴奋。面对林长炫的最强杀招，姬太长神色平静淡漠，带着睥睨天下的大气魄，扬起手中金羽飞剑，轰！金光暴涨，一道通天剑芒爆发，缭绕着宏大的剑意，宛若太阳般绚烂，再度与林长炫的长枪碰撞，宛若千百道雷电同时炸响，可怖的力量余波不断扩散。林长炫竟是再次被姬太长一剑震退出去，步伐踉跄，嘴角都溢出一缕鲜血，但林长炫却是不退反进，发出一声怒吼，再次杀向姬太长。双方爆发激烈大战，化作两道红光在高空中接连碰撞，铿锵作响，迸发出一束束光芒，场面惊人。可结果却是林长炫全程都被姬太长压制，仅仅是数十上百回合的交锋，林长炫身上就多了十几道鲜血淋漓的伤痕，有好几个前后透露的窟窿，遭受重创。反观姬太长，衣袂飘扬，神色淡漠，不仅毫发无损，自身气势也依旧强盛而可怕，越战越强。林家主居然全程被吊打，这是谁的部下？竟如此勇猛！元婴期一重修为，越阶吊打元婴期3重，而且用的还只是极品法器，这恐怖如斯。大武王朝何时出现这等猛人了？为何我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号？难怪他敢杀林家主的儿子，果然有猖狂的实力。众多观战的修士惊叹连连，着实是被姬太长的恐怖实力震惊到了。就连程红海和王管家这两位元婴期大能，此刻都眯起眼睛，面色无比郑重，越看就越觉得姬太长强大与可怕。绝世妖孽，此子有化神之姿。两人脑海中不约而同浮现出一个念头：夫君，小长越来越厉害了。杨瑶和林雪月一双美眸之中满是惊叹和炽热，紧紧盯着姬太长那伟岸的身影，眼里满是小星星，柔情似水。就连秦妙一都看得有些失神。是，眼看着林长炫即将落败的时候，异变突生，姬太长后方忽然间有一把银色宝剑悄无声息出现，闪电般刺向姬太长的后心。偷袭，这太过突然。姬太长正在和林长炫激烈大战，按理来说根本没法防备和躲避这一剑，但姬太长身怀至尊剑骨，感知力何其敏锐，在对方出手的一瞬间就察觉到了杀气和危机。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姬太长头也不回，反手一剑斩出，当，双剑交击，发出一道震耳的金属颤音，两股恐怖的元婴期力量对轰，剑气漫天。最终一位中年女子被姬太长一剑震得连连后退，从虚空之中跌落。她是林家大长老林一梦。密码的，这林一梦也太不要脸了，不讲武德，居然偷袭年轻人。林家真是输不起了。林长炫打不过那位神秘元婴期大能，林一梦又跑出来偷袭，我呸！不少修士看到这一幕都露出愤愤不平的神色，暗自咒骂，对于这种行为十分不耻。又来一个！姬太长嘴角一歪，被两大元婴期强者前后夹击，他也丝毫不惧，反倒是露出狂傲的神色，正好一起送你们上路。数字狂妄！林长炫和林一梦都被姬太长这般嚣张的姿态气到了，眼神凶狠，杀气腾腾。怎么，两位打算以多欺少？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悠悠响起，伴随着一股可怕的元婴气威压散发，锁定了林长炫和林一梦。林长炫和林一梦豁然转身，看向慢悠悠走来的王管家，两人的脸色很难看。兰州王府的王道友，这是我们林家与这个小杂碎的私人恩怨，你这也要横插一手吗？这件事情与你无关，还请道友速速离去。王管家不仅实力不凡，背后的兰州王府也很强大，乃是皇亲国戚，饶是林家也不得不忌惮。王管家悠悠地说道：姬道友乃是我兰州王府的贵客。我操！王管家的话还未说完，眼睛便睁大了几分。
只见林长炫和林一梦转身与王管家对话的时候，姬太常嘴角上扬，带着阴恻恻的冷笑，瞬间出手偷袭。是金羽飞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可不剑芒，与电光使火箭穿透了林一梦的胸膛，令他喷出一大口鲜血，遭受重创。金羽飞剑去势不减，狠狠劈在林长炫身上，将他也震得连连后退，嘴角一血：“混账东西，你竟敢搞偷袭，找死！”林一梦和林长炫猝不及防之下吃了大亏，全都惊怒不已，立刻抡起兵器法宝，转身杀向姬太常。不要闭脸！姬太常冷笑一声，分明是林一梦偷袭在先，还敢说他？王管家见状，发出一道悠悠叹息声，也果断加入战斗，帮着姬太常一起殴打林长炫和林一梦。轰！眼看着两人被打得节节败退，浑身都是鲜血，即将被落败。又一道强横的元婴击威压从王都方向冲出，那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迅速冲向战场。是林家太上长老！卧槽，这林家太不要脸了，一个打不过就来两个，两个打不过就来三个。大武王朝万年世家，却被一个年轻人逼到这一步，也是够丢脸的。围观的修士认出老者的身份，顿时又引起一片哗然。林家太上长老林兴昌赶到现场，当他看到林长炫和林一梦被打得浑身伤痕累累，气息萎靡，情况岌岌可危，他顿时眼睛都睁大了几分。尤其是他感应到姬太常只是元婴期一重修为时，更是心中掀起莫大的波澜。休得放肆！他来不及多想，立刻大吼一声，元婴期6重的恐怖威压爆发，将姬太常和王管家都震退出去。林长炫和林一梦这才得到喘息的机会，立刻退到林兴昌身后，眼中满是惊魂未定，带着一丝恐惧。若是林兴昌来得晚一些，说不定他们两人就会陨落于此。二伯，快杀了这个杂碎！他杀了莫白！林长炫眼睛都有些发红，死死盯着姬太常，发出一道怒吼。林兴昌闻言，眼神顿时冷了几分，但他没有出手，而是看向姬太常身边的王管家，眉头皱起。兰州王府的王道友，你为何帮着他来谋害我林家子弟？莫不是兰州王府要与我林家为敌不成？王管家打了个哈欠，丝毫不惧林兴昌的威压，不咸不淡地说道：姬道友是我兰州王府的贵客，对兰州王府有大恩，不管发生什么，我兰州王府都会帮场子，这也是王爷的意思。不错。随着王管家声音落下，秦妙一也带着其余王府修士大步踏出，身边还跟着林雪月和杨瑶。兰州王府郡主，还有他。林兴昌瞳孔猛地一缩，目光越过秦妙一，定在林雪月身上。原来如此，你们是为他出头吗？林兴昌脑海中念头闪烁，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二伯，林长炫还想说些什么，就被林兴昌无情打断了。林兴昌深深地看了林雪月和姬太常一眼，沉声说道：既然你们要与林家为敌，那就看看谁能笑到最后吧。林雪月，不要以为攀上一位元婴期强者就能掀翻林家，你们还不够格。说罢，林兴昌大袖一甩，带着重伤的林长炫和林一梦转身离开。林家居然走了！林家出动3位元婴期大能，结果反倒是灰溜溜的跑路。多少年没看到林家吃这么大的亏了。非也，林家太上长老若是出手的话，那位神秘元婴期大能绝对不可能是对手。林家是忌惮兰州王府，不过嘛，兰州王府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接下来双方肯定还有一战。兰州王府虽然很强，但林家也有不少人脉，听说当今圣上的后宫里有好几位妃子都出自林家呢。啧，以后有好戏看了，这一趟没白来熬。远处围观的修士啧称奇，脸上带着兴奋的神色，议论纷纷。姬太常则是朝着王管家和秦妙一拱手行礼，多谢郡主殿下和道友出手相助。秦妙一微微一笑，前辈客气了，您此前帮了王府那么大的忙，我们于情于理都该助您一臂之力。双方客套寒暄了几句之后，秦妙一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对姬太常传音问道：冒昧问一下，前辈您可是杨顶天的父亲？姬太常面容有些古怪，传音回答道：郡主殿下为何这么问？秦妙一道：只是觉得您和杨顶天隐有些相似。姬太常闻言，面容愈发古怪，他现在的容貌、体型和气质与杨顶天的马甲都完全不同，这丫头居然还能觉得相似？不是，你把我看合了？姬太常微微摇头道：他是本座的弟子，故而功法招式可能有些相似吧。哦。秦妙一闻言顿时为之恍然，脑海中不知不觉又浮现出杨顶天那带着一丝痞气的面容。丹道大会如此盛会，前辈为何没带上杨顶天？秦妙一鬼使神差的开口问了一句，话还未说完，他心中便有些后悔了，俏脸有些发烫。既要天带不带杨顶天出来，那都是人家师徒的私事，自己一个外人问这个干嘛？看到秦妙一那略带羞涩的模样，姬太常面容愈发古怪，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这丫头该不会是喜欢上自己那个杨顶天的马甲了吧？若当真如此，这是好事啊！如果能泡到秦妙一，就能把兰州王府牢牢绑在自己的战线上，多了一个强力的帮手。一念至此，姬太常轻咳一声，答道：他在闭关修炼，过段时间应该就出关了。说起来，我那宝贝弟子这段时间还时常跟我念叨起郡主殿下，说你貌若天仙，心地善良，让他念念不忘。杨顶天公子当真是这么说的？秦妙一闻言，眼睛微睁，心跳莫名加快了几分，仿佛有坤坤乱撞。千真万确。
姬太常嘴角带着一丝笑容，依我看呐，那小子说不定是对郡主殿下一见钟情了啊！您就别打趣我了。秦妙一闻言，心跳愈发加快，脸上浮现出一缕红霞，这副羞涩的模样让姬太常心中愈发确定，秦妙依旧是喜欢上杨顶天了，至少也是心有好感。想来也是，秦妙一年龄不大，正是青春萌动的时候，与杨顶天在苍山秘境里有亲密接触，再加上杨顶天实力非凡，秦妙一心有好感也很正常。接下来，众人一边闲聊，一边开始返回王都，期间还有不少修士壮着胆子跑过来和姬太常打招呼，试图结交这位神秘的元婴期大能。但这也只是少数，大部分修士都是带着敬畏之心，没敢直接光明正大的结交。只因姬太常得罪了林家，双方必定还有一战。目前看来林家的胜算更大，毕竟这是一个盘踞在大武王朝万年岁月的庞然大物。回到摘星台的贵宾楼之后，姬太常很快就回到自己房间休息了。片刻之后，姬太常的房门被悄无声息地推开，一道风雨欲润的身影做贼似的偷偷跑进来，把门关上，轻车熟路地钻进被窝，扑到姬太常怀里。小常，今天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对我真好。林雪月那高挑丰盈的娇躯立在姬太常之上，美艳的面容里一双美眸泛起水花，满是感动和欢喜，直勾勾地盯着姬太常。姬太常看着林雪月那几乎要流水的眼神，也是心头火起，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有办法感谢？姬太常不轻不重地拍了拍林雪月身后浑圆。啊，那里？林雪月娇躯微微一僵，瞬间满脸红霞，羞涩的几乎要滴水。春宵一度，月落情浓意蔚蓝。日后，林雪月整个人都像是熟透了的面条一样瘫软，依偎在姬太常怀里，止不住娇柔的喘气。姬太常揉了揉林雪月的脑袋和良心，轻声说道：“月儿，现在可以和我说说你当年在林家发生的事情了吧？”事到如今，姬太常已经彻底卷入此事，为了林雪月，不惜与整个林家为敌。林雪月满心感动和愧疚，也只能趴在姬太常耳边低声说起其中缘由。却原来林雪月曾是王都林家子弟，只不过出身很差，是林家旁系，而且母亲还是一位婢女。但林雪月却是很争气，不仅自幼就展现出非凡资质，更是在12岁那年就觉醒了先天剑骨，震惊了整个林家。自那以后，林雪月修为突飞猛进，一跃成为大武王朝第一天才，横击八方无敌手。直至15年前，林雪月奉命镇守林家位于荒野之中心发现的一处矿场，却在当天晚上遭遇受潮，有神秘强者出手袭击，将林雪月打成重伤，挖走了她的先天剑骨。最让林雪月愤怒和惊颤的是，对方出手时所动用地功法分明是林家绝学。林雪月重伤之下被人救回林家，她将此事说出，但林家众人却根本不信。林家家主林长炫还以他看守不力，丢失林家矿场为由，重罚林雪月，关入地牢。林雪月的母亲想要为他求情，结果被林家执法堂活活打死。更让林雪月愤怒的是，当他被关入地牢3天之后，林家主脉便宣称林长炫的小女儿觉醒了先天剑骨。世间哪有如此巧合之事？那根先天剑骨分明是从他这里挖走的。林雪月想要反抗和报仇，可他在林家毫无助力，亲生父亲也舍他而去。林雪月先天剑骨被挖，修为倒退，甚至跌落金丹期，几乎沦为废人。林家甚至暗下毒手，想要把林雪月毒杀在地牢之中。关键时刻是秦若琳出手，凭借皇室和他师父的威势，逼迫林家放了林雪月。于是林雪月与林家一刀两断，被迫远离王都，最终兜兜转转之下嫁入青云宗。姬太常听完之后，顿时心中恍然，难怪林雪月好感度满了之后，系统的惊喜大礼包是至尊剑骨，果然与林雪月有关。林雪月竟是遭遇了如此悲惨的经历。姬太常满脸心疼与怜惜，将林雪月抱得更紧几分，柔声说道：“月儿，你放心，我会帮你报仇的。你失去的先天剑骨，我会帮你亲手挖回来。当年谋害你的人，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的。”姬太常眼神冷冽了几分，带着一股可怖的杀意。可是林雪月却是有些犹豫和担忧，林家实力极强，元婴期强者根本不止3个，而且在大武王朝根深蒂固，人脉关系盘根错节，要不还是算了吧。我不想让你为我冒险，我只想和你一起平平安安的度过余生。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一无所有了，你是我最最深爱的人，我真的不能没有你。林雪月将脑袋埋在姬太常怀里，紧紧抱着他，这般娇柔的模样让姬太常心中愈发怜惜，与他紧紧相拥，仿佛要揉进身体里。放心吧，我不会莽撞的。不过这个林家我灭定了，天王老子也拦不住。深夜，林雪月与姬太常相拥而睡，迷迷糊糊间听到了一阵轻微且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姬前辈在吗？我有一些单道知识想向您请教一下，明日就要决赛了，只能打扰您休息了。”林雪月眼睛睁大，瞬间清醒了起来，一下子从姬太常怀里蹦起来。瑶瑶，不行，不能让他发现我们的关系。林雪月慌忙穿上衣裙，整理了一下战场，偷偷摸摸的从窗户飞了出去，回到自己房间里。姬太常摸了摸下巴，总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他也起身更衣，大手一挥，
元婴期级别的力量横扫而过，将屋内的气息痕迹全部清空，这才不紧不慢地打开房门。杨瑶今晚身着淡紫色的睡裙，十分清凉，雪白的肌肤吹弹可破，将她那妙曼丰润的身材完美衬托，甚至能若隐若现看到些许黑暗森林的风光。察觉到姬太长目光变得火热，呼吸急促几分，杨瑶不修反喜，轻轻关上房门，在姬太长面前转了几圈，诱人的幽香扑鼻而来。姬前辈，这么晚了，没打扰您休息吧？杨瑶朝着姬太长眨了眨眼睛，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打扰到了，我现在火气很大。姬太长嘴角一歪，直接把杨瑶拦腰抱起，扔到床上。经过大半个晚上的深入浅出的交流，姬太长无私地向杨瑶分享了大量丹道经验，让她如同醍醐灌顶般收获良多，对于火云丹经的感悟和造诣愈发深入。第二天清晨，杨瑶一瘸一拐地回到自己房间里，一番洗漱之后，才装作若无其事地出门，笑着和姬太长、林雪月打了声招呼。姬太长三人和兰州、王府众人一起来到丹道大会的会场上，此地已然聚集了大武王朝13州里最顶尖的一批炼丹师，气氛十分热闹喧嚣。姬太长更是察觉到有一道道带着恨意与杀意的目光，毫不掩饰，直勾勾地盯着这边。不用说，必定是林家的人。姬太长看向林家队伍，朝着他们咧嘴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此时的摘星台相当热闹，来自13州的顶尖炼丹师齐聚一堂，人才济济，四周有大量修士围观，人头攒动，一望无边。观礼区主位上更是有一位身穿龙袍、头戴帝冠的魁梧身影屹立，面容沉稳而威严，仅仅是坐在那里，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散发，宛若天地间的主宰。大武王朝皇帝景宣帝，纵然是元婴期强者，在面对景宣帝的时候，都会一阵心悸，生出敬畏之感。姬太常微眯起眼睛，打量了景宣帝几眼，看出了端倪。国运和龙气护体，并非景宣帝强到足以压制元婴期强者，而是他身为大武王朝的皇帝，能够汇聚王朝的国运与龙气，形成一种类似天地大势的压迫感。除了景宣帝外，观礼区还有不少名震天下的强者大师，同样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如李老神医、少阳子这两人平日里神龙不见尾，以往的丹道大会根本懒得来，但这一次却是全部出席。只不过两人有些心不在焉，环视了一遍摘星台，没看到药尘的身影，两人眼中满是失望的神色。接下来由景宣帝发言，勉励了几句，而后便是一位宫廷炼丹大师来主持丹道大会。丹道大会决赛依旧是分为1品、2品、3品炼丹师3个赛场，由皇室提供统一的材料和丹方进行炼制，最终交由一众丹道大师品鉴，共同评选。姬太常打了个哈欠，百无聊赖之下，悄咪咪的伸手揽住林雪月的小蛮腰。别闹，这么多人看着呢。林雪月娇躯一僵，美艳的脸蛋有些发热，朝着姬太常翻了个白眼。她那娇嗔的模样，反而更添几分妩媚的气质。轰！就在这时，会场里忽然有一道赤红色火光冲天而起，释放出灼热的高温，竟是形成一朵莲花虚影，瞬间引起众多修士的注意。这是异火，地心火莲。咱们大武王朝都多少年没有出现过异火了，10个上千年，居然又有异火现世。地心火莲至阳至刚，能够最大化激发药性，这可是无数炼丹师梦寐以求的宝火呀！居然出现在一个小小的2品炼丹师手里，一般的元婴期强者都不见得能降服，他才筑基期3重修为啊，这怎么可能收服地心火莲？整个摘星台都为之哗然，众多修士的目光齐刷刷看向2品炼丹师的比赛会场，众人眼睛都瞪得滚圆，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尤其是一众炼丹师，更是呼吸都急促了几分，心中掀起惊涛骇浪。那可是异火啊！只见2品炼丹师的比赛会场里，一位身形消瘦、面容清秀俊朗的少年，浑身缭绕着赤红色的异火，手捏印诀，手法无比娴熟老练，快速熔炼一份份药材，再炼制丹药。小凡，是他！就连林雪月露出惊讶的神色。姬太常心中一动，你认识他？林雪月点了点头，道出那个清秀少年的来历。却原来林凡和林雪月一样，都是林家旁系子弟，只不过林凡年龄更小一些，与林雪月自幼就展现出非凡天资不同。林凡乃是5行杂灵根，资质极差，而且在幼年时，林凡的父亲就在执行家族任务时战死了。林凡的母亲只是一介凡人，不能给林凡提供什么帮助，这就导致林凡在林家无依无靠，备受欺负，就连他父亲给他定下的娃娃亲都被女方上门退婚，使得林凡成为林家的笑话和耻辱。自那以后，林凡便泯然众人，深居简出。再后来，林雪月便离开了林家，并不知道林凡后续的情况。但根据林雪月所说，林凡乃是5行杂灵根，在林家又得不到资源，按理说根本不可能修炼到筑基期3重，更不可能获得异火。废材逆袭，退婚，异火，不是，这套路怎么这么熟悉？他是不是还有个戒指老爷爷？姬太常闻言，眼睛都睁大了几分，面容有些古怪。难不成这林凡是气运之子？什么？这林凡什么时候有的异火？这等至宝为何不上交给家族？你怎么这么自私？不对啊，林凡不是才炼气期有重修为吗？什么时候突破的筑基期3重？这小子隐藏的好深。林凡展现出异火，引发全场哗然，尤其是林家队伍里
更是发出阵阵惊呼。林家一众子弟都露出妒忌和贪婪的目光，死死盯着林凡身上的地心火莲。姬太常见状，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这小子倒是能隐忍，看样子早就获得地心火莲了，只不过特意等到单道大会决赛的时候再暴露，一鸣惊人。如此一来，他就能吸引全天下的目光，能吸引单道大能的注意和喜爱，从而为自己谋求靠山和庇护。看似危险的行为，恰恰才是最安全的。姬太常很快就猜出了林凡的打算。果不其然，在场众多单道大师都目光火热地看着林凡，包括了李老神医和少阳子，就连景宣帝都忍不住多看了林凡几眼，眼中带着一丝欣赏的神色。首轮比试很快结束了，林凡毫无争议地击败对手，晋升下一轮比试。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林凡却没有回林家队伍，而是直奔姬太常所在的方向而来。月姐姐，哇，真的是你啊！林凡那清秀俊朗的面容满是惊喜的神色，大步来到林雪月面前。小凡，好久不见。林雪月也朝着林凡露出一个笑容。一旁的姬太常眉头微蹙，敏锐地从林凡那灼热的目光中看到了一丝爱慕的情愫。您就是姬傲天前辈吧？就在这时，一道轻柔温和的声音响起，宛若春风吹拂，令人心旷神怡。那是一个气质贤淑端庄的美妇人，看起来约莫28岁左右，青丝如瀑，身段珠圆玉润，容貌也颇为美艳动人。定，南宫清雅好感度提升10点，可获得紫云剑尊10%修为能力，请选择。南宫清雅好感度是，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系统提示阴冷不丁响起，令姬太常心头一跳，有些惊喜，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微微颔首，目光落在南宫清雅那妙曼的娇躯上。本座就是姬傲天，阁下是？小女子赵雅，听闻前辈昨日击杀了林墨白等人，我和法儿与他们有仇，特来感谢前辈。南宫清雅朝着姬太常微微一鞠，面色郑重的行礼。而后南宫清雅的目光看向林凡，柔声说道：法儿，快过来跟姬前辈道谢。林凡点了点头，也来到姬太常面前，恭敬的行礼，晚辈林凡多谢前辈出手除掉林墨白等人。这母女俩的举动，结合林雪月此前的话语，让姬太常瞬间明白过来了。南宫清雅和林凡虽然名义上是林家的人，但这些年来他们备受林家子弟的欺辱，早就对林家怀恨在心了。林凡，你何时得到的异火？如此重大的事情，为何不向家族汇报？速速随我回家族，家主要见你。你竟然还跟林家的仇人见面，岂有此理！就在这时，一众林家修士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言语之中丝毫没有对林凡的尊重，反而是想把林凡强行带回林家。毫无疑问，林家这是觊觎林凡身上的一火地心火莲，想要趁机夺走。姬前辈，南宫清雅见状，明媚的脸蛋也有些紧张和担忧，立刻以求助的眼神看着姬太常。放心吧，有我在，谁也不能伤害你们母子俩。姬太常双手附在身后，冷冽的眸光看向冲来的一众林家修士，随着他冷哼一声，一股元阴气威压扩散，宛若无形的飓风横扫而过，将那些林家修士全部震飞出去，嘴角一血。南宫清雅见状，只觉得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在林家被欺负久了，突然遇到姬太常愿意帮助和保护他们，这让南宫清雅心中感动。定，南宫清雅好感度提升5点。南宫清雅好感度15，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林雪月见状，却以为是姬太常看在他的面子上才帮助南宫清雅和林凡，心中也是有些感动，看向姬太常的目光多了几分柔情。一旁的林凡却是敏锐察觉到了林雪月看向姬太常的目光有些不对劲，顿时心中一震。姬傲天，你欺人太甚，这是我们林家内部的事情，与你何干？真以为我们林家是好欺负的不成？被姬太常震退的那些林家修士勃然大怒，纷纷发出怒吼，就连林家的贵宾席方向上也有一道强大的元阴气威压朝着姬太常席卷而来。姬太常看都没看他们一眼，语气冷漠，都给本座滚蛋，再敢避避，把你们都杀了。随着姬太常声音落下，一股冰冷可怖的杀气弥漫，林家一众修士身躯一哆嗦，被杀气冲击，通体发寒，眼神也清澈了几分。姬太常昨日就杀了林墨白等人，还以一己之力把林长炫都打成重伤，凶威滔天，他们若是还敢纠缠，姬太常绝对敢痛下杀手。一念至此，林家一众修士敢怒不敢言，只能扭头就跑。多谢姬前辈出手相助。南宫清雅松了一口气，脸上带着笑容，再次朝着姬太常行礼。姬太常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唰的一下，好几道身影出现在这个地方，将林凡团团包围了起来。老夫乃是药王谷老祖李老神医，你应当听说过老夫的名号。小友，我观你炼丹资质不凡，不如拜入老夫门下如何？老夫可许你药王谷真传弟子之位。我乃天鹤宫少阳子。林凡小友，你若是拜我为师，我可以让你当天鹤宫真传，并且我会倾尽全力栽培你。我乃大武书院副院长朴元思，奉陛下旨意，特邀林凡小友加入大武书院。3位丹道大师几乎是同时开口，道出惊人消息。此言一出，其余几位还想拉拢林凡的丹道强者，此刻都不由得闭上了嘴巴，露出苦笑。李老神医代表药王谷，少阳子代表天鹤宫，
普元司更是代表着景宣帝的旨意。药王谷和天鹤宫都是不弱于林家的庞然大物，是大武王朝的一方霸主。大武书院更是不用多说，那是大武王朝皇室建立和掌控的最高学府。3位丹道大师一开口，其余宗门势力就没法和他们竞争了，已经不是一个层级的存在。众人都看向林凡，等待他做出决定。师尊，您觉得我应该拜入哪个宗门？林凡却是不动声色，悄然向手指上的一枚戒指传音。大武书院第一个排除，其看似地位最高，但你拜入大武书院，注定只能成为皇室的棋子，一辈子都要被皇室压一头。拜入药王谷或者天鹤宫，今后你修为有成，还能执掌整个宗门为己所用。天鹤宫虽然也不错，但毕竟是新兴宗门，药王谷底蕴更深厚，人脉势力更广一些，选药王谷吧。林凡的戒指里传出一道轻柔悦耳的声音，落入林凡脑海中。好，我听师尊的，等我拜入药王谷，一定会倾尽全力帮助师尊重塑肉身。林凡暗自点了点头，一念至此，他抬起头看向李老神医，沉声说道：小子林凡，愿拜李老神医为师。师尊在上，请受徒儿一拜。林凡十分干脆地朝着李老神医行拜师礼。哈哈哈，好啊！李老神医抚须一笑，心情那叫一个舒爽啊。可惜了。少阳子惋惜地摇了摇头，普元司则是一言不发，脸上看不出表情，身形一闪就回到了景宣帝身边。片刻之后，丹道大会第2轮比试就开始了。南宫清雅也顺势留在此地，和林雪月开始叙旧。两女都出自林家旁系，多年前相识，也算是老朋友了。月儿，林凡的父亲是紫云剑尊吗？姬太常悄然向林雪月传音问道。啊，什么紫云剑尊？林雪月微微一怔，传音回答道：大武王朝并没有紫云剑尊这号人物，林凡的父亲是林战武，林家旁系一位普通外门长老，遇难之前只是筑基期重修为，如何担得起紫云剑尊的名号？林雪月的回答让姬太常眉头一挑，不由得多看了南宫清雅一眼。这娘们名字是假的，她亡夫居然也不是林战武，这娘们来历有问题。莫非她不是林凡的母亲，而是潜伏在林家的魔教卧底？姬太常下意识把南宫清雅和罗红衣联想到一起，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个猜测。这些年来，南宫清雅在林家过得很不好，独自一人把林凡拉着长大，且一直被排挤和欺负，根本挤不进林家的真正权力核心。这样的卧底根本毫无意义。不管了，既然有修为能力可以领取，先把他的好感度提升上去再说。紫云剑尊名号这么唬人，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吧。姬太常心中暗自期待，他随意找了个借口，悄然离开丹道大会的会场，径直冲出王都。有秦妙一和王管家在林雪月身边，还有景宣帝等众多强者在丹道大会会场，姬太常也不用担心林雪月和杨瑶的安全问题，给林家10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当众出手。来到王都之外一处偏僻的地方之后，姬太常心中默念道：童子领取紫云剑尊修为。定，恭喜宿主获得紫云剑尊10修为。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姬太常虎躯一震，一股磅礴的力量从他丹田之中凭空出现，刹那间被元婴和至尊剑骨吸收，各自分走了一半。姬太常的元婴绽放出绚烂的光芒，手握金色利剑虚影，此刻多了一缕紫色的剑气在元婴四周环绕。姬太常一身修为气息随之暴涨，提升到了元婴期2重。至尊剑骨吸收了一半的力量，也亮起炽盛的光辉，有古老而至高的剑意若隐若现，愈发深邃恐怖，宛若一座汹涌的火山。姬太常脑海中也多了一部名为《紫云剑绝地功法感悟》，仿佛已经刻苦修炼了数十年。紫云剑尊10%修为的一半，居然就让我提升了一个小境界，这岂不是意味着紫云剑尊生前至少也是元婴期9重巅峰，甚至有可能是化神期大能？姬太常睁开眼睛，很是兴奋。一个小境界的提升看似不多，但对于寻常元婴期强者来说，通常都需要闭关30-50年才有可能突破一个小境界。而且紫云剑诀十分强大，竟是化神期功法。紫云剑诀让姬太常能够最大化发挥出至尊剑骨的力量，使得他战力大幅提升。除了罗红衣之外，又多了一个可攻略的目标。姬太常心情大好，哼着小曲儿返回摘星台。此时的丹道大会比拼十分激烈，各州炼丹师都倾尽全力。杨瑶虽然有些吃力，但还是顺利战胜了对手，进入下一轮比试。其中表现最好的无疑是林凡，他展现出极其精妙强大的丹道造诣，炼制出一枚无瑕的2品丹药，力压来自各方大宗门势力的炼丹师。月姐姐，你看我表现的怎么样？厉不厉害？中场休息时，林凡便迫不及待地跑到林雪月面前，满脸兴奋和期待地看着她。不错。林雪月微微点了点头，这副不咸不淡的模样让林凡脸上的兴奋消散了几分。小凡，你还是放弃吧。林凡的戒指里传出一道轻柔的声音，林雪月根本不喜欢你，反倒是他看向那个姬傲天的目光带着柔情与爱慕。在你炼丹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他们偷偷牵手挽腰。林凡身躯一震，如遭雷击。不，我是不会放弃的。林凡咬了咬牙，目光坚定，心中暗自发誓道，在林家那暗无天日的时光里，月姐姐是除了娘亲之外唯一关心我照顾我的人，是我心中的白月光，我绝不会放弃她。姬傲天，他不过是比我先一步接触月姐姐罢了。现在我有一火，觉醒了天灵根，还拜入药王谷门下，
一定会迅速崛起，成为盖世天骄，到时候必定能重新获得月姐姐的喜欢。戒指里，云七瑶听到林凡的话，不由得轻叹一声，继续劝说道：“你最好还是趁早放弃吧。师尊我阅人无数。”林雪月看向姬傲天的目光带着至死不渝的爱意与忠贞，两人的关系必定是亲密到了极点，他们必定已经成婚了，你没有理由横插一手。林凡心头再次一震，但他却是目光愈发坚定，纵然月姐姐成为了人妇，我也不会放弃的。云七瑶，你小子也是曹贼。丹道大会第3轮比试很快就开始了，林凡依依不舍地看了林雪月一眼，并且不动声色地瞥了姬太长一眼，目光意味深长，甚至带着一丝隐晦的杀意。月姐姐虽然和此人关系亲密，可若是姬傲天死了，他不就有机会了？这个念头虽然只是在林凡心里一闪而逝，却如同种子一般扎根，悄然滋生。这个林凡有点碍眼了。姬太长也微微眯起眼睛，他虽然不知道林凡心里在想些什么，但是他却能察觉到林凡对林雪月的爱慕，这让他有些不爽。向来是姬太长盯上别人的女人，现在居然有人敢盯上他的女人。一念至此，姬太长的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南宫清雅。不得不说，南宫清雅虽然年龄不小，但依旧风韵犹存，容貌虽然不算惊艳，但是越看越觉得动人，有着一种成熟感性的气质。尤其是她的身段珠圆玉润，身材高挑丰盈，几乎与林雪月不相上下了。察觉到姬太长的目光之后，南宫清雅转头与他对视了一眼，展颜一笑，倒也十分落落大方。咦？姬太长忽然眉头一挑，看出了些许端倪。夫人，你似乎身上有严重的旧疾，我帮你看看。啊，不用。南宫清雅的话还未说出口，姬太长已经抓住他的手腕，手指搭在他脉搏上。南宫清雅娇躯一僵，只觉得手腕处那种温暖有力的触感，让他仿佛被一束电光击中，浑身都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半晌之后，南宫清雅低声问道：“姬前辈，好了吗？”姬太长深吸一口气，面色凝重：“夫人，你的情况十分严重。”南宫清雅心头一跳，但还是展颜一笑，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前辈您看错了吧？妾身虽然没有修为，却也算是身体硬朗，从未患病。”姬太长深深地看着南宫清雅，意味深长地说道：“夫人身体的情况，恐怕你比我更清楚。”南宫清雅心头一跳，眼神有些不自然，但她还是展颜一笑，故作轻松地说道：“姬前辈说笑了，妾身的身体情况确实没什么问题，就不劳您费心了。”姬太常见他还是嘴硬，便神识扩散，悄然对他传音道：“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夫人曾经受过极其严重可怕的伤势，身中某种奇毒，生命垂危。危急关头，夫人只能自遂元婴，施展出一种奇特而又至高的法门，将奇毒封印在丹田和经脉之中，导致修为尽失，且无法再修炼。虽然你的肉身体魄不弱，可那股奇毒曾破坏你的经脉窍穴，留下不小的隐患。每到月圆之夜，你的心脉损伤便会发作，寒气侵蚀，生不如死。”姬太长的话如同惊雷炸响，令南宫清雅身躯猛地一颤。“你怎知？”南宫清雅震惊之下脱口而出，但很快就反应过来，立刻捂住自己的嘴巴。不怪他震惊，南宫清雅很清楚自己的身体情况，他以前施展的封印足够强大，一般人都感应不出任何端倪，这绝对不是4品炼丹师能看出的问题，至少也得是丹王才能发觉，而且还得是丹王之中的佼佼者。不是说大武王朝已经5000年没有出现过丹王了吗？此人竟是能通过短暂把脉就把他自身问题看得一清二楚，难不成他是其他地方过来的丹王大能？南宫清雅心绪难平，汹涌的胸膛都一阵起伏，呼吸急促了几分。看到他的反应，姬太长便知道自己的诊断是对的。姬太长轻轻捏了捏南宫清雅柔软的小手，道：“夫人的情况十分麻烦，正常来说很难有救治的法子。”南宫清雅勉强一笑，抽回自己的小手，妾身明白。他十分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即便是丹王出手也几乎救不回，除非是能得到某些传说中的天地灵针，彻底根治很难，但我可以帮夫人疏通经脉窍穴，减轻痛苦。姬太长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过2天就是月圆之时，夫人也不想继续经历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吧？南宫清雅闻言也不禁为之心动，那就麻烦姬前辈了，前辈救治之恩，妾身铭记于心。南宫清雅倒也不是扭捏之人，十分落落大方地朝着姬太长行礼。林雪月看到这一幕，顿时有些惊奇，不过一想到姬太长得到了仙人赐福，踏入元婴期，还能教阳爻丹术，他也就释然了。姬太长微微颔首，双手结印，指掌间灵力萦绕，点在南宫清雅心脉附近的穴位上，注入丝丝缕缕灵力，并且以特殊手法轻捻。虽是隔着衣服，但那种暖洋洋的触感，还是让南宫清雅忍不住轻哼一声。明媚的脸蛋上浮现出一缕红霞，姬太长捏过的地方都传来一种温暖而异样的感觉。紧接着，便是南宫清雅体内闭塞的经脉窍穴被缓缓疏通，淤积的寒气消散，令他通体舒泰，十分放松。看向姬太长的目光也多了几分感激。定，南宫清雅好感度提升5点，可获得紫云剑尊10%修为能力，请选择。南宫清雅好感度2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呼，终于练好了。赛场上，
林凡长长呼出一口浊气，看着炼丹炉里完美无瑕的丹药，脸上满是得意的神色。他是全场第一个炼好丹药的。林凡正打算回头朝着林雪月笑笑，然后就看到姬太长双手放在南宫清雅心脉附近，轻轻按捏。南宫清雅则是脸色潮红，嘴唇轻咬。林凡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气血涌上心头。这个混账竟敢亲过我娘！林凡气得红温了起来，当场就要冲出去和姬太长拼命。小凡，你冷静一下，这并非轻薄，他用的是一种十分精妙高明的医道手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这是在给你娘亲治病。戒指里的云七瑶立刻开口对林凡传音：医道手法？这是什么手法？我看他分明是趁机占我娘的便宜。林凡依旧是愤愤不平，尤其是他本就把姬太长当成情敌，现在更是对姬太长没有好感。你现在的丹道造诣还低，看不出端倪很正常。云七瑶安慰道，在医者眼中没有男女之分，医治过程中难免有些接触，你不要想太多。更何况他是一位元婴期大能强者，你此时冲过去，不仅会得罪元婴期大能，还会让你娘失去救治的机会，甚至会影响林雪月对你的印象，得不偿失。云七瑶的话起了作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话，让林凡冷静了几分，但他还是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一双眼睛狠狠盯着姬太长的双手，却又不能冲过去阻拦。这种感觉就像是无能的丈夫一样，让他格外难受。林凡很快就看不下去了，所以他决定不看了。片刻之后，姬太长疗愈完毕，收回手掌。南宫清雅只觉得浑身轻松舒坦，仿佛整个都变得轻盈了不少。这些年体内淤积的寒气全都被清空，让他格外的轻松。多谢前辈出手救治，这份恩情妾身真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南宫清雅看着姬太长，眼中满是感激。报答就不必了，本座出手从来不在乎报答，只看缘分。你与月儿相识，并且我也很看好林凡这孩子，顺手帮你一下也是应该的。姬太长笑了笑道，不过经过这番治疗，也只能暂时缓解你的身体情况，过段时间寒气还会继续淤积。南宫清雅闻言却并不担忧，神色坦然平静。妾身明白，这就是妾身的命。显然这些年来的经历早已经磨平了他的心气，让他彻底接受了现实。夫人倒也不必太过悲观。姬太长却是说道，我有一丹方，虽不能彻底根除你体内的奇毒，却能修复你经脉窍血损伤，不再受寒气侵扰，让你能够重新修炼。不过这丹方所需的宝药十分罕见，需要些时间寻觅。修复经脉窍血损伤，不再受寒气侵扰，还能重新修炼。姬太长的话令南宫清雅心头巨震，眼睛都睁大了几分，心中掀起莫大的波澜。虽然他早已经接受现实，打算平平淡淡度过余生，生死由命，可若是有机会能够重新来过，任谁都会心动。沉默片刻之后，南宫清雅却是苦笑一声，摇了摇头，多谢前辈关心，但还是不必费心了，妾身承受不起这么大的恩情。他很清楚自身伤势的严重，所以他也知道姬太长的丹方和宝药有多么珍贵，丹王都未必拿得出来，这份恩情太过重大。他如今不过是一个修为全无的凡人，根本承受不起，也还不上这份恩情。姬太长眉头一挑，看出南宫清雅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会平白无故接受自己这么大的恩情和馈赠。他摸了摸下巴，忽然目光瞥过会场里的林凡。姬太长心中一动，想到了林雪月曾和他说过，南宫清雅十分宠爱林凡这个儿子。夫人不必急着拒绝，我很欣赏林凡这孩子，此子资质非凡，又有大机缘傍身，今后必定能迅速崛起，成为一方大能。姬太长语气温和，这份丹药就当作是我对他的提前投资，夫人可以先收下，等林凡今后修为有成，再由他替你偿还即可。否则夫人身体状况也撑不住太久，顶多还能活个10几20年，而林凡一直修炼下去，至少还能活个数百年。你是林凡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夫人，你也不想看到林凡今后独自一个人孤苦伶仃吧？就当作是为了孩子。姬太长轻轻牵起南宫清雅柔软的小手，目光灼灼地盯着他的眼睛。这番话宛若重锤敲击，让南宫清雅心中再次一震，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他也不由得转头看向林凡，一双美眸之中满是宠爱与不舍。是啊，他每个月都要承受寒气侵蚀折磨，身体最多只能再撑10几20年。小凡还有漫长的人生路要走，难道自己要这样丢下他？小凡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自己这个亲人了呀！一念至此，南宫清雅下定决心，抬头看向姬太长，大舅，麻烦前辈了，这份恩情，我们母子俩必定会永远铭记于心。定，南宫清雅好感度提升5点，南宫清雅好感度25，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很好，上钩了。姬太长嘴角微微上扬，心情大好。一旁的林雪月并不知道姬太长的真正打算，她全程听完两人的对话，还真以为姬太长是想提前投资林凡，因此倒也没有多想什么。毕竟林凡表现确实十分惊人，倒也值得投资。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收集宝药，但要炼成之前，需要每个月定期帮夫人疏通经脉，清除寒气。这次姬太长并没有说谎，他确实有丹方，但所需的宝药太过珍贵，他手里根本没有，还得想办法收集才行。拜托前辈了。
南宫清雅满脸感激，用力地点了点头。姬太常借口去王都找灵药，身形一闪便离开了摘星台，再次冲向王都之外，来到一处偏僻无人之地。童子，领取紫云剑尊修为。定，恭喜宿主获得紫云剑尊实修为。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姬太常丹田之中再次涌现出一股磅礴的力量，一分为二，被元婴和至尊剑骨各自吸收了一半。至尊剑骨流转着神秘光芒，那股恐怖的剑意愈发惊人，仿佛蕴含着一轮太阳似的。姬太常的元婴绽放出璀璨夺目的光辉，金色利剑虚影周围，那一抹紫色剑意愈发深邃强大。他的修为也猛地暴涨一大截，顺利踏入元婴期3重。而且姬太常脑海中也多了一部分紫云剑诀的感悟，将其参悟到了小成的境地。元婴期3重，我若是全力爆发出至尊剑骨的力量，至少能越阶斩杀元婴期6重强者。姬太常舔了舔嘴唇，眼神有些兴奋激动。若是施展暴险，外加火云丹顶，姬太常都不敢想得有多强。我决定了，今晚就杀入林家，挖回月儿的先天剑骨。胆敢伤我的女人，林家也有取死之道。姬太常咧嘴一笑，做出决定。他运转归西诀，收敛一身修为气息，大摇大摆地回到摘星台。姬太常一屁股坐到林雪月身边，熟练地牵起她的小手，传音问道：月儿，林长炫的小女儿身在何处？今晚我就去挖了她的先天剑骨。小常你别冲动。林雪月被吓了一大跳，慌忙双手都拉住姬太常，低声传音道：林嫣芷自从觉醒先天剑骨之后，就备受林家关注，被林家修为最高的老祖收为弟子，一直都在林家祖地里修炼。那位林家老祖虽然寿元无几，但修为高达元婴期8重。林家祖地里还有林家各种抵运手段，哪怕是元婴期9重强者冲进去，也是九死一生。我宁可不要报仇，也绝不能让你干傻事。林雪月满脸担忧和紧张，紧紧抱着姬太常的手臂，生怕他做出冲动的事情。刹那间，姬太常的手臂陷入一片惊人的柔软，让他心情都变好了不少。放心吧，傻丫头，我可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姬太常笑了笑，伸手揉了揉林雪月的秀发。下方，林凡又一次以全场最快的速度炼好了丹药，脸上满是得意的神色，立刻转头看向林雪月，然后他就看到了林雪月与姬太常亲密接触的画面。林凡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这个混蛋不仅调戏我娘亲，连月姐姐也不放过，可恶！戒指里，云七瑶见状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分明已经说过了，林雪月是姬傲天的女人，林凡为何还是不死心呢？为人之妻真就有这么好吗？这孩子怎么会有这种癖好？历时2天半，丹道大会终于落下了帷幕。在姬太常的帮助下，杨瑶最终获得了3品炼丹师比试的第6名，这个成绩震惊全场，给众人带来的震撼仅次于林凡拥有一伙。要知道，杨瑶只是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小宗门，而他的对手无一不是来自大武王朝13州的顶尖宗门家族，他们能够接触的丹道知识传承以及名师指点都远超杨瑶，可结果却是杨瑶击败了众多天骄炼丹师，强势杀入前10名，甚至击败了不少丹道大师的亲传弟子。一时间，这个地方为之哗然，不少丹道大师都冲了过来，想要收杨瑶为徒。任谁都看得出来，杨瑶今后必定能成为丹道大师，而且还是其中的佼佼者。还不错，姬太常也微微颔首，心情很是不错。杨瑶获得火云丹经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否则在姬太常的教导下，夺得第1名也不是没可能。不过第6名已经足够惊人了，足以打出青云宗的名气，扬名立万。面对一众丹道大师的拉拢，杨瑶全都婉拒了，一溜烟跑到姬太常面前，清澈俏丽的脸蛋上满是兴奋与激动。姬前辈，雪月姐姐，幸不辱命，我获得第6名了。他一把拉起林雪月和姬太常的手，忍不住蹦了起来，那汹涌的怀抱也跟着一阵摇晃，让姬太常大饱眼福。干得不错，没白费我这段时间的传道授业。姬太常脸上露出笑容，伸手揉了揉杨瑶的小脑袋瓜子。提及传道授业，杨瑶顿时俏脸微微一红，想起了此前和姬太常通宵学习丹道知识的画面。恭喜瑶瑶，以后你可就是名震大武王朝的丹道天才了。林雪月也拉着杨瑶的手，笑嘻嘻的开口，由衷为他感到高兴。接下来便是为名列前茅的炼丹师颁奖的时候。杨瑶获得了一份大奖，赫然是一尊极品法器级别的炼丹炉，外加一次进入大武书院进修学习1年的特许资格。这份奖励不可谓不丰厚，令杨瑶愈发开心喜悦。丹道大会结束后已经是傍晚，秦妙一便决定在王都再停留1天，刚好让众人能够有时间游玩王都，领略此地的风土人情。姬太常把林雪月和杨瑶丢给秦妙依照看和保护，他自己则是找了个借口开溜。林家，大武王朝3大世家之一，据说其传承甚至比大武王朝立国的年份更加久远，族内强者众多，更有大量林家子弟入朝为官，在军政等方面都有大量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林家大院府邸虽然位于王都之中，但林家的祖地却并不在王都，而是位于中州一处偏僻的地方，周围群山万壑环绕，云蒸霞蔚，一片片阁楼宫阙坐落于山间林里，倒也称得上是繁华。一道浑身都笼罩在黑衣下的身影悄然出现，
俯视着下方林家祖地，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林胭脂，我他妈来了！姬太常蹲在林家族的出入口，很快就抓到一个身份地位不凡的林家嫡系子弟。在姬太常元婴期3重的恐怖神识和魂力冲击之下，这位林家嫡系子弟很快就被姬太常强行读取记忆，并且洗劫了一身衣服装备，然后一巴掌送走。姬太常换上林家嫡系子弟的衣服，取出身份令牌，通过了林家祖地护宗大阵的检测，大摇大摆进入林家祖地。根据姬太常读取的记忆，林胭脂这些年来一直都跟着林家老祖，在祖地最核心的一处宝地里修行。此地名为桃花谷，天地灵气极为充裕，只有林家最核心的嫡系才有资格进入。站住！桃花谷重地，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姬太常刚靠近桃花谷，就被林家护卫给拦下了。我有急事要向老祖汇报，快放我进去！姬太常满脸焦急的模样。那些护卫闻言，眉头一挑，立刻围了过来。有急事可以先跟我们说，我们会汇报给老祖的。轰！当他们靠近的时候，姬太常嘴角一歪，直接一巴掌拍出，狂暴可怖的灵力爆发，当场把他们拍成血雾，形神俱灭。姬太常身形一闪，就冲向桃花谷。岂料在桃花谷入口处，地面上亮起密密麻麻的阵纹，形成一道阵法结界。姬太常没有信物，直接被拦在外面。姬太常没有信物，但是他有的是力气。只听得轰的一声震耳欲聋巨响，姬太常全力催动金羽飞剑，展出一道无比炽盛的剑芒，汹涌澎湃，灵力无边，硬生生劈开这座阵法结界。什么人？桃花谷里有几位林家核心嫡系正在修炼，此刻都被惊动，立刻腾空而起。姬太常扫了一眼，发现有2位青年，一位女子，都是金丹期修为，以及一个老态龙钟的元婴期老妪。姬太常二话不说，身形一闪，就杀向那位金丹期女子。放肆！元婴期修为的老妪见状，立刻发出一声怒喝，抡起手中的龙头拐杖就朝着姬太常砸去。姬太常反手一剑劈出，甚至连至尊剑骨的力量都没有发动，金羽飞剑流转着刺目的剑芒劈在那根龙头拐杖上，铿锵震耳。结果就是老妪当场就被姬太常一剑劈飞出去，狠狠砸在一座小山上，喷出一大口鲜血。路边一条，姬太常一把抓住那位金丹期女子的脖子，狂暴可怕的威压将她震慑，动弹不得。噗！姬太常毫不留情，直接一掌洞穿了她的胸膛，对她掏心掏肺。先天剑骨呢？你不是林胭脂？姬太常掏了一会儿，眉头猛地皱起。可，胭脂姐在大武书院进修，前辈饶命，我是林盼镜。那位女子浑身颤抖，嘴角止不住一血，开口哀求。哦，抱歉，掏错了，不过反正你也活不了了，我还是送你一程吧，不用谢。姬太常执掌间燃起熊熊火焰，烈火诀发动，将它烧成灰烬。庶子，你真该死啊！就在这时，一道愤怒到了极致的怒吼声响起，那个被姬太常一剑劈飞的老妪又回来了，但这一次他却是从桃花谷深处请来了一件林家祖器，那是一把青色古剑，剑柄满是青色鳞片，剑身似是由某种妖兽的脊骨积炼而成，笔直锋锐，两侧带着倒刺，散发出一股惊人的煞气。这是一件下品法宝，老妪乃是元婴期3重修为，手持下品法宝，能够发挥出来的战力暴涨一大截。不仅如此，他早已经给外界传讯，林家祖地的护宗大阵已经开启，还有更多林家高手正在赶来。胆敢杀我林家子弟，你已有屈死之道！眼睁睁看着林盼镜被杀，老妪的眼睛都有些发红，满是怒火与杀意。他全力催动手中青渊剑，爆发出一束艳艳神光，凶煞之气滔天，甚至有一头遮天蔽日的青色妖兽虚影在他身后浮现，仰天咆哮。青渊剑朝着姬太常当头劈下，那种可怖的气息让他都感受到了一点点压迫感，不过也仅此而已了。姬太常反手一剑斩出，金羽飞剑光辉暴涨，与青渊剑对拼一击，震动这片地方，轰隆隆作响。青渊剑很强，只可惜姬太常更强。只听得砰的一声震耳巨响回荡，老妪竟是再次被姬太常一剑劈飞出去，一头撞在一座石山上，喷出一大口鲜血。这把剑不错，现在是我的了，拿来吧！你姬太常身形一闪，鬼魅般出现在老妪面前，一把从他手里夺走青渊剑。在老妪的操控下，青渊剑剧烈挣扎，剑气嗡鸣，试图朝着姬太常捅去。但姬太常眸光一寒，至尊剑骨的力量发动，狂暴汹涌的灵力冲击之下，直接强行抹去青渊剑里老妪留下的神识烙印，将其强行炼化。噗！青渊剑被夺，老妪遭受不轻的反噬，当即喷出一口鲜血。没等他有所动作，姬太常已经一剑刺出，青渊剑光辉漫天，当场洞穿老妪的身体，打成重伤，将他钉在石山上。随着姬太常再次抬手，刹那间，整座桃花谷的灵力都被牵引，形成一只巨大的手掌，遮天蔽日，一把抓住另外2个正在跑路的金丹期青年，像是拎死狗一样抓在手里。放肆！速速放了我林家的人，否则不仅你要死，你身后的宗门家族也要陪葬。胆敢入侵我林家祖地，你好大的胆子！就在这时，林家大长老林一梦带着一众林家高手杀到此地，林家祖地的护宗大阵也已经全面启动，半空中有密密麻麻的符文交织，释放出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令姬太常都感到一阵胆颤。但
姬太常却是丝毫不惧，一把抓起老妪和2个邻家青年，朝着林一梦咧嘴一笑：“这位夫人，你也不想看到他们出事吧？”姬太常执掌之间有凌厉可怖的剑气环绕，只要姬太常一个念头，就能瞬间抹杀他们3人。一位林家元婴期强者，2位有元婴之姿的林家核心天骄，这3个人质的分量太重了，饶是林一梦也不敢轻举妄动。林家的元婴期强者一共就那么几个，不管死了哪一个都是重大的损失，更何况还有2位林家年轻一代顶尖天骄。道友有话好好说，不知我林家何时得罪过你？我林家愿意赔礼道歉，还请道友高抬贵手，放了他们3人。若是不然，我林家也不是吃素的。我林家老祖正在回来的路上，道友若是赶上他们3人，只怕后果你承担不起。林一梦沉声开口，先是求和，而后摆出强硬的姿态，软硬兼施。换作是一般的元婴期强者，恐怕也根本不敢和林家死磕，后果太过严重。但姬太常根本不吃这套，叽里咕噜说什么呢？把护宗大阵打开，放我出去，不然我就当着你的面弄死他们3人。姬太常咧嘴一笑：“这位夫人，你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去死吧？”你姬太常的话令林一梦勃然大怒，胸膛一阵起伏。林家可是大武王朝3大世家之一，一方霸主，他们向来行事霸道惯了，一向只有林家欺负别人的份，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砰！眼看着林一梦寸步不退，姬太常心念一动，一缕剑气绽放，当场就把老妪的一条手臂绞碎，化作血雾，令他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再不打开护宗大阵，我就当着你的面把他们一点一点折磨致死。姬太常眸光冰冷：“小梦，快打开护宗大阵，放他走！”老妪在强烈的疼痛和死亡威胁之下，面容扭曲，发出一道痛苦的低吼。林一梦还是有些犹豫和不甘，可是什么？老妪怒吼道：“你想逼死我们吗？你忍心眼睁睁看着我们被虐杀吗？你还有没有点良心？”那2位林家青年也颤抖着声音开口求饶：“大长老，您快打开护宗大阵吧，我们不想死啊！”林一梦见状，牙齿都要咬碎了，但也只能后退，催动一件信物，将护宗大阵打开一个出入口。他狠狠地盯着姬太常，出去之后，你最好把他们都放了。你若是真敢杀他们，将会迎来我林家不死不休的报复。我林家可是有一尊元婴期8重的老祖。还有，叽里咕噜说什么呢？姬太常根本懒得听他废话，手里抓着3个人质，身形一闪，便冲出林家祖地。道友，现在可以放了我们了吧？那个老妪强忍着痛苦与愤怒，眼中带着一丝期盼的神色，看着姬太常。姬太常点了点头，放心，我这个人心善，向来不杀妇孺老幼。老妪面露喜色，只可惜你不是幼儿，而这2个家伙也不是妇孺。姬太常接下来的话令在场所有人都身躯一僵。不！砰！老妪的话还未说出口，他们3人便轰然炸开，化作一片血雾消散，只剩下3枚储物戒指被姬太常一把抓住，顷刻炼化。在绝对的实力压制下，老妪连元婴逃遁都根本做不到。不！林一梦看到这一幕，顿时目眦尽裂，眼眶通红，发出一道凄厉的大叫。他立刻拔出一口银色宝剑，不顾一切地杀向姬太常。砰！姬太常扬起手中青渊剑，只是随手一剑斩出，一道青色剑气轰然爆发，强势无匹，当场就把林一梦连人带剑全部击飞出去，宛若陨星般从半空中坠落，将苍茫大地都砸出一个深坑。当初姬太常只是元婴期1重修为时，林一梦就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现在姬太常是元婴期3重修为，还有一件下品法宝青渊剑在手。姬太常正准备一鼓作气，把林一梦这娘们也杀了，送他们全家富贵。但就在这时，远处有一股恐怖的威压急速逼近，那股惊天杀气让姬太常都一阵心悸，生出强烈的危机感。林家老祖，姬太常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个念头，虽然姬太常也想跟元婴期8重强者碰一碰，试试看自己的实力上限究竟有多强，但考虑到这里是林家祖地，保不齐那家伙会出动什么林家底蕴手段，姬太常略微犹豫一下，还是转身离开了此地。10几个呼吸之后，一位发须皆白、身躯魁梧高大的老者风驰电掣般冲到林家祖地上空，脸色阴沉：“林一梦，贼人呢？现在是什么情况？”林一梦脸色难看，也只能将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一道出。什么？我林家3位核心天骄陨落，1位元婴期强者被杀，还丢了一件下品法宝。你不仅拦不住他，甚至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废物！真他星号的废物！林家老祖瞬间暴怒如雷，恨不得一巴掌拍死林一梦。他立刻腾空而起，朝着姬太常离去的方向追击下去。虽然他的速度更快，但姬太常身为剑修，速度同样十分惊人，早就跑远了。途中，姬太常改头换面，换了一个马甲，并且悄然调转方向，大摇大摆地朝着王都前进。虽然没能抓到林胭脂，不过杀了林家3位核心天骄，1位元婴期强者，还抢到了青渊剑，这波不亏。接下来就是你了，林胭脂。姬太常舔了舔嘴唇，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不过，林胭脂觉醒先天剑骨之后，已然成为大武王朝第一天才，在大武书院进修，必定是受到极度重视和保护，没那么容易接近。姬太常眼珠子转了转，脑海中很快就浮现出一个大胆的念头：真以为躲在大武书院，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结！姬太常脸上带着冷笑，
身上光芒闪烁，很快就变身成林长炫的模样，身上散发出元阴期3重的威压，朝着大武书院飞去。大武书院位于王都中心地带，占地极广，阁楼宫阙遍地都是。拜见林前辈。看到姬太常出现之后，大武书院的守门弟子皆是露出恭敬的神色，连忙朝着他行礼。毕竟这可是一尊元阴期大能，还是3大世家之一的林家家主。速速通知胭脂出来见我，我有急事找他。姬太常沉声开口，语气焦虑。是。看到姬太常这副紧急的模样，守门弟子心中一凛，也不敢耽误，立刻把这个消息传回大武书院里。啪一下，很快呀，一位紫衣女子脚踏飞剑而来，落在大武书院门口，脸上带着疑惑的神色。父亲，你刚刚不是才给我传音说？轰！林胭脂的话还未说完，姬太常已经拔出了清渊剑，元阴期3重的修为力量毫无保留爆发，直接朝着林胭脂就是当头一剑斩下。伴随着一道惊天动地的巨响回荡，大武书院的山门都直接炸开了，地面被劈出一道长达数千丈的大裂痕，远处不少房屋都被震塌，尘土漫天，声势惊人。但林胭脂并没有死。在姬太常出剑的那一瞬间，强烈的死亡危机感袭来，林胭脂脖子上挂着的一枚玉佩瞬间裂开，形成一道半透明的圆形光幕，将它护住。清渊剑狠狠劈在圆形光幕上，将林胭脂劈飞出去数千丈远。光幕出现了一道细微的裂痕，但是并没有破碎。还有护身宝物。姬太常微眯起眼睛，上去又是一剑斩出。只听得砰的一声惊天巨响，这一次姬太常动用了至尊剑骨的力量，清渊剑的威力全面爆发，将那道光幕硬生生劈出了密密麻麻的裂痕，宛若蛛丝般蔓延。正当姬太常准备出第3剑的时候，大武书院内部瞬间爆发出3道强大的元阴气威压，护宗大阵全面复苏，有可怖的杀气与神识牢牢锁定姬太常。姬太常充耳不闻，抬手就是第3剑斩出。不要！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杀我？林胭脂披头散发，尽管有光幕护体，但也被余波震得七窍流血，模样十分狼狈。他眼神无比惊恐和困惑，踉跄着后退，前所未有的死亡危机感让他被吓破了胆子。当！就在姬太常这一剑落下的时候，一把赤红色的飞剑从天而降，挡住了姬太常这一剑。伴随着一道愤怒的低吼声传来，胆敢在大武书院袭杀我大武书院弟子，你好大的胆子！一股无形而又恐怖的杀机宛若山崩海啸般涌来，令姬太常浑身绷紧，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今天算你运气好。姬太常有些遗憾，迅速后撤。他并没有直接笔直地冲出王都，而是身形一闪就冲进王都人声鼎沸的街道之中，动用归西诀以及他此前购买的能够改变容貌气息的极品法器，接连变换马甲。当这片街道被封锁的时候，姬太常已经悄无声息回到了摘星台的贵宾楼。林胭脂有林家和大武书院的双重保护，想杀他有点难，而且经过这次刺杀之后，林家和大武书院必定会提高警惕，再想刺杀他就更难了。姬太常摸了摸下巴，陷入沉思。不管了，一切困难都源自于火力不足，还是想办法继续攻略南宫清雅吧。等我修为再提升几个小境界，管他林家还是大武书院，统统碾压过去，挡我者死。姬太常很快就有了决定。一夜无话。次日，王都的气氛有些压抑沉重，街道上的护卫军数量明显变多了，几乎所有出城的人都受到了盘查，就连兰州王府的云船也被拦了下来，要进行检查。你们怀疑昨晚袭杀林家长老和林胭脂的贼人在我兰州王府的云船上？秦妙一眉头一皱，语气冷了下来。他终究是一方郡主，在大武王朝能量不小，昨晚发生的惊天大事他早已经知晓。不错，还请郡主殿下配合一下，我怀疑我林家丢失的清渊剑就在某位贼人手中。林长炫脸色十分阴沉，如丧考妣，一双阴冷的眸光死死盯着姬太常。昨晚林家祖弟和林胭脂出事之后，林长炫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姬太常，只因姬太常数日之前为了林雪月而击杀林墨白，与林长炫、林一梦爆发了激烈大战，嫌疑最大。身为当事人，林长炫最清楚林雪月与林胭脂之间的恩怨。虽然姬太常的修为是元阴期一重，与昨晚那贼人元阴期3重的修为不符合，但姬太常的嫌疑最大，林家不可能不调查，还请郡主殿下恕罪，我等也是奉命行事。林长炫身边那一队护卫军压力山大，但还是硬着头皮开口。林家出了事，竟然查到了我兰州王府的头上，你们倒是好大的胆子。秦妙一冷冷地质问道，谁给你们的权利？林长炫脸色不好看，沉声说道，那贼人不仅杀了我林家的人，还在大武书院里公然出手，这是在挑衅大武书院的威严，我等奉破越王之命前来搜查。他抬手就取出一枚金光灿灿的令牌，上面铭刻着破越2字。破越王，大武王朝亲王之一，同时也是大武书院的院长。秦妙一见状顿时眉头一皱，只觉得有些棘手。这里是王都，是破越王的地盘，如果破越王当真铁了心要查的话，兰州王不在，凭他的威望只怕也不好办。郡主殿下跟他废什么话，直接开船撞过去就是。破越王与兰州王同为亲王，他们有什么资格查我们？就在这时，姬太常忽然开口了。好。秦妙一也是心中一动，立刻下令王管家全力开动云船撞过去，谁敢阻拦，杀无赦。不管姬太常是否有嫌疑，
姬太常都是兰州王府的贵客，姬太常背后的风铃月影宗更是一个神秘可怕的存在。他说什么都要帮场子，自然不可能任由林家的人进行搜查。好嘞，王管家点了点头，浑身磅礴灵力爆发，当即催动脚下云船，爆发出惊人急速，直接朝着林长炫等人冲撞过去。仓促之下，林长炫等人又惊又怒，只能迅速闪避。但林长炫根本不甘心就这样放姬太常离开。郡主殿下，得罪了，我奉破月王之命，特来调查姬傲天。林长炫大吼一声，催动破月王的令牌横在身前，然后掏出一杆长枪，闪电般杀向姬太常。轰！几乎是同一时间，姬太常和王管家都一指点出，两把飞剑宛若蛟龙缠绕，迸发出无尽杀机，狠狠劈在林长炫身上，将他从半空中击落。若是姬太常修为还未突破，或许林长炫还真能拦下他们，一时半会儿难以脱身。但此时姬太常今非昔比，实力暴涨，金羽飞剑瞬间穿透林长炫的胸膛，将他打成重伤。待林长炫颤颤巍巍爬起来的时候，兰州王府的云船早已经跑远了。程统领，你刚才为何不出手阻拦，竟敢违抗破月王的命令？林长炫捂着不断冒血的胸膛，回头看向远处身披金甲的程红海，眼中带着怒火。程红海瞥了他一眼，神色冷漠，本统领只听从陛下的命令。很显然，他并不想卷入林家和兰州王府的冲突之中。多谢郡主殿下。离开王都之后，姬太常朝着秦妙一拱手行礼。姬前辈客气了，举手之劳。秦妙一笑了笑，道：诸位都是我兰州王府的贵客，我岂会让林家的人无缘无故刁难你们？能够帮上姬太常，他心中也是颇为欣喜。这就意味着双方的关系更进一步。2天半之后，云船横跨大半的大武王朝，回到了兰州城。与秦妙一等人告别之后，姬太常带着林雪月和杨瑶开始返回青云宗。姬太常要给南宫清雅炼制的丹药里有几种灵药刚好是黑水山脉的特产，所以他决定先去黑水山脉走一趟，再去药王谷收集剩下的药材。刚好南宫清雅和林凡都在药王谷，可以顺道刷一波好感度。帮南宫清雅炼好丹药之后，好感度提升个20-30点应该不是问题。到时候我修为再提升2-3个小境界，就能直接杀入大武书院，强杀林烟轸。姬太常心中盘算了一下，嘴角微微上扬，心情大好。将林雪月和杨瑶送到青云宗之后，姬太常脚踏剑气，很快就来到黑水山脉。以他现在的修为，黑水山脉就跟他的后花园似的，庞大的神识扩散，很快就收集到了所需的一些灵药。姬太常回到青云宗，准备向林雪月和杨瑶告别。你又要出远门了？林雪月微微一怔，而后挽住姬太常的手臂，左右张望了一下，发现四下无人之后，他舔了舔嘴唇，走，跟我进屋，我有些事情要叮嘱你一下。日后，林雪月心满意足地离开闺房，只留姬太常躺在床上无奈地叹气。姬太常非常怀疑林雪月担心他在外面找别的女人，所以要在出门前把他榨干。还好姬太常修为高深，体魄足够强壮，硬是顶住了。片刻之后，房门忽然被推开，一道娇小玲珑而又波涛汹涌的身影鬼鬼祟祟地进入闺房。对方只穿了一件清凉的睡裙，十分熟练地钻进被窝里，挤进姬太常怀里。咦，月儿你兄长哪去了？秦若琳靠在一个平坦而又坚硬的怀抱里，顿时感到有些奇怪。他一把拉起那只强有力的大手摸了摸，月儿你的手掌怎么变得这么大？哎，当秦若琳被顶住的时候，整个人瞬间清醒过来。啊，秦若琳瞬间发出一道尖叫，然后就被姬太常迅速捂住嘴巴。他那小心脏砰砰狂跳，俏脸发烫，红到了耳根。秦若琳慌忙从姬太常怀里爬起来，手忙脚乱地起身，姬前辈，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在这里。秦若琳低着脑袋，双手捂着胸膛，也难掩雪白的风光。她内心无比羞吓，恨不得钻进地缝里。我真傻，真的，明明已经知道姬前辈和月儿有一腿，怎么就没想过姬前辈会在月儿房间里？秦若琳整个人脑瓜子嗡嗡作响，一时间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看到她那慌乱而又羞涩的可爱模样，姬太常嘴角微微上扬，也是莞尔一笑。姑娘，我们又见面了。姬太常站起身来，身上的容貌和气质发生改变，俯视着秦若琳那娇俏的脸蛋。那熟悉的声音传来，令秦若琳心脏猛地一颤。她豁然抬头，便看到了她永生不会忘记的那个熟悉身影与容颜。当初秦若琳中了罗弘一的剧毒魔气，然后在山洞里强推姬太常，两人缠绵悱恻。你是姬傲天前辈？秦若琳樱桃小嘴微张，只觉得脑瓜子嗡嗡作响。她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和姬太常再次相见了，她是万万没想到，这世间竟有如此巧合之事。那个她心心念念的人，居然就在她身边。是我。姬太常嘴角含笑，轻轻拉起秦若琳的手掌。本以为我们只是萍水相逢的路人，却不曾想我们之间的缘分如此妙不可言。琳，我还是那句话，你我一有夫妻之时，我会对你负责，一起把生活过好。姬太常的话宛若重锤敲击，让秦若琳心中一颤。不行的，我不能和月儿抢人。秦若琳小心脏砰砰乱跳，慌忙把小手抽出，后退了2步。姬太常笑了笑，再次拉住他的小手。没关系的，你们都是我的翅膀，相信月儿也不会介意的。
姬太常的话令秦若琳眼睛睁大了几分，虽然还是下意识抗拒，但心中却是不可遏制地生出一个念头：修仙世界，强者为尊，大能强者纳妾很正常。以他对林雪月的了解，以她们姐妹俩的关系，月儿似乎应该不会介意的吧。林雪月从王都回来之后，还跟他说过姬太常有多么勇猛。姬太常为了林雪月，把林长炫和林一梦毒打了一顿，以元婴期一重修为逆伐元婴期三重。而且姬太常来历神秘强大，背后的风铃月影宗更是连兰州王府都要全力拉拢。如果姬太常是她的丈夫，或许可以让景宣帝改变主意，不把她嫁给元熙帝，反正他们也有夫妻之实了。一念至此，秦若琳也不禁怦然心动。定，秦若琳好感度提升20点，暂不可获得元熙帝20%修为能力。秦若琳好感度30，好感度达100时会有惊喜发生。姬太常脑海中响起系统提示音，姬太常知道时机到了，立刻揽住秦若琳的小蛮腰，低头吻住那妙曼的红唇。秦若琳娇躯一僵，脑瓜子嗡嗡作响，但还是下意识红唇轻启，放姬太常进去。定，秦若琳好感度提升5点，秦若琳好感度35，好感度达100时会有惊喜发生。直至姬太常的双手攀上大碗，秦若琳才猛地一个机灵，回过神来。她那清纯俏丽的脸蛋红得仿佛可以滴水，慌忙从姬太常怀里挣脱出来，头也不回地跑出房间。姬太常见状却是嘿嘿一笑，通过好感度提升以及秦若琳刚才的表现，他就知道秦若琳已经心动了，拿下她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关键在于两人已有夫妻之实在先，有了这层关系，秦若琳对姬太常的接受度就比较高，后续好感度提升就会顺利不少。轰隆！就在这时，青云宗上空却是忽然传来一阵轰鸣声，数艘云船迅速驰来，更有一列列全副武装的修士从中冲出，立刻将整个青云宗团团包围，全面封锁。何人胆敢来我青云宗放肆？正在处理宗门事务的林雪月和柳翠兰等青云宗高手察觉到异常，第一时间腾空升起，并且开启了青云宗的护宗大阵。呵呵呵，青云宗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只见最大那艘云船甲板上，一位身穿黑袍的中年男子出现，脸上带着狞笑，他身上更是有一股元婴期级别的恐怖威压散发，震动天上地下。无涯宗老祖傅红镇，你竟敢攻打我青云宗，就不怕得罪兰州王府吗？林雪月眉头皱起，眼中带着怒意。傅红镇双手附在身后，嘴角带着轻蔑的冷笑，不过是抱上了兰州王府的大腿罢了。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从你们灭了玉门宗那天起，就注定要灭亡。你们能找兰州王府撑腰，真以为我无涯宗就没有靠山吗？随着他声音落下，云船之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一步踏出，身上散发的威压远比傅红镇恐怖得多，令天地轰鸣共振。仅仅是一缕威压落下，就让青云宗的护宗大阵剧烈摇晃，出现密密麻麻的裂痕。林兴昌，林雪月豁然抬头，眼中带着刻骨铭心的恨意与杀意。林兴昌俯视着林雪月，眸光冰冷，你这个叛徒，若只是躲在青云宗苟延残喘，老夫还可以饶你不死，但你千不该万不该，竟然带人杀了我林家子弟天骄，杀我林家元婴期强者，更是想谋害我林家未来的希望。既然敢反噬林家，你和青云宗就一起去死吧！轰！随着他声音落下，直接朝着下方青云宗众人一掌拍出，元婴期6重级别的恐怖修为爆发，方圆上100里范围的灵气都被瞬间抽空，凝聚成一只巨大的手掌，遮天蔽日。很显然，虽然林家不知道那天杀入祖地对林嫣志出手的人是谁，却是把锅扣在了林雪月和姬太常身上。面对一尊元婴期6重强者的攻击，林雪月和柳翠兰等人全都面色发白，灵魂颤栗，感受到了强烈的死亡危机感。那种威势太过恐怖，青云宗根本抵挡不了，足以令人绝望。林家太上长老，青云宗之中，秦若琳也豁然抬头，眼中带着震惊和忌惮的神色。情况紧急，他立刻腾空升起，一边恢复真容，一边对林兴昌大喊道：“住手！”那只从天而降的手掌停顿了一下，林兴昌微微眯起眼睛，有些惊讶，但是并没有太意外。他早就知道了秦若琳与林雪月关系莫逆。下一刻，那只巨大的手掌继续压下。住手啊！我是13公主，你敢对我出手，是想谋逆吗？秦若琳大惊，立刻搬出自己的身份，试图震慑林兴昌。但是林兴昌充耳不闻，根本不予理会。什么13公主？只要他把青云宗所有人都灭了，谁知道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一位公主呢？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抹金光冲天而起，化作一道通天剑芒，无比犀利，瞬间斩破那只灵力凝聚的大手，并且去势不减，狠狠劈向林兴昌。林兴昌微微眯起眼睛，认出了金羽飞剑，他冷哼一声，苍老的手掌泛着丝丝缕缕青灰，直接一拳轰出，打算空手接白刃。只听得噗的一声，林兴昌面色陡然一变，金羽飞剑的灵力与可不超乎想象，竟是瞬间穿透了林兴昌的拳头，带起一串血花，令林兴昌面色都苍白了几分。这不可能，阁下是何人？林兴昌瞳孔猛地一缩，死死盯着下方青云宗领地，眼中满是惊疑不定的神色。姬傲天只是元婴期1重修为，哪怕是那天杀入林家祖地的神秘人，
也只是一位元婴期3重的修士而已，按理说根本不可能伤到他这位元婴期6重强者才对，双方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啧，老东西记性真差啊，连本座都忘了。伴随着一道玩味的声音响起，姬太常踏空而起，他脸上戴着青铜面具，满头黑发飞扬，墨青色长袍随风猎猎作响，身躯魁梧挺拔，散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威严与霸气。姬太常傲立于长空之中，看着他那高大的背影，林雪月和杨瑶等人全都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笑容。只要有姬太常在，就能让他们感到无比安心。你究竟是谁？对于你这等强者来说，林雪月这样的女人要多少有多少，何必为了那个贱人不惜与我林家为敌？林兴昌微微眯起眼睛，苍老的双眸之中带着一丝忌惮的神色，因为他发现以他元婴期6重修为，竟然也根本看不穿姬太常的底细，甚至连姬太常的修为都感应不出来。在林兴昌的感知中，姬太常宛若万古寒潭般深不可测。叽里咕噜说什么呢？跟我的大宝剑说去吧。姬太常挖了挖耳朵，五指张开，一把青色宝剑浮现，随着至尊剑骨的力量催动，宝剑剧烈震动，绽放出无尽剑影。青渊剑，那天杀入我林家祖地的果然是你。林兴昌看到青渊剑的时候，瞬间眼睛就红了。贼人，给我去死！他当即怒吼一声，杀气腾腾，抬手就催动一枚山河印。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山河印迎风暴涨，上面铭刻的山川河流竟是真实显化出来，仿佛有一方小世界朝着姬太常镇压而来，威势惊人至极。这也是一件下品法宝，林家不愧是大武王朝3大世家之一，一般元婴期强者都没资格拥有的下品法宝，在林家却是有好几把。咚！青渊剑与山河印在高空中碰撞，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不断对轰，迸发出一圈又一圈的余波，冲向四面八方，轰鸣声震耳欲聋，霞光漫天。元婴期6重修为加上下品法宝，林兴昌的实力毋庸置疑的强，放眼整个大武王朝都称得上是接近顶尖的高手。只可惜他遇到的是拥有至尊剑骨的妖孽强者。只见青渊剑爆发出通天剑芒，竟是击碎了山河虚影，将山河印都应声声震飞出去。林兴昌也闷哼一声，踉跄着后退了几步，面色发白。只是元婴期3重修为，这怎么可能？林兴昌面容扭曲，通过这番交手，清晰感应出姬太常的修为境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元婴期之间，每一个小境界之间的差距都非常大，几乎没法越阶战斗，更别说是跨越了3个小境界。姬太常手持青渊剑，强势无匹，宛若一尊剑仙降临，闪电般杀向林兴昌，抬手就是数百上千道剑气爆发。林兴昌怒吼一声，也不甘示弱，一边催动山河印抵挡，一边施展神通术法，竭尽全力出手。但在至尊剑骨恐怖的力量面前，再加上紫云剑诀这部化神期级别地功法加持，姬太常的战力凶猛的一塌糊涂。仅仅是数10个回合的交锋，林兴昌身上就被捅了好几个窟窿，鲜血淋漓，伤势吓人。反观姬太常，非凡连半点伤痕都没有，反倒是越战越猛，剑气通天，真强啊！我未来的夫君就应该是这等英雄强者。秦若琳怦然心动，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满是崇拜与心动。定，秦若琳好感度提升10点，暂不可获得元熙帝10%修为能力。秦若琳好感度40，好感度达100时会有惊喜发生。我来助你。眼看着林兴昌不是对手，被打得节节败退，一旁的傅红镇顿时有些急了，他大吼一声，拔出一口宝剑就加入战场，试图牵制姬太常。然后他就被姬太常一剑劈飞出去，一道可怖的剑痕从他肩膀一直蔓延到腹部，差点被劈成2半。路边一条，傅红镇不过是元婴期2重修为罢了，没被姬太常一剑劈死，已经算他命大了。怎么会这样？傅红镇踉跄着后退，立刻吞下几枚疗伤丹药，眼中带着惊恐的神色。他本以为有林家太上长老相助，灭了青云宗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谁也没想到青云宗的靠山竟然如此强大恐怖。轰！姬太常和林兴昌化作2道红光，在高空中激烈碰撞，迸发出道道惊人的余波，如同海啸般席卷四方。仅仅是一缕力量余波坠落，就能崩碎大山，击沉地面，造成可怕的破坏力。感受着那种惊天动地的气息，林雪月等人皆是暗自心惊，看向姬太常的目光愈发崇拜和狂热。数百个回合的激烈交锋之后，伴随着又一道震耳的巨响回荡，林兴昌整个人都被打得横飞出去，半边身体都被劈开，浑身都是伤痕，模样凄惨无比，遭受重创。是林兴昌没有半点犹豫，直接舍弃肉身，元婴化作一道流星般，刹那间破空而去，试图逃遁。这就是元婴期强者的优势所在，哪怕肉身毁灭，只要元婴还在，就能重塑肉身，重新崛起。想跑？姬太常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至尊剑骨发动，整个人都化作一道凌厉无边的剑气，速度竟是比林兴昌更快几分。不，快跑啊！眼看着林兴昌都被打得惨败，傅红镇更是面色煞白，无比惊恐，立刻转身就跑。他甚至都没有带上无涯宗的人，而是选择独自逃跑。但他的速度终究不够快，只听得一道细微的破空之音响起，金羽飞剑宛若一道闪电横空，瞬息而至，
直接刺穿了傅红镇的丹田，将他连人带元婴都钉在地面上，动弹不得。另一边，姬太常眨眼间就追上了林兴昌，抬手就掏出火云丹鼎，哐当一下就把林兴昌的元婴收了进去。不，放我出去！我是林家太上长老，你若是敢杀我，林家不会放过你的。我林家有元婴期8重修为的老祖，有种种抵御手段，我林家还是皇亲国戚。林兴昌又惊又怒，发出阵阵怒喝，试图搬出林家来威慑姬太常。眼看着姬太常根本不鸟他，林兴昌愈发恐慌，连忙开口求饶：姬道友，我知道错了，饶我一命吧，我不该对你们出手，我只是奉家族命令行事而已。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一马吧，只要不杀我，我愿意臣服于道友，为奴为仆。道友你说句话呀！姬太常根本不理会林兴昌的求饶，而是一手托着火云丹鼎，迅速来到傅红镇面前。道友饶！傅红镇的话还未说完，姬太常便一巴掌拍碎了他的肉身，一把抓住他的元婴，丢进火云丹鼎里。轰！姬太常手捏印诀，金羽飞剑瞬间化作数千道金光，朝着四面八方蔓延。原本已经四下逃窜的无涯宗修士，全都被一道道金光刺穿身躯，当场爆碎，形神俱灭。不等林雪月等人说话，姬太常身形一闪，就冲进青云宗里，回到自己的住所。林雪月和秦若琳等人面面相觑，也连忙跟了过去，守在姬太常住所旁边。同时，林雪月也下令封锁秦若琳是13公主的消息。只见姬太常从储物戒指里取出10几种灵药，全部丢进火云丹鼎里。原本只是巴掌大的火云丹鼎，迎风暴涨，化作一尊1丈高的3足青铜鼎，屹立在地面上。姬太常运转烈火诀，释放出一缕又一缕熊熊烈火，同时施展火云丹经，以玄妙复杂的手法开始熬炼大药。火云丹王乃是丹王之中的佼佼者，丹道造诣登峰造极，甚至触摸到了6品炼丹师的门槛。所以当年火云丹王才会离开大武王朝，云游天下，寻找突破的契机。继承了火云丹王所有丹道感悟的姬太常，手法异常老练而精妙，很快就把林兴昌和傅红镇的元婴彻底炼化，辅以10几种药材，直接炼制成3枚血丹。搞定！姬太常拍了拍手，看着火云丹鼎里3枚纹路妖异的血色丹药，脸上露出笑容。他收起火云丹鼎，将3枚血丹拿在手里，走出房间。不等林雪月和杨瑶、秦若琳开口，姬太常直接把3枚血丹塞到他们手里，吃下去。好！林雪月3女没有半点犹豫，直接吞下丹药，对姬太常十分信任。林雪月3女很快就睁大了眼睛，只觉得好似吞下一座火山似的，血丹瞬间化作一股股精纯磅礴的灵力，迅速推动他们修为暴涨。姬太常指尖灵力萦绕，施展出一则手法，迅速点在3女身上的经脉窍穴之上，帮助他们化解药力，能够更快吸收。随着3女不断吸收药力，他们的修为也随之暴涨。提升幅度最大的是林雪月和杨瑶，他们原本都只是金丹期1重修为，炼化血丹之后，修为都提升到了金丹期5重，不可谓不惊人。秦若琳原本就有金丹期3重修为，炼化血丹后也顺利突破金丹期7重，进展神速，这至少省了数10年时间苦修。我们的修为居然提升这么大！林雪月3女睁大了眼睛，皆是心头巨震，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杨瑶更是瞬间猜到了真相，姬前辈，难道这3枚血丹是那2位元婴期强者的元婴炼制而成？不错，姬太常点了点头，并没有隐瞒。此言一出，3女皆是心中一震。林雪月和秦若琳还好，毕竟不是炼丹师，认为姬太常元婴期修为能够做到这一步倒也正常。唯有杨瑶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她身为3品炼丹师里的佼佼者，清楚的知道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把2个元婴炼制成无瑕丹药，药效转化惊人，且几乎没有副作用，其难度有多么恐怖。这绝对是丹王级别的炼丹水平才有可能做到这一步，而且还得是丹王之中的佼佼者。难道说，杨瑶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个大胆的猜测，为兰州王出手治病的神秘药老，分明就是姬太常。你们在这里不要走动，我去救回。姬太常捏了捏林雪月的脸蛋，脚踏飞剑，迅速冲天而起。他全力爆发出至尊剑骨的力量，催动青渊剑，速度快到不可思议，很快就来到了兰州王府。姬道友，兰州王都被惊动了，看到姬太常出现，他脸上顿时露出热情的笑容。深夜来访，是有一事想拜托王爷帮忙。姬太常直入主题，将此前发生的事情以及他接下来的打算都告诉了兰州王。不是，你等会儿。兰州王眼睛瞪得滚圆，已是说你把元婴期6重修为的林兴昌杀掉了，现在准备去灭掉无涯宗和林家。饶是兰州王见多识广，心态无比沉稳，此刻也被惊得脑瓜子嗡嗡作响。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在他看来，姬傲天不过是刚突破元婴期1重没多久罢了，无论怎么说都不可能越接杀掉元婴期6重的林兴昌，这实在太过不可思议。没错，姬太常点了点头，语气肯定。兰州王见状，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个名字：风灵月影宗。是了，姬傲天不可能单打独斗，必定是有风灵月影宗强者出手将林兴昌击杀。风灵月影宗不仅有杨顶天这样的妖孽天才，还有药尘这等疑似丹王的强者，有人能击杀林兴昌也很正常。一念至此，兰州王顿时为之恍然，
对于风铃月影宗也多了几分敬畏。姬道友放心，本王一定会看好青云宗的，道友安心去吧。兰州王拍着胸膛做出保证，而后便直奔青云宗。有兰州王坐镇，姬太常再无后顾之忧，便脚踏剑气前往乌崖宗。乌崖宗，这是兰州一方霸主，领地十分辽阔，9座巍峨大山环绕，暗合天地大势，有强大的阵法笼罩。领地之中阁楼宫却遍地都是，足足生活着数万修士，势力十分庞大。姬太常故技重施，变身成林新昌的模样，大摇大摆地飞向乌崖宗，拜见林前辈。乌崖宗守门弟子看到姬太常之后，全都心头一跳，毕恭毕敬地把他请了进去。林前辈，您怎么自己回来了？老祖他们呢？有乌崖宗长老第一时间赶到，看到林新昌独自归来，眼中满是困惑的神色。姬太常不语，只是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微笑。轰！他一指点出，一枚山河印冲天而起，上面铭刻的山川河流纹路发光，竟是真实显化出来，散发出浩瀚磅礴的气势，轰然压下。这一幕十分惊人，山河印的力量几乎笼罩了整个乌崖宗，庞大无边，仿佛整片苍穹压下，那种景象像是末日降临。不，林前辈，您为何要对我乌崖宗出手？我们哪里得罪您了？快出手啊！前辈饶命！前辈，我们乌崖宗祖上曾和林家先祖在边境战场并肩作战过，多少也有些渊源，何至于此啊？只要前辈放过我们乌崖宗，我们愿意为您做任何事情。不要！乌崖宗众多修士目眦尽裂，忍不住发出惊恐的大叫，惊骇万分。可无论他们怎么哭喊求饶，姬太常都无动于衷，神色平静冷漠。乌崖宗勾结林家，试图覆灭青云宗，姬太常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轰！伴随着一道惊天动地的巨响回荡，山河印威能全面爆发，轰然落下，成片的建筑瞬间灰飞烟灭，大山崩塌粉碎，河流蒸发，苍茫大地都被砸出密密麻麻的大裂痕，一切都不复存在。原本辉煌强盛的一方宗门，顷刻间化作一片废墟。不！大地深处，乌崖宗地下灵脉里传出一道悲愤至极的咆哮。只见灵脉之中有一口黑金古棺沉浮，上面铭刻着密密麻麻的阵纹和符号，形成一座神秘阵法，能够吸收灵脉之力，强行维持关中人的生机。山河印一击之下，整个乌崖宗都化作废墟，巨大的裂缝蔓延到灵脉之中，惊醒了关中人。黑金古棺的棺盖轰然炸飞，一个身躯佝偻干瘦的老妪从中飞出。他看着已经被灭门，彻底化作废墟的乌崖宗，顿时目眦尽裂，流下2行血泪。乌崖宗，我的乌崖宗！元儿，小伯，不啊呀！你敢灭我乌崖宗满门，我要宰了你！老妪发出歇斯底里的哀嚎，眼睛通红，一身气息剧烈抖动，彻底疯狂。只见他爆发出元婴期4重的强大修为，全身力量毫无保留倾注到一座古塔里，爆发出万丈光辉，朝着姬太常狠狠撞去。姬太常神色淡漠，一指点出，山河印巍峨如山，携着雷霆万钧之势，与那座古塔轰然碰撞，发出一道沉闷的巨响，宛若千百道雷电同时炸开。结果就是山河印直接把古塔撞飞出去，出现好几道裂痕，光芒暗淡。那座古塔不过是极品法器而已，本就不如山河印强大，更何况老妪气血衰败，实力早已经不复巅峰，更不可能是姬太常的对手。我要宰了你，宰了你！老妪七窍流血，依旧发出凶狠的大叫，不顾一切朝着姬太常杀来。噗！姬太常随手拔出青渊剑，只是轻轻一抖，一道雪亮的剑气一闪而逝，老妪的身躯应声炸开，元婴则是被姬太常一把抓住，丢进火云丹鼎里。姬太常花了1炷香的时间，现场催动火云丹鼎，将其元婴祭炼成3枚血丹。而后姬太常把乌崖宗宝库清理了一下，收起还能用的资源，这才转身离开。他发动至尊剑骨的力量，全力催动青渊剑，爆发出不可思议的急速，朝着中州前进。很快，姬太常横跨了苍茫无际的距离，抵达了中州。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杀入林家，而是前往药王谷。途中，姬太常心念一动，运转归西诀，催动法器，使得自身容貌和气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身穿一袭白袍，容貌无比俊秀，看起来就像是17、18岁的少年一般。药王谷位于中州一处偏僻的荒野之中，四周群山万壑环绕，云雾漂浮，人烟稀少。当药王谷守门弟子看到姬太常的时候，皆是身躯一震，又惊又喜。恭迎药老前辈莅临药王谷，老祖已经恭候多时，前辈请随我们来。守门弟子十分热情，把姬太常迎了进去。显然是李老神医早有叮嘱。药王谷是一个传承十分古老久远的宗门，据说经历了数个王朝的变迁，始终屹立不倒。其宗门领地并不算太大，也没有乌崖宗那般辉煌繁多的阁楼宫阙，反倒大多都是建立在山间林里的木屋，淡淡的云雾缭绕，显得十分朴素而自然。药王谷的人数也不算多，姬太常神识扩散，也只感应到了数千位修士而已。在守门弟子的带领下，姬太常来到了药王谷深处的一座秀丽山峰。此地灵气浓郁，空气清新，山间林里随处可见长满了灵药，钟灵毓秀。山上有一座墓院，一位发须皆白、仙风道骨的老者正在指点一位少年炼丹，正是李老神医和林凡。一旁还有一位衣着朴素、身姿妙曼的美妇人，静静地看着林凡炼丹，
脸上满是慈爱的神色。李老神医忽然神色一动，强大的神识感应到了姬太长的到来，他顿时面露狂喜的神色，立刻冲出院子迎接。哈哈，老夫日思夜想，可算是盼到道友来访了，快请进。李老神医搓了搓手，脸上满是笑容，乐呵呵地把姬太长请进院子里。他是何人？林凡和南宫清雅不由得看向姬太长，眼中带着惊奇和疑惑的神色。据他们所知，李老神医已经是大武王朝里身份最高的炼丹师之一，且辈分极高，即便是少阳子这样的顶尖炼丹师见了也得称呼一声前辈。究竟是何等身份的强者，才能让李老神医这般恭敬热情的接待？小凡，南宫姑娘，快过来跟药尘药老前辈问好。这位可是顶尖炼丹师，医道大能，连为师都自愧不如。药尘道友，这位是我新收的弟子林凡，不但拥有地心火莲傍身，而且丹道天赋惊人。李老神医笑呵呵地为双方相互介绍。林凡闻言，连忙恭敬地对姬太长行礼：“小子林凡，见过药老前辈。”南宫清雅也面色郑重，朝着姬太长盈盈一拜。姬太长微微颔首，目光看向李老神医，直截了当地说道：“若是你能集齐这些药材，我可以出手为你治病。”他取出一张药材清单，递给李老神医，其中包括了为李老神医和南宫清雅治病所需的药材。李老神医接过来一看，顿时眼睛都瞪大了几分，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清单上列出的药材大多都十分珍贵罕见，包括了10多种4品灵药。若只是如此也就罢了，以药王谷的底蕴和人脉关系，咬牙还是能拿出来的。但清单上还有2种5品宝药，4品灵药对应元婴期，5品宝药对应的是化神器。李老神医手抖了一下，不由得苦笑一声：“道友，这玄冰龙显果和星辰砂都是5阶宝药，别说药王谷了，放眼整个大武王朝都找不到啊。”姬太长耸了耸肩：“你的伤病自己清楚，没有5阶宝药不可能治得好。你要是能拿得出这些宝药，我就给你治病；若是拿不出，我也不会强人所难。”此言一出，李老神医顿时面露难色。若是有机会治愈体内伤势，自然是极好的，没有人不惜命。尤其是李老神医这等顶尖炼丹师，在大武王朝里地位崇高，能够享受各种追捧和超然待遇，更是不想死。李老神医苦笑道：“道友，那2件5品宝药能不能商量一下，换成别的报酬？此事实在是为难，没得商量。”姬太长语气坚定：“玄冰龙显果是给李老神医治病用的，星辰砂是给南宫清雅治病用的。虽然条件是有些难，但这也是姬太长的底线。”思索片刻之后，李老神医苦笑道：“还请道友容我和药王谷其他人商量商量。此事太过重大，需要倾尽整个药王谷之力，我自己也做不了主。虽然他是药王谷辈混合丹道造诣最高的老总，但姬太长所需的宝药太多了，肯定需要得到药王谷其他高层强者的支持，否则单靠李老神医也没有用。去吧。”姬太长微微颔首。待李老神医走后，姬太长目光落在南宫清雅身上：“我受姬傲天道有所托，为你炼制了一些培元固本的丹药，能够增强你的体魄，弥补这些年的经脉损伤。”姬太长抬手，一个玉瓶漂浮到南宫清雅面前。南宫清雅闻言，顿时心中微微一震：姬傲天，他竟是为了我，请东药老前辈出手炼丹，连李老神医都对药老毕恭毕敬，可想而知，姬傲天肯定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竟是对我这么好。南宫清雅在林家备受排挤和欺压10几年了，突然之间，一个陌生人却对自己如此上心，这让南宫清雅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有些感动。南宫清雅好感度提升5点，可获得紫云剑尊10%修为能力，请选择。南宫清雅好感度3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多谢药老前辈，多谢姬傲天前辈关心，妾身不胜感激。南宫清雅接过玉瓶，郑重地朝着姬太长行礼。一旁的林凡闻言，却是眼睛睁大几分，脸色隐隐有些发黑。姬傲天那个混蛋，不仅霸占了月姐姐，现在居然又盯上了自己娘亲。林凡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一个场景：南宫清雅羞答答的依偎在姬傲天怀里，然后让林凡喊姬傲天为爹地。一念至此，林凡下意识打了个哆嗦。不行，我绝不能让那种事情发生。林凡心中暗自下定决心。姬太长倒是不知道林凡在想些什么，他转身便离开了这个小院子，开始在药王谷里闲逛，看看能不能遇到什么大客户。林凡看到姬太长离开，他立刻沉声说道：“娘亲，姬傲天无缘无故对你示好，事出反常必有妖，肯定是有所图谋。娘亲你一定要小心姬傲天，我看这家伙就不像什么好人。”住口！林凡的话还未说完，南宫清雅便面色一变，厉喝道：“我不许你这么说你姬叔叔，我要你向他道歉。”林凡梗着脖子说道：“我说的有错吗？你们才见过1次面，他就主动给你看病，给你送丹药，不是有所图谋是什么？”住口！南宫清雅脸色相当难看，语气愈发严厉：“姬前辈不仅救了我们1次，还给娘亲看病送药，你就是这样对他的？人家是元婴期大能强者，医道造诣惊人，又是兰州王府贵客，身份地位比起李老神医都不差，他能图谋我们什么？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你怎么能有这种白眼狼的心态？”南宫清雅那前所未有的严厉姿态令林凡心头巨震，涌起一股酸楚的感觉。从小到大，南宫清雅
都是对他百般宠爱和呵护，哪怕林家所有人都欺负他、看不起他，南宫清雅都会温和地鼓励他，从未骂过他一次。可今天南宫清雅居然因为他说了姬傲天的坏话，竟如此斥责他。娘亲，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呵斥我！林凡终究年少，此刻气得浑身发抖，也是怒火涌上心头。你还敢犟嘴！南宫清雅气得不行，看来是我平时太惯着你了。今天你不给姬前辈道歉，休怪我不客气。姬傲天，姬傲天，你满嘴都是姬傲天，难道他一个外人比我还重要吗？林凡气得眼睛发红，狠狠地瞪了南宫清雅一眼，直接转身冲出了院子，负气离开。南宫清雅没有修为在身，想追也追不上，只能气得直叹气。林凡的戒指里，云七瑶轻叹一声：“小凡，此事是你做的不对，你娘亲并没有说错什么。”闭嘴！林凡此时正在气头上，哪里听得进去？他满心烦躁地说道：“别在我面前提起姬傲天的名字，抢了我的月姐姐，还想打我娘亲的主意。等我今后修为提升上去了，定要亲手干掉他。”林凡恶狠狠地低吼道：“恶向胆边生！”云七瑶闻言，眉头愈发紧皱。他发现林凡的性格有些偏激和自私了，这让云七瑶心中对于林凡产生了些许失望。相比之下，反倒是那姬傲天更为坦荡直接，能为了心上人不惜与整个林家为敌，且愿意投资与林雪月有关的人。拜见药老前辈！药老前辈！姬太常在药王谷里闲庭信步般随意闲逛，沿途遇到的药王谷弟子都纷纷朝着他恭敬行礼问候，这显然是得到了李老神医的授意。只可惜姬太常把药王谷逛了一遍，也没有遇到有元婴期强者上门求药的情况。不过想来也是，大武王朝里的元婴期强者不算太多，受伤了来药王谷求医的情况自然不会每天都发生。姬太常索性暂时离开药王谷，来到一处偏僻无人之地。童子，领取紫云剑尊修为。姬太常心中默念道：“定！”恭喜宿主获得紫云剑尊10%修为。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熟悉的感觉传来，一股磅礴的力量凭空出现在姬太常丹田之中，被他的元婴和至尊剑骨各自吸收一半，推动他修为上涨。姬太常脑海之中也多出一部分紫云剑诀的感悟，使得他对于这部化神七功法的造诣愈发深入。但这一次，姬太常的修为只是勉强刚够突破到元婴期4重，修为越高，每突破1重小境界所需的力量就越庞大，更何况还有一半的紫云剑尊修为都被至尊剑骨吸收了。元婴期4重加上暴血和火云丹顶，差不多可以杀穿林家了。但是想强闯大武书院，强杀林胭脂，恐怕还有一点难度。姬太常摸了摸下巴，陷入沉思。他倒是不怕大武书院的院长破月王，只是担心大武书院里会有大武王朝皇室留下的一些抵御手段。大武书院毕竟是王兜里的重地，不得不防，还是得想办法把南宫清雅的好感度再提升一点。可惜罗红衣不知道躲哪里去了，不然把他的好感度提升上去也不错。姬太常暗叹一声，开始返回药王谷。就在姬太常在药王谷里闲逛，等待李老神医做决定的时候，一道浑身都笼罩在黑色玄甲下身影忽然间出现在药王谷山门前，一股若有若无的元婴气威压散发，令守门弟子止不住颤栗，感受到莫大的压力。那是一个女子，黑发如瀑，身材十分高挑，甲胄都遮掩不住的波涛汹涌，黑甲之下只露出一双琥珀色的眼睛。只不过她的情况不容乐观，身上黑甲满是裂痕与鲜血，伤势十分惊人。带我去见你们药王谷最顶尖的炼丹师。一道清脆而冰冷的声音从黑甲之中传出：“前辈，请随我们来。”守门弟子面色恭敬而紧张，一边带着黑甲女子进入药王谷，一边取出传讯法器，将此事上报给药王谷一众高层强者。很快，李老神医和不少药王谷长老都被惊动了，亲自将黑甲女子迎接到贵宾室里。但黑甲女子看了李老神医等人一眼，却是眉头一皱，语气有些不悦：“你们偌大的药王谷，还号称是玄狐天宗分支，居然连个五品炼丹师都没有。”此言一出，李老神医等人脸上的笑容都有些僵住了。李老神医脸上笑容收起，淡淡的说道：“我药王谷虽无丹王，但道友也只是元婴期而已，并非化神期强者，何须丹王出手？是吗？”黑甲女子瞥了李老神医一眼：“那你们就试试看吧。”李老神医到底是成名多年的老牌丹道大师，冷哼一声，双眸微微发光，同时探出一缕灵力，开始仔细检查黑甲女子的伤势。但下一刻，李老神医眼睛瞪大了几分，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面色十分凝重，沉声说道：“道友身上的伤是化神期强者所留，而且对方地功法十分阴毒狠辣，有一种特殊的魔气残留。”此言一出，其余药王谷修士皆是大吃一惊，一位元婴期修士竟是被化神期强者所伤，而且还没死，这简直就是个奇迹。说点我不知道的。黑甲女子盯着李老神医：“你们药王谷能不能治？”这李老神医轻咳一声，目光看向其余几位药王谷的丹道大师。几位丹道大师接连上前查看黑甲女子的伤势，但脸色一个比一个凝重，全都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很显然，他们全都束手无策。黑甲女子见状，顿时露出失望的神色：“看来你们所谓的药王谷也不过如此。”此言一出，李老神医等人顿时脸色发黑，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道友稍等，有一人或许可以为道友疗伤，我这就去请他过来。”李老神医瞬间想到了姬太常，立刻风风火火地冲出去找他。
当姬太常听完李老神医的描述之后，顿时有些惊讶，被化神期强者所伤。大武王朝有化神期强者吗？李老神医摇了摇头，别说大武王朝了，附近几个王朝都没有这个级别的强者，该女子应该是来自其他地方。姬太常一听就来了兴趣，你跟我说说大武王朝之外的世界吧，展开说说。李老神医闻言却是有些惊愕，在他看来，药尘极有可能是一尊丹王，来历神秘非凡，怎么会连大武王朝之外的世界都一无所知？姬太常看出了他的困惑，随口解释道，我来自一个隐世宗门，此前一直潜心修行丹道，对外界的事情并无兴趣，因而一概不知。李老神医看他十分年轻，且丹道造诣惊人，心中便信了几分。他拿出一张地图递给姬太常，解释道，我们所在的修仙界名为青灵界，共有5大域，每个大域之间都有无尽海洋相隔，分别是中土大域、东荒域、南洋域、西陵域、北漠域。大武王朝就在东荒域里。李老神医指了指地图的一个角落，大武王朝位于东荒域左下角，下面是无尽海洋，上面是千万大山环绕，此地被统称为百朝之地，意为有上百个王朝共存，但实际上远没有这么多，大概只有20-30个王朝，大武王朝就是其中之一。离开百朝之地，越过千万大山，则是东荒域更为广阔的世界，那里有各种强大的宗门灵力，还有5大圣地主宰天下风云，为东荒域最强。至于其他4域的情况，就不是我能够了解的了。李老神医为姬太常大致介绍了一下东荒域的情况，这番话里蕴含的信息量不少，让姬太常眼睛都睁大了几分，大为惊奇。他本以为大武王朝已经足够辽阔了，没想到只是东荒域里的一个小角落。东荒域之外还有其余4个庞大的陆地，据传闻中土大域最为辽阔，面积是东荒域的10倍不止。我本以为元婴期已经能够横行一方了，没想到还是在新手村里。姬太常心中啧啧称奇，拿起地图仔细观察了起来。这张地图有些年份了，而且关于千万大山之外的地形和宗门势力少有记载，唯有5大圣地名晃晃标注出来。传闻那是东荒域最古老最强大的地方，甚至有传说中的渡劫期强者坐镇。根据李老神医所说，百朝之地里的王朝大部分都是没有化神期强者的，黑甲女子要么来自少数几个最为强大的王朝，要么来自千万大山之外。行吧，我就给你老李一个面子，过去看看吧。姬太常随手收起地图，朝着贵宾室走去。李老神医见状，顿时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有药老出手，这把稳了。姬太常很快就看到了黑甲女子，顿时眉头一挑，暗自心惊，好大。姬太常的目光落在黑甲女子身前，那2块护心甲格外圆润，如同大碗倒扣，分量惊人。好看吗？黑甲女子清冷的声音响起。好看。姬太常下意识点了点头，我爱说实话，再看把你眼睛挖了。黑甲女子声音骤然转冷，带着一股寒意。姑娘别这么大火气，对伤势不好。姬太常摇了摇头，丝毫不惧黑甲女子身上那股迫人的气息和压力，伸出手指搭在她后背伤口上，探出一缕灵力，开始检查她的伤情。咦？姬太常忽然眉头一挑，有些意外的多看了黑甲女子一眼。姑娘受的伤不一般啊，莫不是与黑疾？少废话，你就说能不能治吧。姬太常的话还未说完就被打断了。黑疾2字一出，他的眼神明显变了一下，显然是不想让姬太常继续说出相关的事情。若是换做他人，即便是丹王来了也未必有办法。姬太常轻笑一声，你运气不错，刚好遇到了我。黑甲女子不但伤势极重，伤口里还有一种特殊的魔气，如同复古之居，持续不断侵蚀她的5脏6腑，那是李老神医等人都闻所未闻的力量。但刚好火云丹王的丹道感悟里就有与之相关的信息，火云丹王以前也曾救治过类似的病人。此言一出，黑甲女子眉头一挑，眼中带着一丝喜色和怀疑，你不过是元婴期修为，也敢夸下海口？难不成你还是5品炼丹师不成？试试不就知道了。姬太常轻笑一声，不至与否，没有正面回答。他挥了挥手，李老神医等人见状，十分识趣的转身离开，还把贵宾室的门关上了。谢甲。姬太常一开口，黑甲女子就身躯僵了一下，她深吸一口气，身上灵力涌动，最外层的黑色玄甲发光，从她身上脱离，不断缩小，被她收入储物戒指里。但她身上还穿着一层黑色软甲，将其完美无瑕的妙曼娇躯展露出来，那夸张的曲线弧度足以令人血脉奋张。姬太常却是眉头皱起，我让你卸甲，再卸，再卸。姬太常这番不客气的语气，令黑甲女子没好气地瞪了姬太常一眼，最终还是卸下身上这层软甲。那丰腴的身姿令姬太常眼睛一亮，对于美人看一眼是尊重，一直看就是一直尊重。黑甲女子身材十分高挑，哪怕已经卸甲了，也依然比姬太常还高出半个脑袋，曲线妙曼，带着一种成熟动人的韵味，宛若熟透了的水蜜桃一样。她满头金发如同瀑布般垂落，肌肤好似白雪一般透亮，带着一股独特的幽香。她虽然脸上还带着面甲，但不难想象，有这般傲人的身材，其容貌必定也是倾国倾城，不会差到哪里去。绝世大车。但最让姬太常感到惊奇的是，黑甲女子只穿了一件贴身睡衣，通体金黄璀璨，
上面绣着云纹和火凤，张扬而霸气。这竟然是一件凤袍，难道她是某个王朝的皇后或者太后？姬太常脑海中不由得闪过一个念头。看够了没？黑甲女子磨了磨牙齿，眼神有些不善。定，兰花引好感度降低5点，兰花引好感度5，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还是个夫人。系统提示音令姬太常再次眼前一亮，在黑甲女子杀人般的目光中，姬太常轻咳一声，收回目光，抬手就取出一盒特制的金针。削！姬太常体内灵力流转，接连弹指，一根根金针瞬间刺入黑甲女子伤口附近，并且她双手结印，指尖灵力萦绕，施展出一则精妙的手法，接连点在黑甲女子的经脉窍穴之上。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这种手法，你是火云丹王的传人？黑甲女子忽然瞳孔一缩，有些吃惊。不是说火云丹王并未在大武王朝留下传承吗？不该问的别问。姬太常一点没跟他客气，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继续全神贯注的出手。随着姬太常不断施展手法，一枚枚金针剧烈震动，一缕缕玄妙的力量在黑甲女子体内游走，竟是消融了一部分魔气，遏制了其扩散，并且这些金针暗合某种天地玄机，隐隐形成一座阵法静止的模样，将剩下的魔气全部封印起来，使得黑甲女子浑身轻松，仿佛卸下了一座大山。张嘴！姬太常瞥了黑甲女子一眼，黑甲女子娇躯微微一僵，但还是催动面颊，伴随着金属部件收缩，露出一张红润晶莹的嘴唇，朝着姬太常微微张开。黑甲女子的嘴巴很快就被塞满了丹药，她发出一声呜咽，但还是艰难地把那几颗丹药全部吞了下去。随着药力不断化开，姬太常继续出手，指尖有绿色灵力萦绕，在黑甲女子身上关键穴位轻点揉捻，帮助她快速吸收药力，化解魔气。虽然隔着一件凤袍，但凤袍十分柔软轻薄，薄若无物，手感非常好。姬太常没有察觉的是，黑甲女子面颊下的绝美面容，此刻已经浮现出一缕红霞，娇躯绷紧。在姬太常全力出手救治之下，仅仅是半个时辰的功夫，黑甲女子的伤势就恢复了大半，体内魔气全部被清空。搞定！姬太常呼出一口浊气，满意的拍了拍手。黑甲女子伤口里的魔气是化神期强者所留，姬太常为了给她疗伤，也是消耗了巨大的力量和心神。铿锵！黑甲女子抬起手，迅速穿上软甲和黑色玄甲，以遮掩其有些发软的娇躯。你的手法很不错，说吧，需要什么报酬？黑甲女子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而冰冷。姬太常想了想，问道：你有玄冰龙显果和星辰砂吗？没有。黑甲女子摇了摇头，五品宝药十分罕见珍贵，只有极少数洞天福地能够孕育出来。不过我掌握了一些关于星辰砂的线索，但也不确定能不能拿得到。这样啊。姬太常摸了摸下巴，思考了一下，那你帮我找星辰砂，然后替我出手3次，如何？在给黑甲女子疗伤的过程中，姬太常发现她一身修为十分浑厚磅礴，赫然是元婴期9重巅峰，这个级别的强者，放眼整个大武王朝，恐怕都找不出几个，不利用一下就可惜了。黑甲女子稍加思索，可以，我会尽力帮你找星辰砂，但不能保证一定能拿到。成交！姬太常立刻说道。接下来，我需要你帮我出手1次。杀谁？黑甲女子五指转动，一股冰冷可怖的杀气若隐若现。不急，你先跟我一起行动吧。姬太常摆了摆手，转身推开了贵宾室大门。道友，情况如何？李老神医等人在门外等候，不由得搓了搓手，脸上带着好奇和期待的神色。治好了。姬太常点了点头。你们呢？商量的怎么样了？此言一出，李老神医等人顿时为之动容。黑甲女子那可是被化神期强者所伤，而且那种魔气十分特殊与可怖，他们这些丹道大师都闻所未闻，束手无策。没想到姬太常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治好了。丹王，这绝对是一尊丹王。李老神医神色兴奋，立刻对药王谷其他丹道大师传音说道：你们还在犹豫什么？这可是一尊如此年轻的丹王啊！此人丹道之资不在火云丹王之下，将来甚至有可能成为6品炼丹师，这是我药王谷的机缘，绝不能错过这次结交他的机会。对于姬太常提出的条件，这些丹道大师原本是反对的。且不说那2份5品宝药，单是10几种4品灵药，对于药王谷来说就是大出血了。李老神医和他们商量了许久，最终也没几个人支持他。但此刻亲眼见证姬太常不可思议的医道水平，几位丹道大师意识到姬太常绝对不简单，必定是一尊丹王，而且还有很高的成长空间。若是如此，我们药王谷吃些亏，和他结交一份友谊，似乎也不错。几位丹道大师对视了一眼，悄然传音商量。片刻之后，几位丹道大师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同意了姬太常的条件。好！李老神医大喜过望，立刻拉起姬太常的手。我们药王谷同意了你的条件，除了那2件5品宝药，其他的药材我药王谷都能拿得出来，还请道友宽限一些时间，我们定会全力收集那2件5品宝药。姬太常点了点头，那2件5品宝药是给你治病用的，等你们什么时候收集到了，我再出手给你治病，到时候可以去青云宗联系我。说罢，姬太常带着黑甲女子离开了药王谷，直奔王都的大武书院。
这是姬太常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大武书院是大武王朝皇室设立的最高学府，不但有破越王坐镇，距离皇宫也不远，必要时甚至能动用皇室的抵御手段来支援。这可比林家祖地难攻打太多了。一旦姬太常先攻打林家祖地，必定会造成巨大的动静，让大武书院有了警觉和防备。到时候姬太常再想去大武书院杀林嫣芷就很难了。即便有黑甲女子相助，也不一定能成功。所以姬太常必须要先趁着大武书院缺乏防备的时候，先进入大武书院把林嫣芷杀了，再回头攻打林家祖地，送他们举足飞升。可是该怎么潜入大武书院并找到林嫣芷呢？姬太常摸了摸下巴，陷入沉思。大武书院的护宗大阵不会时刻开启，潜入里面倒是不难，问题是不知道林嫣芷躲在哪里。思来想去，姬太常的目光看向一旁的黑甲女子，这娘们倒是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气质冷冰冰的，甚至姬太常都怀疑她是不是来自一个杀手组织。或许她有办法也说不定。姬太常问道：有，我想杀的人藏在大武书院里，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你有办法找到他吗？很简单，黑甲女子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个形似罗盘的法器，只要你找到他的族人鲜血和一些他相关的物品，我可以施展出血影之术追踪他的位置。姬太常眼睛一亮，他当即带着黑甲女子调转方向，前往林家祖地。虽然经过上次姬太常袭击林家祖地之后，这个地方守卫变得十分森严，但林家毕竟是传承万年的古老家族，枝繁叶茂，族人太多了，每天依旧有不少族人进进出出。姬太常蹲在林家祖地附近，很快就蹲到了一个落单的林家子弟，一把抓住，顷刻强行搜魂，读取了他的记忆。姬太常将他一巴掌拍成血雾，给黑甲女子施展血影之术。姬太常则是幻化成对方的模样，大摇大摆进入林家祖地里。通过姬太常强大的神识感知，很快就找到了林嫣芷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潜进去找到一些林嫣芷曾经用过的物品，一切准备就绪。黑甲女子手捏印诀，口诵咒语，罗盘里的血光交织，一枚指针快速转动，最终锁定了大武书院的方向。出发！林嫣芷，我他妈来了！姬太常嘴角一歪，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以两人的强大修为，加上大武书院的护宗大阵并非全面开启，两人很快就潜入大武书院内部。为了不引起太大的麻烦，姬太常和黑甲女子不约而同地换了套衣服，改变自身容貌和气质，与原先的模样截然不同。两人宛若幽灵般前行，来到大武书院深处。前方是一座暗红色的宏伟古殿，周围地面上铭刻着密密麻麻的阵纹，半空中符文交织，形成了一道强大的阵法结界。罗盘的指针牢牢指向古殿。姬太常低声说道：待会儿我们出手的话，必定会引来大武王朝皇室强者，将会得罪整个皇室，你可得做好准备了。潜入大武书院重地，暗杀大武书院重点培养的第一天才，这完全就是公然打大武王朝皇室的脸。不难想象，皇室一定会为之震怒，开展疯狂的报复。黑甲女子微微颔首，神色淡然。反正他又不是大武王朝的人，这一票干完之后直接走人，大武王朝皇室又能奈他何？动手！随着姬太常一声令下，黑甲女子五指张开，一把红黑色古剑浮现，释放出滔天杀机，猛力一剑斩出。那种可怕的气息令姬太常都一阵心悸，感受到了不小的压迫感。这把剑是中品法宝。姬太常心中微微一惊，红黑色古剑威能爆发，让他感应到了与火云丹鼎相似的气机。这个级别的宝物太过罕见，一个王朝里都未必能找出一件。轰！刺目的剑光狠狠劈在前方阵法结界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苍茫大地都在剧烈颤抖。凌厉无边的剑芒撕裂了结界，磨灭成片的符文，硬生生将这座品阶不凡的阵法打破。一般的元婴期9重强者都很难做到这一步，但黑甲女子手里有中品法宝。当阵法结界被强行轰破的一瞬间，姬太常便如同鬼魅般冲到古殿门前，一脚踹开大门。只见古殿内部金碧辉煌，地面上铭刻着一座高阶巨灵阵，周围摆放着各种珍稀天材地宝，一缕缕精纯的灵气源源不断朝着阵法中心汇聚。一位紫衣女子盘坐在阵法中心，胸膛处有一根先天剑骨发光，源源不断吸收天地灵运，宛若一轮小太阳似的流转着神秘光辉。当古殿大门被踹开的时候，紫衣女子瞬间被惊醒，一下子警觉了起来。你是？噗！林嫣芷的话还未说出口，姬太常已经出现在她面前，一拳就把她的脑袋打得变形，鲜血和牙齿瞬间喷涌而出。就在她即将身亡的时候，脖子上的玉佩碎裂，瞬间包裹着她的身躯，冲天而起，试图逃离此地。咦，替死符，如此珍贵之物，看来此女在大武王朝身份地位不一般啊！只听得一道惊讶的声音响起，紧接着红黑色古剑骤然展出，迸发出一道凄厉的血色剑光，横扫而过。林嫣芷的身躯直接被劈落，当场断裂成2截。姬太常见状，这才松了一口气，还好有黑甲女子相助，否则他独自一人肯定杀不掉林嫣芷。这娘们身上的保命手段有点难缠。不要杀我！我父亲是林家家主，我师父是破越王，你们敢杀我，整个大武王朝将不会有你们的容身之地。求求你放了我吧，我什么都愿意做的。呜！林嫣芷身躯被腰斩成2截，
但生命力极其顽强，并没有死去。他被强烈的死亡危机感冲破理智，一边发出厉喝，一边嚎啕大哭，开口求饶。轰！与此同时，大武书院不同方向上有3道元婴期威压爆发，立刻朝着古殿的方向冲来。尤其是其中一道威压格外强大可怖，那种气息令人心惊胆战，给姬太常都带来了不小的压迫感。是破月王胆敢潜入我大武书院行凶，尔等好大的胆子！破月王身穿金色蟒袍，身躯魁梧高大，龙行虎步，迅速踏空而来，伴随着滚滚威压。师父救我！林嫣之眼中一下子燃起了希望，心中大定，他恶狠狠地盯着姬太常和黑甲女子，你们2个混账东西，胆敢伤我，有你们好果子吃！我师父和林家都不会放过你们！噗！林嫣之的话还未说完，便喷出一大口鲜血，眼睛瞪得滚圆。只见姬太常指掌间灵力流转，毫不客气地刺穿他的胸膛，对他掏心掏肺。姬太常一把抓住先天剑骨，猛地掏出，刹那间，一股炽盛而惊人的剑意冲天而起，令整个大武书院的宝剑都震颤不止。那种无形的威压令所有人都心头悸动。先天剑骨，原来如此！黑甲女子有些惊讶地看了姬太常一眼，心中隐隐猜出了他的打算。先天剑骨在姬太常手中剧烈挣扎颤抖，仿佛拥有生命一般，要脱手而出。但姬太常只是冷哼一声，引动一丝至尊剑骨的契机，先天剑骨瞬间僵住，一动不动，如同蝼蚁遇到了神龙。姬太常取出一个玉盒，直接把先天剑骨封存了起来。遭受重创的林嫣之身躯止不住颤抖，七窍流血，眼神逐渐暗淡下去，死不瞑目。不，胭脂！破月王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心爱的徒弟被当面击杀，被掏出先天剑骨，他顿时目眦尽裂，发出悲愤的大吼。他满头黑发乱舞，一双眼睛满是血丝，整个人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杀意。我要你们死！破月王一字一字的低吼，他大手张开，一杆金色战矛浮现，立刻朝着姬太常横击而去，杀气冲天，波动如海。姬太常轻笑一声，神色淡然，转身就跑。但此时大武书院的护宗大阵已经全面开启，密密麻麻的符文遮天蔽日，笼罩了整个书院，不仅将姬太常困在书院里，更有可怖的杀气绽放，轰向姬太常。还有2位大武书院的元婴期强者联手杀来。黑甲女子抬手一剑斩出，剑气森然，与破月王对拼了一击，2股强大的力量撞在一起，当即炸开，如同千百道雷霆咆哮，震动长空。结果却是破月王被一剑震退好几步，闷哼一声，面色有些发白。元婴期9重巅峰，中品法宝，你究竟是谁？破月王心中掀起莫大的波澜，死死盯着黑甲女子，脸色极其阴沉。这个级别的强者，偌大的大武王朝也就那么寥寥数位而已。争！没等黑甲女子说话，远处忽然爆发出一束青色剑气，冲天而起，气势磅礴，一下子把大武书院那2位元婴期强者劈飞出去，身上多了一道鲜血淋漓的剑痕。黑甲女子有些惊讶，不由得多看了姬太常一眼。她立刻将手中红黑色古剑猛力掷出，化作一道刺目的红光，朝着半空中的护宗大阵狠狠轰去。眼看着黑甲女子兵器离手，破月王立刻大喝一声，抡动手中金色战矛，气势如虹，像是烈日横空，朝着黑甲女子横击而去。黑甲女子冷哼一声，只手握拳，身上的黑色玄甲流转着神秘光辉，一拳砸向金色战矛，竟是再次把破月王轰得接连倒退，浑身气血翻涌，面色发白。显然黑甲女子的战力比破月王强太多了，2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与此同时，红黑色古剑劈在大武书院护宗大阵上，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可怖的剑气撕裂漫天符文，竟是硬生生劈出一个缺口。姬太常身形一闪，从缺口冲了出去。黑甲女子抬手召回宝剑，紧随其后。哪里走！破月王发出愤怒的大吼，一边朝着2人急速追去，一边给皇室发出紧急求援。姬太常和黑甲女子在大武书院里公然杀害了林嫣芷，若是让他们2人大摇大摆的离开，今后他破月王和大武书院的面子往哪里放？姬太常和黑甲女子的速度很快，但破月王也有元婴期8重修为，全速狂奔的情况下，也能死死追在后面，2人一时半会儿根本甩不开。不仅如此，皇宫的方向也有强大的气息复苏。找死！黑甲女子眼中闪过一丝不耐烦，蓦然间回身一剑刺出。破月王冷笑一声，怡然不惧，扬起金色战矛就刺了过去。他的战力虽然不及黑甲女子，但拖住对方一段时间还是能做。砰！破月王脸上的笑容僵住，只觉得手中战矛传来一股无法抵御的恐怖力量，仿佛有一座上古神山迎面撞击。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巨响回荡，破月王直接被黑甲女子一剑劈飞出去，喷出一大口鲜血，从半空中砸落到地面上，将苍茫大地都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宛若陨星坠地，掀起漫天尘土。走！黑甲女子一把抓住姬太常的手，施展出一则鬼魅的身法，速度骤然加快。强如姬太常，此刻都感觉到眼前一花，那种惊人的急速几乎要超出元婴期极限。去林家祖地！姬太常立刻开口道。黑甲女子不语，只是果断改变方向，朝着林家祖的冲去。与此同时，皇宫之中，一位身穿龙袍的魁梧男子踏空而来，
举手投足间都能与天地共鸣，散发出莫大的威严，正是景宣帝。武帝，贼人呢？景宣帝看到身受重伤的破越王，瞳孔微微一缩，有些惊讶。他很清楚破越王的实力有多强，敌人却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将破越王重创，可见实力有多么恐怖。皇兄恕罪，我跟丢了。破越王有些羞愧地低下了头，同时快速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一道出。2个神秘贼人潜入大武书院，击杀了凌烟芷，挖走他的先天剑骨之后立刻撤退，其中有一位元婴期9重巅峰强者，手里还有中品法宝。景宣帝听完之后，眉头愈发紧皱，脑海中瞬间联想到不久前林家祖弟和凌烟芷遭遇敌人刺杀的事情。景宣帝瞬间面色大变，不好，林家祖弟有危险，拜见太上长老。林家祖弟，一位发须皆白的老者踏空而来，手里把玩着一块山河印，元婴期微压和下品法宝的气息若隐若现，令守门弟子心中一凛，面露恭敬的神色，毕恭毕敬的行礼问候。姬太常没有理会他们，大步走进林家祖弟。守门弟子没有注意到的是，一道幽灵般的身影也悄然潜入。新昌，情况如何？姬太常刚进入祖弟没多久，一位身躯魁梧的老者便出现在他面前，直勾勾地盯着他。对方赫然是林家老祖，不妙！姬太常的脸色十分凝重。青云宗背后有风灵月影宗相助，那个宗门十分神秘强大，甚至出动了元婴期9重强者出面阻拦。好在我见势不妙，立刻撤退，这才侥幸捡回一条命，是吗？林家老祖脸上勾起一抹讥诮，以你的修为，哪怕有山河印在手，又怎么可能从元婴期9重强者手下活着回来？姬太常道，我远远感应到元婴期9重的气息之后，马上转身就跑了。而且我林家终究是大武王朝3大世家之一，对方再如何强大，强龙不压地头蛇，肯定也会有所忌惮。所以够了，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林家老祖厉喝一声，直接朝着姬太常一掌拍出，汹涌的灵力凝聚成一只土黄色的巨大手掌，带着一种磅礴的气势，封锁了姬太常四周空间，要把他一巴掌拍碎。嘘！姬太常蓦然间拔出青渊剑，至尊剑骨的力量发动，青渊剑迸发出一束艳艳神光，恍惚间甚至有一头巨大的青渊虚影环绕，仰天长啸。青渊剑与那只巨大的手掌碰撞，发出沉闷的巨响，刺目的剑气却是撕裂手掌，将其击溃。有意思！隐藏在暗中的黑甲女子微微眯起眼睛，饶有兴趣地看着姬太常，若有所思。林家老祖可是元婴期8重修为，比姬太常足高了4重小境界，修为越高，每个小境界之间的差距就越大。在炼气期筑基期的时候，天才强者能够跨越4、5个小境界战斗，但到了金丹期，能跨越2、3个小境界战斗就已经很少了。在元婴期，莫说2、3个小境界了，堪称1重境界1重天。可姬太常依旧能跨越4重小境界战斗，着实不可思议。就连林家老祖都眸光一凝，难怪你敢来我林家族的放肆，倒也有几分实力。姬太常咧嘴一笑，本想把你们都骗出来一网打尽，不过既然被发现了，那就杀。对于身份暴露的事情，姬太常并没有太意外。林兴昌与林家老祖关系莫逆，对彼此很熟悉。姬太常能伪装林兴昌的外貌，但动作神态语气等细节终究没法模仿。姬太常再次挥动青渊剑，炽盛的青色剑气冲天而起，那种狂暴的气息席卷整个林家祖地，惊动了众多林家族人。凭你这点修为也敢放肆？林家老祖怒喝一声，抬手就催动一座青铜古塔，迎风暴涨，释放出滔天凶威，朝着姬太常轰然砸下。但就在林家老祖注意力全都放在姬太常身上的时候，下一刻一把红黑色古剑无声无息探出，一刹那便刺穿了他的胸膛，凌厉的剑气瞬间绞碎他的心脏。噗！林家老祖当场喷出一大口鲜血，面色惨白，遭受重创。但他的反应速度很快，第一时间回身一掌拍出。黑甲女子之手握拳，黑色玄铁护手坚不可摧，爆发出超乎想象的恐怖距离，一拳就把林家老祖从半空中砸到地面上，宛若炮弹般落下。咚的一声巨响，下方成片房屋爆碎，地面坍塌出一个深坑，四周满是蛛丝般的裂痕。老祖！林家不少修士都被惊动，纷纷腾空升起，看到这一幕顿时被惊得头皮发麻，忍不住发出惊呼：跑！快跑啊！林家老祖浑身是血，挣扎着从地下爬出，却是朝着远处的林家族人发出撕心裂肺的大叫。当他被黑甲女子偷袭成重伤，一拳轰飞的时候，他瞬间反应过来，自己绝对不可能是黑甲女子的对手，对方是来灭族的，林家有灭族之祸，快跑，逃去皇宫，向皇室求援！他一边大吼，一边强行爆发出浑身灵力，元婴都在燃烧，抡起战矛就杀向黑甲女子。他赫然是想用自己的生命拖住黑甲女子，为林家族人争取逃跑的机会。真是感人的一幕。姬太常嘴角上扬，勾起一抹残酷的弧度。不过嘛，一家人还是要整整齐齐上路比较好。他身形一闪，手中青渊剑爆发出可怖的剑芒，如同狼入羊群，开始大开杀戒。砰！他随手一剑斩出，长达1000丈的剑气摧枯拉朽一般，当场就把数十位林家族人劈成血雾。同时姬太常心念一动，金羽飞剑瞬间化作数千道金色剑气，如同流星般朝着四面八方扩散，
所过之处必定会有一个又一个林家族人被洞穿，身躯炸开，甚至姬太常还发动了至尊剑骨的力量。林家所有族人手里的宝剑都不受控制地飞出去，开始朝着四周乱砍。休得放肆！有林家元因其强者十分愤怒，催动法器杀向姬太常，试图将他拦下，让其他林家族人逃跑。姬太常甚至都懒得用至尊剑骨的力量，只是随手一剑斩出，锋锐无匹的剑芒就把他竖着劈成两半。元婴被姬太常一把抓住，顷刻丢到火云丹顶里。林家族人在疯狂逃跑，而姬太常在疯狂杀戮，他们逃跑的速度注定不可能有姬太常快。另一边，林家老祖带着视死如归的决心，竭尽全力杀向黑甲女子，却被他随手一剑劈飞出去。若林家老祖巅峰状态，或许还能和黑甲女子过两招，但黑甲女子偷袭在先，将林家老祖打成重伤，他注定不可能挡得住黑甲女子。不，我林家究竟招谁惹谁了？为何要让我林家遭此灭族大祸？苍天不公啊！不少林家族人发出悲愤的大叫，目眦尽裂，流下2行血泪。然后他们就被姬太常砍成了臊子。仅仅是数个呼吸的时间，林家族人就被姬太常屠戮了大半，鲜血染红了地面，场面十分惨烈。轰！林家族的深处忽然间有一股强大可怖的气息复苏，令天地风云变幻，群山万壑都在轰鸣震动，就连黑甲女子都为之侧目，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贼人，给我去死吧！只见林一梦眼睛通红，面带悲愤的神色，竭尽全力催动一件林家祖器。这是林家镇族至宝，一直封存在林家祖地深处。事发突然，林家老祖没料到敌人这么强，根本没来得及出动祖器，只能由林一梦催动。那是一颗湛蓝色的珠子，绽放出无尽氤氲水光，仿佛有汪洋大海凭空浮现，遮天蔽日，甚至有一头巨大的青龙虚影环绕，在姬太常和黑甲女子身边环绕，形成一道惊人的结界。中品法宝定海珠，没想到这件宝物竟是在林家手里。黑甲女子眼睛发亮，盯住林一梦手中的宝珠，着实有些惊喜。姬太常更是第一时间抡起青渊剑杀了过去，目标同样是定海珠。小子，见者有份，定海珠一人一半。黑甲女子随手一剑就把林家老祖钉死在地上，身形一闪也杀了过去。这个级别的法宝太过罕见与珍贵，即便是他也会为之动心，不可能错过。姬太常舔了舔嘴唇，快速说道：“这次是你为我出手，林家的战利品也该属于我。你倒是贪心。”黑甲女子冷笑道：“一码归一码，总之这颗定海珠至少一人一半。”谈话间，伴随着惊天动地的龙吟声响起，那头巨大的水龙虚影携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朝着两人轰然落下。但黑甲女子只是手捏硬诀，那把红黑色古剑冲天而起，爆发出一束通天剑光，瞬间就把水龙虚影劈碎。古剑去势不减，依旧杀机森然，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噗的一声，古剑刺穿了林一梦的胸膛，将定海珠击落在地，光芒暗淡，漫天水光也随之消失。定海珠很强，可惜你太弱了。黑甲女子神色冷漠，如果是林家老祖催动定海珠，或许还能给他造成一点麻烦，但林一梦修为太低，根本发挥不出定海珠真正的威力。正当姬太常全速冲向定海珠的时候，黑甲女子身形一闪，原地只留下一道残影，鬼魅般出现在定海珠面前，一把抓住。喂，我可是你的雇主啊，你这样跟我抢东西不好吧？姬太常没好气地瞪着他。定海珠一人一半，不过我可以把我这一半给你。黑甲女子淡淡的说道，但条件就是你要为我无偿出手救治3次。成交。姬太常想都没想，直接一口答应了下来。出手救治3次就能换来半件中品法宝，这把赚了。很好。黑甲女子嘴角微微上扬，将定海珠和一枚令牌扔给姬太常。这枚传讯令牌你随身带着，需要的时候我会通过令牌联系你的。姬太常点了点头，一把抓住定海珠和传讯令牌，请客炼化。接下来两人快速击杀剩余的林家族人，搬走林家族的宝库，离开现场。姬太常并没有直接返回青云宗，而是再次改头换面，悄无声息地前往王都。除了林家祖地外，林家在王都里还有不少族人。片刻之后，一道金色红光划破苍穹，迅速降临到林家祖地上空，化作2道魁梧高大的身影。当景宣帝和破月王看到下方已经彻底化作一片废墟的林家祖地时，两人瞳孔猛地一缩，心头巨震，掀起莫大的波澜。他们不是没想过林家会被灭，只是没想到居然灭得这么快。要知道，林家可是有一位元婴期8重的强者坐镇，族里还有一件中品法宝祖器。该死的贼人！破月王怒吼一声，胸膛一阵起伏，脸色阴沉到了极点。对方公然在大武书院杀害林嫣芷，又灭了林家，这种行为无疑是在挑衅皇室的威严。而且这种抄家灭族的凶残恐怖手段，也让破月王心中涌起一股寒意。查，一定要把凶手找出来！景宣帝沉声开口。2大强者立刻降落到林家祖地里，仔细搜查现场痕迹，试图找出凶手的蛛丝马迹。但2人的脸色却是愈发难看。虽然现场找到了不少战斗痕迹和残留的气息，但凶手地功法招式和气息都十分陌生，他们前所未闻，不像是大武王朝内部势力所为。就在这时，景宣帝腰间一枚玉佩震动，从中传出一则密令：有贼人在王都悍然出手，大肆猎杀林家族人。放肆！
景宣帝被气得七窍冒烟，立刻返回王都。主要还是姬太常和黑甲女子灭林家祖地速度太快了，出乎景宣帝的意料，导致他根本跟不上姬太常的行动。待景宣帝和破越王姗姗来迟回到王都的时候，姬太常和黑甲女子已经施了符衣曲，林家至此灭亡。姬太常哼着开心的小曲儿，开始返回青云宗。他现在修为突破到了元婴期4重，全力发动至尊剑骨，脚踏青渊剑，速度已然能比剑元婴期9重强者，很快就回到青云宗。姬太常没有去找兰州王，而是径直前往议事殿。偌大的古殿里只有林雪月一人，桌子上摆放了一大堆文书，需要他亲自处理。这段时间以来，随着青云宗灭4大宗门，杨瑶夺得丹道大会第6名成绩等辉煌事迹，青云宗甚至称得上是名震大武王朝，不少天才和强者都想加入青云宗。相对应的，林雪月需要处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呼，林雪月放下手中文书，坐在椅子上伸了一下懒腰，长长呼出一口浊气，那高耸巍峨的满月也随之升起，呼之欲出。姬太常坏笑一声，直接双手攀登。啊！林雪月被吓了一跳，看清是姬太常之后，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嗔道：“死鬼！”姬太常嘿嘿一笑，将林雪月搂在怀里，让她坐在自己边上。一番亲热之后，林雪月情迷意乱，双眼水汪汪的，呼吸急促了几分，伸手就要解姬太常的衣裳，却被姬太常按住双手。月儿，我有一份惊喜要给你。姬太常大手一翻，从储物戒指里取出一个玉盒，里面封印着一截拇指大的骨头，温润如玉，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先天纹路，仿佛有无数细微的利剑闪烁，蕴含着某种玄妙而至高的剑意。当先天剑骨出现的时候，林雪月只觉得心中悸动，浑身血液沸腾，从血脉深处传来一种振奋欢呼和渴望的感觉。铮！玉盒里的先天剑骨也开始震动起来，发出阵阵剑吟声，与林雪月产生共鸣。这是我的先天剑骨。林雪月身躯颤抖，眼眶之中有泪花闪烁，感到十分惊喜与感动。小常，你竟然真的把它抢回来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林雪月声音都有些颤抖，一把抱住姬太常。姬太常的脑袋都被柔软埋了起来，呼吸困难，闷声说道：“咱俩之间客气啥？我说过会帮你报仇，就一定会做到。这次我不仅杀了林胭脂，抢回至尊剑骨，还顺手把林家给灭了。”姬太常把事情来龙去脉简要描述了一遍。关于药尘就是他另一个马甲的秘密，姬太常也没有隐瞒。什么？林家被灭了？好啊，这群自私自利的家伙死得好，终于死了。林雪月大受震撼，忍不住喃喃自语，而后又哭又笑，情绪十分激动。他自从被林家陷害至今，心中一直深埋着仇恨，一直想要回去报仇。只可惜他先天剑骨被挖，损伤根基，修为暴跌，休养生息多年，也才堪堪恢复金丹期一重修为，因而只能将仇恨深埋心中，不敢奢望。如今他的男人却亲手为他报仇了，这让他情绪剧烈起伏，久久难以平复。姬太常脸上也带着笑容，拍了拍林雪月的后背，柔声开口安慰。待他平复了一下心情之后，姬太常便开始为他重装先天剑骨。姬太常刚刚打开玉盒，先天剑骨便嗖的一下冲了出去，主动没入林雪月胸膛之中。刹那间，林雪月娇躯一震，浑身血液沸腾，先天剑骨的力量与她的身躯开始融合。林雪月体内的血脉之力和灵力源源不断涌来，与先天剑骨共鸣，被她吸收。而后一股股更加强大的血脉之力和灵力不断反哺到林雪月体内，大幅增强她的体魄和修为。姬太常指尖灵力萦绕，接连点在林雪月的经脉窍穴之上，帮助她稳固这股力量，加速融合先天剑骨。片刻之后，有一股强大的剑意冲天而起，令整个青云宗范围内的宝剑都剧烈震颤，嗡鸣不止，全都不受控制的飞了出去，在林雪月周围环绕，景象惊人。而她的修为也随之节节暴涨，竟是突破到了金丹期8重。这种气息，难道是……青云宗的贵宾楼里，身穿暗金色蟒袍的兰州王豁然抬头，眼中带着一丝震惊的神色。他立刻踏空而起，远远就看到了林雪月盘坐在院子里，周围万剑环绕，那种熟悉的气息和景象令他有些恍惚。兰州王在2个人身上见到过先天剑骨的力量，第一次是林雪月，当时林雪月觉醒先天剑骨后，震惊了整个大武王朝，加上林家乃是3大世家之一，影响很大。兰州王当年也曾见过林雪月与皇室天骄挑战，先天剑骨一出，无人能敌。后来林雪月犯了大错，被关进林家地牢，再无消息传出，逐渐被世人遗忘。但林胭脂却是横空出世，同样觉醒了先天剑骨，再度在大武王朝掀起波澜，最终被破越王收为弟子。兰州王身为大武王朝亲王，其实清楚的知道内幕，知道林胭脂身上的先天剑骨就是从林雪月身上挖来的。如今林雪月身上却是重新出现先天剑骨，这让兰州王心中掀起莫大的波澜。兰州王的目光不由得看向林雪月身边的姬太常，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姬道友，你当真把林家灭门了？兰州王的声音不自觉带着一丝颤抖，被这个大胆的猜测震惊到了。不错，姬太常朝着他微微颔首。兰州王瞳孔猛地一缩，
他正想说些什么，腰间一枚玉佩忽然剧烈震动起来，有神秘符文闪烁。他收到了来自景宣帝的紧急传讯，林家被血莲教覆灭，朕已搜查到血莲教个据点位置，速速带领兰州军队围剿血莲教。轰！这道密令不亚于惊雷轰鸣，将兰州王惊得头皮发麻。林家竟是在这么短时间内覆灭了，而且是血莲教所为。兰州王不由得看向姬太常，低声问道：姬道友，你们风灵月影宗与血莲教有勾结？姬太常眉头一皱，踏空而起，走到兰州王面前：王爷何出此言？若是风灵月影宗与血莲教勾结，当初我根本用不着出手阻拦罗红衣，更没必要推举要陈兄为你治病救命。兰州王沉默了一下，将景宣帝发给他的密令告诉了姬太常。姬太常闻言，顿时面容有些古怪，明明林家是他和黑甲女子灭掉的，为何景宣帝却说是血莲教所为？姬太常稍加思索之后也明白过来了，景宣帝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也找不到真凶，所以只能把锅扣在血莲教头上。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血莲教做的，也必须是血莲教做的。皇室需要为林家覆灭找一个背锅的真凶，否则的话，堂堂3大世家之一却在一夜之间被人灭门，皇室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必定会朝野动荡，引发哗然，这将会对皇室的威严造成极大打击。毕竟林家可是在皇室眼皮子底下被灭的，而血莲教就是一个最佳的背锅人。血莲教有这个实力灭掉林家，而且血莲教一直都是大武王朝最大的魔教，是皇室早就想铲除的毒瘤，刚好借这个机会去覆灭血莲教。一念至此，姬太常看向兰州王道：不错，林家覆灭确实是血莲教所为。我和风灵月影宗同门赶到王都的时候，血莲教已经动手了，倒是省得我们出手。但我风灵月影宗与血莲教并未勾结血莲教去驱血莲教，在我风灵月影宗眼里不过是蝼蚁一般的货色，也不值得我宗勾结他。兰州王闻言不由得张了张口：啊，林雪月的先天剑骨。姬太常面色郑重，解释道：月儿经过15年的休养生息，重新孕育出先天剑骨，这很合理吧？此言一出，倒是把兰州王整得不自信了。他悄然催动传讯玉佩，向景宣帝发出密令。数个呼吸之后，景宣帝发来回讯，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2位神秘人强闯大武书院，公然击杀林胭脂，挖走先天剑骨，重创破月王。对方有一位元婴期9重巅峰强者，手持中品法宝。再后来，景宣帝和破月王赶到林家祖地的时候，林家祖地已然被人屠戮一空。元婴期9重巅峰，不对，血莲教根本没有这个级别的强者，是风灵月影宗，一定是风灵月影宗干的。兰州王心头巨震，瞬间猜到了真相。他下意识抬头，就看到姬太常笑盈盈地看着他，眼中带着意味深长的神色。兰州王心中一凛，他立刻表态：我相信姬道友，相信风灵月影宗，药老救了我一命，姬道友又救了我女儿和兰州王府众人一命，这2份天大的恩情，我兰州王府时刻铭记在心，又岂会不相信道友？此事就是那天杀的血莲教干的，本王与邪修不共戴天。姬太常心知肚明，猜到兰州王已经猜到了真相。此刻兰州王的表态，就说明他选择站在姬太常和风灵月影宗这边，不会向景宣帝告密。风灵月影宗救了兰州王一命，且极度神秘强大，该怎么选自是不用多说。兰州王是个聪明人，不会平白无故给自己招惹强敌，也不想恩将仇报。王爷明白就好。姬太常点了点头，又问道：累了，皇室可有找到罗红衣的踪迹？兰州王摇了摇头，自从那天罗红衣被本王打成重伤之后，便一直蛰伏不出，皇室也未曾找到他的线索。姬太常摸了摸下巴，有了决定。这样吧，王爷要去围剿血莲教的话，我也可以出手，助王爷一臂之力。姬太常可一直惦记着黑煞魔尊的修为呢，多谢道友出手相助。兰州王心中一喜，立刻朝着姬太常抱拳行礼。当初在王都的时候，姬太常以1敌2，力压林长炫和林一梦，展现出恐怖的战斗力。有这样一尊强大的帮手助阵，兰州王自然是欣喜不已。姬太常点了点头，身形一闪就回到林雪月身边。小常，谢谢你。林雪月睁开眼睛，感应着体内熟悉而又强大的先天剑骨力量，她水汪汪的眼睛里满是感激。姬太常笑了笑，摸了摸他的脑袋：我准备跟兰州王一起去剿灭血莲教，斩草除根，这些资源你拿着，冲入宗门宝库。姬太常取出几枚储物戒指交给他，里面装着无涯宗和林家的宝库资源，甚至姬太常把山河印和原本属于林长炫的下品法宝长枪也交给林雪月使用。这是林雪月探出一缕神识，大致查看了一下储物戒指里的资源和宝物时，心头震动，掀起不小的波澜。姬太常把这么多资源宝物全都交给他处置，这是何等的信任和宠爱。小常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些资源，把整个青云宗都发展壮大起来。先天剑骨回来了，今后我也会好好努力修炼，一定不会拖你的后腿。林雪月拍着胸膛做出保证，我相信你。姬太常捏了捏他的脸蛋，而后踏空而起，与兰州王一同前往兰州王府。兰州王风风火火地召集王府一众强者和大军，留下王管家守家。他和一众王府强者兵分3路，直扑血莲教在兰州的据点。兰州王与姬太常联手，以最快速度杀向血莲教兰州分部永江城。这是一处十分繁华热闹的古城，占地方圆10几里，
周围还有不少村庄镇子环绕，倒也十分热闹繁华。一般人绝对想不到，血莲教在兰州的最大据点，居然就在城里。姬太常和兰州王提前改头换面，遮掩气息，不动声色地进入永江城。不对劲！蓦然间，姬太常眉头拧起，强大的神识感知到了些许异常情况，有不少修士行色匆匆地离开永江城。或许是血莲教已经提前得到消息，开始撤离了，直接动手。说罢，姬太常不再掩饰，元婴气威压轰然爆发，率先杀向血莲教据点所在地。兰州王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其实兰州王也察觉到了异常，刚想提醒，没想到姬太常居然也几乎同时察觉到了，这份敏锐的观察力十分不凡。兰州王也立刻爆发全速，与姬太常一同出手。血莲教据点位于一处平平无奇的大院子里，轰！姬太常直接上去就是一剑，炽盛的剑光似能剖开天地，那种可怕的元婴期波动传遍整座永江城，令众多修士和百姓都两股战战。伴随着一道沉闷的巨响回荡，整座院子都被姬太常一剑劈开，地面坍塌破碎，出现一道巨大的裂痕，露出一座庞大的地宫。这座地宫四通八达，几乎把整座永江城地下都挖空了，有不少血莲教修士还在收拾东西，抱头鼠窜。最令人震惊的是，地宫中间竟然是一座足足有300丈宽的血池，大量人族和妖兽的尸体漂浮，腥臭味扑面而来。这番场景令人触目惊心。哥，来得可真快啊！小郎君，小王爷，我们又见面了。血池之中忽然传出一道银铃般清脆的笑声，紧接着浓郁的鲜血沸腾，一道妖娆妙曼的身影从中缓缓浮现，不着片缕，肌肤雪白刺目，对方满头红发飘扬，就连眼睛都是妖异的血红色。罗红衣。兰州王看到这座血池的时候，眼睛瞬间满是怒火与杀意。如此庞大的血池和鲜血，足以证明这段时间血莲教不知道暗中杀害了多少百姓，这对于兰州王来说简直就是不能容忍。罗红衣轻笑一声，素手一招，身边血池沸腾，一件猩红色的衣袍落在他身上，只是堪堪遮住少数部位，依旧有大片雪白的风光摇曳。几天不见，小郎君居然修为提升这么快，连我都有点看不透了，真厉害啊！罗红衣直接忽视了兰州王，目光落在姬太常身上，忍不住舔了舔红润的嘴唇。叮！罗红衣好感度提升5点，罗红衣好感度15，好感度达到110，会有惊喜发生。姬太常微眯起眼睛，也盯住罗红衣，眼中闪过一丝异色，因为他发现自己居然也感应不出罗红衣的具体修为，而且罗红衣竟是隐隐给自己带来些许危险的感觉。这娘们不是已经被兰州王打成重伤了吗？怎么会恢复这么快？难道是这座血池的原因？果然邪修就是快。姬太常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唰！兰州王率先出手了，猛力抡动一杆金色战戟，金光澎湃，刺得人眼睛生疼，狠狠劈向罗红衣。罗红衣五指转动，一条满是倒刺的红色鞭子被他一把抓住，猛地一甩，发出刺耳的空气爆鸣，猩红色光芒闪烁，与金色战戟碰撞，宛若惊雷炸响，掀起可怕的余波。这一击对拼的结果，竟是兰州王被震退了几步。你突破了！兰州王瞳孔一缩，脸色阴沉了几分。他乃是元婴期6重修为，以前的罗红衣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但现在罗红衣的实力竟是在他之上。你猜？罗红衣舔了舔红唇，咧嘴一笑。笑！就在这时，姬太常忽然手捏印诀，金羽飞剑化作数千道金光，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将地宫里准备逃跑的血莲教成员接连击杀。罗红衣却没有出手相救，甚至看都没看那些血莲教成员一眼，仿佛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蝼蚁，十分冷漠。他再次挥动手中长鞭，伴随着凄厉的音爆声，狠狠抽向兰州王。同时，他那满头红发也迅速蔓延，宛若无数触手乱舞，带着令人心悸的血煞气息，朝着姬太常冲去。铿锵！姬太常蓦然间拔出青渊剑，凌厉无边的剑气绽放，斩断了大片红发，闪电般劈向罗红衣。这太过突然，罗红衣根本没料到姬太常能斩断自己的红发，仓促之下，他只来得及横起手掌，只掌间血光缭绕，朝着青渊剑一掌拍去。但青渊剑的锋锐完全超出他的预料，只听得噗的一声，犀利可怖的剑光斩断罗红衣的手掌，将他劈得连连后退，负伤不轻。元婴期4重，罗红衣豁然抬头，死死盯着姬太常，感应出他的修为之后，眼中满是震惊的神色。上次在兰州城，两人激烈大战了许久，罗红衣可以确定，当时姬太常只是金丹期9重修为而已，做不得假。可现在姬太常居然突破到了元婴期4重，这才过去多久？哪怕是邪修也突破不了这么快啊！小郎君，莫非你也是来自一个魔道宗门？罗红衣眼睛一亮，姬太常不语，只是抬手又一剑斩出。只见罗红衣的断手从血池里嗖的一下飞了回去，瞬间接上，并且召唤出一杆魂幡，朝着姬太常横击而去。他竟是以一己之力同时大战姬太常和兰州王。妖女，休得放肆！兰州王动了真怒，身上金甲发光，磅礴灵力爆发，抡动手中战戟，破军撼天戟。随着他一声暴喝，金色战戟光芒暴涨，锋锐的几刃劈飞红色鞭子，那种狂暴的气势宛若破军星坠地，掀起骇人气浪。罗红衣瞳孔猛地一缩，他虽然竭尽全力抵抗，
但还是被兰州王一击劈得连连后退，嘴角溢血，脸上多了一丝惊慌的神色。兰州王乘胜追击，立刻踏步冲向罗红衣。但就在这时，兰州王脚下血池之中有一道血光突兀迸发，瞬间贯穿了兰州王的腹部，令他身躯一颤，喷出一大口鲜血。罗红衣脸上的惊慌瞬间消失，嘴角上扬，勾起一抹残酷的冷笑。那道血光化作一条通体赤红色的蛇，模样狰狞可怖，身上的修为气息竟是比兰州王还要强大不少，朝着兰州王张开血盆大口。兰州王强行以灵力压制腹部伤势，大喝一声，抡起战戟就劈向那条赤蛇，与之爆发激烈大战。罗红衣则是挥动手中长鞭，元婴期7重的强大修为爆发，朝着姬太常狠狠抽去，发出尖锐的空气爆鸣。姬太常抬手一剑斩出，青渊剑缭绕着蒙蒙剑气，看起来和此前并无不同，但他却是悄然调动一部分至尊剑骨的力量，加持在青渊剑上。轰！当青渊剑与长鞭碰撞的一瞬，一股恐怖的剑意轰然爆发，如同山崩海啸般，当场就把罗红衣劈飞出去，喷出一大口鲜血。就连兰州王都被惊到了，眼睛瞪得像铜铃，他心中更是掀起惊涛骇浪。不久前兰州城的丹道大会上，姬太常以金丹期9重修为越接力敌罗红衣，还能勉强解释为罗红衣重伤未愈。在王斗之外，姬太常以一己之力压制林长炫和林一梦，这就已经很不正常了。可现在姬太常却是能把突破到元婴期7重修为的罗红衣一剑重伤。还有，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时候突破的元婴期4重？兰州王被惊得脑瓜子嗡嗡作响，甚至怀疑眼前的姬傲天是不是已经换人了。这种剑意好强，好喜欢。罗红衣抹去嘴角的鲜血，从青渊剑上感应到令他心惊胆战的恐怖剑意，他却是脸上带着病态的潮红，忍不住舔了舔嘴唇，紧紧盯着姬太常，下意识收拢双腿。叮！罗红衣好感度提升5点，宿主可获得黑煞魔尊10%修为能力，请选择。罗红衣好感度2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系统提示阴冷不丁响起，令姬太常愣了一下，脑袋上浮现出一个问号。不是，我一剑把你砍成重伤，怎么好感度反而提升了？是了，这娘们果然是喜欢艾斯艾姆。一念至此，姬太常心中便有了主意。他身形一闪，手中青渊剑绽放出1000丈剑芒，凌厉无边，一口气连斩10几剑。可怖的剑气封锁了罗红衣所有的退路，逼得他不得不正面对抗。伴随着轰的一声，沉闷巨响回荡，罗红衣直接被姬太常劈飞出去，狠狠撞在地宫墙壁上，尘土飞扬，身上多了好几道深可见骨的伤痕，衣裙破碎，露出大片雪白。姬太常抬手将罗红衣掉落的红色长鞭拿起，神色冷漠，这么喜欢抽人，你也感受一下被抽打的滋味吧。姬太常猛力抡起长鞭，发出一道道刺耳的空气爆鸣。罗红衣躲闪不及，很快就被抽打得遍体鳞伤。叮！罗红衣好感度提升了10点，宿主可获得黑煞魔尊10%修为能力，请选择。罗红衣好感度30，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系统提示音如约响起，于是姬太常更加用力了。但姬太常抽了好一会儿，罗红衣的好感度并没有继续提升，这让姬太常眉头微微皱起。莫非简单的抽打已经没法提升他的感觉了？那就来点信号榜吧。姬太常猛地一挥手中长鞭，宛若绳索一般朝着罗红衣席卷而去。罗红衣虽然竭尽全力抵抗，但他已经身受重伤，实力10不存一，挣扎了一下，还是被姬太常绑了起来。他娇躯高挑丰盈，露出的肌肤在凌乱衣衫下若隐若现，模样看着格外狼狈。但姬太常却是神色冷漠，直视着他的眼睛，老实交代：你为何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恢复伤势？为何能从元婴期5重突破到元婴期7重？姬太常这副冷酷无情的模样，反倒是让罗红衣更加欢喜，好想和他双人修炼。罗红衣主修地宫法名为万域交欢魔功，和越强大的人双人修炼，他能获得的好处就越多，因而遇到像姬太常这般恐怖的妖孽，直接勾起了罗红衣心底的欲念。叮！罗红衣好感度提升5点，罗红衣好感度35，好感度达到100时，会有惊喜发生。说话，姬太常眉头拧起，扬起青渊剑，直接在他身上捅出一个窟窿，严刑拷打。呵呵呵，你就算打死我也不会说的，除非……罗红衣舔了舔嘴唇，朝着姬太常抛了个媚眼，你陪我睡一觉，我不仅把我变强的秘密告诉你，还能让你也一起变强，何乐而不为？就在这时，咚！一旁忽然传出一道沉闷的炸响，兰州王身上有一股金色龙气爆发，使得他战力短暂暴涨一大截，一击劈飞了那条赤红长蛇，转而拎着战戟杀向罗红衣。那条赤红长蛇被击飞之后，居然转身就跑，直接抛下了罗红衣。姬道友，跟他废什么话？此等妖女绝不能留，杀了他！眼看着兰州王杀气腾腾地冲过来，罗红衣顿时面色一变，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兰州王这家伙是真的会下死手。小郎君，我还会来找你的。罗红衣深深地看了姬太常一眼，身上忽然间有一股浓郁粘稠的血光爆发，原本捆住他的长鞭瞬间散开，被他一把抓住，整个人都化作一抹血光，爆发出不可思议的速度，冲天而起。想跑！姬太常眸光一冷，直接催动定海珠。啊！
随着定海珠一出，湛蓝的水光遮天蔽日，凝聚成一头巨大的水龙虚影，仰天咆哮，朝着罗红衣一口咬下。那种恐怖的气息波动，让兰州王都面色一变。这是林家祖妾。兰州王嘴角微微一抽，看相机太长的目光都有些不一样了。好家伙，还敢说林家是血莲浇灭的？你手里拿的青渊剑和定海珠是哪来的？但兰州王已经打定主意和姬太常站在同一战线上，此刻也只能装作没看见。砰！伴随着一道沉闷的炸响回荡，罗红衣身上有一股阴冷可怖的气息波动扩散，竟是一下子击穿了定海珠所化的水龙，速度更快了，眨眼间就消失在天际。姬太常见状，脸色顿时阴沉了几分。以他的实力，哪怕没有动用至尊剑骨全部的力量，配合定海珠也足以拦下寻常元婴期9重强者才对。罗红衣居然还是跑掉了，这种手段难道是血莲教教主赐给他的？不对，血莲教教主也只是元婴期8重修为，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手段。罗红衣身上必定发生了某些不为人知的变化。兰州王脸色阴晴不定，敏锐察觉到了异常。罗红衣原本重伤垂死，却能在极短时间内恢复伤势，修为还突破到了元婴期7重。不仅如此，刚才罗红衣身上爆发出来的力量气机，甚至隐带着一丝化神期的气息。难道是这个妖女勾搭上了一位化神期魔头？兰州王立刻取出传讯玉佩，将此事上报给景宣帝。多谢道友出手相助，否则今日我恐怕要遭劫了。兰州王面色郑重地朝着姬太常抱拳行礼。饶是兰州王也万万没想到，罗红衣的实力居然提升到了这等地步，而且还有一条元婴期7重的妖蛇相助。如果不是有姬太常跟在身边，兰州王甚至会有生命危险，说不定就栽在罗红衣手里了。王爷不必客气，接下来若是有罗红衣的消息，还请王爷告知我。姬太常沉声说道：“我与此女已经结下死仇，此女不除，我心难安。”